天色微亮，村里的人家大多已经早早起来生火做饭。苏家灶房那边也升起了袅袅炊烟。苏桃醒来也没有赖床，拿起床头放着的银灰色粗布小袄穿在了身上，边穿边透过窗户一处烂了窗户纸的地方往西厢房看。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看来他阿弟还没有起床。他收回视线，扣好小袄的扣子，出被窝，穿上比小袄颜色深一些的薄棉裤，下地穿鞋。头来不及梳，脸也来不及洗，就跑去了西厢房。泥砖堆砌的土墙厚重，隔去了外面大半的光线，西厢房里灰蒙蒙的。苏桃一进房间，就听到从房间东北角的床上传来轻微而均匀的鼻鼾声。他走过去看了一眼睡得香甜，两颊泛着微红的小郎君，伸手缓缓地推了推他的肩头，压着声音喊：阿弟，阿弟，起床了。如此喊了2声，小郎君鼾声戛然而止，他眼睛也没有睁开，嘟囔了一声，翻了个身，面朝里侧继续睡。见此，苏桃嘴角勾起了一抹笑，知道他已经醒了，就是想赖床而已，遂丢下一句：勤奋刻苦就要冬练3九，夏练3伏，赶紧起来背书吧。便出了西厢房。苏桃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一柄桃木梳，呼啦呼啦在头上梳了几下，随手利落地挽了个男子的发髻。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读书人家都有这规矩。他家暂时算不了读书人家，但这个规矩挺好。他打扫完庭院，他阿弟苏湖也已洗漱好。西厢房的窗边传来他朗朗的读书声：天地玄华，日月红花，天地玄华，宇宙红花，日月盈泽，陈宿列扎。灶房里忙碌的冯氏此时也听到院子里的声响，他从灶房探出头来，看到阿桃正蹲在房檐下洗抹布。冯氏的眼睛又酸了，发生昨日那样的事儿，小娘子还没事人一样的洒扫，定是为了不让他担心而故作镇定。冯氏缓了缓情绪，深吸一口气，对苏桃说：粥马上就煮好了，别忙活了。说完，怕忍不住又落泪，就赶紧转回了灶房。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苏桃就看见了他娘红肿的双眼。他抿了抿嘴唇，暗忖：昨晚上他娘一定是偷偷的哭过了。如此想着，洗着抹布的手下意识便用了力气，手中的抹布像软烂的面，一下子就变成了2半。他娘哭红的双眼，还有昨日他阿弟红着眼眶对他说，他要勤奋刻苦，科举做官，让别人再不能轻看了他去，皆是因为他昨日被人退亲了。昨日春风和煦，冯氏和苏桃在东边院子里照顾兔子，隐约中听到有人在门外叫人。2人出门，便见到一打着清凉伞、穿着绛色细麻短被子的半百婆子站在他们家门前。那婆子年过半百，脸上的粉扑得厚重，阳光下惨白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冯氏看了许久，才看出来人是王媒婆。王媒婆这个时候来，不知道是不是李家有什么事。冯氏见王媒婆眯着眼睛看苏桃，便低声对苏桃吩咐一声，让她回自己房间去。他转身招呼王媒婆：王妈妈，快屋里坐。冯氏引着王媒婆进了正房厅堂落座，拿水壶倒了一碗水放到王媒婆跟前。王妈妈，今儿上门不知所为何事啊？路远疲累，喝点热水缓缓身子。说着，他在对面坐了下来。王媒婆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拿帕子擦了擦嘴角，才开口道：是李家遣了我来的。说完，瞟了一眼冯氏，继续道：之前呐，李家拿了你家小娘子与李家3郎的庚帖去合八字，当时合出来的是天作之合，难得的良缘。冯氏望着他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昨儿李娘子找老婆子来了，说是上次那个合庚帖的看错了，把别家合的结果给了他们家，遂又合了一次。王媒婆说到这里顿了一下。那如何？冯氏没觉得王媒婆说的不靠谱，
他的思路莫名被他牵着走了。王媒婆撇了撇嘴，不太好，八字不合，有冲克之嫌。小娘子八字太硬，一般男子防不住。李家前老婆子来拿回李家的聘书，这桩婚事便作罢吧。胡说八道！冯氏没听到王媒婆后面的话，他只听出王媒婆的意思是说他家苏桃命硬克夫，听此气得浑身颤抖。他站起来指着王媒婆厉声呵斥：一派胡言！我家小娘子命是极好的，小时候龙明寺的大和尚还说她命里带福，天生富贵。躲在自己厢房的苏桃听到冯氏声音不对劲儿，赶紧从房间跑了出来。冯氏最是和善，他还没怎么跟谁发生过口角。嗨，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命格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没听说过命格也是会变的吗？王媒婆发挥她的3寸不烂之舌，一通乱说。来的时候，王媒婆就知道会是这样，看在李家给的2贯钱的份上，她怎么着也得把聘书要回去。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苏青山不在，李家又出了这样的事情，冯氏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整个人都气懵了，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苏桃走进正房，不巧她正好听清了王媒婆的那一番胡言乱语。她脸色阴沉，先扶住全身发抖的冯氏，凌厉的目光望向王媒婆：你说什么呢？明明是还没有及笄的小娘子，气势十足，看得王媒婆心中一紧，忙低下声音打哈哈道：哟，苏娘子别气，小娘子也别气，李家只是小商之家，散了便散了。老婆子这里还有更好的，县衙里的张捕头知道吧？这捕头啊，好歹是吃官饭的。张捕头他前面的娘子去岁没了，这不刚好想要找个续弦。捕头满身煞气，命硬。冯氏抖得厉害了，头嗡的一下就懵了。他已经听不到王媒婆的声音，只看到一张血盆大口在他跟前不断的开开合合。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拢了拢精神，伸出食指指着门口，声嘶力竭道：滚出去！王媒婆望着冯氏切了一声，满脸不屑：拿了聘书就走，乡下的破地方，谁乐意多待似的？之前日子顺遂，冯氏没有经历过这种被人上门羞辱的事情，气得已经乱了方寸。苏桃虽小却冷静，她把冯氏扶到椅子上坐下，顺了顺他的胸口，轻声安抚：阿娘，你别气别气啊。他安置好冯氏，冷脸走到王媒婆跟前，伸手抓住了她的左胳膊就往外拖。胳膊被抓住的王媒婆大声喝道：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王媒婆长得高壮，身材高挑的苏桃还比她矮了半个头。撒泼耍赖有一手的王媒婆根本没有把稚嫩的小娘子放在眼里。她撒泼般挣了一下，她以为挣一下就能挣脱小娘子的手，最后发现纹丝不动，手臂跟被钳子钳住了一样，根本挣不脱。苏桃冷着脸拖着王媒婆一只胳膊，就像提着待宰的猪猡一样往门口去。到了门口，他站在门槛内，抓着王媒婆往外一扔，高壮的妇人就被他怂倒在地。王媒婆一摔倒在地，就杀猪一样嚎开了：哎呀娘哎，不得了了，要杀人啦！苏桃绷着脸盯着倒在地上嚎叫的王媒婆，眉头微皱。如果是夜里，非打他一顿不可，只现在邻里有人，不好下手，无奈压着嗓子冷斥了一声：快点滚！说完随即便关上了院门。冯氏坐了一会儿，手脚还有些发虚，好歹稍微冷静了下来。他见苏桃进屋，迎上去拉住苏桃的手，欲言又止，眼睛红了一圈：还聘书啊！不给聘书我怎么回去？王媒婆说了一辈子媒，各式各样的人见了不少，小小年纪便一脸杀气的真的少见。她虽然心里怯怯的，但是面上不能表露。拿不回聘书，她怎么向李家娘子交代？连着那2贯铜钱也不保。王媒婆在门口连嚎带嚷，一会儿就出来许多看热闹的桃花村邻里。有了看客，她可劲儿的表演，说苏家小娘子命硬克夫，与李三郎八字不合，李家要回聘书。
说他好心为苏桃又寻一户相配的人家，竟被不知好歹的苏桃赶了出来。他还在说张捕头的条件有多好，苏家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面无表情的苏桃拿出一个红封丢到了王媒婆的脸上。王媒婆捡起从她脸上掉下的红封，拆开看了看，确认是李家的聘书，手脚麻利地收起来，装进荷包里，仔细地贴身放好。而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犹豫了一下，连他忘在苏家厅堂的清凉伞也不敢要，灰溜溜地回李家回信儿去了。王媒婆走后，桃花村如在热油锅里泼了一勺凉水，全炸开了。一时间，苏家阿桃命硬克夫，不行李家三郎跟他退亲了。这以后只能给满身煞气命硬的人家做续弦的消息不胫而走。不过半日功夫，传言突变，竟有传言说他命硬以后只能给杀猪的做小。谣言在村里乱飞，苏虎下学回来的路上也听说了，他气得跟别人吵了一架，哭着跑回了家。苏虎哭着跑到冯氏跟前，娘，李家来对亲了。冯氏拿出棉帕帮苏虎擦了擦眼泪，轻轻点了点头。苏虎见冯氏点头，哇哇大哭，他哽咽着问：哼，阿姐命硬，以后只能给杀猪的做小，也是真的？冯氏气得浑身颤抖。谁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你阿姐天生富贵命，龙明寺的大和尚说的。冯氏气得要吐血，还是稳住身形道：娘想起来了，当时一起去庙里拜的，你周大娘也知道。必是那李家三郎命薄，根本享受不了你阿姐自带的富贵。如此想来，冯氏更加确定确实是这么个理儿。这样想着，他心中才跟着好受了几分。苏虎好似也被说服了，他抬起袖子擦了擦脸问：阿姐呢？在东院呢。冯氏拉下他拿袖子擦脸的手，拿棉帕帮他擦干净了眼泪。苏虎跑去东院，就看到苏桃没事人一样往兔子笼里夹野草。他跑过去叫了一声：阿姐。阿弟，下雪了，今日先生教了什么？苏桃没上过学，10里8村的也没有谁家小娘子进私塾的，但是他每天都热衷于问苏虎的功课。苏虎讪讪：千字文。千字文还没有学完呢。苏桃了然嗯了一声，接着又鼓励了一句：好好学啊。然后就继续干活，往兔子笼里夹草。阿姐。苏虎拉过苏桃的双手，眼圈泛红，郑重道：阿姐，我以后一定勤奋刻苦，科举做官，定不让别人再轻看了你。苏桃心中热热的，她抬手摸了摸苏虎的脑袋，轻嗯了一声：阿姐相信你一定行。说回今日，这厢苏桃把屋里屋外都打扫干净了，那边冯氏也做好了早膳。他端着一小竹筐蒸饼从灶房里出来，对着两边厢房喊：出来用早膳了。苏桃和苏虎听到喊声都跑了出来，见冯氏端着炊饼进了正房，他们两个也忙着去灶房端其他饭菜出来。膳罢，苏虎去私塾，冯氏进了灶房忙碌。苏桃背上竹篓对他娘说了声上山割草去了，便出了门。苏桃背着背篓走在村里的主路上，快出村的时候碰到两个在门口纳鞋底的妇人，见苏桃走过来便开口搭话：阿桃进山啊。如果是妇人遇上搭话的，难免会多聊一会儿。苏桃只嗯了一声就走了。那两个妇人见苏桃走了，一个妇人用手肘对了对另一个，凑到他耳边道：他真的命硬克夫啊？谁知道呢？那王媒婆来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动静啊，不然我也去看看热闹。我只听别人说他命硬克夫，得给杀猪的屠夫做小才行。两人声音极小，可苏桃耳聪目明，这极小的声音也被他听了个清清楚楚。他咬紧牙关，握紧了垂在身侧的两手。之前合的八字结果很好，这才多久就说整错了。他觉得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李家别让他抓到把柄，不然他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呢。被恶意重伤，谣言还如此难听，苏桃很难淡定，心中郁闷不已。
进了山也无心找兔子爱吃的野菜，只气呼呼地往里走。走了不足1里，他在几棵沟树旁停了下来。他深吸一口气，把心中憋着的那口气向着树发泄，怒吼：你才给杀猪的做小，你全家都要给杀猪的做小！发泄完，他一拳头捶到了那棵碗口粗的沟树上，咔嚓一声，沟树应声而倒，在他捶的地方断裂开。苏桃傻眼了，他忘了收着些力道。苏桃天生的力大无穷，在他8、9个月的时候，因为力气大，没少祸把东西。苏桃从树上裂口处剥下一条长长的树皮，绑住树干就拖着下山了。走进村里的时候，那2个妇人还在那里坐着，见苏桃回来又搭话：阿桃，这么快就回来啦？苏桃不想搭理他们，便装没有听见，径直拉着树往前走。苏桃走过去后，那2个妇人对视一眼，撇了撇嘴，其中一个撇着嘴望着拉着好大一棵沟树的苏桃，酸楚楚地说：哟，他倒是挺能干。忙了一天，2人才刚洗了洗手脸，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苏家的在不在呀？你家小子打了我家孩子了！冯氏一顿，把擦脸的棉巾递给同样停下动作听外面响动的苏桃。阿桃，我过去看看，你别出去了。说着，冯氏走去门外。苏桃把棉巾收进屋里，站到院门口里侧听动静。苏家的，你出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家小子把我家儿子打的。周家娘子见他出来，便把一个满脸青紫、鼻子上还流着血的着短褐8、9岁小郎君往他跟前一推，而后卡着腰仰着头斜睨着他。周家娘子身后跟了一群大大小小差不多的小萝卜头。冯氏看了看，没有看到苏虎，他问那群孩子：苏虎呢？其中一个孩子往后看了看，冯氏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便看到村头小路上苏虎正慢悠悠地往家赶。朱家娘子，苏虎快回来了，等他回来说。等不等他回来能如何？总之是他打了我儿子，打的时候他们都见了。朱家娘子说着指了指那群小孩子，而小孩子纷纷点头附和。冯氏无言以对。那苏虎为何打他？朱家娘子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还能为何？天生不讲理呗。苏桃在院门里也听到了，听话音都知道这人是蛮不讲理。谁天生不讲理啊？苏桃大喝一声。原本在后面磨叽的苏虎听到他家门口跑了起来，也不磨叽了，腾腾腾的就跑了回来。苏虎跑回来，站在苏桃身边，指着朱家娘子的儿子控诉：他背后说人坏话，小人行径。朱家娘子不服：他说谁坏话了？他说什么了？你就打他。门口除了苏家母子3人，朱家娘子母子2人，还有一圈大大小小闻声出来看热闹的村人。在这些人面前，苏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孩子说他阿姐的坏话说出来，气得鼓着眼睛跟朱家娘子杠：说我了就打他。朱家娘子的儿子听苏虎这样说不干了，他伸出头讲声：我没有说他，我只是说苏家阿桃只能给我们家做小妾。朱家娘子听了，脸上没有善色，反而一脸骄傲。见此，冯氏红了眼睛。昨日他被王媒婆气傻了，那老巫婆那样说他家阿桃，他都没有打他出去。晚上躺在床上都后悔懊恼自己发挥失常。现下又来，他转头在门边张望，要找一件趁手的武器。突然就在门里边看到一只掉落在这里的钩树枝，粗细刚好。他弯腰捡起来，一言不发跑过去，就往朱家娘子身上招呼：黑心烂肺的东西，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屎尿样，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方氏疯了一样拿着枝条往朱家娘子背上招呼。苏桃和苏虎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冯氏，整个呆愣住了。跟朱家母子一起过来看热闹的小孩子们也被吓得一哄而散，躲去了人群里。朱家的儿子吓得在旁边哇哇大哭，而朱家娘子身上挨了几下也反应了过来。她是个泼辣的，双手挥舞着就去抢冯氏手里的树枝。苏桃一看冯氏处于下风，跑过去一把抱住发疯的朱家娘子往旁边一甩。
周家娘子顺势扑倒在地，双手拍着地，呼天抢地的大哭。没天理了，打人了，打完儿子打老娘，你们把我们母子都打死吧，打死了事儿。好哭什么？有事说事儿。沙哑的呵斥声响起，赫然是桃花村的李正。冯氏见到李正来了，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对李正施了一礼。李正爷，这朱家的娘子欺人太甚，你们一家把我们母子2个都打个遍，还说我们欺人太甚，真是没天理了。周家娘子尖叫着反驳，她可不怕桃花村的李正，她如果处理不公，她也能把他们村的李正叫过来。李正缩着烟嘴儿，深深吸了一口，泛着金光的眼睛在苏家母子和朱家母子身上各扫一圈。他转身看向一旁看热闹的同村人，眼睛扫视一圈，指着人群里一个年轻汉子道：你来说说，都看了些什么？那汉子望着指过来的烟杆，看了看左右，见没人吭声，只好老实的走了出来。李正爷的品性他们都是知道的，说的时候不能添油加醋。好在事情也简单，他3两句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说了个清楚。听完那汉子的陈述，李正问朱家娘子：你家儿子是不是诋毁了苏家阿桃？朱家娘子嘴硬，嘟嘟囔囔道：大家都是这样说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这样说。李正表情变得无比严肃，无凭无据的胡说一通，便是诋毁。说完也不理他，转头问苏虎是不是打了朱家小子。苏虎点了点头。事情很简单，一下就明了了。李正问朱家娘子：朱家娘子，你想要怎么处理？是让苏家赔钱，还是看病？朱家娘子看李正问他，他便一咕噜爬了起来，指着胳膊上的红痕给李正看。那苏家的也打了我，跟一起赔吧。李正避重就轻：该赔的就赔。朱家娘子听李正这样说，脸上显见露出笑容，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李正见两家都没有异议，直起腰身，清了清喉咙。事情呢，老汉我也清楚了，朱家娘子也说了诉求，我也都明白了。你们看这样处置行不行？苏家小子打了朱家小子，赔100文的药费。李正话还没有说完，朱家娘子插嘴说还打了他。李正望着众人：苏家娘子打了朱家娘子，朱家娘子也打了回去，不赔钱。朱家小子诋毁苏家阿桃，低头道歉，并保证再不诋毁他，如若有违，发现一次赔100文。李正望向朱家娘子：你看如此可好？朱家娘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李正打住他道：若你觉得不公，可请你们李正过来一起评断。朱家娘子也不是个傻的，到现在她才知道李正要赔他们100文的用意。拿了这100文钱，以后朱家一家老小都得把严了自己的嘴，不能再说苏家阿桃一句不是，都是这小崽子惹出来的事。他狠狠瞪了一眼哭花脸的儿子，讪讪道：如此就好。李正转头问冯氏：苏家娘子觉得呢？冯氏眼里带着一丝感激，微微点了点头。李正叫苏虎去拿笔墨出来，当场就把处理的结果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一式2份。两边按了手印，各自收起来后，苏家给朱家拿了100个铜钱。朱家娘子拿了钱，带着他儿子麻溜地走了。村长叫住看热闹的桃花村人，背着手说：村中谁要是再恶意重伤诋毁苏家阿桃，同样赔100文铜钱，相互监督，举报的奖励50。说完也不理一众呆愣的众人，径直回家去了。李正走了，苏家人也回了家，徒留下一众村人议论纷纷。这叫什么事儿啊？不过是看个热闹而已，还把自己看进去了。大家四散而去，之后桃花村里再没有抹黑苏桃的谣言。翌日，苏桃在东院给兔子夹完草出来，碰到了从城里回来的周大娘。周大娘见了苏桃，招手把她叫到跟前，多愁善感地捧着苏桃的脸看了又看。想到她听到的污言秽语，愤愤不平道：明龙寺的大和尚说的没错，阿桃天生就是一副富贵相。打抱完不平，遂想起正事来。他拉着苏桃的手问：哎，你娘呢？
在造房呢。说着，跟周大娘一起进了她家门。进门，苏桃就喊：“阿娘，周大娘回来啦！”冯氏从灶房探出头来，一边擦手一边道：“啊，周嫂子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周大娘笑了笑：“想阿桃你们啦，回来看看。”周大娘自己家都没进，挎着包袱就来了苏家。冯氏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上挎着的包袱，拉着她的手往正房带：“来，快回屋里歇歇。”转头又对苏桃吩咐：“阿桃，去灶房把水壶提屋里来。”苏桃哎了一声，去提水。刚坐下，苏桃提了水壶进来，冯氏接过来给周大娘倒了一碗水，还在里面加了点蜂蜜，才端给她。周嫂子尝尝，可甜了。周大娘端起来喝了一口，甜滋滋的，心里舒畅了许多。用了几口蜂蜜水，周大娘把她的包袱拿了过来，打开拿出里面的一包桃酥果子，递给了冯氏：“给孩子们吃的。”冯氏接过，娇嗔道：“嗨，他们吃什么都是一样的，嫂子何苦破费啊？”周大娘只笑了笑：“顶顶酥脆，阿桃尝尝。”冯氏笑着把果子递给苏桃，苏桃没有吃，笑着对周大娘说：“多谢大娘，等阿弟回来了，我们再一起吃。”周大娘望着苏桃：“多懂事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李家还用什么八字不合的借口退亲？想到这些，声音陡然就高了起来：“天杀的李家，不识好歹，背信弃义的小人！”周大娘骂他们背信弃义。苏桃只觉得周大娘随便拐些词来骂李家，没想到李家是真的背信弃义。说起李家退亲一事，苏青山不在家，冯氏没个靠山，猛然间关系密切的老嫂子回来了，她心里一软，竟落下泪来。周大娘站起来，挤到冯氏那边的长椅上坐下，拉过她的手，拍着安慰起来：“咱家阿桃没有什么不好，是那李家攀上高枝了，才诋毁咱们的小娘子退了亲。不过啊，你也别伤心啊。”听李家攀上高枝，冯氏止住了哭声，满脸不可思议地打断周大娘的话：“嫂子说什么？李家攀上高枝了？”就知道不怎么出门的冯氏还被蒙在鼓里。周大娘叹了口气，把从周恒那里听到的信息徐徐说来：“唉，年后咱们县换了新的县令，新县令上任，首先宴请城中有头有脸的人。听周恒说什么稳固地位、拉拢什么的，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县令竟是看上了李家三郎，想把他家庶出的五娘子嫁过去。”周大娘有些懊恼，周恒不是才说的吗？他怎么就说不清了呢？反正不管怎样，李家背信弃义，用下三滥的手段退了跟苏桃的亲时，要定下县令家的五娘子，这是真的。其他的冯氏也不懂，李家要跟新县令家结亲了，他是听明白了的。明白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天杀的李家，真是欺人太甚！这样对我的阿桃，也不怕遭了报应。”哎呀！苏桃早就跑到屋门口的门槛上坐着去了。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划来划去。周大娘说的，她也听明白了。冯氏哭得伤心，周大娘忙安慰：“哎呀，别哭了啊！恒儿说商人重利轻义，哎，对，就是重利轻义，不是什么好的。他说咱们书司有许多给他们抄书的读书人，到时候给咱们阿桃抽一个品行好的。”冯氏抽抽噎噎，止住了哭声。那读书人能看上咱们？怎么不能？咱们阿桃哪点差了？模样周正，又是个勤劳的。隔壁院子里的兔子，不有一大半时间是阿桃在打理？如此，周大娘又补了一句：“说咱阿桃周正，那都是咱们谦虚了。看看这十里八乡的，谁有阿桃标志啊？别说咱们乡下，就是那临阳城中，比阿桃长得好的也少见。”被周大娘这么一夸，冯氏扑哧笑了起来。也就嫂子看得起他。周大娘骄傲道：“哼，我可不是胡乱夸大。”坐在门口偷听的苏桃也被周大娘夸得脸红了。她真有这么好？冯氏拿棉帕擦了擦眼泪，正襟危坐，小心翼翼道：“我听我家那口子说，
读书人最是看重个门当户对，即便是娶了糟糠妻的，有一日高中了抛弃糟糠之妻的也是有的。周大娘又抓过冯氏的手拍了拍。你放心，恒儿说了，要找个品行好的，品性好就不会有乌七八糟的事儿。再者说了，怕衣服脏咱们还不穿啦，怕洗锅便不做饭啦。莲娘，你不信我，还不信恒儿？冯氏嘴角含笑，嗔怪道：哎，嫂子说的什么话，我如何就不信你了？我家那口子不在家，我最信任唯一能依靠的也只有嫂子了。周大娘一番话比那灵丹妙药都管用，冯氏郁结的心突然就打开了，欢欣雀跃地给了苏桃10几个铜板，让他跑镇上割2斤肉回来，无论如何都要好好的招待周大娘。上半年皮毛店的生意不是太好，苏桃走到的时候店里没什么客人，他进屋只看到一个小伙计站在柜台边上低着头打盹儿，站着都能睡着，苏桃也是佩服。苏桃往小伙计跟前走了2步，听到店里有脚步声，小伙计突然抬起了头，人都没有看清，脸上就挂上了一个职业的热情微笑。客官，您随便看。苏桃盯着那眼神迷离的小伙计。小哥，我找张掌柜。啊，找张掌柜？小伙计终于正眼看小来人。小娘子先坐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叫掌柜的出来。小伙计的殷勤落在了刚要进门的一对主仆眼里。主仆2人进门，那家主子借着看店里皮毛的空档扫了一眼苏桃，一看那穿着就是乡下来的，穿的还没有他身边丫鬟好，背着的背篓里灰扑扑的一团，也不知道是什么脏东西。他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丝不屑，这样的乡下丫头也值得那伙计如此献殷勤。苏桃感觉到有人进门，为了不打扰客人，他就安安静静地坐着，尽量不影响店里的生意。只天生敏锐的他总感觉那客人在有意无意地打量他。苏桃抬头朝来人看去，刚好看到对面小娘子嘴角那抹还没有收回去的轻蔑。苏桃不是没见过世面，县城也来了许多次，这样让他开眼的打扮还是第一次见。只是这个富家小娘子为何会那样看她？富家小娘子不都是知书达理的吗？苏桃两眼迷茫，看着娇憨又无辜，这表情衬着那张如花似玉的脸，令那家小娘子更加嫉妒。只会用美貌勾引男人的狐狸精，跟他家的那些个庶妹一样。张掌柜出来，就见店里的2个小娘子，一个满脸不屑，一个满脸迷茫。店里的气氛着实有些奇怪。待他看清带丫鬟的小娘子的脸，他这个在生意场上的老狐狸突然明白了。苏桃见张掌柜出来，站起来叫了声张伯。张掌柜抬手向下压了压，示意苏桃稍后。他弓着身子过去招呼那主仆2个。小娘子慢慢看，有看上的喜欢的给您打个折。这小娘子是新来的县令家的嫡女，不能怠慢了。听张掌柜说给他打折，他脸色才好看了一点。张掌柜了然，看这状况，怕不是这县令家的小娘子嫉妒出身不如他的苏小娘子长得比她漂亮。张掌柜这个老狐狸好好的恭维了县令家小娘子一番，待他高兴了，他再转过来问苏桃有什么事。苏桃刚说完，正在一旁看皮子的县令家小娘子阴阳怪气道：真是残忍呢！兔子那么可爱，都拿来宰杀卖钱。苏桃听他这样说，脸上更加不解。这小娘子现在不是在逛皮毛店吗？一边可怜兔子，一边要买她的皮。乡下丫头单纯，张掌柜见苏桃没听出好歹来，也就没多话，低声跟他说了声知道了，就赶紧让他回去了。金乌西坠，给春日古朴的街道洒上点点星光。苏桃背着个背篓站在李家大门对面的墙角处，并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李家暗红色的大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探究，也隔绝了苏桃的窥探。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有仆从开了门，把门口的红灯笼点亮后又退了回去，关上门。苏桃一动不动站得脚酸，她在想自己是不是冲动了。如果那李三郎不出门，他也不能跳到他家去打他。路上的行人慢慢少了起来，
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苏桃有些纠结，如果李三郎不出来，他也不能在这里站一晚上。到时候去周大娘那里太晚，他可找不到借口，徒惹他担心。须得从长计议，还是得先了解一下李三郎平常行踪才行。在外面等了许久的苏桃正准备回去，刚刚离开他站的那个角落，走到这个东西巷的巷子口，便听到扑通一声，从里面跑出来一个人影。人影鬼鬼祟祟地跑出了巷子，往后面李家大门看了一眼，就疾步往前走。苏桃也是见过李三郎一面的，看前面鬼鬼祟祟的人，看着就像是李三郎。苏桃二话没说就跟了上去。李三郎急着往烟柳巷赶，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跟着个人。一路上借着别人家门口灯笼的光，苏桃彻底看清楚了，前面的人就是李三郎。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等到了。只是不知道这李三郎大晚上的要去哪里。确定是李三郎后，苏桃就开始寻找机会，早完工早回去。只是那李三郎越往前跑，路上的行人越多，苏桃就小了很多机会。直到李三郎进了一家小院，他都没有等到机会，于是苏桃便坐在门口接着等。不知道过了多久，苏桃昏昏欲睡的时候，小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她听到女子黏腻娇媚的声音：三郎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留下来不好吗？奴家想你想的整宿睡不着觉，你个没良心的，得了便宜便走，也不陪陪奴家。咦，苏桃听得恶心，胳膊上的汗毛一根根都立了起来。她伸头往那边看，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门口痴缠。哎呀，我的好姐姐，三郎也想留下来呀。说着，油腻的在女子的浑圆上抓了一把。这段时间我娘看得紧，但过了这段时间，我日日都来稀罕姐姐啊。真不要脸！苏桃就是再单纯，也能猜到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奸夫淫妇，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离李家布行那么近的刘掌柜都不知道李三郎竟然是这样的人，真是庆幸这亲事给退了，不然苏桃可能会打死他。两人黏黏糊糊，腻腻歪歪，终于是分开了。见李三郎品行如此不端，苏桃庆幸已经退了婚，心里啐了他一口，想转身就走，但是来都来了，不打他一顿，从夕阳西下到现在乌漆抹黑的这几个时辰，他不就白等了？于是决定还是打完他再走。李三郎回去的时候没来的时候那么赶，他悠哉悠哉地走在前面，苏桃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走到一处黑暗处，终于等到了时机。苏桃准备好麻袋，往前一个助跑，套在了李三郎的头上。李三郎被套住头，慌张地喊出声音，苏桃一脚踢在他屁股上，李三郎踉踉跄跄就进了巷子。苏桃给他腿弯处一脚，李三郎扑通就倒了下去，而后便是雨点般的一阵拳打脚踢，只打得麻袋下面的李三郎连声求饶。苏桃收着力道打了个痛快，最后在他后颈来了一拳，把他打晕后跑出了巷子。快到人定时刻，路上寂静一片，苏桃一路小跑去了周家的宅子。一夜好眠后，清晨起来，周大娘跟小翠就已经做好了早膳。用过早膳，苏桃就要告辞回去。阿桃，你大哥说铺子里有个什么描红的册子，让你拿回去给虎子用。你走的时候去铺子里一趟。哦，我知道了，大娘回去吧。苏桃背着背篓出门，周大娘不放心，在后面又安排了一声：路上别贪玩，早早回去，免得你娘挂心啊。苏桃转过身大声回答：知道了，大娘。书肆离周家宅子不远，没走多久就到了。到了书肆门口，就见到里面有两个在书架看书的青衫书生。苏桃探头往里看，看到周恒在跟一个背影高大清瘦的书生在说话。周恒忙着，他便不打扰他了，于是侧了侧身，往旁边挪了挪，站在门口等着。店里小伙计眼尖，眼里有活，见门口站了个小娘子，以为他是要来买书，又不好意思进来，于是小伙计热情地询问门边的苏桃：
小娘子是来买书的吗？苏桃不想打扰周恒，不想小伙计声音那么大。他没有回伙计的话，探头往店里看，正好看到周恒也往他这边看，见是他，便把手中的书递到了他对面青山书生的手里，招手叫他：阿桃，进来。苏桃对着小伙计甜甜一笑：我找他。齐秀才，不好意思啊，劳您稍后片刻。周恒抱歉地对青山书生道。青山书生拱手：周掌柜请便。小娘子一进来，屋中突然就静了下来，落针可闻。齐鹤不经意抬头，便被那张纯净的脸蛋吸引了目光。齐鹤心脏不受控制地悸动一下，瞳孔闪动间便若无其事地垂下眼，翻看手中的书册，端的是君子有礼，好像一直都没有走神一样。周恒去柜台后面拿出一本泛黄的书册，还有一叠有些泛黄的纸张，走出来递给柜台前等着的苏桃。这字帖啊，你拿回去让虎子临摹。还有这些纸张都有些泛黄了，铺子里呢是不能用了，虎子还能用，也一并拿回去吧。苏桃不客气地接过来，装进背篓里放好，又把背篓背在身上。谢谢周大哥。此时店里还有客人要周恒招待，他不好打扰，遂又乖巧道：我不打扰周大哥了，我先回去了。啊，回吧，路上慢点啊。知道了。目送苏桃出了店门，周恒回来跟齐鹤继续聊他们的。久等了。齐鹤微微一笑，细长的丹凤眼透出几分温润。他把手中书册递给周恒。周掌柜接着说。周恒接过书册，好似不经意间随口道了一句：啊，是邻家小妹，家中兄弟啊也在读书。呆字闺中的小娘子，齐鹤不便议论，便默然。周恒见齐鹤没有搭话，他接着谈论正事。如刚才所说，齐秀才只需要把自己的注解写上去便可，到时候一本书注解是10两银子，这里面有8、9本书，看你的时间，能注解几本就几本，别影响了你的课业。齐鹤拿过他手中的这本《孟子》翻了翻，这个周掌柜是个有头脑的，做了注解的4书5经一定比没注解的好卖一些，并且做注的又是秀才里的丙生，对于要应考的童生来说还是有些吸引力的。去年童生考试他没有得按手，只得了前5的名次，勉强在丙生里头。他深知出头的船自先烂这个道理，像他这种无权无势又无家底的贫家书生，不能太过招摇，免得被人算计。而考中丙生，每个月又有补贴可以拿，正是他所需要的，便考了个不前不后的名次。明年8月他还要去府城考乡试，来年3月便要去京都考会试，哪儿都需要银子，这个活儿他得接。虽然价格不高，但他也不是什么出名的大儒，这个价格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是合适的，于是他便点了点头，道了声好。周恒见他答应，很是高兴，两人把各项事项都谈完了，周恒终于有时间问别的。他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茶，缓解了一下冒烟的嗓子，开口道：不知道齐秀才婚配了否啊？未曾婚配。可有定下婚约？没有。周恒放下茶盏，搓了搓手。某有一邻家妹妹，年方14，长得是端庄秀丽，品性良善贤淑，一世宜家。苏桃在他们自己人眼里那是千好万好，恨不能把所有好词句都安在他身上。但是有些东西过犹而不及，适当就好。齐鹤听周恒说邻家妹妹，脑海里便浮现出苏桃那张清丽娇美的脸蛋，端庄秀丽不好说，外表倒是挺娇俏可人的。突然间他便明白了周掌柜为何会冒昧地说那一句邻家小妹。他没有直接回复周恒什么，只是说婚姻大事要遵从父母之命。两人闲话叙完，周恒送齐鹤出门，回来后在脑海里反复回味了一番遵从父母之命的说辞，疑惑这是不是拒绝。临阳县县衙后院，头痛，浑身瘙痒，齐鹤知道他的病酒症发作了。他向山长致意，起身出去方便过后洗了手脸，呼吸着没有酒味混合的新鲜空气，痒意慢慢有所缓解。为免在众人面前失礼，他决定等身上痒意消散了再回去，
于是便去了庭中小坐，闭目放松心神。老爷可看到了中意的？不太年轻的女声从厢房中传来，打破了齐鹤的静思。他睁开眼看了厢房一眼，县太爷没有回内院，竟是来了这处更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齐鹤站起身来准备离去。这次过来的都是领生，明年8月都有可能得中举人，除了有几个已经成了家的，尚未婚配的领生中有个叫齐子鹤的，长得最是俊朗，颇有才情。听常山长说，去岁院士他虽然没娶得暗手，可却有暗手之才。张县令语中带着欣喜。齐鹤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顿住了脚步。没有婚配，不知有没有定下婚约啊？夫人且放心，过几日再邀常山长过府一问。说完这话，县令竟感叹起来：老夫年纪大了，连这几任都在县令任上流转，这之后有没有升迁的机会还未可知啊。如若晋升无望，还不如给灵儿寻得一个大才能的，望着他能在官场上大放异彩，之后还能提携他的兄弟们一二。老爷睿智啊！听到这里，齐鹤眼神幽暗，悄悄出了偏院，对于县令的所为嗤之以鼻，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只是不该打到他身上。阿桃啊，娘这几天心里慌得很，总担心你爹爹。明儿咱们去龙明寺拜拜。阿桃诧异，龙明寺离他们这里有几十里路，一来一回得用3、4天，那这些天苏虎怎么办？他看向冯氏问：阿弟怎么办？不去那个远的龙明寺，娘听说咱们镇子隔壁的溪水镇后山上也有个小龙明寺，跟那个龙明寺是一宗的，去这个也是一样的。而后他转头对苏虎说：阿虎，我跟你姐姐少则当天，多则2日就回来，娘明儿多做些饼子给你放锅里，你自己热热吃啊。苏虎懂事的点了点头。之前苏桃去县城，周家又是给描红册子，又是给纸的，冯氏觉得他让苏桃拿去1只野鸡少了。苏桃独自去山上打野鸡，冯氏是10000个不放心，便想着让苏桃捉2只肥兔子给周大娘家送过去。阿娘，这2只是不是你留的？最肥的2只了。苏桃抓着兔耳朵踢给冯氏看。是不是最外边那个笼子里的？是的，笼子里只有这2只。那就是了，绑着装起来，快送过去吧。早去早回，别再叨扰你周大娘了啊。阿娘。听到苏桃的叫声，在东院忙的冯氏应了一声。这还没走1炷香的时间，怎么就回来了？忘了什么东西吗？冯氏关上兔子笼，又应了一声，往门口走。还没到门口，冯氏就开口问：是忘了什么东西吗？苏桃声音雀跃：没有，路上遇到周大娘了。冯氏快走2步，果然见周大娘挎着个小包袱，笑嘻嘻的在门口等着她。见她出来，那笑容更甚，跟捡了银子似的。嫂子，怎么回来那么早？现在刚用过早膳没多久，这时候周大娘就到家了，定是天不亮就出了班。哎呀，我高兴，睡不着就早早的回来了。周大娘喜的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上了。嫂子快进屋吧，有什么好事儿也说给我听听，让我也高兴高兴。冯氏说着过来拉周大娘，这样还不忘安排苏桃。阿桃啊，先把兔子放院里，到时候你周大娘回去的时候顺便就带着了。放笼子里去吧，回去我可不带，留着卖钱吧。周大娘转身也对苏桃说：嗨，卖钱也不在乎多那1只2只的，这2只本来就准备要给你送去城里的。周大娘笑着回他：路上听阿桃说了，前段时间刚送了只野鸡，又要送什么兔子，让我怪不好意思的。冯氏也跟着笑：嗨，恒哥儿媳妇有孕啊，要说喝鸡汤是最好，只是我不放心阿桃一个人进山去，就想着送2只兔子过去。莲娘，你有心了。周大娘拍了拍冯氏的手背。冯氏拉着周大娘进了正堂，喊苏桃：阿桃啊，烧壶水提堂屋来。苏桃应了声。冯氏挨着周大娘坐了下来，好奇道：嫂子，有了啥喜事儿啊？恒哥儿媳妇儿还不到日子吧？是你家的喜事儿。
说着，周大娘往灶房扬了扬下巴。是咱们阿桃的喜事儿。冯氏听周大娘说是阿桃的喜事，他眼前一亮。他想起周大娘之前说的那件事，当时周大娘说周恒会帮阿桃寻摸个品性好的读书人，那有些家财的商户人家对他们都是想结亲就结亲，想退亲就退亲，他们一点法儿都没有。那读书的人家清高，怎么看得上他们庄户人家的粗俗丫头？难道真的有人愿意？冯氏又往周大娘跟前凑了凑，没啥自信的轻声问：恒哥儿真给阿桃许摸这个读书人了？周大娘笑得见牙不见眼。哎呦，许摸着了，还是个领生呢，1等1的好品性，长得也是玉树临风，就是他以为周恒能给找个跟李家不相上下的读书人，好好打打李家的脸，没想到这炳生的家也是村里的，并不怎么富足。周大娘有些底气不足。就是他吧，是个穷秀才，家里也不大富裕。冯氏放开周大娘的手坐了回来，想到什么富贵人家，他还是心有余悸。咱们自己啊就是乡下人，再不想那富贵的人家，只要郎君是个好的就行，以后成家过日子的还不得看他们自己的造化。说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嫂子，领生是什么呀？周大娘也是昨刚问的周恒，记得还清楚着呢。我也不大清楚，就听恒儿说考秀才时考得好的就能被评为领生，得了领生，官府每月都要发给1斗粮，每年有4贯钱呐。周大娘伸手比划了个4贯铜钱啊，村里普通人家1年也花不完。读书就是好，考上秀才就有钱拿。周大娘突然又有底气了。这秀才领生家离咱们不远，就在5里外的西柳村，姓齐，在家行武，家里都叫他武郎。他大名叫齐鹤，他爹在镇上的江大户家里面的桃园里做工。听恒儿说，他爹在果园里还是个管事的呢，他娘就在家里操持家务。齐武郎他爹兄弟3个，下面有6个男丁，只老五还有他3叔家的老62个在读书。咱们乡下人供个读书人不容易，那齐家老辈子去了后，3兄弟就分开另过了。齐武郎是齐2家的独苗苗，没有兄弟姐妹，父母2个供他1个，还算过得去。周大娘跟冯氏亲近，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把他知道的一股脑道了出来。现在他叔伯大爷不管他们，以后那齐武郎真中了举，做了官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坠类。听说明年8月就下场乡试，真中了举，咱们可就搭不上了。周大娘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有些口干舌燥，热水还没有烧好，她吞了吞口水。之前咱们阿桃去恒儿的铺子里面拿书册子那次，那齐武郎也在铺子里。恒儿想着他一定见着了咱们阿桃，于是就试探了一次。原本是没啥希望的，巧儿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去店里问了你家的详细住处，说是要请了媒人上门来提亲。哎呀，我怕你没个准备，昨儿听恒儿给我这么一说呀，就跑回来了。周大娘喝了半碗茶，心中舒畅许多。家里准备些待客的茶果点心，齐家请的媒人也就这1、2天就会来。周大娘喝完碗中的茶，把茶碗放在八仙桌上，想着家中还有事，说着就要回县城去。事儿就这些事儿，其他没啥了。你好好做个准备，别到时候抓瞎。我也该回去了。周大娘风风火火的回来，说完就要风风火火的走。冯氏留她在家里用午膳。哎呀，嫂子，你一大早就回来了，日头马上就上中天了，在家用了午膳再回去吧。周大娘执意要走。哎呦，小翠那丫头最近总爱犯懒偷奸耍滑，不看着她点儿是一点活都不知道干，只想着跟隔壁新搬来的小娘子玩。我得赶紧回去。前几日找了些旧棉布衣裳出来，写了要做尿介子的。我不回去啊，怕是那丫头偷懒不起。见周大娘非回去不可，冯氏也不再留她，赶紧叫苏桃：“阿桃啊，把那2只兔子提过来，让你周大娘带回去啊。”别拿了，一路上提着怪沉的。周大娘拒绝，之前已经收了1只野鸡，这兔子还要卖钱，不好总拿他家的东西。让阿桃给你送过去，送到了他再回来。
苏桃已经去东院提兔子去了，冯氏随着周大娘往外走。周大娘不想让冯氏破费，只是找了这个小小的借口，谁知道他非给不可，于是颇为无奈地看了冯氏一眼，嗔笑道：哎呀，你呀，别让阿桃来回跑了，我拿回去吧。送了周大娘出村，冯氏就回屋换衣裳去了。他今日得去镇上一趟，万一那齐家请的人明天来了，他可没有招待用的茶点果子。翌日，冯氏刚收拾停当，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苏桃要去开门，被冯氏叫住：阿桃，先回屋里待着去，娘不叫你，先别出来。苏桃怔愣一下，好像懂了，遂回来自己的房间。冯氏打开门，门口站着2位打着清凉伞，身上穿着姜黄被子，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冯氏认得他们，是他们这一片有名的2个媒婆，王婆子和常婆子。他们2个在他们这儿很是有些名气，请了这2个人来，谢媒礼定不能少的。请来了他们，就说明齐家是看中他家阿桃的。冯氏心中快慰，脸上挂着发自心底的笑。见冯氏开了门，王婆子和常婆子脸上齐齐挂起媒人特有的明媚的笑。王婆子近前一步，笑着对冯氏贺喜：哎呦，今儿这喜鹊枝头喳喳叫，贵宅有喜事儿要临门啦。不知有何喜事啊？冯氏笑嘻嘻的客套问：哎呦，自是那天大的喜事儿嘞。常婆子在后面接话：啊，2位妈妈屋里请。2位媒婆客气地喝了一口茶，坐在上首的王婆子开了口：家中小娘子年方几何呀？上个月苏家出了那样的事，王媒婆他们自然是知道的，但他们做的是喜事，自然不能拿别人的痛处过来做说笑，故作不知，中规中矩的开场：明年就及笄了。可曾婚配？未曾婚配。王婆子一拍大腿：哟，就说喜鹊枝头喳喳叫，有喜事要来的。都是媒婆们的客套话，冯氏只陪着笑。王婆子见冯氏也笑容满面，顺口接道：听说你家小娘子清丽脱俗，善良贤淑，那西柳村的齐家托了我2人来为他家郎君提亲来啦。冯氏听得认真，王婆子开始夸赞齐五郎：齐家小郎君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人品端正，还饱读诗书。虽是农家子，却已经考取了秀才的功名。听说明年8月就要参加乡试了，到时候再中个举人老爷的功名，去到京城官家老爷跟前儿再一考，中个状元什么的。哎呦，咱家小娘子就等着做官夫人吧。王媒婆一通夸，说完，她拿起茶碗喝了一口茶，让对面的冯氏稍作考量。王婆子说的倒和周大娘说的差不多，冯氏不自觉地点了点头。做媒婆的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冯氏点了头，打铁趁热，马上接着说：这门亲事要是成了，那可真是一段难得的美好姻缘。说着，从随身的腰包里拿出来齐家给他的粗帖，递给了冯氏。这是他家的情况，来，你看看。冯氏不识字，哪能看得懂？好在昨个周大娘也详说了齐家的情况，他没有不同意的。假装看了看，进内时拿出了他家一早准备好的粗帖给了媒婆。粗帖已经更换，就是开了个好头。媒婆们也不再啰嗦，又说了几句吉祥话，就拿着苏家的粗帖告辞回去向齐家报喜。送走了2位媒婆，冯氏把苏桃从屋里叫出来，这是阿桃的终身大事，得给他说一声。阿桃，你周大哥帮你相看的这个秀才公，今儿请了媒婆来提亲，娘应了。嫁谁不是嫁？苏桃倒是无所谓，她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冯氏。想起来李家的事，冯氏还是笃信。好在老天开眼，这又说下一门还算好的亲事。他大包大揽应下齐家想要结亲的好事，也是有他自己的成算的。李家的事，娘心里始终过不去。齐秀才这边是你周大哥相中的，品性啊指定靠得住。娘等不到你爹回来就同意了。娘信你周大哥的眼光，他读过书，又在县城经营书肆，他见的人多又明理。还有，如若不能给你再找个好的婆家，娘每日都睡得不安稳。只一点啊，这齐家啊不如李家那般家底厚实。
苏桃想讨他娘欢心，调皮道：“安娘，你女儿也不是那嫌贫爱富的人，齐家的提亲你应了就是，爹在家还不是要听你的意见。”说着说着，苏桃感伤了起来。还有李家那事儿，你莫要再放在心上，咱们日子往前过，总往后看，免不了伤心的。俺的小闺女长大了。冯氏感慨着拍了拍苏桃的手背。娘听那说书的说，女子这一生呐，有2次投胎，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嫁人。你生在咱们家没有办法选，娘也想你嫁个好点的人家，后半生呢才能顺风顺水。哎呀，只是娘太过着急了些，没有看清李家是那等忘恩负义的钻营人家。你周大哥看中的这齐五郎，现下还是个穷秀才，你嫁过去呢，免不了要有一番操劳。娘啊，只求佛祖保佑那齐五郎明年能中个举人。穷秀才富举人，他中了举人老爷啊，你的日子就能好过了。就是他考不中举人老爷，他还可以开个私塾，算计好了日子也能无忧。冯氏又灵光一闪，接着问道：“哎，之前咱们去镇上坐车，路上遇到个去镇上卖小猪仔的妇人，你还记不记得？”苏桃点头。那妇人就是西柳村姓齐的人家。西柳村能有几家姓齐的？他猜齐秀才很可能就是他家的郎君。娘猜他有可能就是那个齐五郎的娘。你看他年轻有干劲，看着爽爽利利的，想来是个好相遇的。以后啊，也少些婆媳不睦的烦忧。以往冯氏都是拿阿桃做小孩子看，可想着明年他就要及笄，那边齐五郎也有18、19，这亲定下来后，说不得明年年初就得成亲，难免说的多了些。娘，你说的我都知道了，我不怕辛苦，大不了嫁过去后我挣钱让他读书。苏桃说起她自己要嫁人的事情，跟说别人的一样平常，没有一点娇羞。冯氏见了暗暗叹气，就觉得这孩子还是没有开窍，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娘估摸着用不了几天，齐家那边就会来求亲。这段时间你别到处跑了，就在屋里学着做些针线吧。苏桃听他娘说让他学做针线，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娘不是在开玩笑吧？他什么时候做过针线？看着苏桃那一脸的惊恐，冯氏假意生气。哎，嫁了人，你的礼仪他的礼仪不都得由你来做？你也该学学了，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做不好就撂挑子。针线都做不好，到了婆家没得让人笑话我这个亲娘没有教好你啊。冯氏最后一句话完完全全拿捏苏桃。苏桃是那种她可以受委屈，但是她的家人不能受委屈的人。她自己不行，这还关系到她娘的声誉，那便只能好好的学。齐家6里走得非常紧凑，冯氏觉得下细帖的时候还是等苏青山在家的时候比较好，向媒人委婉地提了一嘴。五郎，二伯母让你多买些笔墨纸。寿贺青年齐三郎催着齐五郎赶紧进去，买完东西他还要去给小六郎买糖葫芦。齐五郎齐贺没有动，只盯着斜对面的猪肉铺子看。齐三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你想买肉？他二伯母可没有说让买肉。五郎如果买肉回去，他小气的二伯母指定肉疼。他也就在五郎读书这事儿上大方，其他地方都小气。二伯母可没有说要买肉。齐熙警告齐贺：“三哥在这里稍等我一下，我去就回。”说着迈开他修长的大长腿去了猪肉铺。齐贺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苏家阿桃，他还不认识他呢。他们马上就要小定了，突然之间他就想让他认识自己。要这一块，切2斤。终于轮到了阿桃，他站在肉铺子前，伸着手指在一大块猪肉上比比划划。突然旁边有人碰了他胳膊一下，苏桃转过头，只看到那人的胸膛还挺高，抬头往上看，看到一张英俊的脸，细长的丹凤眼带笑，看着莫名的招人。苏桃警惕地往旁边挪了挪，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穿着读书人穿的长衫，长得英俊周正，干什么对他这个陌生人笑？苏桃不敢惹他，接过屠夫递来绑好的肉条，转身就走。齐贺见苏桃要走，开口想叫他。
突然间，他才想到一个陌生的男子硬要叫住个未婚的小娘子，多少有些懵了。他收了声，大步追过去，想等到没人的地方叫住他，只想让他知道他是齐五郎。苏桃提着肉往回走，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停下来，转身往后看，见那人竟然追了过来。见苏桃停下来，那人试探地叫了声阿桃，还知道他叫阿桃。苏桃一双杏眼圆瞪，恶狠狠地威胁：不管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劝你离我远些，不然我可是会打人的。看着鼓着一张脸自以为恶狠狠的小娘子，齐鹤嘴角微微翘起。罢了，在这里认识确实有些不妥。齐鹤收起嘴角的笑，向苏桃拱了拱手，道了声失礼了。苏桃依然圆瞪着眼睛盯着他，齐鹤无奈转身离去。见那人没有再跟过来，苏桃才拿起背篓把肉放进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哼，看着倒不像个傻的，莫不是个登徒子。齐家一家三口用完晚饭，收拾好餐桌，便围坐在正堂里，准备商讨给苏家下聘的事儿。五郎啊，酒果茶饼这能放的酒茶都备好了，果饼放不时间长呢，等快到了日子再备。布匹也是按照周边的惯例准备好了，这绸缎你看还要不要再备一匹啊？齐鹤当然是想给苏桃备最好的，可现实有些不允许。他想着等他考中了进士，一定把现在没有的都给慢慢补回来。他不愿爹娘做难，便说绸缎先不用备。彩礼这边呢，咱们乡下给的都不多，你大郎哥二郎哥娶亲，你大伯他们家给的都是8贯。赵氏说完看着齐鹤，他们现在有能力给多一些，但是明后年他都要出去考试，那个时候还要许多花费。娘，你先等一下。齐鹤出正堂，去他屋里把他存的20两拿出来，递给赵氏。娘，我这里有在书肆赚的20两。坐在旁边没有存在感的齐老二瞥了一眼齐鹤放在他娘跟前的明晃晃2个10两银锭子，这20两得抄多少书？齐老二不由得关心了一句：别只顾着抄书，可不能耽搁了学业。乡下人一辈子见不了几次银锭子。赵氏拿起来看了看，笑开了颜。你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才得了10贯铜板，哎呦，我儿这不到半年就挣了20两呢。那个掉牙的老夫子说的是没错呢，书中自有那黄金屋啊。赵氏望了一眼齐老二确认，啊，是黄金屋没错吧？齐老二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条麻绳，在那里低着头编麻绳不理他。赵氏也不在意，把银晃晃的2个银锭子小心地放在桌子上。这有了现成的银锭子，要不彩礼咱们出10两吧，也不用去银铺里换了，还省了几钱银子呢。娘，20两全部做彩礼吧。赵氏收了笑容望着他，齐老二也停下了手里的活。五郎，你明年还要去府城考乡试，还有你之前不是说想在乡试之前成亲的吗？这成亲乡试都要钱啊。没事的，娘，我算了一下，明年乡试之前还能挣50两银子，乡试的盘缠是足够的。齐老二担心的问题，赵氏同样担心。不能耽搁学业吧？娘放心，我心里有数。赵氏点了点头，他家五郎心里是有成算的，他相信他。行，那就按你说的，咱们给出20两的彩礼，也就是商谈聘礼的多少，其他的酒果茶饼一应布匹都按他们这边的规矩来。商定好了，就等着遣了媒婆过去定下聘的日子。8月初2，晴大吉。这日齐家要来苏家下聘，媒婆一开口就是喜庆话，屋里的氛围很是欢乐。常媒婆偷偷把冯氏拉出堂屋，在院里笑嘻嘻地说：苏家娘子啊，齐秀才还差你家小娘子一支金簪呢。差支金簪？冯氏瞬间明白，这是想见见他家阿桃。相见这一步该是安排在护送喜帖之后，当时齐家没有说要见，他以为齐家不准备见呢。冯氏笑着把苏虎招到跟前：虎子，齐郎君已经考了秀才，你请齐郎君去你屋里帮着看看你的功课，看看你的功课啊做得怎么样。苏虎一听要看他功课，他最先反应是抵触，奈何他娘偷偷地掐了一把他的胳膊，他不情愿地带着已经站起来的齐鹤要往他屋里去。
苏虎把齐鹤领去他的房间，还没有拿作业出来，长眉婆就掏出2个麦芽糖把他哄了出来。冯氏站在苏桃门口叫苏桃出来一下。阿桃，端碗茶给那屋的齐郎君送过去。冯氏边说边带着苏桃往灶房去。苏桃点了点头，跟着他娘进了灶房。冯氏简单的把缘由说给苏桃听，苏桃笑了笑，宽慰他娘：“没事儿，反正我也没见过他呢。”冯氏见女儿不生气，脸上的颜色也好看了起来。他递给苏桃一碗茶，低声细语道：“送过去吧，说2句话就赶紧出来。”苏桃轻轻嗯了一声，就端着茶碗出了灶房。他迈进苏虎的房间，就看见苏虎简陋的书桌前坐着一个年轻郎君，他手里拿着苏虎练过的字在那里看，那就是齐家五郎。苏桃莫名的有些紧张，他偷偷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压着嗓音道：“郎君，请用茶。”齐鹤抬头，眼前是一身桃粉的小娘子，微垂着眼睫，俏生生站在他不远处。他伸手接过小娘子手中的茶碗，轻轻放在书桌上。苏桃想着他也要看看齐五郎长什么样，于是忍着羞涩抬起眼睫。陡然间他的眼睛睁大，满是不可思议。他就是齐五郎。在下齐鹤齐五郎，见过小娘子。苏桃回了个万福礼，呆愣愣的来了一句：“苏家阿桃见过郎君。”想到他那天在镇子上追着他叫阿桃，他才终于回神，认真的问：“郎君之前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齐鹤望着苏桃笑，今日相见已是于理不合，明年岁节过后就成亲，也不再这一时的相处。齐鹤收拢心神，从袖口里拿出一支带着他体温的金灿灿的桃花簪，向前一拨，慢慢插到了苏桃的发髻上。苏桃瞥了齐鹤一眼，转身跑出了苏虎的房间。他没有看到院里的长媒婆和他娘，一蹦子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心蹦蹦地跳个不停。今日一天无比顺畅，两家尽欢。齐家告辞，苏家把回礼送上。这时热闹了一天的苏家宅院才安静了下来。带上同行，其实即是不离。不相信见你真心，不相信只凭你真心。齐鹤身披一袭红袍，风神俊朗，飘逸洒脱。进屋后便轻盈地坐到了苏桃旁边的床边上。是否想去如厕？他羞涩地点了点头。他温柔地将苏桃从床上扶下来，紧紧拉着她的手，引领她走向那扇小小的木门。去吧，里面有公桶。苏桃小心翼翼，轻手轻脚，想着他在这里如厕，而齐五郎就在一墙之隔的隔壁。他紧张，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太过放松。苏桃迈出小房间，环顾四周，没有看见齐鹤的身影。此刻他提着的那口气终于放松下来。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两脚挨地坐在架子床边。房门再次被推开，齐鹤端着一个碗走了进来，碗中热气腾腾，冒着迷蒙的青烟。他轻轻地将碗放在书桌上。阿桃，来吃点东西吧。齐鹤轻声说道，言语中透着关切。苏桃移步至书桌旁，齐鹤递给他一双竹筷，柔声说：“这是热汤饼，趁热吃，暖暖身子。”苏桃放松一下之后，这会子肚子正饿得咕咕叫，闻着汤饼的香味，忍不住夹了一筷子。
苏桃吃了一口，面饼筋道又好吃。齐鹤突然蹲在他眼前，丹凤眼里闪着期待的光。生不生？苏桃看了一眼碗里的汤面，熟的，煮的火候很好，既劲道又好吃。他茫然不解地回：熟的。齐鹤嘴角上勾，面上显露笑意，又柔声问道：生不生？连着被问了2句，苏桃脑中灵光乍现，突然明白过来。他猛然别开脸，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生。他站起身来，轻柔地揉了揉他的脑袋。我去打洗澡水。天色不早了，赶紧的洗洗睡吧啊！苏桃听到外面中年女子的声音，这该是她婆婆赵氏的声音，而后便听到齐鹤回：累了一天了，娘也早点休息。苏桃听到正房那边的关门声，她赶紧放下手中暖手的瓷碗。苏桃手中盛汤饼的碗很大，正常情况下苏桃是能吃完的。在齐鹤问她生不生的时候，她知道了这碗汤面的意义，她留了半碗没吃。齐鹤跟他娘道了晚安后便进了房间，看苏桃面前余下的那半碗汤饼，他又咧嘴笑开了。他端起来斯文而又快速地吃完。不一会儿，苏桃眼前多了一个空碗，看眼前的空碗，他不自觉的脸又红了。齐鹤拿出几颗红枣递给苏桃：吃吧，吃完了赶紧去沐浴。哎呦，桃娘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应该多睡会儿的。赵氏过于关心的话，让苏桃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少说少错。面对她的新婆母，苏桃有些慌张地叫了声娘。她抿着嘴唇，中规中矩给赵氏道了声安：娘早安。随后便手忙脚乱拿出水瓢，想给赵氏舀水。娘，这里有烧好的热水，洗漱用的。新嫁娘紧张拘谨，早早起床烧了洗脸水，还在准备做饭。赵氏说不出的满意。见苏桃忙着要给她舀水，她轻轻接过苏桃手中的水瓢，微笑地对她说：哎呀，你别忙了，让我自己来吧。赵氏洗漱过后，走进灶房，默默地坐在灶前帮苏桃烧火。赵氏曾艳羡别人家有儿有女，儿媳嫁进来成了她家的人，她现在也算是有儿有女了。她心满意足地看着苏桃在灶台上忙碌，心中满是快慰。然而赵氏渐渐发现苏桃做饭不够利落，稍显生疏，赵氏就不动声色地出声指导。慢慢的，苏桃就上手了。最后两人悄无声息地交换了位置。苏桃在灶堂前烧火，赵氏在灶堂上忙碌。不管怎样，一顿简单的早饭在婆媳两人的忙碌下做好了。用过早饭，苏桃送给齐家爹娘一人一双鞋子，一对足袜。赵氏抚摸着苏桃做的鞋袜，不住感慨：这媳妇是个手巧的，你看看这针线，这纹路，结实平整又精美。齐老二抄着手坐在椅子上，也不搭话。他难得休息2天，等过了这2天，还要去果园捡栀子。新成亲前几天无事，苏桃跟着齐鹤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两人一走到房间，齐鹤便迫不及待地拉住苏桃的手，用力一拽，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他的眼中充满了炙热的情感，仿佛要将苏桃融化。苏桃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羞涩的红晕，她试图挣脱齐鹤的怀抱，但齐鹤却不松手，执意将她拉到自己腿上坐下。这里已经是你家了，你怎么还那么害羞啊？齐鹤轻声说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温柔和宠溺。他轻轻地抚摸着苏桃的发丝，柔软细滑。苏桃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她怕正房的齐家爹娘听到。齐鹤似乎察觉到了苏桃的紧张，他一手扶着她的后背，一手穿过她的腿弯，抱着她站起来，走向了架子床。苏桃看了一眼门口，更加慌了：你干什么？齐鹤紧紧地抱着苏桃坐在床边，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轻声问道：怎么还你你我的？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说着，他将嘴唇贴近苏桃的耳边，有意无意地碰触着她娇嫩的耳垂。耳垂被轻轻咬住，苏桃的心口一阵揪紧，手指间也传来了一阵酥麻的感觉。她羞涩地往旁边躲了躲，轻声地叫了声：相公。
然而就在他呼唤的瞬间，原本留恋在他耳边的唇突然移了过来，一下子印在了他的唇上。苏桃的眼神渐渐迷离，他沉浸在这美妙的感觉中，忘记了一切。突然一抹滚烫袭上了他的腰腹，他猛然间回过神来，推着齐鹤的胸膛，娇怯怯地说：白日爹娘还在正房。齐鹤无奈抽出自己的手，趴在苏桃身上不住喘息。他原本只是想逗逗小娘子，不料竟然失去控制，差点做出白日宣淫的混账事。苏桃害羞地转过身去，背着齐鹤整理被他弄乱的衣裳，然后又坐回梳妆台前，仔细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当他再次面对齐鹤那炙热的眼神时，心中一阵慌乱，脸上的红晕更加鲜艳了。这样梦浪的事，苏桃真是初次体验，以往便是见也没有见过的。他羞涩难当，轻声催促齐鹤去读书。相公不去读书吗？齐鹤见苏桃如此害羞，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爱之情。他站起身来，走到苏桃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柔声说道：娘子们要害羞，我这便去读书了。赵氏站在院子里轻唤：桃娘。原本苏桃正坐在床上发呆，听到赵氏叫她，忙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桃娘，你这会儿忙不忙啊？那脏了的被单，她准备等到晚上再偷偷的洗。除此之外，她好像不忙，正闲得发慌，忙对着赵氏摇了摇头。那好，你跟我来啊，我带你去你大伯母和三婶家认认门去。苏桃哎了一声，站在门口仔细打量了一下身上的衣裳，见无有不妥，便跨出门槛走到赵氏身边。刚才苏桃静静地坐在屋里，一向自律的齐鹤却有些心不在焉，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看书。他的眼睛虽然盯着书本，思绪却完全被苏桃占据。当他看到苏桃要和他娘一起出去时，他立刻站起身来，倚靠在房门口，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内心充满了渴望，想要跟他们一同前去。赵氏注意到齐鹤也跟着站了起来，他轻轻摆了摆手，示意齐鹤回去读书。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打趣：行了，娘就带着桃娘去认识一下家中的女眷，你呀就别跟着了，好好在家读书吧。苏桃跟在赵氏身后，嘴唇微微抿起，她悄悄掀起眼皮，偷偷看了齐鹤一眼。看过去，发现齐鹤正瞅着她暧昧的笑，他的脸颊瞬间泛起了一抹红晕，急忙低下头，紧跟着赵氏出了家门。在齐老三家坐了一会儿，他便带着苏桃回家了，让苏桃回屋去歇着。他去后院找到修剪桃枝的齐老二，气不打一处来。他怒目圆瞪，压着嗓子低吼：我说老头子，你大嫂着实过分了。刚才我带着桃娘去他家认认人，他坐在那里爱答不理的，哎呦，这是落谁的面子呢？齐老二往东边老大家看了一眼，拉着赵氏回了正房。虽然家里的事都是赵氏在打理，他大嫂想把他娘家侄女儿许给他家五郎，这个事儿他大哥也找他说过。他大嫂的娘家大侄女儿嫁给了他们家大郎，而这个最小的侄女儿再嫁给五郎。他大哥说这是亲上加亲，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也不用担心。齐老二心里明白他大哥大嫂的盘算，无非是看中了五郎有出息，想借着娘家侄女儿牢牢抓住五郎这根高枝。当时他自己听了也有些心动，毕竟通过这门亲事可以拴住五郎。不管以后五郎能不能恢复记忆，有他大嫂家侄女儿这个娘子，他总不能不认他们。只是五郎对他大嫂娘家侄女儿并无此意，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谁知没过多久，五郎竟回家说要请媒人去桃花村苏家提亲。自大嫂张氏得知这提亲之事后，便再也没有给过他家人好脸色。刚刚成亲，媳妇儿在齐鹤的眼中自然是千好万好。这不，苏桃才刚一回来，齐鹤就撂了书册，如蜜蜂遇见花朵般紧紧粘了过去。苏桃坐在床边，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他仔细回忆着齐家大伯母和齐家三婶的态度，最终推断出婆母赵氏与齐家三婶关系密切，而与齐家大伯母之间可能存在一些隔阂。
齐鹤跟过来，轻轻坐在苏桃的身边，温柔地捏了捏她的小手，然后将头凑近她的脖颈，深深地嗅着她身上散发的香香的味道。他的热情像火焰一般炽热，苏桃不禁有些心跳加速，脸颊泛起羞涩的红晕。尽管两人已经成亲，但他们之前仅只见过3回，这般亲密的举动让苏桃有些吃不消，她的心中满是羞涩。齐鹤见苏桃红着脸不语，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关切之情。他温柔地拉起苏桃的手，柔声问道：阿桃，你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呀？苏桃羞涩地扯回自己的手，她想着得找些事情做，不然她招架不住齐五郎的热情。略微顿了顿，她声音低低地回答：没什么，相公，你先去书桌那边坐着吧，我把这被单换下来洗了。齐鹤站在一旁，本想帮忙，但见苏桃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地更换着被单，便也放心了。不一会儿，苏桃便换好了被单。他低着头抱着脏被单，像只害羞的兔子，急匆匆地往外走。齐鹤见状，赶忙追了上去：阿桃，你等等。天冷，我去帮你烧些热水兑着洗，这样你的手不会冻着。齐鹤关切地说：烧热水多浪费柴火，这不晌不午的灶房里冒烟，别人进来一看，看到是新媳妇烧热水洗衣裳呢，传出去他还不得在西柳村出名。他果断拒绝道：不用，很快就洗好了，相公看书去吧。齐鹤脸带笑意，温柔地望着逃也似跑出去外面的苏桃。他的小娘子比他爹娘还热心催他读书。齐鹤这次终于静下心来读书，直到晚饭前还在努力。虎郎啊，你说你们这才刚成亲，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你做什么要那么用功啊？这2天你就应该多陪陪桃娘，等过2天她回过门后，你呢又要回县学去了，到时候读书的时间多的是，陪桃娘的时间可不多啊。赵氏看着刚成亲的儿子，眼中满是慈爱。齐鹤下午一直在看书，赵氏心疼儿媳，忍不住说了他2句。齐鹤抬起头看了苏桃一眼，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轻声回答：知道了，娘。那笑容中好像有一丝得意。苏桃低着头，静静地往嘴里扒拉着饭，她的脸红扑扑的，仿佛能滴出血来。她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心中却如小鹿乱撞。翌日鸡鸣2遍，苏桃还没有醒的迹象。成亲不过2日，齐五郎晚上一日比一日能折腾。许是前一天白日里2人都没有做什么事，休息得好。晚上的时候，自认为体力好的苏桃也身体不支地昏睡过去好几次，昏睡过去又被折腾醒来，如此反复。无论苏桃如何求饶，齐五郎都不听。直到他晕晕乎乎间听到外面的鸡鸣声，齐五郎终于消停下来，有些不舍得放了他，让他休息。累得很了，睡得就比较香甜。睡梦中，苏桃隐隐约约听到有哗啦哗啦的水声，他猛然睁开眼睛仔细一听，是外面有人在压水。苏桃猛地一下坐了起来，拉开床帐看向窗户，外面已经天光大亮。压水声、风箱声，婆母赵氏已经开始起来做饭了。起晚了，成亲第2日就起晚了。苏桃根本顾不得齐鹤，慌忙爬去床头，把扔得凌乱的衣裳捡起来穿上。苏桃动作大，齐鹤也被吵醒了，他坐起来迷迷糊糊地喊：阿桃。苏桃心里恨他不知节制，气得不理他。苏桃穿好衣裳走去开门，到了灶房门口，不好意思地说：娘，媳妇儿起来晚了。赵氏正在烧火，听到声音转过身来，开明道：哎呀，没事没事，是娘让五郎多陪陪你的，这趁着五郎在家呀，你也多陪陪他去。赵氏如此开明，令苏桃更加不好意思，她又羞又气，一个早上都没有搭理齐鹤。用过早饭，苏桃又去换被单。齐鹤拉过他的手，不让他干。好阿桃，别气了，都是我的错。苏桃一下子扯出自己的手，闷头换着被单。齐鹤自然知道苏桃力气大，他不顾及着他的时候，一手就能把他打趴下。
他从身后抱住苏桃，两个手臂箍得紧紧的，可怜兮兮地说：“阿桃，为父知错了，以后一定听你的，你说停就停，好不好？”被他这样低三下四的乞求，苏桃的心有些软，但他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没有齐鹤脸皮厚，他不好意思了。床单我整脏的，我洗。好，阿桃，你别不理我呀。齐鹤抱着苏桃轻晃，嘴唇又不老实的在他脸颊上轻蹭。苏桃轻轻怔了一下，嗫嚅道：“江洗本来就是女人家的事儿，谁叫郎君洗衣裳啊？你快放开我！”齐鹤见他开了口，知道他心里气消了，便放开抱着他的双手，把他推到梳妆台前坐下。“你坐这里，我去洗。”他拿着换下来的被单，轻声对阿桃道：“我去小房间洗，别人看不到。”阿桃抿着嘴，忍着笑意，看齐鹤去小房间洗被单。被齐鹤这么一哄，他气消了，站起来跟着去了小房间。让他洗，他也不见得能洗干净。苏桃过去帮忙，他指挥着齐鹤洗被单。外面二丫风风火火地跑来了：“二伯父在吗？”今日用早膳的时候就没有见到齐父，一问才知道一大早就去果园了。苏桃看了齐鹤一眼，赶紧拿了棉巾子帮他擦手。两人走出房间，齐鹤问道：“我爹去果园了，咋了，二丫？”“五哥，你快去看看吧，二伯母跟大伯母吵起来了。”齐鹤一听，迈开长腿就跟二丫一起跑了出去。苏桃静静地站在门口，心中充满了犹豫。他的脚步来回踱着，最后决定偷偷跑去看看。他昨个就觉得他家一定跟大伯母家有下戏，没想到今日就发生了争吵。他刚走到门口，赵氏那怒不可遏的声音就传入了他的耳朵：“说谁不好生养了？他那个侄女嫁过来就好生养了？堂娘哪里就瘦弱了？她只是还没有长开罢了。”苏桃一听，心中一惊，这竟然还跟自己有关。他赶紧踮起脚，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跑了回去。齐鹤回来后，苏桃心里有些别扭，但不好意思开口询问。只是这一天中午和晚上，赵氏都让他喝了一碗热羊奶，那羊奶的味道有些奇怪。苏桃努力克制着心中的不适，勉强还是喝了下去。白日里，苏桃还生齐鹤的气，到了晚上，齐鹤没有再折腾他。3天里，苏桃终于能消停地睡了个好觉。一夜酣眠，苏桃在晨曦中早早地醒来，身后老实了一夜的人紧紧地贴着他，像个温暖的大暖炉。成亲好几日了，他还没有仔细地看过他。苏桃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温柔的目光落在面前郎君俊俏的脸上。这就是他未来要相伴一生的人啊！他的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柔情。他静静地凝视着他的睡颜，思考着这个俊俏的郎君以后也会如这几日一般对他好吗？他未来的道路会不会一路顺遂，平步青云？齐鹤的眼睫微微颤动，高挺的鼻梁下嘴唇微微上扬，透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苏桃像被蛊惑了一般，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感受着他的温度。苏桃伸出手指，轻轻抚过他柔软的唇瓣，猝不及防的那薄唇轻启，一下含住了他纤细的指尖。苏桃吓了一跳，抬眼间便见齐鹤眉眼含笑地看着他。苏桃浑身酥麻，猛地抽出自己的手指，下意识就要往后躲。他还来不及挪动，齐鹤便如饿虎扑食般压到了他的身上。苏桃赶忙伸手挡住他的胸膛，急切地说：“我要起床了，天亮了。”齐鹤的眼神微微一暗，低头在他脸上轻啄了一口，然后翻身躺在了旁边。苏桃不敢再耽搁，赶紧爬起来穿衣裳。他洗漱过后就去了灶房，刚烧开一罐子热水，赵氏就起来了。赵氏一起来就接过苏桃手中的活儿，开始做饭。等饭都放进锅里，留苏桃一个人在灶房里烧火。赵氏去了后院挤羊奶。不一会儿，齐老二也起来了，他用冷水洗了洗脸就出去了，再回来便赶回来一辆不是很大的驴车。这时候饭已经做好了，苏桃听到车子进院子的声音，坐在灶堂前伸着头往外面看。赵氏也看了一眼外面，
回过头来，边往碗里倒热好的羊奶，便对苏桃说：“哎呀，李正家的驴车呀，不好借着呢。你爹能借回来，这完全是看在五郎的面子上。”说完，赵氏对着苏桃笑了笑。齐五郎是西柳村现今唯一的秀才工，学问好，前途无量。就是小气的李正也给他几分薄面。苏桃心说，家里不是有架子车吗？拉着架子车回去也没什么。外面驴车一停到院子里，齐老二和齐贺两人就开始往车子上搬回门里。几坛子酒、茶果、点心、鱼肉，一一都提前搬上了车。刚进了村，就看到苏虎在门口等着。见齐贺赶着毛驴过来，他远远地叫了声：“阿姐！”苏桃微微直起身，对着苏虎应了一声。苏虎赶紧跑回家去报信。到了苏家门前，齐贺停下驴车，他下去伸手要扶苏桃下车，苏桃轻轻一跃就自己下来了。苏青山和冯氏迎了出来，再见到冯氏，苏桃莫名想哭，她眼眶微红，叫了一声：“阿娘。”齐贺赶紧向苏青山和冯氏行礼，冯氏点了点头，算是回礼，拉着苏桃进了家门。冯氏把苏桃拉回了原来的房间，进去就关上了房门，关切地问：“阿桃，在婆家没有受委屈吧？”苏桃摇了摇头，婆母和郎君对她都挺好的。听说没有受委屈，冯氏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她拉着苏桃的手，轻声地问：“五郎对你可好？算好吗？除了第二日晚上让她吃了苦头，齐贺对她还算好吧？就是那种事情，她也不好意思对她娘说。想到那些事情，苏桃的脸色就不自觉地又红了起来。冯氏见闺女害羞了，她就自认为闺女和女婿的生活是和谐的，遂也放了心。饭菜上桌，知道苏桃在齐家得到善待，冯氏越看齐贺越满意，频频给齐贺夹菜。齐贺不能喝酒，这日他端起酒杯，实打实的敬了苏家爹娘一杯，感谢他们养育苏桃，又把这么好的苏桃许给了他。冯氏想多留苏桃住几日，可听说齐贺明日就要回县学去，就早早让他们回家去了。一回到齐家，齐贺猛灌了一杯冷水，就央着赵氏给他烧水。赵氏担忧道：“喝酒啦？”齐贺轻声地回：“喝了一点。”赵氏听完也没有再说什么，赶紧跑去灶房给他烧水。苏桃看着两人打哑谜一样的行动，满脸不解。赵氏在灶房边往大锅里加水，边嘱咐阿桃：“桃娘啊，你先打点水，让五郎擦擦脸。”苏桃轻嗯了一声，牵拉着齐贺走进屋子。他将他按压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焦灼地问道：“你究竟怎么了？”齐贺强忍着浑身的痒意，紧紧地拉住苏桃的手，凝视着她的眼睛，轻声说道：“阿桃，我患有病酒症，就是完全不能喝酒，一旦饮酒，轻则身上就会奇痒难耐。”那严重的情况呢？苏桃的眼中满是忧虑。从未严重过，我从小就清楚自己有病酒症，因此除非迫不得已，绝不饮酒。苏桃想起今日他敬自己爹娘酒的情景，不禁埋怨道：“那今日你还喝？”齐贺面带笑意，轻抚他的脸庞：“你爹娘把这么好的你许给了我，我得心存感激。那杯酒必须得喝。”苏桃的心中忽地涌起一股暖流，如春日的微风轻拂，温暖而柔和。此时还没有到用晚饭的时间，苏桃催促齐贺去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齐贺躺到床上，伸手拍了拍旁边的空位，让苏桃一起来躺一会儿。苏桃想着赵氏还在家里，红着脸拒绝了。刚才听到娘赶着驴车出去了，该是给李正家送驴车去了。娘不在家，你也来躺一会儿。齐贺侧躺在床上，眼睛盯着苏桃。苏桃不好意思，挨不住齐贺一直叫他，便脱了外衫一起躺了过去。昨夜一夜好眠，这会儿躺着也睡不着。苏桃想起回娘家的路上她想买驴车的事儿，她刚嫁过来就说要添大件儿，怕婆母知道不喜，但又想着有个驴车齐贺去县学着实方便，便揪着背角凄凄哀哀道：“相公。”齐贺闭着眼睛轻嗯了一声。苏桃扬起脑袋凝视着他，怯懦地试探道：“
相公，除了嫁妆单子上陪嫁的100两，我爹娘还另外给了我几10贯钱。齐鹤依然闭着眼睛。要不拿出几贯给你买个毛驴吧，这样你回来也方便。齐鹤闭着的眼睛蓦然睁开，他微微低下头，看着仰头望着他的苏桃。他突然坐了起来，对苏桃语气坚定：阿桃，你爹娘给你的陪嫁都是你的，我绝不能随意动用你的钱。走路去县学我已经习惯了，况且县学离家里也不远，毛驴现在还用不上，等需要的时候再买。他心里又默默加了一句，得用他挣的钱买。齐鹤表情如此严肃，苏桃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说错话了。苏桃满脸紧张，紧绷着脸轻轻点头。齐鹤重新躺下，将苏桃紧紧地搂进怀中，轻声细语地说：阿桃，我会努力让你和爹娘都过上好日子。苏桃不知道齐鹤所谓的好日子是什么样的，苏桃现在也算身怀巨款，她觉着买个毛驴还是很简单的。只不过看齐鹤的态度如此坚决，她便什么也不敢说了。次日天尚未破晓，齐鹤便已起身，苏桃紧跟着也起来了。他打算给他做个简单的早饭。齐鹤用过早饭，背上书篓，在赵氏和苏桃的目送下，毅然踏出了家门。赵氏送他出门后，转身回了房间，而苏桃则宛如一座雕像，静静地矗立在大门口，目光紧紧锁定着齐鹤渐行渐远的背影。齐鹤1步3回头，挥手让苏桃赶紧回去。这个家中跟苏桃关系最亲近的人走了，他有些失落。他忍着要追出去的冲动，在齐鹤的再三催促下回了家。明儿个五郎巡修，今儿天黑前他准能到家。我先去准备准备做晚饭去。两人在灶房各自忙碌的时候，苏桃开口问赵氏：娘，五郎是1月巡修1次吗？赵氏听了，笑着给他解释：巡修啊，就是1巡休息1次。五郎平时给书肆抄书，他来来回回的费时间，1个月也就回来1次，剩下的2个巡修啊，都留在县学里抄书赚钱。苏桃往灶堂里塞了一把柴火，心不在焉的了一声。他宁愿这么辛苦的自己挣钱，也不用他的陪嫁。婆媳2个在灶房里忙，突然听到外面有说话声：五郎回来了，这是又到巡修了。苏桃听到齐五郎回话，他停下手上的活儿。赵氏见了，笑着对他说：行了，快去迎迎五郎吧。苏桃把手里的柴火塞进灶堂，有些雀跃地站了起来。他刚出了灶房门口，齐五郎已经进了家门。苏桃迎上去，对着齐五郎羞涩一笑，伸手要去接他身后的书篓。齐鹤眼含笑意，抓住苏桃的手，轻声说：沉，我背着吧，一会儿放屋里。走到灶房门口的时候，齐五郎对着里面叫了声娘，没等赵氏应声呢，就拉着苏桃回了他们的房间。赵氏站在灶台后面，看着手牵手回房的2人，笑骂了一声：这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的臭小子。3人用完早饭，哎呀，我来，五郎回来了，你就在家陪着他吧啊，我去割草。苏桃没有与赵氏争抢，她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苏桃洗完被单，又将齐鹤带回来的脏衣服洗净晾晒好，院子里的衣裳晾晒得满满当当，这样一来，那条被单就没有那么显眼了。巡修只有1天，下午就要回县学。用过午饭，齐鹤再过不了多久就要回县学，他已经把东西都收进了书篓里。见苏桃进来，齐鹤拉着他坐下，揉捏着他的手，深情款款：阿桃，秋天就要乡试，我1个月回家1次，顾不了家，顾不了你，也顾不了爹娘，家里多麻烦你了。苏桃看了他一眼，低着头回：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在县学不要操心家里，好好的进学。嫁人了就要操持好家务，不是吗？苏桃抬头看了齐鹤一眼，接着说：其实家中爹娘对我很是照顾，我不懂的娘一直在教我，一切都有爹娘他们呢。齐鹤抱着他笑：那是因为我家阿桃长得惹人怜爱，得爹娘欢心。说完又在他耳边轻声细语道：也得五郎欢心。苏桃脸皮薄，此刻不知道该怎么回他，
只偷偷将脸埋在他胸前，不敢抬起来。这几日，赵氏也前往桃园打灵宫，桃花盛开，疏花的任务十分紧迫。果园请了些人做灵宫，赵氏见家中有苏桃照看，便也跟着去了。用过晚饭后，苏桃烧了一锅热水，赵氏进厨房来打水，想用热水泡泡脚解乏。苏桃趁机对赵氏说：“娘，我明天想去县城一趟。”赵氏舀起一勺水，哗啦一声倒进木盆里，然后停下来，随口问道：“去县城干啥去啊？”苏桃笑着答：“娘，我的针线活是跟安堂里的一个师太学到，我明天想去给他们送些野菜，顺便再向师太请教一下怎么做皮袄子。”苏桃要给齐鹤做皮袄子的事儿，赵氏知道。听他这样说，他回了声：“啊，那你去吧，路上小心点啊。”赵氏说完，又开始舀水。他舀好水，思索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他问道：“哎，这也快月底了吧？”苏桃也跟着定了定神，思索了一下，可不是嘛，再过3、4天就月底了。苏桃心中不禁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1个月就过去了。月底了，眼看齐鹤又要休假回来，赵氏提议：“阿桃啊，你30那日再去啊，下午刚好能跟五郎一起回来。”赵氏说完，对着苏桃笑了笑。3月30，天气和暖，苏桃背着1背篓野菜去了县城。他绕远路从安堂正门进去，一进门就看到静云蹲在墙角，在那里自己玩呢。他开口叫了声：“静云！”静云抬头见是苏桃，噔噔噔就跑了过来，一把抱住苏桃的腿，仰头甜甜地叫她：“阿桃姐姐。”苏桃摸了摸静云光溜溜的小脑袋：“静云干什么呢？”“看蚂蚁搬家呢。”苏桃从怀里掏出给静云买的麦芽糖，打开纸包，拿1颗塞进她嘴里，然后又包好放到静云手里。“静云到时候给针线房的姐姐们1人发2颗好吗？”静云嘴里含着糖，含含糊糊道：“好。”静云紧紧跟着苏桃，叽叽喳喳说着这些日子想她的话。“阿桃姐姐，你是不是晚上做梦也梦到我啦？”静云仰着头问苏桃。苏桃脸上难掩笑意：“静云晚上梦到我了？”静云点点头，眉眼弯弯：“梦到阿桃姐姐带着糖果来看静云。”他梦到了阿桃姐姐带着糖果来看他，阿桃姐姐果然带着糖果来看他了，阿桃姐姐一定也做了同样的梦。静云眼睛亮晶晶地望着苏桃，等着他说是。苏桃不忍静云失望，撒了个善意的谎言，对他点了点头。而后他把野菜倒进斋房的菜筐里，就拉着静云去后面厢房找静园师太去了。静园师太请苏桃坐到了床边上，他也跟着坐到了旁边。2人刚一坐定，静园师太开口叫了声：“阿桃。”苏桃心中一动，她在紫云庵学了半年女工，静园师太管他们所有学女工的小娘子都是叫小施主的，她总是跟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亲切地叫过他们的名字。被他突然这么一叫，苏桃感觉或许是有什么大事。苏桃觉着静园师太有要事说与他听，于是他正襟危坐，表情严肃。静园师太开口便是：“在紫云庵中，静云最喜欢的就是你。”苏桃虽然不明白静园师太为什么这么说，但还是点了点头。只因静园师太说的没错，之前他在紫云庵的时候，静云总是黏着他，做什么都喜欢跟着他，这应该说明静云是喜欢他的吧。静园师太接着说道：“静云是我捡来的孩子。”苏桃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原来如此。他就说谁能那么狠心将嫩小的孩子送进庵堂。那天我从京都回临阳，刚出城门没多久，就在路边看到一个用青布包裹着的襁褓。事情就是这么巧合。那天天气已经有些晚了，雇来的车夫也想早点出发，早点回来，准备连夜赶路。我坐不惯马车，正好拉着车帘子透气，就看到了这个小襁褓。天都这么晚了，这显然是谁丢弃的孩子。
我不忍心他被野狗叼走，就把他抱上车带了回来。就这么一念之间，他和我在这紫云庵中一起待了5年。苏桃点头附和，不知道静元师太为何要跟他说这些。静元师太拉住苏桃的手，情真意切道：阿桃，我这辈子就打算在庵堂里度过了，但是静云还小，她不应该在庵堂里虚度一生。之前我和静晨就想着在香客中找一位良善仁慈的人来领养她。静云那么喜欢你，你愿不愿意领养她呢？当初他就觉得静云那么小就在庵堂，着实可怜。凡尘俗世他没有沾染过，荤腥也没有尝过，他还只是个5岁的孩子，待在庵堂也不是他自愿的。静云那么惹人怜爱，苏桃自是愿意领养静云。如今她刚嫁进齐家，突然领了个孩子回去，也不是她能完全做主的。她得跟齐五郎商量一下，也得跟齐家的爹娘商量一下。不能马上答复静元师太，苏桃面上有些纠结。你不用马上答复我，你回去跟你婆家人商量商量，过几日再答复也不迟。苏桃脑子中跟浆糊一样，一团乱麻。她脑中想东想西，手中无意识地在路边薅着兔子爱吃的杂草。阿桃，醇厚的男声在耳畔响起。苏桃猛地抬头看过去，便见路边上齐鹤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他。阿桃，你怎么在这里薅草啊？齐鹤又惊又喜，忙从大路上跑下来。他站在苏桃跟前，笑望着他。苏桃站在草地上，低头看了一下他的背篓，里面已经装了满满一筐青菜。我在这里等你，见这里有许多兔子爱吃的青草，就下来薅了些。走吧。齐鹤帮苏桃背上背篓，牵着他的手往大路上走。来县城是有什么事吗？苏桃如实的把给紫云庵送野菜的事情告诉了他。齐鹤知道苏桃曾在紫云庵学习过针线活，便也没有多问。两人一前一后朝家的方向走去。苏桃心事重重，仿佛行尸走肉般。阿桃，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苏桃偏过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犹豫。他欲言又止，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齐鹤的目光充满了关切和真诚，他继续说道：你我已是夫妻，夫妻本就如同一体，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放心地说与我听，咱们好一起想办法解决。苏桃低着头走了几步，终于停下脚步。他紧紧拉住齐鹤的手，目光坚定地盯着他的眼睛问：你还记得紫云庵的静云吗？静云他当然记得，紫云庵那个活泼开朗的小比丘尼。只不知阿桃为何突然说起静云。齐鹤的心中涌起一丝疑惑，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苏桃紧紧拉住齐鹤的双手，微仰着头，表情异常认真。相公，今日我去庵堂，静元师太特地叫我过去说话。她说静云年纪尚小，实在不忍心让她一直待在庵堂里，想为她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家领养。齐鹤认真听着，轻轻地应了一声。苏桃稍稍顿了顿，接着说道：静元师太说静云与我最为亲近，询问我是否愿意领养静云。他的目光始终紧紧锁住齐鹤的眼睛，似是想要从中探寻到他的赞同与支持。然而齐鹤的回应只有一声长长的嗯。他低头俯视着苏桃，轻声问道：你是否愿意领养静云呢？苏桃的目光在与齐鹤对视后微微垂了下来，他的目光落在他胸前那件淡青色的蓝衫上，沉默片刻后微微点了点头。齐鹤见苏桃点了头，知道他是个心善的，放不下那么可爱的静云。他牵住苏桃的手往前走，边走边说：只要你愿意领养她，你就把她接回来养着，家中小事都听你的。走了没多远，苏桃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他又问：不用跟爹娘说一下吗？你不用管了，晚饭的时候我跟爹娘说。苏桃忧心的事情都转给了齐鹤，他心里压着的石头突然消失了。一路上他拉着齐鹤的手，跟他絮絮叨叨说些静云可爱的地方。用过晚膳后，齐鹤说等一下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商量。
苏桃洗完锅碗瓢盆，便与大家一同来到正房坐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显得格外正式。大家都坐好后，齐鹤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然后抛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咱们要不要领养静云？苏桃心中十分疑惑，他偏头看向齐鹤，不明白为何会有此疑问。明明之前已经说好要领养静云了。齐鹤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既然他这样行事，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苏桃相信他，便缓缓转过头，挺直了身子，正襟危坐。如果被拒绝了怎么办？心中还是微微有些忐忑。苏桃小心翼翼地抬头，偷偷瞄了一眼公爹齐老二，只见齐老二沉默不语，眼睛紧盯着地面。苏桃的目光又偷偷瞟向了婆母赵氏，赵氏紧绷着脸，眉头皱得紧紧的，目光则死死地盯着齐鹤。静，屋里静得落针可闻，静的苏桃感觉能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静的苏桃大气不敢出。突然，啪的一声，赵氏猛地一拍大腿，吓得苏桃一个机灵，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齐鹤伸手握住苏桃的手，轻拍了拍，安抚她。行，那就养。既然是教过陶娘针线活计的师太都开口了，那便是信任咱家陶娘。那小师傅又极为喜爱陶娘，这便是缘分。明儿个我就去把西屋给收拾出来，找人打个架子床放在里面。等都准备好了，你们哪天就去把小师傅给领回来啊！听到赵氏的这番话，苏桃一直提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他感激地望着齐鹤，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嘴角情不自禁地扬起，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哎呀，行了，事儿也说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赵氏一边做饭一边和苏桃聊天。你爹呀，今儿去果园了，我让他找时间去镇上找木工打个架子床，不要什么花哨的，用不了几天就能打好回来了。苏桃听了，心中一阵感动，她用力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床拉回来后，我就去安堂把静云接回来。行，明天我去镇上给他扯点花布，做2身衣裳。赵氏边说边熟练地翻炒着锅里的菜。赵氏能同意养静云，苏桃心中感激良多。娘不用去镇上扯布了，我那里就有，我拿出来几尺给她做衣裳。苏桃连忙说道。赵氏嗔怪地瞪了她一眼。哎呦，哪能用你的嫁妆啊？娘说什么呢？什么你的我的？咱们不是一家人吗？苏桃仰着头笑望着赵氏，赵氏也满脸笑容。好好好，你拿些布啊给他做，就不去镇上买了。陶娘，陶娘，有人找你。苏桃加快了2步走出来，看到门口满脸通红，脸上带着薄汗的康兰儿。苏桃赶紧跑过去，惊讶地问：兰儿，你怎么找过来的？康兰儿喘着粗气，气息不稳地问道：静云有没有找过来？没有啊。苏桃慌忙回答，静儿又焦急地问：静云又丢了？康兰儿气还没有喘匀，赵氏给他端了一碗凉茶过来，递给他。来，先喝点茶啊，喘口气儿。康兰儿实在渴，接过茶碗，一口气喝了个干净。他把碗往赵氏手中一递，转身就走。我再去别处找找。苏桃急得不行，忙对赵氏说：娘，我也去找找，如果静云找过来，你就留下她。赵氏忙着点了点头。这静云听到静晨师太和静元师太的谈话了，静元师太怀疑他是找你来了。他俩说了啥，让静云听到了？静元师太见你一直没来安堂，他想着是不是你家人不同意收养静云，说要不然在香客里面找一家。今儿早上用过饭，大家都好像没怎么看到静云，中午吃饭也没有找到他。静元师太才说他是不是找你来了。苏桃皱着眉头听着，他回康兰儿：我相公、公爹婆母都同意了要收养静云啊！哎，这闹的，先赶快找到他吧，也不知道他跑去了哪里。苏桃和康兰儿心急如焚，脚步匆匆地往回赶，他们的目光不断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路上的沟沟坎坎他们都没有放过，每一处都仔细地搜寻过才放心。康兰儿一口气不停歇地跑了个来回，彻底累瘫了。苏桃扶着康兰儿刚入安堂大门，就听到佛堂里传来静云哇哇哇的哭声。苏桃顾不得康兰儿疲累，拖着她快步走去了安堂。庵中所有人都在安堂，静云站在静晨、静元师太跟前，边哭边控诉：你们不要我了！
景晨和金元师太一脸的生无可恋。屋中除了安中人，还有个身材颀长的高大郎君，赫然是应该在现学的齐鹤。康郎儿见到静云回来了，放松之下，扑通一声跪到了佛祖跟前。他腿软，站不起来了。声响惊动了屋中的所有人，大家齐刷刷地看了过来。齐鹤见到门口的苏桃，迈开长腿走向他，有个小家伙却是比他还要快。静云见着苏桃，哭着跑过来抱住了他的腿，哭得无比伤心。师傅和师叔都不要我了。大家都没有动作，就静静地看着静云抱着苏桃哭。静云不要跟着别人，静云要跟着阿桃姐姐。静云哭得小脸通红，思维倒是清晰。苏桃拿出棉帕，蹲下来给静云擦哭花的小脸，柔声开口安慰她。静云想跟着阿桃姐姐，那等一下就跟阿桃姐姐回家吧。静云转身看了一眼静元师太，静元师太没有吭声，她又看了一眼静晨师太，静晨师太也没有吭声。他们是不是默认了？这次静云是真切地感觉到他们不要她了，伤心又如潮水般涌来，眼泪雨点一般的哗哗落下，不一会儿又抽抽搭搭哭了起来。静元师太叹了口气，招手让静云过来。静云跑过去扑到他怀里，哭得伤心。静元师太拍了拍他的背，把他拉了起来，拿帕子给他擦了擦眼泪，柔声问道：静云啊，鸡腿好不好吃啊？静云含泪点了点头。苏桃抚额苦笑，这孩子真是一点秘密都守不住。静元师太把他抱进怀里，轻声安抚：汉堂里不能吃鸡腿，还有很多好吃的都不能在安堂吃。那些好吃的，静云出了安堂就能吃了。师父和师叔不是不要你了，只是想让你活得更精彩一些。你出了安堂后啊，还可以常常回来看我们。静云似懂非懂，抗议道：静云不跟别人走，不去别人家。好好好，静云不去别人家，那去你阿桃姐姐家好不好？静元师太见苏桃刚才那样哄静云，想来是他们家人已经同意了。静云吸了吸鼻子，点了点头。静元师太又帮他擦了擦眼泪，把他推到静晨师太怀里。那你先在这里等着，我跟你阿桃姐姐去给你收拾行李。静云轻轻嗯了一声，软软地靠在静晨师太怀里。静元师太叫上苏桃出了佛堂，走到门口时，把站在那里的齐鹤也一并叫上了。烦请施主一起来一下。他请了苏桃二人进了房间落座，从一个红木箱子里拿出个灰扑扑的荷包出来，走到苏桃跟前，把荷包递给了他。打开看看，这是当初放在静云襁褓里的信物。苏桃打开了荷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粉色的晶莹剔透的玉手镯。趁着苏桃打量镯子的时候，静元师太又去木箱子里翻找，回来递给苏桃一张银票。我在京都富贵人家的针线坊做了一辈子针线，也没有存下多少银子，其中大部分都捐给了安堂，这是我特意给静云留的，你拿着，以后啊给她做嫁妆吧。苏桃推了推没有收，求救似的望了齐鹤一眼。齐鹤双手合十，向静元师太行了一礼，他望着静元师太，眼神坚定。静云来了我家，便是我家的小娘子，我们自是会给她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这银票，师太还是收回去傍身。齐鹤拿起静云的包裹要出门时，忍不住问道：敢问师太，静云她是怎么来的安堂？这个我跟苏施主说过了，静云是我从京都回临阳的路上捡到的。具体哪里？静元师太不做他想，认真回道：在京都城外10几里处，应该就是城外10里处。齐鹤了然，对着静元师太施了一礼，拿着静云的包袱跟苏桃一起走了出去。三人回到佛堂，静元师太牵过静云送到苏桃跟前，
苏桃拉着静云的手，跟庵中诸人一一告别。告别完，苏桃三人准备出门。康兰儿忙说，他帮他们找了一辆驴车过来，用驴车送他们回去。驴车跑得快，大概只用了2刻钟就回到了西柳村。原本在驴车上睡得香甜的静云，刚放到床上，一下子醒了过来，睁开眼看着陌生的环境，失落地哭了起来。跟齐鹤还是不熟，他哭着不让齐鹤抱，苏桃便坐在床上抱着他哄。齐鹤出了一身的汗，刘苏桃在屋里哄静云。他出了房间，赵氏走到他跟前问：“这就是静云？”齐鹤点了点头。齐鹤一边打水洗手脸，一边一一给他解答。今日齐鹤回来了，还带回来个小静云，锅里给苏桃一个人留的饭可不够吃。赵氏又着急忙慌的赶紧生火做饭。做好饭，赵氏站在屋门口叫苏桃出来吃饭。折腾半天，明天还要早起去献血。齐鹤简单的洗了一下就回了房间，走到床边就看到他的位置被静云占了，他无奈的跑到另一头睡。翌日，齐鹤要去献血，还要去安堂那边还驴车，于是天不亮他就起来了。齐鹤动作虽轻，苏桃还是跟着醒了过来。外面天色还早，苏桃简单的洗了把手脸，就去灶房给他做早饭去了。送走齐鹤，天才蒙蒙亮。苏桃回到房间，轻手轻脚的把给静云提前做好的衣裳拿了出来。他把衣裳给静云放到了床头，还有些空闲，他把之前找出来要给齐鹤做帕子的灰布拿了出来。苏桃刚剪好手帕的大小，床上静云哼唧了一声，然后动了动。他放下手中的活，走去床边。静云睁开眼睛看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站在床边的苏桃，惊喜地叫了声：“阿桃姐姐！”苏桃笑着坐在床边上，俯身凑近静云，轻声道：“静云醒啦。”静云轻嗯了一声，笑了起来。静云躺了一会儿，才发现她躺的床不是她跟静元师太的床，屋子也不是紫云庵后面的厢房。她脸上的笑意逐渐消散。苏桃知道她终于回过神来，不准备再说些令她伤心的话。她柔声问静云：“穿衣裳起来吧。”赵氏身上背着背篓，一脸笑意地站在门口，对苏桃说：“桃娘，我去镇上买点东西回来，你照顾好家里啊。”苏桃闻言，赶忙走进屋子，回应了一声。她走到门口的时候，赵氏已经背着背篓，脚步轻快地出了门。赵氏昨晚在用晚饭时提到，云姐儿要入族谱，她打算准备2桌丰盛的席面，请族中老人以及齐老大和齐老三一家都过来，热热闹闹地吃一顿。他还特意嘱咐齐老二抽空去赵家庄给他大哥说一声，请他明天过来做个见证。金乌锡坠后，齐五郎也背着他的书篓进了家门。用过晚饭，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苏桃纠结了。云姐儿一直跟着他睡，云姐儿的床自从拉回来，他还没有睡过一次。齐鹤打了洗澡水，苏桃洗漱过后，一直用一种很抱歉的眼神看着齐鹤。谁知他给云姐儿洗漱好，云姐儿去床上拿着自己的小枕头抱在怀里，糯糯地对苏桃说：“阿姐，我今儿晚上跟着阿娘睡。”云姐儿没事的，这边的床比较大。苏桃怕云姐儿失落，连忙说道：“阿娘说要陪我睡在我的新床上，被褥都是崭新的呢。”云姐儿说完，抱着自己的小枕头飞奔出了房间。到了西屋，云姐儿一咕噜爬上床，对赵氏娇声说道：“阿娘，你记得再帮我买山楂果儿。”赵氏伸手拍了拍她，柔声说：“好，阿娘记住了，快睡吧啊。”这个你拿去送给云姐吧。齐鹤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那条银烛手帕递给了苏桃。什么东西要送给云姐儿？苏桃疑惑地接过手帕，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躺着一对闪闪发亮、圆润可爱，且每只下方都挂着2只小巧铃铛的银手镯。今天是云姐儿要正式进入家族族谱的日子，按照规矩，可能需要先祭拜祖先。苏桃心里暗自琢磨着，究竟应该何时将这对手镯交给云姐儿才合适呢？这样想着，她忍不住开口问道：“那我什么时候给她比较好呢？”齐鹤微笑着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必过于拘泥于形式和规矩，咱们都是一家人，你随便找个时间送给他便是。”
齐五郎说的在理，苏桃点了点头，用帕子包起来收进腰封里。齐家的祠堂就在村边上，那是一个青砖小院子，里面矗立着有3间房屋的正房。此刻祠堂外的院子里早已聚集了不少好奇的村民，外面的人伸着头往里面看，便见云姐儿在老人的引导下对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牌位拜了拜，然后又被引到其中一处又拜了拜。老人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念了些什么，拜了好几次，云姐儿站起来又对着齐老二和赵氏拜了拜。最后族中一个老人拿出笔墨，在一个厚厚的册子上写了些什么。赵氏牵着云姐走了出来，笑着对女眷这边说：嫂子弟妹，大郎媳妇儿4郎媳妇儿，你们都来家帮忙做席啊，咱们今儿摆2桌，热闹热闹。行，走吧。待到家中宾客散尽后，庭院亦已清扫整洁。这时苏桃方才得空照料起齐五郎来。齐贺被齐老二叫进了正房，不知是否谈论有关秋闱复考之事。劳烦娘子了，劳累了一整天，还要帮我洗衣裳。齐五郎轻声说道，眼中满是感激之情。苏桃连忙摇了摇头，随口又问道：爹找相公有何事呢？齐贺一边收拾着书桌上的物品，一边回答道：秋闱没剩多少时间了，爹让我好好备考，别再抄书赚钱了。说娘那里还存有几10贯钱，够赶考用的。苏桃听后轻点了一下头，他这里也有钱，哪里需要他去抄书？苏桃幽怨地看了齐贺一眼，柔柔开口：相公自是知道轻重的，不说爹娘那里，咱们这里也有银子，哪里就非得要你抄书挣那个辛苦钱？齐贺把东西都收拾好，他转身伸出双手扶住苏桃的双肩，丹凤眼里带着一抹浅笑。你们都别再操心这个了，赶考的盘缠用不了多少，20两足够了。我这里也存够了，后面就不再抄书做注了，专心备考。他见苏桃脸色不是太好看，知道他不高兴，他不用他的钱，又开口宽慰道：万一这次中了举人，来年就要参加春闱，去参加春闱的时候再用你和爹娘存的钱。苏桃抿着嘴点了点头。时辰不早了，我得赶紧赶回县学去。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劳累你照顾爹娘。7月初的一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云姐儿心满意足地吃完桃子后，便走到水井旁边，仔细地清洗着双手。就在这时，只听得院门发出吱呀的一声轻响，缓缓被人从外面推开了。她好奇地抬起头，一眼就看到站在门外的齐五郎，心中一喜，立刻兴奋地大喊道：五哥！然后像一只欢快的彩蝶一般张开双臂朝他飞奔而去。正在屋内做女工的苏桃听到云姐儿这声欢喜的呼喊，不禁停下手中的活计，疑惑地抬起头向外张望。当他看清来人竟是已经离家2个多月的齐贺时，脸上顿时露出欣喜若狂的笑容。他急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迅速起身快步迎了上去，口中轻声唤道：相公。阿桃。声音温润多情，仅仅只是这简单2个字，却仿佛包含了千言万语。苏桃小心翼翼地端着水碗回到房间，看到云姐儿仍站在书桌旁津津有味地吃着糕点。她快步走过去，将水碗轻轻递给齐贺，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住了。齐贺端起碗，仰头大口大口地喝着水，一口气便喝完了整整1碗凉水。当他把空碗递回给苏桃时，才发现他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发呆。齐贺微微一笑，将空碗放在书桌上，然后伸出手温柔地捂住了站在书桌旁的云姐的眼睛。紧接着他俯下身，在阿桃粉嫩的唇角轻轻亲了一口。五哥，别捂着我眼睛，看不到啦。云姐儿用她胖乎乎的小手使劲往下扒拉捂在她脸上的大手。他看不到了，都没法吃绿豆糕了。苏桃没有料到会被齐贺突然偷亲，她羞得满脸通红，猛地推开他，拿起桌上的茶碗就跑了出去。娘怎么没在家呀？娘去地里拔草去了，地里长出许多杂草。苏桃站在灶堂前，脸儿还是红扑扑的。
齐鹤实在忍不住轻笑出声，阿桃是他的小娘子啊。此时此刻他挡在门口，而小娘子却娇羞地站在屋里头，倒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个不折不扣的无赖登徒子。阿桃，咱们在灶房里站着干嘛？怪热的，快随我回房间去。灶房中确实酷热难耐，苏桃轻咬下唇，默默地向门口迈出2步。齐鹤毫不犹豫地伸出手，紧紧握住他的手，牵着他回了他们的西厢房。他一直把人牵到房门口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才松开手，指着桌子上的绿豆糕，微笑着说道：“这是特意给你们买的绿豆糕，你也快尝尝。”正津津有味吃着绿豆糕的云姐听到，顺手拿起一块绿豆糕递到了苏桃的手中，开心地说：“哎，阿姐，这个真的很好吃。”苏桃接过绿豆糕，放入口中，轻轻咬了一口，绵密中带着丝丝甜意，细细咀嚼，还有绿豆的清香。云姐儿爱吃这些糕点果子，苏桃吃完一块绿豆糕后，就不再继续吃了。她缓缓站起身来，走到齐鹤的书篓旁，将里面的脏衣服取出。然而就在这时，齐鹤拉住她的手，语带不满：“哎，先别忙着做事，一别2个月不见，你就不想我，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苏桃看向书桌旁，手拿绿豆糕，边吃边好奇盯着他们俩看的云姐儿，悄悄从齐鹤手中抽回了自己的手。“相公这次回来要在家里待几天？”苏桃知道齐鹤这次是回来拿盘缠，为去府城赶考做准备。齐鹤无视云姐儿那亮晶晶如星辰般的目光，拉着苏桃坐在了床边上。“县学里已经给要赶考的学子放假了，我准备在家待2天，就赶去府城。秋闱就在8月初，而大比之年，府城那里学子突然增多，府城的客栈也就变得紧俏起来。去晚了，恐怕很难再找到好点的客栈。若是和许多人一起住大通铺，实在是太过于杂乱无章了些。”苏桃点头认同，这次出去是为了考试，住的地方还是要舒适些才好。相公，尽量要找幽静的客栈住，不要心疼银子。苏桃反握住齐鹤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认真道：“相公，咱家有银子，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都是咱家的。银子要用到刀刃上，你科考就是咱家顶顶重要的事情。”苏桃说完，绷着脸又严肃地说：“如若你因着不用我的嫁妆银子而亏待了自己，我也是会生气的。”齐鹤漆黑的眸子里满是笑意，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苏桃，温声道：“为夫谢娘子慷慨，以后定加倍回报。”齐鹤的态度不如刚成亲那会儿坚决，苏桃严肃的神情消散，笑意爬满了脸庞。2天的时间一转而过，苏桃帮齐鹤收拾了换洗的衣物及30两银子。齐鹤说用不了30两，只拿了20两过去。穷家富路，多备着点，有备无患嘛。苏桃不放心，又拿出500文散铜板给他装到了钱袋子里。一切准备妥当，除了去果园不在的齐老二，一家人把齐鹤送到了院门口。齐鹤从来都是腿着去县学，他怎么去府城？于是苏桃忧心问道：“相公怎么去府城啊？”“跟2个同窗一起雇了个马车，你就别担心了。”齐鹤说着，又对赵氏说：“娘，我走了，你们回去吧，在家照顾好自己。”赵氏没有离别的不舍，他倒是喜滋滋的。这次一去，若是他儿高中举人老爷，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五郎啊，在外面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饭菜别吃生冷的，以免吃坏了身子。可千万别熬夜，早睡早起啊。赵氏没有不舍，絮絮叨叨都是操心的话。娘，我知道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回去吧。好，去吧，路上小心点啊。齐鹤对着赵氏挥了挥手，深情地凝望了苏桃一眼，转身离去。唉，这一走又要1个多月才能回来呢。赵氏望着齐鹤的背影，悠悠道。苏桃这边没有吭声，他忧心不已，出门在外，不知道齐五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时光荏苒，齐鹤离家已整整4天，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到府城了吧？阿姐，兰儿姐姐来啦！原本安静守在门口的云姐儿突然兴奋地高声呼喊，
紧接着像只欢快的小鸟般飞奔而来。康兰儿来了，苏桃心头一喜，他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紧紧牵住云姐的小胖手，快步迎上前去。他们两个还没有走到院门口，便见康兰儿手提2包精致的果点走了进来。兰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苏桃脸上满是惊喜之色，实在没料到康兰儿会再次来到西柳村。康兰儿微微一笑，难道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们？能，怎么不能？苏桃连忙应和，又忙伸手去接他手中的果点。这果点一点也不便宜呢。他抬起手中的果点对康兰儿说道，下次再来可千万别如此破费了。你跟我还这般客气作甚？这可是专门买来给云姐吃的。康兰儿说罢，轻轻地在云姐那粉嫩可爱的小脸蛋上摸了一把。谢谢兰儿姐姐。听康兰儿说是给她买的，云姐的嘴巴甜得不行，奶声奶气的道谢。康兰儿嘴角微扬，露出一抹浅笑，伸手轻轻地抚摸着云姐的头顶。苏桃将康兰儿和浩哥2人引领至堂屋内坐下，拿起茶碗为他们斟满茶水后，也随即落座与康兰儿闲聊起来。近来师太们一切可还安好？都挺好的，能吃能喝也能睡。那湘云姐妹俩呢？她们也挺好的，一直都有跟随静园师太认真学习针线活计，技艺也提升了不少。康兰儿回完，转而向苏桃询问道：你婆母现在在何处？她下地薅草去了。苏桃如实答。康兰儿听完，端起茶碗轻啜一口，然后放下茶碗说道：咱们就别再寒暄客气了，我这次过来啊，其实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苏桃一听康兰儿这么说，心中不禁一紧。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打算开个绣坊。康兰儿直奔主题。苏桃松了一口气，了然地点了点头。开绣坊的铺面已经立下了，现在正在官府办手续，手续全了就能开业了。我来呢是想问问你，你要不要在我绣坊里入一股？康兰儿也不废话，直接把今天来的目的说了出来。他有自信绣坊能做起来，苏桃又是个可交的朋友，要赚钱就拉着朋友一起赚。如若他不愿意，那就算了，他和浩哥手中加起来有700两呢，足够了。入股？苏桃不是太理解。我做生意，你拿钱过来跟我一起做，你只出钱就行，其他的不用管，管理经营由我来，到时候赚了钱直接给你分红。康兰儿这么一解释，苏桃好像懂了。康兰儿做生意想要他出钱，加上当初成亲时候的100两，现在苏桃手中足足有1100两银子。这次齐贺去府城盘缠才只要20两，跟他想象中赶考盘缠要用很多银钱差了很多。这么看，赶考好像也用不了那么多钱，用不了这么多，那这些钱放着也是放着。如果康兰儿需要的话，那就拿给他用吧。那我拿1000两。苏桃不懂开店铺那一套，不知道要用多少钱，只能试探地问。康兰儿笑得开怀，好笑道：用不了这么多，这次呢我准备出300两，要不你也出300两吧，这样咱们俩出资一样，我出人管理经营，你纯出钱，到时候咱们4、6分红，我出人经营，我分6，你分4。康兰儿简单地解释了一遍，苏桃听得晕晕乎乎。分红？不懂。康兰儿分4，他分6，他是听懂了的。是不是赚了钱他们2个这样分？他啥都不做就分4成，苏桃觉得还挺多的。其他亏了怎么办？他倒是没有想，人非常利落地说：那你先坐着，我给你拿钱去。苏桃回房间去拿钱的时候，云姐儿终于找到空闲跟康兰儿搭话：兰儿姐姐，我家后院的桃子熟了，到时候给你们送些吧。康兰儿伸手又捏了捏云姐的小脸蛋，肉乎乎软糯糯，真的很好捏。真没有白疼你，知道想着我，那我就提前谢谢云姐啦。云姐被夸了，歪着头嘻嘻地笑。苏桃拿了3张银票回来，进屋就往康兰儿跟前递：给，这3张你拿去用，不够你再说。康兰儿笑了，2人合伙出了600两银子，这些钱在府城开家店铺也绰绰有余，怎么会不够？康兰儿收起银票，开口跟苏桃闲聊。他眨了眨眼睛问苏桃：阿桃，你猜我们拎的是哪里的房子？苏桃对县城也不是很了解，他可猜不到。康兰儿嘿嘿笑了出来：
我们令的是正旺街原先李家布行的铺面，他家在临阳县城原本有3个布行铺面，前几个月他们进货连番遭抢，一起出去进货的二儿子还被土匪掳走一次，要了许多赎金。听说他们损失极大，经营不下去，才关了2个铺面。康兰儿心里那个乐，笑意忍都忍不了。他乐了一会儿，接着又说：县令老爷审李祖旺的时候，发现那李家3郎是个不堪的，又加上李家生意一落千丈，县令他们家就找了个8字不合的借口跟李家退亲了。你说好不好笑？真是风水轮流转，真是报应不爽呢。康兰儿拿起茶碗抿了一口，讥笑一声：哼，我猜呀，那县令想来是知道，以李家这样的状况，根本拿不出什么彩礼，才悔婚的。苏桃心中毫无波澜，只觉得苍天有眼，善恶终有报，报应不爽啊。眼看着时间不早了，康兰儿不准备在齐家用午饭，他收起笑容，正经道：阿桃，以后你就是咱们锦绣坊的2老板了，咱们做事有规矩，到时候我让浩哥给你拿个文书过来。苏桃啥也不懂，只知道憨憨的点头。行，县城还有许多事要做，就不在你家多叨扰了，我们先走了。康兰儿说着站了起来。苏桃再三留他们午饭，他们也没有应，径直出门上了驴车。有啥事儿也可以去县城找我，我们走了。康兰儿边挥手边说。苏桃轻轻应了声好，领着云姐儿跟他们挥手道别。日子悠哉悠哉过了大半个月，齐家后院桃树上的桃子大多数已经成熟了，红艳艳的挂在枝头，惹得云姐儿一天跑来很多遍。往年这桃子也是赵氏私房钱收入的一份，今年也一样，3棵树的桃子入账2贯2000银子。赵氏喜滋滋地将铜板装进钱袋子里放了起来。桃树上还余有一些晚熟的桃子，赵氏对苏桃说：等到下回去县城的时候，将成熟的果子摘了，送与紫云安师太和康小娘子一些。苏桃给地里送去早饭后，赵氏安排他去镇上的糕点铺子去买些月饼糕点回来，15晚上拜月要用。苏桃脚程快，中午饭前就赶了回来，他还要给在地里干活的齐家爹娘做饭呢。苏桃推开院门，就看到他们房间的门开着。苏桃心中一紧，想到了那年他家遭贼的事情。他悄没声地跑去厨房，捡起烧火棍，就蹑着手脚走去西厢房。他拿着棍子往屋里探望，没有看到人，悄悄走进去，瞧了瞧门后，也没有人。他眼睛盯上关着房门的小房间，拿着烧火棍迅速冲了进去。一进房间，就看到盛满水的浴桶里坐着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子，赫然是去府城赶考的齐五郎。齐五郎回来了，此刻齐五郎正微仰着头，一脸不解地望着他。阿桃。齐贺语带疑惑地叫了他一声：相公，你回来了。苏桃悄悄地把烧火棍藏去了身后，结结巴巴给齐贺打了声招呼，就跑了出去。苏桃红着脸把烧火棍扔进灶房，把背篓里买回来的月饼糕点送进正房，开始专心做午饭。齐贺洗漱好，换上一身在家干活穿的束鹤，半干的头发在头上绑了个髻，就急着跑到灶房来了。齐贺坐在灶堂前帮苏桃烧火，仰着头笑着问他：阿桃，刚才为啥突然冲进小房间来啊？以为家里进贼了吗？苏桃跟着尴尬地笑了笑，往滚着沸水的锅里下汤饼。下完汤饼后，苏桃轻轻地盖上锅盖，眼神温柔地望向正在炉灶前烧火的齐贺，轻声说：不知道是相公回来了，还以为相公要过2天才能到家。齐贺听后微微一笑，继续往灶堂里添柴火，同时回答道：考完之后便和几个同窗一起雇了辆马车赶回来了。若是继续留在府城中等放榜，还需要花费不少铜板去驻客栈。听了这话，苏桃不禁有些好奇地追问：那相公怎么知道自己考得如何？齐贺耐心地解释道：通常情况下，若是考中了，官府自会派差役前来咱们家中报喜送报帖，而若是一直没有人来报喜的话，那就说明没有考中。苏桃听完轻点了下头，表示明白了。做好饭，苏桃去齐老三家把云姐接了回来。一回到家的云姐见齐贺回来了，围着他五哥兴奋地叫个不停。
三人用过午饭，将锅里的汤饼盛进一个大大的陶罐里，带上碗筷，一起去地里给地里干活的家人送饭去了。一切准备就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刚吃过饭，大家还不饿，就坐在一起聊了聊天。还没有说两句话，云姐儿就拉着苏桃的胳膊问：“阿姐，什么时候可以吃月饼？”苏桃笑着看了赵氏一眼，赵氏捂着脸含糊地说道：“你拿一个切开给他吃吧。”中秋这日，按照传统习俗，赏月时必须全家人共同分享一块月饼，以象征家庭和睦，团团圆圆。听了赵氏的吩咐，苏桃拿了一个月饼，仔细而平均地切成了5份。他将切好的月饼先依次向齐老二和赵氏跟前递去。齐老二顺手拿了一块，赵氏则微微摆了摆手，没有拿。他轻声对苏桃道：“你先放着吧，我等一下再吃。”苏桃跳过赵氏，把月饼递给了齐鹤，然后又送到云姐儿手中，最后才取了一块给自己。阿娘，这个月饼好甜啊，您赶快尝尝吧。云姐儿满心欢喜地说道。赵氏却面露难色地回答：“阿娘牙有点疼，云姐啊，你吃吧。”听到这话，齐鹤看似不经意间瞥了他娘一眼，但并未开口多言。月亮高悬夜空，洒下清冷的光辉。月赏了，月饼也吃了。齐鹤担忧地望着赵氏说：“娘牙疼是不是上火所致？若是如此，便早些歇息吧。”齐老二背着手缓缓站了起来，他语气平静地说：“明儿还得早起下地干活，大家都早些休息吧。”言罢，他进了正房。临睡前，齐鹤与苏桃洗漱完毕后，肩并肩躺在床上。齐鹤凝视着头顶上方的床帐，宛如雕塑般一动不动。齐五郎往常不是这样的。苏桃察觉到他的异样，轻轻转过身来，温柔地注视着齐鹤，轻声说：“相公是有什么心事吗？”齐鹤转过身面对苏桃，眼中满是忧虑。今年的乡试不大对劲，往年乡试过后3天就能出来结果。按理说，我自府城归来的次日应当收到喜讯，但如今已过去2日，却仍未见有任何消息传来。苏桃对科举之事一窍不通，生怕说错话，只得沉默不语。稍作思索后，齐鹤接着说道：“我的水平如何，我是知道的。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可能落地。明天我还是去县学打探询问一番吧。如此盲目的等着，娘都上火了。”苏桃伸出手，摸到齐鹤的手，紧紧握住，柔声安慰：“相公也放宽心。”苏桃好像想到了什么，她问：“怎么咱们这周边秀才很少吗？也没有听到哪里有人中举。”该是都没有动静。齐鹤悠悠地说。之后，他紧紧握住苏桃的手，缓缓闭上双眼，心中暗自思忖着：中举之路崎岖艰难，但自己满怀信心。然而此刻，他却茫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为何自乡试结束后便杳无音讯一般。次日清晨，在用餐之时，齐鹤向因牙痛而留在家中的赵氏说道：“娘，今日我打算前往县学走一遭，打探一下消息，就不去地里了。”赵氏早已心急如焚，却又不敢催促自家五郎，生怕给他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如今见五郎主动提出要去县学探听消息，顿时觉得连牙疼都似乎缓解了许多。好，过去县学问问情况，这到底是个怎么个情况？我之前听你说2、3天就能出来个结果的。赵氏说着，往齐鹤碗里夹了一筷子菜。用过早饭，齐鹤换上一身半旧的圆领袍，准备出门。这里是西柳村齐秀才齐子鹤的家吗？听到院外有人，正房的赵氏、云姐儿、灶房的苏桃，还有西厢房的齐鹤都走了出来。众人出了房门，便看到2个身穿墨色官服的带刀官爷站在他们家院门口。齐鹤忙上去拱手道：“正是在下。”齐秀才，请跟弟兄们走一趟。其中一个上前拱手施礼。齐鹤又问：“所谓何事？”弟兄们不知，齐秀才不要问了，到了就知道了。2个官差让开道路，做了个请的姿势。请吧。官爷，这无缘无故的，这是为何呀？为何要抓我儿啊？赵氏急得拉住齐鹤的胳膊。
苏桃站在他们身后牵着云锦儿，另一边的手紧攥成拳，也是一脸忧心。齐鹤拍了拍赵氏的手，安慰道：娘，别担心，他们不是来抓我的，是请。他着重强调那个请字，让他娘别担心。这两个衙役态度客气，没有不敬，应该不是来抓人的。他们一直说请，那应该就是来请他的。放心吧，我去就回。齐鹤轻抚开他娘的手臂，看着一脸担忧的苏桃说了这句话，而后便跟着两个衙役走了出去。赵氏怔怔地看着，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就感觉整个人又轻又恍惚。娘！苏桃原本要跟着出去，突然看到赵氏轻飘飘的就倒了下来，她马上跨到他跟前扶住了他。苏桃见赵氏好像晕倒了，她一把抱起他回到了正房的东里屋。她轻轻将赵氏放到了床上，就狠狠地掐住了赵氏的人中，人中上被掐了个红红的印子。赵氏终于悠悠转醒，云锦儿站在床前，哭得稀里哗啦。阿娘，你不要死！苏桃一脸尴尬，忙拍了拍他的小脑袋。云锦儿，别哭了，阿娘醒了。原本闭着眼睛大哭的云锦儿猛然睁开了眼睛，一看赵氏醒了，便不哭了，跑过去紧紧抓住赵氏的手。阿娘！赵氏虚弱地拍了拍云锦儿的手，安抚她。苏桃见赵氏这样，她觉得必须跟到县城去看看，不然她婆母不知道会担忧成什么样子。苏桃对赵氏说：娘，你别担心，我等一下马上跟去县城看看情况。这会儿我先去三婶家看看二丫在不在，我让她过来家里照看着点云锦儿。突然之间，赵氏的力气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他同意陶娘赶紧跟去看看，便有气无力地对着他点了点头。等他到的时候，他看到驿站外围也围了一圈手持长枪的官爷，看管这么严格，苏桃心里暗自琢磨着，自己恐怕也是进不去这地方的，毕竟门外还停着那么几辆骡车和马车呢。而且这些车子旁边大多站着些身着短衣长裤，头上梳着书童发髻的小哥们。苏桃猜测他们应该都是某些学子的书童吧。于是乎，他挑了其中一个看上去面容较为和善的小哥，小心翼翼地向他凑近问：这位小哥，请问一下，那些被官差带走的秀才工们是否都在这里面啊？那位书童有些警惕地瞄了苏桃一眼，但见他满脸堆笑，态度诚恳，便稍稍放下心防，回答道：是啊，听说都被带到这儿来了。苏桃赶忙把笑容放得更灿烂些，解释说：我家相公也被官差给带走了，我去县衙打听情况，他们告诉我人在驿站里呢，所以我才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寻找。听到这话，那苏童似乎也松了口气，想必也是担心自家人而找过来的。接着他又略带忧虑地说：也不晓得究竟发生了啥事儿，我家郎君好端端的就突然被官差给带走了，我也是一路寻到此处的呀。那书童用下巴往旁边几辆车子示意了一下，这都是来等自己主子的。你说这么些个人守着，今日能让他们回家吗？苏桃突然问戚金，戚金什么都不知道，他是领了命令过来的。小的得了家中老爷的令，就在这里等着，看他们把大爷带到哪里去，然后再回去复命。苏桃听戚金这样说，他也准备坐在这里等着。等待的时候，只见官差们用一辆辆马车不断运来一些身着长衫、文质彬彬的书生。时间渐渐流逝，大概到了午后，驿站里陆续驶出数辆覆盖着青色毛毡布的带棚马车。这些马车一经驶出，驿站外的官差便纷纷紧随其后。等待的书童中，有些人试图凑近，但很快被官差驱赶开来。如此严密的戒备，他们根本无从知晓这些人会被带到何处。人群之中有个头脑机敏的书童，不知通过何种途径探听到了一些消息，声称这些秀才工恐怕是要被送往府城。听闻此言，有的马车悄悄跟上了官府的队伍，亦有一些则各自散开离去。苏娘子，小的需赶回府向老爷禀报此事，是否需要拉你一程啊？
苏桃自然也是急于归家，他必须先将此事告知家中二老，再整理行装前往府城一探究竟。于是他急忙应道：“那就有劳小哥了。”苏桃踏入齐家大门，一眼便望见齐老二、齐老三还有马氏正坐在堂屋内，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从地里回来的。他们见到苏桃进门，纷纷起身相迎。桃娘，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赵氏原本在床上已经躺了将近一整天，听到苏桃回来，他也撑着身子起来了。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从县衙找到驿站，可那驿站外有重兵把守，个个手持长枪，不许任何人靠近。不过你们也无需太过忧心，被官府带走的并非只有相公一人。苏桃忙把他在驿站外面看到的情况又一一说给众人听，好让他们能放下心来。可是齐贺情况不明，他们如何能放得下心呢？每个人都依然眉头不展。紧接着，苏桃凝视着齐老二，坚定地说：“爹，我回来拾掇东西，打算往府城走一遭，这样相公万一在那边遇到什么状况，也好有个照应。”你一个女子如何方便？赵氏皱起眉头，脸上的忧虑之色愈发浓重。齐老二板着脸，神情肃穆地凝视着门外，沉声道：“你就在家中照顾好你娘，我前往府城走这一趟即可。”二哥，要不我和你一同前去吧？齐老三紧接着开口提议，然而苏桃却摇了摇头，语气坚定道：“爹娘，三叔三婶，你们不必担心，我并非那等终日足不出户、深藏闺中的小女子，即便独自一人前去，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定然会将相公安然无恙地带回来。”说罢，苏桃怕他们不信任自己，转身跑出堂屋，去灶房里寻来一块厚实无比的木板子。然后他拿着木板子回到堂屋，在众人不解的目光注视之下，轻而易举地单手将那块坚硬的木板子捏成了2块。一时之间，整个房间变得鸦雀无声。苏桃展现出的可怕能力得到了齐家长辈们的认同，于是欣然同意他去府城打探消息。桃娘，这天眼瞅着就要黑了，要不你还是明儿个早起再启程吧。赵氏满脸担忧地叫住走出房门的苏桃：“没事的娘，您别担心，我这脚力您也是知道的，快得很。再说了，这个季节天黑的晚，趁着天还亮堂着，我得赶紧去县城的租车行租辆能去往府城的马车才行。”苏桃回完赵氏的话，便头也不回地迈步往外走。桃娘，你且等等！赵氏急忙又叫住了他，然后转身进了身后的正房。齐老二见状，趁着这个空档，赶忙凑上前来，对着苏桃又是一番千叮咛万嘱咐：“五郎媳妇儿啊，此去路途遥远，你一路上千万要多加小心呐。这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总之一句话，路上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危，切不可掉以轻心。”齐老二刚说完，赵氏便从正房出来了。喏，这里头装的是娘平日里积攒下来的10两3碎银子，碎银子拿着比铜板方便，你拿去用啊。娘，我带的银子已经足够，这些您还是自个儿留着吧。哎呀，桃娘，俗话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身上还要多备点银钱才比较稳妥。来，听娘的啊，拿上。赵氏又把荷包硬塞回苏桃手中。娘，真的不用了，我带的钱肯定够用了，你和爹就放心吧。马儿走了2天1夜，终于进了府城的城门。到了贡院门口，苏桃把余下的车钱付给车夫，便跳下了马车。苏桃抱着自己的包袱，茫茫然望着这陌生的地方，转了一圈，眼睛盯着前面的贡院，陷入了沉思。苏桃把包袱挎到身上，准备去附近找个客栈，先找个住处落脚，再看看能不能找人打探一下。寄了电拨，交了2天的定金。小二哥，不知贡院那边近来可有什么新奇之事发生？苏桃给的铜板虽少，那店小二也收下了。店小二殷勤不见减少，张口回答道：“啊，贡院那边啊，倒是没有什么新奇之事，倒是文庙那边，前几天学府的学子纷纷跑去文庙，对着孔氏人像哭诉冤屈。”哭何冤屈？苏桃疑惑，他觉着这些学子们怕是真出什么事儿了，不然青天白日的哭什么冤屈？
店小二环视了一圈，弯下腰靠近苏桃，压低声音说：府城的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说是这次乡试有人作弊，学子怀疑有人贿买了考官，官府不受理，上告无门，学子们便去了文庙哭请孔圣人做主去了。苏桃并不太了解科举，更不了解官场，他想不明白，有人贿赂考官作弊，官府为什么把学子又都押到了府城？不该把收人钱财的考官关押了吗？苏桃在店小二那里没有打探清楚，他急匆匆吃完汤饼，迅速出了客栈。他打算去贡院门口守着去。苏桃站在茶楼外的墙边上，默默地盯着远处的贡院，思忖着齐五郎是不是就在这里面。随着照在贡院上的光线不断变换，苏桃也站累了，他动了动酸酸的腿脚，准备蹲一会儿。哎，你说参加乡试重考的学子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在贡院里面了？听到学子贡院，苏桃的眼睛嗖的一下扫了过去，便看到穿着跟齐五郎在县学求学时所穿一样长衫的2个青年郎君肩并着肩走进了茶楼。苏桃感觉跟着他们2个能听到些乡试重考的消息，于是赶紧追了上去，紧随着他们2人的脚步也进了茶楼。店里的小二把那2人引到大厅里的一个4方桌前坐下，苏桃也在他们的旁边寻了个靠墙放的桌子坐下。听说昨天一天就把这次参考的学子都陆陆续续的接进了贡院，有时正贡院门关上后再也没有打开过，他们直接就在贡院里面重考，未免再出什么乱子，该是直接在贡院重考。新来的学政大人是带了兵丁来的，不止外面有重兵把守，里面兴许也有兵丁。这次的事件可是闹大了呀！听说新来的学政只是翰林院的一个6品士读，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新来的学政是钱太傅的孙子，光和7年的状元郎陆子慎，少年英才，如今才不过20有3，便已在翰林院任职3年了。翰林士读常在御前行走，前途一片大好。苏桃正听得起劲儿，茶楼小二注意到了他，弓着身子询问道：敢问这位客官要来杯什么茶？苏桃哪里能说得出茶的名堂，他只听隔壁2人要了一壶碧螺春的清茶，远远闻着有一股炒熟的青麦子的清香，香味缠人，于是便也照着他们要了一壶。他喝着茶水，支着耳朵听隔壁2人闲聊。这2个人就前面聊了几句这次乡试的事儿，后面就开始聊在府学里学的文章。苏桃听不懂他2人说的，挪了挪位子，支棱着耳朵又往别处听。酒楼茶馆果然如他爹说的一般，是个打探消息的好地方。一壶茶没有喝完，他总算是弄明白了。原来这次科考有考官受贿舞弊，学子们闹了起来，跑去文庙对着孔圣人像痛哭。此事惊动了宫里的圣人，于是新任命了一个学政过来重考，然后命新学政把舞弊的事情查清楚。他起身去柜台结账，柜台内的掌柜高呼：60文，多谢惠顾。听到一壶茶水60文，比他一天的住宿费用还高，苏桃惊住了，这么贵？掌柜的怕他没听到，又高声唱和一遍。苏桃掏出荷包，心疼的拿出60文钱结了账。吃过饭，苏桃又去贡院那边闲逛。贡院那边依然是严肃静谧，怕是蚊子都不敢从那边飞过。今儿申时过，参加重考的学子们该出来了吧？紧接着另一个人道：按照规矩，确实是那个时辰出考场。听闻此言，苏桃心中欣喜，用不了多久，齐五郎就能出来了。相公，相公！齐鹤抬头向前张望，一眼便望见了站在路中间如桃花般娇俏可人、满脸娇笑的阿桃。他惊喜万分，迈开长腿快步走过去，紧紧握住阿桃的双手，急切地问道：阿桃，你怎么来了府城？他仔细端详着刚刚走出考场的齐五郎，注意到他的嘴唇苍白干裂，心里明白，尽管他走路时看起来还算平稳，但实际上已经是疲惫至极。相公，边走我边跟你说吧，我在附近找了一家不太大的客栈暂时落脚，我们先回那里，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苏桃搀扶着齐鹤，边走边跟他说他为啥来了府城。相公被官爷带走后，虽说你让娘别担心，娘还是担心的昏了过去。
我也担心相公，随后我便跟着你们去了县城。这一路上都没有追到，后面我追去了驿站才知道你们要被带来府城。你还找去了驿站？我给了县衙门前守门的衙役几个铜板，他们便告诉我了。苏桃感觉自己挺机智的。齐鹤听后沉默不语。爹娘还有全家人都担心你，我就自告奋勇的跑了府城一趟，这想着万一有个啥事儿，好歹有个人照应。相公，你先别忙着休息，先喝点水。这家客栈有个鱼片粥，看着软烂好刻画，鱼片还有营养，正适合你这个时候吃。我下去给你端一碗上来，吃过了再休息。客栈里的饭食都是现成的，苏桃下去就端了一碗鱼片粥上来。他把粥放到桌子上，轻轻推了推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齐鹤。相公，起来先把粥吃了。齐鹤睁开眼睛，眼神迷离。苏桃扶着他坐到桌子旁，吃吧。齐鹤细嚼慢咽地吃了几口后，突然抬起头来问苏桃：阿桃，这几天在府城还习惯吗？中午饭吃的什么？苏桃到现在都还没有用过午饭，听他这么一问，便下意识地伸手去抠桌子的边缘，然后结结巴巴地回他：我吃的汤饼。齐鹤何等聪明，一看他这样，就猜到他极大可能还没有吃饭，于是他向苏桃招了招手：阿桃，你坐过来些。苏桃不明所以，还是乖巧地拉着板凳坐了过去。刚一落座，苏桃就微微扬起脸，直勾勾地盯着齐鹤看，似乎想要问他让他坐这么近到底是何用意。突然，一勺温热的鱼片粥送到了他的唇边。张嘴。苏桃来不及反应，便乖乖地张开了嘴巴。苏桃吞下口中的鱼片粥，抬眼望着齐鹤，嘴角情不自禁地微微扬起。鱼片粥虽好吃，可这是他为齐鹤要的。苏桃吃了一口后便不再吃了，无奈齐鹤自己不吃，也非要喂给他吃。苏桃拗不过齐鹤，接下来便是齐鹤每吃一口都会细心地喂给苏桃同样一勺，两人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无比甜蜜地吃完了一碗粥。相公，你吃好了吗？齐鹤浅笑着取出一方棉帕，轻轻帮他擦了擦嘴角。吃好了，劳烦阿桃把碗送下去吧。苏桃闻言急忙起身，同时不忘指了指门后面的水盆，叮嘱道：相公，这里有水，简单洗洗手脸再休息。齐鹤轻嗯了一声，苏桃匆匆端起空碗，迈步下楼，把空碗送给了楼下的店小二。苏桃再回到房间的时候，齐鹤早已宽衣闭目躺在床上。他听到开门声，又睁开了眼睛，见苏桃进来，便缓缓往后面挨墙的地方挪了挪，声音沙哑道：阿桃，上来一起睡一会儿。苏桃轻轻地摇了摇头，轻声对齐鹤说：我还不困，相公好好休息吧。齐鹤不听他的，固执地又往后挪了挪，身旁腾出更多的空位，轻声呢喃道：阿桃，上来，你也好好休息休息。见苏桃没有动静，齐鹤循循善诱：阿桃，我抱着你才睡得香甜。面对如此执拗的齐鹤，苏桃终究是败下阵来，只得乖巧温顺地褪去外衣，爬上了床，静静地依偎进齐鹤温暖而宽厚的怀抱。两人都疲惫极了，一觉就睡到了翌日早上。用过早饭，两人回了房间。苏桃问齐五郎：相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回去吗？齐鹤坐在床边上，望着窗外，语气悠悠道：等放饱了再回去吧。苏桃洗完衣服回来，便见齐鹤又躺回了床上，就让他好好休息吧。苏桃静静地坐在旁边的圆凳上。齐鹤并没有睡着，只是闭目养神。他前几天被带去贡院后，见到了一个10多年没有见过的熟人。那人长大了，也长开了，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阿娘，我长得像爹爹，没有传下祖父的病酒症。阿弟长得像阿娘，却是传了祖父的病酒症。9岁的小小郎君看着床上长满红疹的弟弟，好奇中带着满脸的疼惜。床前的美妇人扬了扬嘴角，声音里勾着笑意：你们不管长得像爹爹还是像娘，却都是你爹爹的儿子，身上都成了你祖父的血脉。如此也好，如此便知道二郎以后不能吃酒，也不能吃带酒的食物，往后要注意这些。
阿娘，我会照顾好弟弟的。见到学政陆大人，齐鹤莫名的又想起4、5岁时的事情。他以为过去这么多年，小时候的事情应该早就忘记了，没想到还记得如此清晰。齐鹤从回忆中抽回思绪，他睁开眼睛，转身就看到阿桃正手撑着脑袋坐在桌边，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见他望过去，脸上浮现一个干净温柔的笑。苏桃和齐鹤揣上荷包出了客栈的门，齐鹤抄着手在前面走，苏桃慢慢地跟在他身后。郎君，郎君，我好像看见七郎君了。李志奇丢下手中的胭脂，摇着手中的折扇向齐鹤就走了过去。齐兄，他叫了一声，没有人应，他忙又叫了2声。子鹤兄，子鹤兄。正张望着找书肆的齐鹤听到有人叫他，就顺着声音看了过去，见是李志奇，便严肃着一张脸对他点了点头。李志奇3两步赶了过来，还没有站稳就开口问道：齐兄昨晚下榻在何处？出考场的时候，我让七金在门口等了齐兄许久，想邀齐兄来寒舍小住。多谢李兄好意，我住在贡院对面街上的客栈里。李志奇非常好奇，他哪来的银钱住客栈？正想不明白间，就突然看到站在齐鹤身后的苏桃，他两眼冒光，惊讶地叫了一声：女英雄！苏桃走出来一点，向他扶了扶身。你们俩怎么在一处？李志奇拿着扇子来回指着2人，他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就不能在一处？她是他明媒正娶的大娘子。齐鹤冷着一张脸，沉声介绍道：这是内子。李志奇瞳孔震惊，他感觉他的脑子已经崩了，完全理不清头绪。齐鹤就在金穗出城的亲，到如今这都大半年了，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定的亲？齐兄，这是去哪里啊？你赏个脸，让小弟做东，尽尽这地主之谊。不劳李兄破费，我们去书肆看看。齐鹤说完，拱手告辞。能跟齐鹤走得近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李志奇被齐鹤拒绝后也不恼，依然嬉笑着厚着脸皮跟了上去。李志奇跟着2人进了个不大的书肆，齐鹤找到府城小报买了几份，站在书肆里就看了起来。小报上写了相视无弊的事情，李志奇看了心里痒痒的，总想跟齐鹤聊2句。但是书肆不是个说话的地方，李志奇硬是把齐鹤拉去了一个酒楼里，要了2楼的一个雅间。齐鹤3人进了雅间，刘七金在门口候着。齐兄怎么看小报上写的内容？也许并非空穴来风，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家是做买卖的，我最能理解买卖人家想改换门庭的决心。我爹做买卖存了点银子，他自己极为节俭，他的礼仪上都是补丁，但是只要我说用钱是读书上用的，要多少他给多少，只有一个要求，要我能考上个功名。士农工商，商在最底层，我们行商的人家无不想通过科举来改换门庭，进入士人的行列。齐鹤听了，赞同的点了点头。当朝重视科举举士，良级只要是有能力的，都可以通过科考入仕改换门庭。科举舞弊是大事，这次乡试舞弊是否如小报上所说，还需官府查明了之后才能下定论，这些都是他们的猜测而已。没有定论的事情还是少谈论的好。2人过了一会儿，就把话题谈论到考试题目上。齐兄，你是不是说过翰林院派过来的学生都喜欢辞藻华丽的文章？我考试的时候抓心挠腮，把我能想到的高级词语都用上了。齐鹤听李志奇这样说，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怪他多嘴，首次考试进场之前，知道考官是李真叶后，跟他提了一句。齐鹤觉着还是要转一转他的看法。李兄，之前怪我思虑不周，妄下定论。辞藻华丽固然是好，但科举的时候，最主要还是要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齐鹤这么一说，李志奇又巴拉巴拉把自己写的文章磕磕巴巴说了出来。齐鹤不是考官，但听着他做的文章也还算可以。几人用过饭，又在酒楼坐了一会儿，突然听到楼下路上一阵骚动。李志奇扒着窗户往下看，见官差押着一行人往府衙的方向去了。他招了店小二来询问，抓的是城中朱家的人。李志奇打发走了店小二，用你看吧的眼神望着齐鹤。哇，陆学正不愧是陆太傅的孙儿，
这速度着实快。李志奇坐了下来，望着齐鹤道：“如齐兄所料，这小报果然不是空穴来风。”齐鹤点了点头，沉默不语。李志奇难掩好奇，召七金去衙门口打探消息。七金出去2刻钟就跑了回来，确定朱家的男子还有家中亲客都被抓进了监牢。还有衙门口刚刚贴告示出来，他问了问旁边的人，说这次的乡试要等到月底才张榜。既如此，我们便回临阳去了，承蒙李兄款待，就此别过。翌日找了租车行租了一辆回临阳的马车，回来的路上不赶，马车行了2天，第3天一大早就把他们送回了西柳村。自苏桃去了府城，齐老二也没有心思去果园了，这些天一直在家里等着。这日天还没亮，他就起来坐到了院子里，还没坐多久就听到门口有马车停下的声音，他慌忙跑出去开门看，门一打开就看到齐鹤正在给车夫递银子。齐老二来来回回打量了齐鹤和苏桃2眼，确认他们家五郎和五郎媳妇儿都全虚全已的回来了，他才猛然松懈了下来。老婆子，五郎和五郎媳妇儿回来了。苏桃这才看到不知何时站到门口的齐老二，他忙叫了一声爹。齐鹤那边打发的车夫也跟着叫了一声爹。齐老二连着哎了2声。齐鹤和苏桃刚进院子，赵氏就提拉着鞋子跑了出来，拉着齐鹤和苏桃上上下下的打量，确定2人都全虚全已的回来了，他放开苏桃，抱着齐鹤呜呜呜的哭了起来，边哭边捶着齐鹤的胸口道：哎呦，你可吓死娘了！齐鹤伸手拍了拍赵氏的后背，安慰道：娘，啥事儿都没有，您放心吧。齐五郎回来了，赵氏这几天的担心也发泄了出来，他擦了擦眼泪，拉着苏桃说：快回屋歇着去啊，娘去给你们做饭去。9月过去了2天，苏桃坐在屋门口，有些心不在焉地做着手里的针线活，她婆母赵氏坐在旁边给她帮忙。苏桃看了看旁边低着头缝袖子的赵氏，压着声音问：娘，你真的不好奇相公这次考得咋样吗？赵氏抬眼看了苏桃一眼，望向院外，答非所问：若是五郎这次有个什么好歹，我怕是也活不成了。赵氏收回视线，拉回思绪，她低头缝着袖子，悠悠道：一次中不了还可以再考，人可不能有事儿。苏桃点了点头，是这个理儿的，什么都没有人重要。2个人不再说话，都低着头做针线。外面传来一声马的嘶鸣，婆媳2个齐齐往外看，一个身着锦衣袖袍的方脸男子站在门口喊：齐兄。苏桃站起来对着赵氏道：娘，这是李郎君，相公现学的同窗。赵氏嘴里应着，也跟着站了起来，迎了出去。李志奇向2人见礼：齐大娘、苏娘子，齐兄在家吗？相公带云姐去地里了，他说去地里看看庄稼。娘，你先招呼李郎君，我去地里叫他回来。苏桃说着，转身就出了院门。恭喜大娘，贺喜大娘，齐兄此次乡试中举了。赵氏猛地一听齐五郎中举了，整个人懵在了那里，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李志奇接着又说：特别是要恭喜大娘的是，齐兄中的还是解元。赵氏终于才回过神来，喃喃道：解元？是的，大娘，这次乡试的第1名。就是因为齐鹤考了乡试的第1名，他才撇下小厮，自己骑了一匹快马前来报喜。苏桃领着齐鹤、云锦回来的时候，赵氏还感觉自己的腿脚发软，站不起来。齐鹤刚走到正房门口，李志奇就慌忙站了起来，他拱手高声恭贺齐鹤中举。苏桃拉着云锦站在后面，高兴懵了，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齐鹤脸带笑意，对李志奇拱手回礼：看到榜单上齐兄位居首位，我比自己中举还高兴。齐鹤脸上笑意淡淡，可眼里浓郁的喜色表明他很高兴。赵氏终于恢复了过来，他忙站起来问：李郎君这次考得如何？李志奇心宽地笑着打趣自己：嘿嘿，齐兄考中了头名解元，在下不才，提走孙山，考了最后1名。恭喜郎君高中啊！多少人都考不中举人，郎君考中了就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呢。
李志奇向齐贺报了喜，没多做停留，便起身告辞。相公，你真的考中了。齐贺望着他笑，点了点头，轻嗯了一声。相公，你考中解元了，考中第1名了。苏桃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大，齐贺依然笑着点头。相公，你中了举，我娘家爹娘也一定很高兴，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吧。苏桃高兴的只想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爹娘，让他爹娘知道她嫁给齐五郎没有嫁错，让他爹娘也跟着高兴高兴。听苏桃这么一说，在堂屋里屋两边来回转悠的赵氏终于想到了他要干什么，他要拿铜板去镇上买茶果。齐贺笑着摸了摸苏桃的脸，笑着说，官府正式的捷报还没有送来，等官府的捷报送来了，再向岳父岳母报信也不迟。苏桃听后重重的点了点头。赵氏在里屋也听到捷报，突然又想起来报喜的来他家报喜，他们得给赏钱。他忙又把铜板拿出来分了分，怕到时候太忙太乱，还有万一太高兴给忘了，可如何是好。准备好赏钱，他拿着自己的荷包走了出来。五郎、桃娘，你们俩在家啊，娘去镇上买些东西回来。原本齐五郎坐着跟苏桃和云姐聊天，听赵氏说要去买东西，他站了起来。娘，你们在家待着，我去吧。赵氏笑着把荷包递给了齐五郎，打趣了他一句。喏，我儿眼瞅着就成举人老爷了，还是得给娘去跑腿去。苏桃听了扑哧笑出声来。齐贺对着他娘也是无奈一笑。娘，您儿子别说中举，就是做了官，那也是您儿子，也得给您跑腿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赵氏云淡风轻地对齐老二说：老头子，你明天就别去果园了，明天官府报喜的要来。齐老二吃着手里的饭问：啊，报啥喜？哎呦，还能是啥喜啊？咱们家五郎中举的喜呗，他的同窗今天都提前来报过喜了。赵氏好笑地看着他。齐老二听完，手一抖，手里的碗扑通掉在了桌子上。赵氏赶紧拿起碗看了看，还好没有摔坏。他把碗帮他放好，嘴里嘟囔了一句：哎呦，你看你几十岁的人了，一点也不稳重。阿爹不稳重。云姐儿抬起头加了一句，损完他老爹还不忘记夸他哥5个稳重。苏桃低着头，紧紧抿着嘴，心里快笑开了花。赵氏可不忍着，他哈哈大笑出声，边笑还边摸着云姐的脑袋问：云姐儿也觉得你爹不稳重是不？云姐重重点了点头，嗯了一声。一日一早，齐家爹娘都穿了7成新的体面衣裳。赵氏见齐贺、苏桃两人不过穿着平常的衣裳，用过早饭把他俩赶去屋里重新换了衣裳。辰时末，紧张地端坐在正房堂屋的齐家众人终于听到了外面传来的铜锣声。听到声音，有经验的赵氏先站了起来。捷报到了，报喜的来了。跟着一家人齐刷刷地迎了出去，还没有到门口，便听到官府报喜的报路人大声地报：捷报！贵府老爷齐会鹤高中常州府乡试第1名，解元。赵氏快走到门口，又赶紧跑了回去，他忘了拿赏钱。再回来，报路人早被村里人领着进了齐家的大门。哪位是贵人老爷？赵氏忙把齐贺推了出去。恭喜贵人老爷，贺喜贵人老爷。报路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报帖双手交到齐贺手里。齐贺面带笑意地接过。赵氏回去拿了赏钱，便交给了齐老二。此时齐老二转手递给了已经交了报帖的差役。差役接过打赏，忙躬身弯腰对着齐老二行礼道贺，后面又不动声色地恭维了一番，才转身离开。跟着报路人一起过来看热闹的人把齐家小院挤得水泄不通。赵氏高兴地拿着枣儿、麦芽糖分给众人吃。众人嘴里吃着红枣，议论纷纷。齐老二真是出息了，官差老爷还对着他行礼呢。四郎，等一下你去桃花村帮五郎跑一趟啊，给五郎媳妇娘家去个信儿，让他们明天过来吃席。安排完四郎，又安排大郎。大郎，劳你去赵家庄帮婶子跑一趟，给你赵大舅去个信儿，也是明天让他们过来吃席。一日一大早，兰儿姐姐，康兰儿甜甜的应了。兰儿来了。康兰儿嗯了一声，回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康兰儿见齐贺从正房出来，向他扶了扶身。恭贺齐郎君高中解元，听说齐郎君中举，
小女子不请自来，给郎君送份贺礼。作为阿桃的好姐妹，康娘子能来，齐某自是感激不尽。齐鹤拱手回了康兰儿一礼，康兰儿让开道路，让浩哥把一个红漆木的大箱子送了上来。齐五郎接过，往旁边站了站，点头示意，邀请康兰儿去正房堂屋就坐。我便不去堂屋了，我跟阿桃说两句话就回去。桃娘啊，你好好的招待康小娘子，我去端茶水过来。大娘，别忙活了，说两句话就回去，铺子里还有好多事儿呢。阿桃，这是当时要给你的入股文书，这里写了一些你入股和分红的条款，这里我签字摁了手印了，你在这边签字摁手印就行了。以后每年你请等着分红就是了。苏桃浅浅一笑，两人又聊了一些铺子里的事情，苏桃听得懵懵懂懂。后面也没啥事儿，康兰儿起身要告辞，苏桃拉住了他。苏桃把云锦支走，他把康兰儿拉到梳妆台前坐下，压着声音说：兰儿，那个海捕的活儿还有吗？怎么，你想赚钱了？我之前去了府城一趟，发现那边消费很高，我想着京城一定也不便宜，还是存些银钱好，这样不管怎样心里都有些底气。阿桃，之前我拿的那2份海捕文书都是仔细挑选过的，确定你能轻松搞定才拿过来的，也不是时时都有适合你的。我的宗旨呢，是要赚到钱，你的安全也得有保证。这样吧，你想再来一票的话，我便让浩哥去关注这些，有合适你的就马上来通知你。苏桃点了点头，拉着康兰儿的手说：兰儿，麻烦你了。行，我回去了，你等着我的信儿。这边刚注视着康兰儿走远，阿姐，阿姐，苏虎边喊边往这边跑。阿姐，他是谁？虎哥，这是云姐儿，她该叫你哥哥呢。好不容易做了哥哥的苏虎，笑容灿烂地向云姐儿打招呼：云姐儿，你可以叫我虎哥哥。云姐儿看了苏桃一眼，苏桃笑着点了点头，云姐儿才脆生生地喊了苏虎一声：虎哥哥。苏虎高兴地笑得跟个傻子一样。这边说话间，苏青山跟冯氏也走了过来，苏家3人便被赵氏热情地迎去了正房堂屋。道过贺，苏青山便让冯氏把他带进来的小包袱拿了出来，往桌子上一放。苏青山打开小包袱，里面是亮闪闪的5锭银锭子，看着每锭有20两，5锭便是100两。屋中猛然安静，苏青山看了看齐老二，又看了看赵氏。贤婿高中谢援，我自是高兴不已呀。只是我粗人一个，也想不出送什么贺礼，便包了100两银子过来。贤婿之后去京都科考的时候，兴许能用到。这包银子可是及时雨，赵氏给齐五郎存的赶考盘缠也所剩无几了。银子是齐五郎岳父拿来的，他也不能说收还是不收。他虚着眼睛偷偷看了齐五郎一眼，等着他拿主意。坐在一旁的苏桃也看着齐五郎，他担心他不收。齐鹤对春伟也是有一定信心的，可是家中银两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去京城赶考，在京都盘桓大半年，减省些60、70两银子也是要的。现在岳父岳母送来银两，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站起来，拱手对着苏青山深深行了一礼。五郎感谢岳父倾囊相助，他日高中必定加倍回报岳父母恩情。俗话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你是阿桃的夫婿，也算我半个儿子。老子给儿子出钱天经地义，指望你以后啊能好好善待阿桃。还没有坐下的齐鹤向着苏青山拱手道：阿桃上孝敬姑舅，下疼惜小姑，重爱敬夫，贤惠能干，得妻如此，夫复何求？五郎必重之、珍之、爱之，惜之如宝。苏青山听了，心中满意，爽朗的哈哈大笑，连道了几声。好，好，好！热闹了一天，把客人都送走了，齐老二家的小院儿也静了下来。夜色阑珊，苏桃趴在齐鹤怀里昏昏欲睡。今天他岳父话里的意思他明白，不过是怕他发达了抛弃糟糠妻。齐鹤转头看了一眼窝在他怀里没心没肺睡得正香的小娘子，他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当即便在岳父母和爹娘面前表明了态度。不知道这小傻瓜听明白了没有？齐鹤的指腹在苏桃嫩滑的脸蛋上游走，而后坏心眼地轻轻捏住她小巧的鼻子。
苏桃还没有睡沉，鼻子呼吸一不顺畅，他就呜的一声醒了过来。醒来，睁着一双迷茫的杏眼望着齐鹤，疑惑地问道：“相公，怎么了？”齐鹤伸手点了一下他的鼻尖，宠溺道：“没心没肺的。”苏桃茫然而不服气地注视着齐鹤，他怎么就没心没肺了？你相公中举了，岳父岳母都怕你被抛弃呢，你就没有点什么想法？齐鹤恨铁不成钢道：“相公会抛弃我吗？我是乡下女娘，还不识字。”苏桃盯着齐鹤的眼睛认真地问。齐鹤哀叹，这小娘子的脑子是真不转弯。他伸手把苏桃拉进怀里，紧紧抱住，声音轻柔而坚定：“当然不会，阿桃是我一眼就定下的娘子，是三书六礼明媒正娶的妻，是对着上苍祭拜结下冤盟的眷侣。冤盟一定，便是一生一世，至死方休。”苏桃听了，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他悄悄抬起头，在齐鹤的下巴上印下了轻轻一吻，动容道：“我也一样。”翌日，齐老二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坐在饭桌前用早饭。饭后，齐鹤拉着一家人严肃地叮嘱道：“爹娘，儿子中举了，一些有心之人可能会拿着厚礼过来庆贺，爹娘可一定要守住底线，一个都不能收啊。”除了齐老二，赵氏、苏桃和云姐儿也跟着狠狠点头。啥样的不能收啊？赵氏担心地问：“村里爷们儿送的东西都吃得差不多了，这些算吗？这五郎怎么不早说啊？”端营取巧过来送礼的，大概会是些富户员外、豪绅富商之类的。他们送过来的贺礼，必然不是鸡鸭鱼肉、菜干肉干这类咱们乡下人拿来送人的东西。儿子也说不准他们会送什么。总之，凡是别人送来的贺礼，爹娘一律拒了便是。这些东西收了烫手，没有好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的送人东西。你儿子还没有走上仕途呢，收了便给人家递了个小辫子。等哪天我真入了仕，他们就会顺着小辫子找过来讨要好处。除非你们不想五郎我做个清明的好官。五郎啊，你可得做个清明的为民做主的好官，那些个贪官污吏祖宗18代都被别人骂遍了呢。那就劳烦爹娘唱次黑脸了。哎呦，你这孩子还给你爹娘外道。儿子把爹娘推出去做坏人，心中有愧。哎呀，你爹娘也不是傻子，会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的。礼物啊一概不收，想贺喜的话咱家给他摆一桌，大家坐下吃酒同乐。不愧是娘，一家人都被逗笑了。齐管事，齐管事在吗？齐老二一听是叫自己的，马上站起来走了出去。齐家余下的人也都站了起来，跟着出来正房堂屋。哎呦，江管家！齐老二一看是江员外家的大管家，忙拱手行了一礼。啊，齐管事。江管家慌忙回礼，而后对着齐老二和齐鹤一阵恭贺。有钱人家的管事啊，就是不一样，这贺词也是一套一套的，听得赵氏和苏桃瞠目结舌。齐管事，老爷听说你家郎君高中了举人，让我带着贺礼过来道贺。江管事说着，手一挥，后面走来3个小厮。这是一套用泰山奇石制作的书房必备之物，有笔扇、砚扇、笔床、墨床、笔瓶、笔洗和镇纸，这也是郎君书房里不可少的物件。这是陶果园的地契，老爷说齐管事在果园上花费了10来年的心思，对果园是一定有感情的，这果园便赠与齐管事。往常不太爱讲话的齐老二这次如有神助，拒绝的话说的是又有理又顺溜。哎呀，江老爷太客气了，我打理果园，他给我开工钱了，果园打理了10几年，有了感情，以后会更加用心打理的。这无功不受禄，江管事赶紧把这些东西抬回去吧，过2天我再去江家谢过江老爷的好意。不管那江管家如何说，那齐老二就是不收。江管家无奈，只得又恭贺了几句，带着礼物走了。相公，我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希望你不要生气。为了让苏桃安心，齐鹤连忙点头表示安抚。齐鹤满脸疑惑地抬头望向苏桃。阿桃，你从何处得来这么多银票？
这些都是我抓捕坏人赚来的赏钱。抓捕坏人？难道是官府发放的海捕文书上的那些贼人？苏桃点了点头，把他3次去抓人的情况都说给了齐鹤听，听得齐鹤眉头越皱越紧，仿佛能夹死一只蚊子。前面2次都是康郎儿拉着他去做的，后面这次竟是因为怕他以后去京都赶考盘缠不够才去的。他心中是说不出的感动，又感动又担心。他面对的都是些无恶不赦的坏人，万一有个万一可怎么办？齐鹤站起来，把苏桃紧紧抱进怀里，沙哑着声音道：阿桃，我不许你去冒险，就算在赶考的时候风餐露宿，我也不希望你去冒险，你知道吗？苏桃在齐鹤怀里点了点头。阿桃，有能力的人在官场是不需要花费许多银子的，考中进士后，凡是留京的，圣上都会赏赐一些安家费。后面入了仕，官员的俸禄中，除了正俸俸银，还有依次、露宿、茶酒除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除宿、天支、职钱、公使钱以及恩赏等。入仕做官后，有了这些俸禄，只要不奢靡，养活一家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原来是这样啊！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说去春闱也用不了多少钱？他阿弟现在还在求学，正是用钱的时候。他拿出2000两送去给他娘家，也免得他爹常年出去外面跑营生。苏桃说要给娘家去送钱，齐鹤赞同的点了点头。都是你挣的，你做主就好。只是嫁给他之后，他还让他出去冒险，总得去岳父跟前赔罪。他们2人回到苏家的时候，苏青山跟冯氏2个人正坐在堂屋里生着闷气，感觉门口有人，2人抬头看了过来，看到屋门口的苏桃，2人瞬间笑容满面地站了起来。冯氏抓着阿桃的手，惊喜地问：阿桃，你怎么回来了？刚问完，就看到站在苏桃身后的齐五郎。哎呀，五郎也来了，快进屋来。娘，你跟爹怎么了？刚才看到你们的脸色都很难看。你爹他，哎呀，你爹来年啊要跟刘掌柜去南边跑营生，他担心我跟虎子2个想要去县城你周大哥家呢旁边买座宅子。娘，这不是挺好的吗？周大娘家搬走后，咱们家在村里也没个亲戚，去县城住也挺好的，还能给虎子找个更好的私塾好好读书。可去了县城，家里就不能养兔子了。苏桃一听就懂了，他娘不舍得不养兔子。他没有说了，悄悄摸了摸怀里装着的银票。五郎啊，亲家温亲家婆都还好吧？二老都好，劳岳母挂心。冯氏坐着不说话，望着齐五郎笑，怎么看怎么满意。这次五郎过来是来向岳父母请罪的。苏青山、冯氏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苏桃腼腆一笑，从怀里掏出2000两银票。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给爹娘送点银钱过来。这钱是阿桃收的，若是如此，那请罪的便是老夫。爹，你说啥呢？这是我挣的钱。岳父，都怪小旭没有照顾好阿桃，让他出去冒险了。齐鹤低着头，言辞中满是愧疚。在苏家爹娘的不解中，苏桃就解释了一遍自己做了赏金客营生的这件事儿。冯氏听完，拉过苏桃就打，边打边骂他：嘿，你胆子怎么这么大？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爹娘说一声，你要是碰到了比你强的人可怎么办呀？冯氏骂完，心里后怕的不行，他抱着苏桃不松手，哽咽着说：你以后可别做这种危险的事儿了，娘可受不得你有一点闪失呀。阿桃啊，你不该不告诉爹娘啊，你告诉爹了，爹还能过去帮帮你。苏桃没想到他爹这么开明，对着他爹甜甜一笑：爹，你们真的别担心，老和尚教的枪法好得很，都是没用几招就将贼人拿下了。爹还没有见识过你的身手，你出来练给爹看看。苏桃拿着棍子在院子里虎虎生风地舞了起来。苏青山边看边不住地满意点头，他闺女的身手不能说不错，只能说很好。阿桃，你枪法可以，但是不能妄自尊大，以后遇到对手也须得十分的谨慎小心。阿桃没有出去闯荡过，外面的世界并不单纯，他不由得提醒了一句：阿爹，我记住了。
齐鹤之前只见苏桃出了一招，没有看出来什么门道。现下苏桃舞了一整套枪法出来，他总觉得看得特别的眼熟。他若是没有记错的话，苏桃舞的这一套枪法跟京中韩家的枪法很是相像。阿桃，以后不可再私自行事，有事要跟贤婿商量着来。女儿知道了。苏青山拍了拍桌上的银票，又说：阿桃，你将银票收起来，爹娘不要你们的银钱。你已经嫁人了，出嫁女要以夫家为重。爹，先收回去吧，别动不动往娘家送银子。你娘家又不是过不下去，需要出嫁的闺女帮衬。苏青山坚持，苏桃也坚持，两父女各不相让。岳父，请听小婿一言。阿桃虽然已经出嫁，但俗语说生育之恩大过天，这恩情如何都是剪不断的。出嫁后，夫家娘家结为姻亲，两家自当相互帮衬扶持。孝经上还说过，人之行莫大于孝，子女的孝敬还望岳父母孝纳。再者说，这银子都是阿桃自己挣的，算是阿桃的私财。苏青山拿起一张银票，你爹我往年出去跑营生也存了一些银子，也不收那么多了。五郎以后也是需要银子的，这张你拿回去。阿桃，听娘的，把这张拿回去。你爹明年还出去跑营生呢。苏桃自来都比较听冯氏的话，见他这样说，便不情不愿的又收了回去。还有1个月就春闱报名了，这段时间齐鹤一刻也没有闲着，他不是背书就是做文章。相公，娘说此次春闱让我一同随你前往京都，照顾你的日常起居，不知相公是怎么想的？齐鹤听后不禁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据他所知，从未有哪位举子会携带家眷一同前去参加科举考试。此去京都路途遥远，途中难免奔波劳累，甚是辛苦。以我之见，阿桃还是留在家中，静候我的佳音更为妥当。与相公共赴京都，我并不觉得辛苦，只要能陪在相公身边，不论身处何处，哪怕身居茅屋吃糠咽菜，阿桃心里都甜似蜜糖。苏桃怕齐鹤不应，紧接着又说：我去了可以帮相公烧饭端茶递水，相公只需要安心备考即可。苏桃举起手臂攥紧拳头晃了晃，自信地对齐鹤说：我还可以保障相公路上的安全。齐鹤猛然被苏桃逗笑了。好，那就劳烦阿桃跟着过去照顾为夫1、2。苏桃见齐鹤同意了，他心中欣喜，背书练字也更加用心。出门在外，识字很重要。桃娘，这是娘给五郎存的赶考盘缠，怕钱串子带着不方便，前段时间就让你爹去青银铺子里换成了银锭子了。苏家你爹给五郎拿了100两的盘缠，那100两你们放好啊，路上别漏了财。路上就拿着这些散碎银子花销，等散碎的银子花完了，再拿这些小银锭出来。这一锭是10两，散碎银子加起来也有20两，路上应该是够的。赵氏见苏桃不收，怕是他担心家中没有钱花，于是拉开他的手，把钱袋子放到他手里说：哎呀，你就拿着吧，我们在家花销不到，等到岁节的时候，你爹还能拿到一点江员外的岁末赏银呢，那些也够过节的了。娘，除了我爹给的那100两，我那里还有钱，这个钱真的用不到，你们放着在家里花用。桃娘啊，你的嫁妆银子是你的钱，你不用拿出来。这次进京是娘让你跟着过去的，娘就应该担负你这个花销。苏桃嘴角浮现一个微笑，她觉得她有钱这件事儿也没有必要瞒着婆母。她跟康兰儿已经说好了，到年底的时候把绣坊的分红拿给婆母保管。冬月20日辰时，用过早饭，齐鹤和苏桃2人就要出发了。不到4时，他们一早雇好的马车就来到了家门口接他们。马氏抱了一床半新不旧的被子过来。天冷，路上把被子盖身上暖和些。齐鹤接过来，对着马氏道谢。桃娘，下面是鸡蛋，上面是饼子，路上记得按时吃东西。就那么一瞬间，赵氏红了眼眶，他对齐五郎说：五郎啊，那边是不是能写信的呀？在那边要是有啥事儿，就给家里来个信啊。好，知道了，娘。齐五郎跟送行的家人招手：回去吧，有事我会写信的。齐老二看了一眼天上苍白的太阳，向齐五郎摆了摆手。马车跑了不见的影儿，赵氏眼中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落了下来。二嫂这是干啥呀？
下次等五郎回来，兴许就带着官身了。马氏笑着安慰赵氏，赵氏也不知道怎么就落了泪，他掏出帕子擦了擦，笑着对马氏说：好好好，借你吉言了。进了城，齐贺直接跟杨老丈说去城东上河街的云来客栈。杨老丈帮着把行李卸下来搬到房间，两人彻底闲下来后，苏桃问齐贺：相公，咱们要一直住在客栈吗？先在客栈里休息2天，一路上奔波疲累，休息好了，咱们再出去找个小院子租下来。苏桃点了点头，如此便好。一日起床，天已经是大亮，两人用了早饭，苏桃让齐贺在房里看书。根据他去福城的经验，苏桃准备去楼下找店里的伙计问一问店宅物的所在。还没有出门，齐贺叫住了他：不用去问了，等休息好了，我们一起过去。相公知道店宅物的所在？齐贺点了点头。苏桃放心地坐了下来。稍作休息之后，齐贺便带着苏桃出了门。两位是否打算租赁房屋？正是如此，有劳大人费心了。在下姓刘，乃右香店宅务的亲事官。紧接着，他公事公办查看了齐贺、苏桃二人的凭有。二位想另个什么样的房子？某初次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希望能够租下一处清幽宁静的小院，以便安心备考。刘亲事官听后微点了点头，思索了一会儿，他收回视线问齐贺：不知郎君另房的预算是多少？先看是什么样的房子，房子合适的话，超点预算也无妨。这个宅子在兴元巷，原房主家中是走南闯北的行脚商，前几行商途中遇了难，家中无有子嗣，他家娘子把房子卖与了官府，不知去了何处。我跟郎君说句实话，院子很好，2进小院，就是因这房主无有子嗣又遇难而亡，一说出来大家都惶恐不安，避之不及。郎君若是不信那怪力乱神之说，不妨过去看一看，租金可以给郎君便宜一些。苏桃听得心里直咯噔，照着刘大人所言，这宅子的风水怕是不好吧？若是苏桃做主，他是不敢另下这样的宅子的，就是不知道齐五郎是怎么想的。这处宅院租金几何？正常情况下，像这样小2进的院落，怎么着1年也得10几块钱。郎君若是想租的话，我做主，给郎君1年8贯钱。刘亲事官没有一丝保留，直接给了齐贺最低的价钱。齐贺看了苏桃一眼，说：咱们去看看。既然齐贺想去看，那就去看看。苏桃赞成的点了点头。郎君，娘子，请。他带上钥匙，带着齐贺、苏桃二人往兴元巷而去。他们到了一处白墙绿瓦的院落处，刘亲事官指着这处院墙说：就是这个院子，大门在南边的东西路上。刘亲事官打开门上的铜锁，请了2人进门。看完房子，刘亲事官问齐贺感觉如何。齐贺刚要开口，苏桃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袖。齐贺转头对刘亲事官说：劳烦，容我2人商谈一下。刘亲事官很有眼力劲儿地出了垂花门。相公，这院子也太大了。院子大不怕，爹娘云姐儿来了，院子里就住满了。苏桃惊得无话可说，要爹娘云姐儿都来京城，那是不是说相公有信心能考上进士，留京做官？既然齐五郎有自己的计划，那就听他的。于是两人用8贯钱另下了这处院落。这日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第2天就把客栈的房间退掉了。不到半日，就把东西搬到了租赁的宅子里。阿桃，水凉，还是我来擦吧。他要是记得没错的话，阿桃应该是月初的时候癸水至。癸水至要多休息，阿桃还是不要太操劳的好。不知道是不是一路奔波的原因，苏桃到现在癸水都没有来。2个人打了水，不止书房，他们把整座院子里的房间、屋里屋外都重新打扫了一遍。晚间睡得沉，早上就醒来得很早。齐贺一起床，简单洗漱过后就去书房温书。苏桃起床什么都没有干，拿出他的棍子，虎虎生风地练了几遍枪法。相公，我出去买东西去了，路上小心点儿。苏桃回了声知道了，就带着钱袋子出了门。到家门口的时候，苏桃遇到了一个跟她婆母差不多年纪的大娘。
苏桃想着是邻居，可眼下正忙着，也来不及跟他打招呼，就对他点头笑了笑。送走那2个人，那个大娘还站在原地望着他这边。苏桃又对他笑了笑，这一笑之下，那大娘自来熟地走了过来。哦，这位娘子是刚搬进来的？大娘是。我夫家姓许，是住在隔壁院子的。我们那院子啊是个大杂院，里面住了好几户人家。苏桃笑着点头，表示知道了。刚认识的邻居也不知道人品如何，还是少说为好，只是报了夫家姓。齐娘子刚才是去市场买柴了。齐娘子是刚来京城的吧？哎，你还不知道啊，那市场里柴卖的贵着呢。买柴呀，还得去城门口，城门口也有卖柴的，而且啊，那边卖的柴便宜又好。跟他们说好了时间啊，他们还会按着要求固定着时候给送柴过来呢。许大娘，那东城的城门有好几个呢，卖柴的具体在哪个城门旁？城门口离咱们这里那么远，齐娘子何须跑那么一趟？我家二小子是在外面帮人家跑腿的，你要买柴的话，让他帮你过去跑一趟就行，让他给你找个老实忠厚的卖柴人，谈好价格就固定的让那人送就行了。苏桃眨巴眨巴眼睛，这许大娘是在为他家二小子揽活呢吧？家中二郎跑一次腿要收多少个铜板？嗨，齐娘子客气了，邻里邻居的谈什么钱？让他先给齐娘子跑一次，齐娘子啊看看再说。许大娘呵呵的笑，很大方的免了一次跑腿的钱。那就劳烦你家二郎，后天帮着叫个卖柴的来送柴吧。哎，好嘞，我回去啊就跟他说，往后啊齐娘子要有个什么需要啊，只管在门口招呼一声就行。夜里睡下，小娘子软软地趴在他怀里。齐鹤担心着小娘子的身体，心中没有半分旖旎的念想。阿桃，你这个月底癸水迟了好些时日，明天咱们去街上找个郎中看看吧。他们在齐鹤怀里不好意思抬头，惊得不能再轻地嗯了一声。不知是不是被遗忘的事情猛然间被记了起来。翌日起床，苏桃的癸水汹涌而至，被齐鹤疼惜着过了2日。第3日量少了许多，苏桃起床给齐鹤做早饭，做了早饭，早前买的那一捆柴也用得没剩下多少，可能一顿中饭都做不出来了。苏桃如此想着，外面响起门鼻儿磕碰门板的声音。齐大娘子，小子带人来给您送柴来了。哎，好，劳烦老丈给送进灶房吧。苏唐在外面问许二郎一捆柴多少钱？7文钱一捆。齐大娘子以后要让他长期送的话，还能给让1文钱。苏桃拿了20文钱，给了送柴的老丈14文。苏桃送2人出院门，待那老丈走远，苏桃叫住了许二郎。他伸手把余下的6文钱递给了许二郎。劳烦小郎了，若不嫌弃，这铜钱小郎拿去吃盏茶。齐大娘子客气了，小子名叫顺子，以后有需要跑腿的，您只管招呼。邻里邻居的住着，我娘也说了，这次不收您的钱。齐大娘子出来京城或许不知，京城今冬到现在都没有下雪，冬日里不下雪，岁节前后或许会有一场大雪，岁节又加上下雪，外面街上的铺面还有市场大多都会关门。齐大娘子还是准备些灶房里的吃食，以备不时之需。苏桃听了，觉得他说的在理儿，忙向他道了声谢。正如许二郎所言，京城这么若是整整一个冬天都不下雪的话，那么岁节前后必定会有雪花飘落。自他们到京城以来，天气一直晴朗无云，但到了小年夜这天，天突然变得阴沉沉的。翌日起床，苏桃一睁开眼睛，就感觉屋内亮堂堂的。他拉开床帐，透过窗棂往外看，外面更是白得刺眼。是下雪了吗？房门一打开，一股寒气扑来，冷得苏桃缩了缩脖子。苏桃站在西厢房门口，望着外面银装素裹的院子。苏桃站在门口，看得忘了时间。阿桃。苏桃哎了一声，转身关上房门，重又跑回床上。这么冷，出去干什么去了？相公，外面下雪了。林阳也下雪啊，怎么还这么兴奋？哪里的雪都是白白的，干干净净，看起来很舒服。出去动了一下，又回到温暖被窝的苏桃，现下没有毅力起床了。
他只想抱着齐鹤再睡一会儿，可是一大早上清醒过来的齐鹤一点儿也不安分，干燥温热的大手不一会儿就袭上了他光滑的背脊。来来回回间，苏桃突然就恍惚了，终是承受了齐鹤的一波柔情，他才消停下来。后面缓过来后，苏桃打开房门，一脚踏上了洁白无瑕的雪面，无比满足地踩着雪走去了灶房烧热水。相公，雪先不急的扫，先洗漱吧。吃过早饭，苏桃洗过碗筷后，就抄着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在院子里留下一地凌乱的脚印。齐鹤站在书房门口，嘴角噙着笑，看着苏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心想，还是个孩子啊。齐鹤见他玩好了，开始铲雪了，也出了书房，拿了一把木锨跟他一起铲雪。两人把院子里的雪都堆到外院下水口旁边，拿着木锨嬉笑着去了大门口，准备扫门口的雪。两人打开大门，门口已经被打扫得干净，谁这么勤快，连他们门口的雪都扫了。齐娘子啊，这是齐郎君吧？哎呦，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啊！对了，齐娘子啊，过节的肉备好了吗？苏桃摇了摇头。城外乡下有人杀猪，他们啊吃不完会拿出一些肉出来卖，价格比市场上的便宜好多。顺子过一会儿啊要给周边的邻居跑腿去买，你家要不要买一些啊？齐鹤拿着两人拿出来的木锨准备回去，见苏桃瞅他，忙回道：阿桃做主就好。那就要个4斤吧，不知道多少钱1斤，我好回去拿铜板去。哎，不着急，等顺子把肉买回来再给他也行。肉不贵，大概就是10几文1斤。现在市场鲜肉啊，已经涨到20文了。这样也好。不知许大娘知不知道这外面的路都是谁扫的？哎呦，是我们院里几个年少的郎君啊，早早起来就把院里院外都给扫了。啊，见你们门前还没有扫，顺手也给扫了。苏桃想到早上两人那一通胡闹，偷偷的红了耳朵根儿，面上倒是不显，他镇定地笑着对许大娘说：真是劳烦他们了，劳许大娘帮着带声谢回去。嗨，不用跟他们客气，都是顺手的事儿。时间飞逝，一转眼就到了除夕夜。苏桃跟齐鹤2个人用过饭，就在正房堂屋里燃了一盆炭火守岁。怎么了？想家了？苏桃怕齐鹤担心，抬起头瞅着他，摇了摇头。不知道爹娘云姐儿现在在干什么？除夕这一天，娘是最忙的。她一个人在灶房里忙忙碌碌做几个荤菜，然后还会做一锅大烩菜，能吃好多天的那种。她会在正房堂屋里摆上贡品，虔诚地敬拜各路神仙，还会炸一些油果子，守岁的时候吃。齐鹤看了看屋外，把手中的栗子果塞进苏桃嘴里，接着说：这个时候他们该是坐在堂屋里吃油果子。苏桃眼睛一扬，能想象出齐鹤说的那个场景，想到云姐儿小耗子一样啃油果子的情形，不由得扑哧笑了出来。笑什么？相公，你小时候出不出去看别人放鞭炮？齐鹤摇头，后面想到最开始他也是到处跑出去看的，于是又点了点头，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整个把苏桃看懵了。我记得小时候年节时，也总跟差不多大的3哥4哥他们一起出去看别人家放鞭炮。就是有一年捡没有燃的鞭炮时，差点被炸到。自那之后，每逢年节，娘都要再三叮嘱，不许出去到处跑着看放鞭炮。相公，小时候你还挺调皮的。突然听到外面噼里啪啦一连串鞭炮声响起，声音又响又久。苏桃支棱着耳朵听，齐鹤盯着他说：这是皇宫里在燃放鞭炮，要不要出去看看？苏桃摇了摇头，皇宫不是在内城，那么远怎么过去看呀？被苏桃这么一说，齐鹤才突然想了起来，他现在是住在外城最边上，没有住在内城里。两人又坐到大概子时，苏桃整个人已经开始恍惚，眼皮子在艰难地支撑着不闭起来。齐鹤见他已经困得不行，回房间睡吧。不守岁了吗？躺床上守一样的。他刚躺到床上，就把苏桃搂进怀里。隔壁不知谁家噼里啪啦燃放了一小串鞭炮，
刚刚进入梦乡的苏桃就这么被炸醒了。宿了一段时日的齐鹤逮着机会东摸摸西亲亲，一会儿就把苏桃给亲迷糊了。外面鞭炮声时不时响起，屋内也奏起了缠绵的乐章。礼部的会试在2月份，会试没有几天时间了。苏桃陪着齐鹤专心在家温习。相公，我陪你过去吧。小娘子满心满眼里都是他，齐鹤无比动容。他在苏桃额头印下轻柔一吻，温软道：不用，贡院离咱们这里不足6里路，一会儿就到了。相公，你等一下，我去隔壁叫许二郎，让他跟着你过去。到那边你有什么不方便的，招呼他就行。苏桃说着也不给齐鹤拒绝的机会，跑到隔壁叫许二郎。许二郎正在吃饭，听到隔壁齐大娘子叫他，一抹嘴就跑了出来。出来听苏桃这么一说，他便点头应下了。我们院子里张三哥家里有辆驴车，大娘子等着，我去借来一用。苏桃站在门口目送齐鹤乘着驴车往南城而去，他心里想，相公若是高重留在了京城，还是要找个在跟前跑前跑后伺候的小厮才好。他看着许顺子就不错，不知道他到时候愿不愿意被他家雇佣。齐鹤会试要在贡院里连考3天，这2天苏桃一个人在家根本静不下心来。他不停地擦拭桌椅板凳，把家里的桌椅板凳都快擦秃噜皮了。相公，快进来。他扶着齐鹤进院门，往后看了看，没有看到许二郎。我让许二郎先回去了。好，相公先喝口茶润润嗓子，我去端饭来。苏桃给齐鹤先端来一碗鲫鱼豆腐汤，鱼汤里只有鱼肉，鱼骨头他竟然细心的都提前挑了出来。齐鹤喝着鱼汤，感觉心里暖暖的，还带着一丝丝甜蜜，这便是幸福的感觉吧。齐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倒在床上，不过一瞬便睡了过去。苏桃望着床上睡得沉稳，鼻端发出均匀而清浅呼吸声的齐鹤，一脸心疼。雄鸡启鸣，苏桃没有听到，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是大亮。他闭着眼睛往旁边摸，没有摸到齐鹤，睁开眼睛一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起床了。他穿戴整齐，走出房门一看，对面的书房房门大开。苏桃走过去，一眼就瞅见齐鹤正坐在书桌后面的官帽椅上，拿着一本书在看。刚考完，相公也不休息休息？会试考完了，后面还有殿试呢。考完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端。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今天我已经起晚了。热水烧好了，打水来洗漱吧。苏桃轻嗯了一声，转身往门外走。齐鹤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苏桃不解，相公不读书了？如阿桃所说，刚考完，放松一下。我陪阿桃去做饭。相公，之前我来京城之前去跟兰儿告别，他提点了我一句，说要是在京城安家，就可以在这边买些田宅铺子。苏桃说完，盯着齐鹤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康娘子说的没错，安家京城处处要银子。我之前也说过，入仕后为官的俸禄可以养家糊口，却是不能奢靡的。手中有闲钱，置些家业，可谓是上选。苏桃眼中冒光，笑望着齐鹤，相公也是赞成的。阿桃是家中的主母，家里的事儿你说了算。我已经让许二郎帮着在洋行寻摸着了，找到合适的他就会来给我说。阿桃越来越能干了，很有一家主母的样子。苏桃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脸蛋微微泛红。苏桃等着许二郎那边的消息，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等到，倒是等来了几位稀客。齐兄，没想到你租的这房子竟然如此雅致，就是少了点东西，墙壁上挂几张书画，再摆几个名品摆件就更好了。齐小友只是在此租住，考完便回去了，买了书画名品带来带去的，岂不麻烦？子鹤可是咱们长丰州的解元，考完之后留在京城做官也未尝不可能。徐志军恍然大悟，忙说：对对对，西文兄说的是。齐鹤面上挂着浅淡的笑，伸手招呼他们几人就坐。各位坐下聊吧。四人坐下后，齐鹤问：三位是怎么凑到一起的？李志奇忙答他：你租房子住是不知道，
咱们常州来的举子大都是住在城东这边的客栈里，进进出出的难免会碰到。闷在客栈里读书乏味，偶尔大家也约着出去喝个小酒，交流交流文章，只苦于没有找到你。这不，一知道你在这里租房，我们几个便相邀着找了过来。原来如此，这样说来，齐某倒是失了许多跟大家同乐的机会。齐鹤刚说完这话，苏桃就端着茶水进了书房。临出门前，苏桃跟齐鹤说让他好好招呼同窗，他出去市场一趟。他会做的菜不多，年节前许大娘还说帮他备过节的菜来着，想来他是能做出几个上得了台面的菜的。苏桃站在隔壁大门口一叫许大娘，许大娘挽着袖子就走了出来。许大娘忙着呢。啊，洗衣裳呢，马上就洗完了，也不算忙。啊，齐娘子有事儿啊，尽管吩咐。吩咐倒是不敢当，我相公的同窗来了家里，中午想招待他们吃顿饭，可是我只会做几个家常菜，上不了席面。我想问问许大娘会不会做菜啊？哎呦，齐娘子啊，这个你可是问对人了。前几年啊，家里孩子都还小的时候，我也在大户人家的厨房里打过杂，席面菜还是能做出来几个的。会做就好。苏桃放了心，连忙问道：那中午许大娘空闲吗？能不能来家里帮忙做桌席面？空闲。娘子既然来找我了，我就好好的给你做一桌席面出来。两人聊着忙活着，大概也就花了1个时辰，许大娘就把她报的那些个菜都做了出来。席面摆好了，苏桃去书房请他们入席。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志奇说：齐兄穿了一件兔子皮的长袄子，你自是不知道校舍里晚上有多冷。据我所知，有几个学子第1天晚上就染上了风寒，还好我穿的单衣多，一层套着一层。说完，或许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便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苏桃等他们都笑完了，才站到门口说：相公，席面摆好了，请几位郎君就坐吧。几个人吃到月上柳梢头，才醉醺醺的起场。齐鹤不放心他们就这样晕着回去，就叫了隔壁的许二郎赶着驴车把他们送了回去。那庄子建在山脚下，周围一圈有100亩桃林，桃林外面的山下还有50亩的田地，这些都是一家的。他们急着出售，若是要庄子不想要田地的话，也可以分开买。苏桃一听这庄子还带个桃林，他眼睛瞬间亮起了2道金光。庄子加桃林加田地总共要多少？庄子跟桃林是一体的，那个庄子就叫桃源庄，庄子加田地，卖家开价这个数。许二郎说着伸出2个手指头，2000两，真会要价啊！苏桃这次进京，整钱满打满算就拿了2000两过来，都拿去买地了，后面他跟齐五郎怎么生活啊？许二郎见苏桃皱起眉头，接着又说：卖家急着出手，要是买的人少的话，兴许能降下来200-300两。苏桃抿了抿嘴唇，下了决心。行，我知道了，我回去跟我家相公商量一下，那边是不是随时都能去看？卖家急，随时能去看。大娘子也不用着急，我去洋行盯着看有没有人去看。苏桃摇了摇头说：不用去洋行盯着，去不去看我晚会儿就给你个准话。好嘞，我先回去等着。真能买下那一处带桃林的宅子，可是一件好事儿。往后爹来了京城还有个事儿做，要不然他们来了，天天在这么一块小院子里大眼瞪小眼的坐着，一定会不习惯的。齐鹤眼角浮起一抹浅淡的笑，不住的点头道：阿桃说的在理。就是卖家开价就要2000两，早知道来京的时候多带点了。除了那2000两，现在还剩多少？当初爹给的100两还没有开始花用呢。有那100两足够了，你想买下那田宅就尽管去买。苏桃还是有些犹豫。这宅子咱们租了1年，住是有地方住了，不用担心。花销方面，若是这次会试我中不了，1年的花销也用不了100两。若是中了，上任就有俸禄可拿，也不用担心。苏桃转着眼珠子想了想，好像是这样的，于是脸上马上阴转晴。那我去跟许二郎说，明天咱们就去看看那处田宅。去吧。苏桃跟许二郎一说，许二郎马上就跑去衙行跟负责店宅的衙人说了，回来回话说明日早饭后一起出发去城外。郎君娘子，这道路两旁的就是跟宅子一起的田地，这些田地都已经垫了出去，
若是买家买了，这季的粮食租子就由新地主收了。齐鹤没有吭声，他望向道路两边绿油油的麦田，地里的庄稼墨绿墨绿的，长势极好。苏桃抬眼偷觑了齐鹤一眼，见他没有说话，他也闭着嘴巴不吭声。没人搭话，场面一度冷了下来。牙人略感尴尬，也悄悄地闭了嘴巴。郎君娘子，这一路到庄子还有段距离，两位不嫌弃的话，坐车上看吧。苏桃看着这满地长势喜人的麦子，已经下定决心要买了，那就坐驴车上好好看看庄子周围吧。牙人要有牙人的自觉，客人不搭话，他也得介绍不是？赶着驴车，看到什么就介绍什么。走了大概1里地，就到了桃林的边上。2月间，桃花依然开放，粉粉嫩嫩的，怎个美自了得。又走了大概1里地，就看到桃林中建着一处青砖院落，远远看去，感觉比他们现在租的院子还要大。这个院子才算是真正的桃源庄，主家时不时的平常会来这边住段时间。院子前前后后大概有12间房子，院子北边也有2处小院子，是给庄头仆人住的。苏桃很满意，他偷偷看齐鹤，齐鹤抓着他的手没有说话。到了院子门口，他停下车，伸手请齐鹤、苏桃2人进院子里去看。牙人带着2人一路看了各处后，还带去了凉亭里坐了坐。坐了一会儿，他开口问道：“二位觉得如何呀？”苏桃不出声，看着齐鹤。齐鹤平静地望着牙人：“这处田宅着实不错。”牙人笑着附和：“是啊，郎君好眼光。这么好的宅子，原主人为何要卖？”官府对牙人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他们不能欺骗客户，不然的话容易信誉受损，严重的话牙人牌子都给他们没收了。他只能实话实说：“这原主人本是在朝为官的，犯了事被官家免了官，赶回原籍，一家老小都要出京，这不紧着处理这宅子呢。”原主人是原翰林学士李真业。哦，原来郎君是知道的。不知道，猜的。哎，郎君猜得真准。田宅不错，就是2000两，出价有些高了。那郎君愿意出多少？1500两，不能再多。外面的庄稼长得好，可只有50亩。桃林虽然占地颇多，可是只是个赏玩的林子。桃树枝叶繁茂，桃花繁盛，花团锦簇的，看着是好看。可这样的桃树结的果子又小又涩，难以入口。这桃林没有精心打理过，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我们出1500两就已经不少了。平常人家买个桃林，可不是为了好看的。牙人一时语塞，这郎君说的没错，这桃林种了就是为了看景儿的。齐鹤毫不墨迹地指出最大的问题，牙人心中哀叹，又无可辩驳，他只能轻声地说：“这样的话，我这边再把郎君的意思传达给原主人，看他意下如何。”顿了顿，他又接着问：“郎君还有什么问题，一起提出来便是。”为了避免一店二主，田庄过户后，跟佃户的契书也得重新签订啊。这个是自然。田庄看也看过了，该说的也说过了。齐鹤拉着苏桃就提出了告辞。牙人忙把2人送到门口停着骡车上，看着骡车向麦田驶去。牙人望着远去的骡车，一脸愁容。这郎君一开口就说出了最低价，不知道还能不能提上来一些。牙人企图等一等，若是还有人看上这个庄子，他便向齐家这边抬价格。奈何牙行这边一连3天都没有人要看这个庄子，李家那边又催得紧，齐家这边又不怎么着急，牙人被2家架着急了起来。最后他无奈找来齐家1500两，把那处田庄出售了。阿桃，你怎么了？墨水都冒出来了。啊，哎呀，怎么冒出来了？齐鹤浅浅一笑，从袖口中摸出一条手帕，展开一看，是苏桃给他绣的墨竹帕子。他不舍得用，又塞了回去，而后对苏桃温声说：“阿桃，先拿块抹布过来，把流出来的墨汁擦了。多磨出来的墨汁，我多写几篇文章就用完了。”哎，好嘞。苏桃拿来块抹布，把桌面擦拭干净，准备出去的时候，齐鹤拉住了他。阿桃有什么心事吗？苏桃本来就是有事儿找齐鹤商量，
现下他好不容易放下手中的笔，他就赶紧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齐鹤听完点了点头。阿桃思虑的没有错，像那些田庄铺子众多的商贾权贵人家，他们院里院外都有几位令他们信得过的内管事和外管事。外管事在外面帮着管理产业，内管事帮着内院跑腿，处理一些内院交代的事情。现下咱们只有一个庄子，倒是不急着雇佣管事。齐鹤想了一下，接着说：现下看来，家里确实需要一个跑腿的，要不就按照阿桃说的，把许家二郎雇过来吧。你找时间跟他说，还是我来跟他说？相公还是好好用功读书吧，这点小事儿就不麻烦相公了，我自己跟他说。就是不知道一个月该给他多少月钱。往常让许二郎跑腿，他都是按照10文钱给的，这雇到家里来，是一整天都在跟前听命的。这样的话，一个月该给多少月钱，苏桃还真没去打探过。一个月2贯钱，该是差不多的。齐鹤好像记得李志奇的书童一个月才900文的月钱。苏桃一听就愣住了，齐家爹爹在桃园做管事，一个月才1贯铜板。想着这里是京城，不是他们领养，便安慰自己，许二郎办事是个可靠的，2贯就2贯吧。桃树都是什么时候修剪？今年还来得及修整吗？桃树1年4季都可以修整，现下先不管它，等爹来了让爹安排。若是有意外，咱们都离了京，到时候爹也不来了，咱们再打算着雇人修整。这事儿等5月以后再说吧。翌日用过早饭，苏桃一早就去了隔壁。许大娘在吗？在呢。七娘子，你有啥吩咐尽管说。顺子在家吗？我家想找个帮闲的，我家相公看顺子脑子灵活，做事又勤快，让我来问问顺子愿不愿意过来。愿意，怎么不愿意呢？能去给齐进世家帮闲，那是他的福气。大娘你可别这样说，我相公他还只是个举人。顺子一大早就跑去帮着看榜去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有好消息了。我看齐郎君长得极其标致，长了一张进士老爷的脸。许大娘还在说好听的话，苏桃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怎么不知道今天放榜？她来不及跟许大娘多说，就跑回了家。她一口气跑到书房问齐鹤：相公，今天放榜你知不知道？齐鹤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答：知道啊。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苏桃轻皱眉头，有些微微的不满。阿桃，我怕跟你说了，晚上你又睡不好，所以才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找了许家二郎帮去看了，咱们在家等着便是。会试已过，结果也早就注定，不想让你为已定的事情忧心。好吧，齐五郎说的好像挺有道理。苏桃瞬间烟消云散。会不会有人来报喜？要不要准备些赏银？咱们租住在这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应该没有什么报喜的。真的中了，林阳家中会有人去报喜。苏桃了然的点头。即便如此，他还是有些坐不住。他想亲自去榜前看看常州府齐鹤的名字有没有上榜。我去给许二郎准备一串铜板去。好，去吧。齐郎君中了，齐郎君，齐老爷高中了。嗓门之大，方圆2里地都能听到。哎呦，相公又中了。苏桃拿出一个300文的钱串子递到许二郎手上。顺子，我家相公真中了。中了，真中了，还是头名会员嘞。又是头名，齐五郎怎么那么厉害呢？听说参加会试的有上千人呢。他家相公在那么多人里面考了第1啊。苏桃星星眼望着齐鹤，眼底满是钦佩，还带着几丝骄傲。相对于苏桃的激动，齐鹤就淡定多了。他眼底只多了丝笑意，还游刃有余地吩咐许二郎帮着招呼一下来道贺的客人。走了一拨人后，李志奇身后跟着七金跑了过来。他见苏桃忙拱手道贺，苏桃忙着招呼邻居们，笑得脸都疼了，只得让许二郎领着他去书房。七兄，你真是咱们林阳的骄傲，殿试若是顺利，你就是这样10几年来头一个3元及第。后面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啊？他又示意李志奇就坐。我也没有去看榜，李兄考得如何？如我所料，名落孙山。他刚开始在榜上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失落。
不过一会儿便释然了。一次不中没关系，大不了多考几次。总是不中的话，我就去谋个地方小官。虽然举人谋官需要等待很久，但是他家小有积蓄，应该会容易一些。前几次他们一起吃酒的于希文、徐志军两人，徐志军落地，于希文考了个167名。他说榜单上总共录了188名。齐贺默默吃茶，只听李志奇说，不时有不怎么认识的人过来道贺。齐兄忙吧，过2天我再来找你吃酒庆贺。齐贺送了李志奇出院门，迎头碰上来道贺的刘钦事官。哈哈，恭贺齐郎君高中，齐郎君果真是少年英才啊！齐贺伸手请他屋内一叙。我有事与齐郎君商谈，过2天再来叨扰。齐贺拱手回礼，两人就此道别。回东城客栈的路上，李志奇没有租车，他带着七金走在路上，一转头就见跟在他身后的七金脸上带着吃了蜜一样的笑。李志奇看了不顺眼，抬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你家郎君榜上无名，你高兴什么？七金捂着屁股躲李志奇，嘟囔道：哎呦，郎君不也挺高兴的吗？我同窗中了头名会员，我自然高兴。齐郎君中了会员，我就道贺。齐家娘子给了我50文赏钱，我也高兴。七金说完，偷看了李志奇一眼，而后躲得他远远的。李志奇笑骂了他一声没出息，接着往前走了。齐子鹤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想当初在县学我初见他时，我还只是个清瘦的农家少年，转眼间他就变成连中2元的会员了。殿试再中个状元也不好说。齐子鹤进士及第，入翰林，再而后入内阁，妥妥的大应朝未来栋梁啊！七金听着他家郎君忆往昔，心中不住腹诽。齐郎君初见你时，你还是个矮胖的少年嘞。新源巷的齐家小院因着齐贺高中会员，实实在在的热闹了2天。4月初就要殿试了，自当要好好在家温书。齐贺找了个正当的理由，让许二郎把人都拦在了外面。苏桃已经跟许二郎说了，问他可否愿意在家中帮闲一阵子。许二郎自是万分同意。后面几天，刘钦事官果然又来了。他问齐贺考不考虑买下这处宅子，这宅子买下来也才380两银子。齐贺说等着殿试后再说。刘钦事官自动解读成殿试后再签契约，帮着回去整理契约去了。他就是笃定齐郎君能再来个进士及第，这处宅子必定能卖给他。每次殿试都是设在集贤殿，由圣上本人亲自担任主考官。卯时，聚集在宫门处的贡士们被礼部官员引领到集贤殿。辰时，圣上进入集贤殿，众人跪拜行叩拜大礼。圣上在御座坐定，眼睛在下面的贡士身上一扫而过。启禀陛下，坐在中间的那位会员好像已经做完了。圣上嗯了一声，挥挥手让他退下。王相也没有想到吧，会员竟然是那么年轻的一个青年。汪相忙向圣上拱手，此子文章老练，看起来像是稳重的中年人。几位阅卷的大人都被他的文章给骗了。引粮报的汪相也听到了，他又是最先写完对策的。圣上说这话，汪相没有接。殿试的文章同样要密封誊抄后才能批阅，现在他真的不好说什么。又过了1炷香的时间，有人交卷出来殿门，齐贺顺势也把自己的对策交了上去。出了大殿便不能在宫中久留，齐贺被小内侍领着出来宫城南门。齐贺很高兴，不管殿试考得如何，光是测问的题目就让他高兴。两人共同经历的仇恨，谁都没有忘记。齐贺肉眼可见的高兴，他回来也不去书房读书写字了，用过饭就黏着苏桃腻歪，寸步不离，就想对他亲亲爱爱。果然不出所料，晚上的时候，齐贺带着苏桃一阵宠溺，这样的激情好久没有了。苏桃坐在齐贺怀里，眼神迷离地望着他，有种落不到实地的感觉。天什么时候黑的，他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的，他也不知道。他被滚烫的热情洗礼了一遍又一遍，实在起不了身。皇宫垂拱殿，整个宫殿内一片静谧无声。
齐鹤在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和思想，便让圣上深感赞同，仿佛说到他心坎里一般。与朝堂上那些持保守态度的官员相比，他的观点却是略显激进。若是将他钦点为状元，不知道下面几位是表示赞同，还是会提出异议呢？于是皇帝决定亲自试探一番。只见皇帝从众多考卷中抽出了世家子弟王之流的文章，点评道：此篇文章旁征博引，恰到好处，对仗工整，文辞通顺，论点清晰明确，可以评为一甲头名。实际上这些文章他们早已仔细审阅过多次，其中会员齐鹤的答卷无疑具备被点为一甲第一名的资格。汪相领着一干人等将后续的名次依次排列妥当后，呈递圣上预览。再算上那些之前因为丁忧而未能参加殿试的士子们，此番总共有整整190名贡生。圣上看完那长长的名单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故作诧异：榜单之上怎不见常州府世子齐鹤的名字？听到圣上的垂询，站在一旁的汪相连忙上前一步：启禀圣上，老臣认为齐鹤的文章实在精妙啊，可以被评为一甲之列，恳请圣上重新定夺。常州府齐鹤出身乡野贫寒之家，科举顺遂，没有经历坎坷便年少入仕，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多多磨练，朕以为评为2甲足矣。圣上说完，目光扫了一眼下方汪相。汪相见状，深知圣意已决，但仍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继续进言道：圣上明鉴，一甲状元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齐鹤虽出身寒微，却屡试屡中，可见其读书刻苦，有真才实学。我大印朝以科举取士，正应以此激励天下学子，让他们明白，只要有真本事，肯努力，便可凭借科举进入仕途，为我大印选拔更多的人才。汪相的这番言辞说得十分中肯，令人无法辩驳。汪相的意思是，齐鹤可点为1甲第1人。汪相深鞠一躬，双手抱拳于胸前，低头不语。他深知殿试乃由圣上亲自主持的，自己虽有进谏之责，但终究无法左右圣上的决定。此时此刻，屋内再次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圣上缓缓开口：既然如此，就依汪相之言，便把齐鹤评为1甲第1人。至于其后的名次，则按照原定顺序依次顺延即可。至此，殿试名次已定，不日即可张贴出去。12这日天还没有亮，齐鹤就乘着驴车进宫了。宫中天子亲自唱名次第，第一个念叨的就是齐鹤。1甲第1人齐鹤的名讳从殿中传出，通过层层传递，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地传遍宫城内外。哎呦，这是五郎的家呀！是这个地方，没错了。齐三郎说着，去叩响了门鼻。顺子一打开门，就看到愣在门口的齐三郎。齐三郎确实愣住了，这开门的也不认识啊，难道走错门了？这位可是齐老太爷？齐老二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新身份，忙摇头否认。大家都以为找错了宅子，正在尴尬中，这边云姐看着迷茫的顺子，开口问道：这里是我五哥和阿姐的家吗？我五哥考上了状元。状元？那对的啊。是的，是的，这里就是状元郎现任翰林修撰齐大人的家。你是大姑娘吧？云姐儿知道自己6岁了，可是6岁不是大姑娘。哼，我是小姑娘。顺子尴尬一笑，转身往院内跑。老爷、太太、老太爷、老太太和大姑娘到了。娘、爹、娘、云姐儿。云姐儿猛一看到苏桃，立马挣脱赵氏的手，叫了一声阿姐，便向苏桃扑了过去。齐鹤刚巧赶到，伸手把眼看要扑到苏桃怀里的云姐儿给抱了起来。云姐儿伸手环住齐鹤的脖子，甜甜地叫了声五哥。齐鹤哎了一声，应了云姐儿。爹娘三哥。
娘，咱们赶紧回家。苏桃拉着赵氏进来正房。娘，这两边的里屋都空着呢，你和爹住东里间，云姐儿住西里间还是东厢房都行。赵氏看了看东里间，又看了看西里间，说：那个云姐儿还小，让她住在西里间吧。几人回到堂屋，赵氏拉着苏桃的手拍了拍，感慨道：哎呦，桃娘真是辛苦你了。娘，照顾相公不是我应该做的吗？怎么能说辛苦呢？桃娘啊，你苏家爹娘在县城里买了个宅子，是个小四合院，院里的房子都是青砖建的。虎哥也去了县城读书了。哦，对了，虎哥还给你写了信呢，在箱子里放着呢。哎，我出去看看，别漏下东西了。娘，他们3个大人还能把东西漏下了？吃过饭，大家坐在一起聊了几句后，赵氏趁着天还亮着，要把箱子里的东西规整起来。齐贺便带着齐老二和齐三郎去了书房。这边，赵氏帮着苏桃先把他和齐贺的衣裳还有首饰放到了屋里。赵氏拿出2封信，还有卷起来的2副绣品。那这是虎哥还有康小娘子给你的信哦，还有这2副啊，是康小娘子给你的贺礼。桃娘啊，这是你之前让娘帮着保管的银票，1张都没有少，都在这里了。这4张是岁节前康小娘子送来的，是你之前说的分红。那这1张跟其他的不一样，康小娘子说了，其他的都是100两的，这个是50两的。苏桃看了一眼，确实如此。这里面是你的嫁妆银子和首饰。五郎中了状元后啊，县太爷敲锣打鼓的送来了200两银子呢。苏桃看了一眼，果然多了10个20两重的银锭子。怎么把银子都给他们留下了？爹娘怎么没有拿去花用？这一路上也是要盘缠的。嗨，之前给五郎攒的上金盘缠你们没有要，岁节的时候你爹又从江家得了8两的赏银，加上他的工钱一共20两银子呢。我们手里有钱，用不到你们的。苏桃看着眼前摆着的一堆银票和银锭，心中欢喜。有钱了之后还是要置办些家业才行。他看着装银票银锭用的大大小小的箱子，规整甚是方便，不由得夸了赵氏一句：还是娘做事妥帖。哎呦，你别说啊，这些东西放在娘的手里，娘出个门都不放心了，总是找借口让二丫过来看家，平常也不敢出去串门了。哎呦，好了，这下都交还给你，我总算是松快了。赵氏说着玩笑话，听得苏桃咯咯直笑。两人正笑着，云姐儿跑了进来：阿娘、阿姐，漂不漂亮？正笑着的两人听到声音，齐齐望了过去，就看到云姐儿头上歪歪扭扭插着好几朵鲜红的石榴花。漂亮漂亮，咱们云姐儿真好看。云姐儿伸出小手，从手里拿了2朵给苏桃插到发髻上，又把剩下的2朵给赵氏插上。有个闺女儿真是贴心。赵氏喜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她还是故作生气道：哎呦，娘多大岁数了，还跟云姐儿一样插红花，那不是像个老妖婆了？阿娘最好看。云姐儿调皮又可爱，谁能不喜欢？家里有个孩子真是热闹不少。这么想着，苏桃悄悄摸了摸自己只微微有些凸起的小腹，笑过了，赵氏才想起来问：哎，对了，那石榴树也不低啊，谁给云姐儿摘的花？云姐儿站在圆凳子上自己摘的。云姐儿觉得自己可厉害了，望着赵氏等着夸她。哎呦，你个小妮子怎么这么皮啊？赵氏说着，一巴掌拍在她的屁股上，虽然力道很轻，云姐儿还是委屈了起来。赵氏看了心有不忍，忙把她搂进怀里，柔声给她讲道理：云姐儿啊，你这么小，这圆凳那么高，摔下来可怎么办呢？云姐儿知道自己理亏，趴在赵氏怀里不吭声。你五哥小的时候上树摘桃子，就从树上摔下来过，整个人差点摔傻了，可把阿娘给吓坏了。啊，娘，相公小时候也这么皮的吗？哎呦，皮着呢，他跟3郎4郎年纪差不多，3个人整天的在一块疯。有一年好像是5郎11岁那年吧，咱们家后院的桃子熟了，他带着3郎4郎过去摘桃子，爬到树上一个不注意踩到了细树枝，树枝被踩断了，他从树上给摔了下来。哎呦，你说咱们后院的桃树那时候也没有多高啊，偏偏他摔下来晕了过去。那天我还在你三婶家串门子呢，3郎这是吓得哇哇大哭，跑回去叫我呀。3郎这个臭小子跑过去说5郎给摔死了，吓得我当时腿都软了，被你三婶给扶着回到后院。看到5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啊，我就直接瘫倒在地上了。
还是你三婶跑过去一摸五郎胸口，还有心跳，这才掐着人中把他给掐醒了。还好醒了，苏桃原本揪着的一颗心也放松了下来。这五郎醒了后找了郎中过来看，郎中看了看说没啥大事儿，就是之后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而三郎比四郎五郎大1岁，没有看好弟弟，被你三婶逮着好一顿揍啊。相公现在这样寡言，是从11岁那年开始的。哎呦，可不是嘛，之前他很爱疯玩的，摔了那一次之后，他就跟丢了魂一样，也不爱说话，也不怎么出屋的，自己闷在房间里整整的5天呢。要不是郎中说了没啥事儿，我看他这样不正常，又怕他中了邪啊，还找了神婆过来给他做法驱了邪。哎呦，怎么都不管用啊！他自己闷了5天，结果就好了，人变得沉默了，读书也更上心了。云姐儿，你以后可不能爬高上低的，太危险了。云姐儿点了点头，乖乖的嗯了一声。老太太，这些箱子收去哪里呀？赵氏让顺子帮齐五郎整理书，显然那边整理好了。娘，西厢房南边这间是个小杂物房，看看能不能把箱子放进去。啊，行，我去看看。赵氏指挥着顺子把箱子都放进了杂物间，顺子又拿着笤帚把院子清扫干净。顺子做事麻利，赵氏看了很满意，偷偷跟苏桃说：哎呦，怪不得别人都说要科考做官呢，这有了功名身份，家里才可以用仆人，有了仆人自己就不用做了，多好啊。他们这边忙完了，赵氏走去书房门口问：你们爷几个说什么呢？五郎想让三郎帮着看管一下他们新买的那个庄子。三郎这次可不能留下来，新娘还在临阳呢。赵氏又拉着苏桃跟他说些家中日常，说着说着说到了齐三郎为啥现下不能留下。新娘还没有身孕呢，你三婶可不会放三郎一个人来京城的。哎呦，你三婶等着抱孙子，她又担心杏儿的身体，纠结着呢。杏儿啊，只比你小1岁，可能是她小时候吃的不好，整个人干干瘦瘦的哟。新娘嫁过来，你三婶别担心她有了身孕，这不一狠心把三郎赶去桃园看园子，不让他常回来。苏桃不解地问：为啥？啥为啥？为啥不让三哥回家？他的这个媳妇儿哦还不懂啊。杏儿身子骨瘦弱，你三婶怕杏儿有孕了不好生，伤了身体不说，她更怕伤着杏儿的性命啊。怀孕还能伤着命？苏桃吓了一跳。齐贺刚巧从外面进来，准备叫苏桃回去休息，就听到了他娘这骇人听闻的话。娘，你说什么呢？你在吓着阿桃？咋就能吓着桃娘呢？桃娘的身体从她进门开始，我都给她养着呢。你看白白嫩嫩的，养得多好啊！咱家的羊啊，我也给你三婶家了，让她用羊奶给新娘养着身体。这羊奶啊，最是养人。哎，你还别说啊，这院子我看了看，好是好，就是连个养羊的地方都没有。我原还想着再买只母羊给你们喝羊奶呢。赵氏一说羊奶，苏桃又想起了那个山腥味儿，忍不住干呕了一声。赵氏忙问：哎呦，怎么了这是？娘，我没事儿，就是想到羊奶胃里不舒服。苏桃说完又干呕了一声。看苏桃这样，赵氏担心的不得了。齐贺就没有再瞒着他。娘，阿桃有2个多月身孕了，想到羊奶的腥膻味儿，她可能不舒服，您就别再提了。好。赵氏敷衍着，猛然间瞳孔大睁。啥？有孕了？哎呦，你个臭小子，怎么不早说呀？我也不知道桃娘有孕啊，还让她跟着忙前忙后的。苏桃有了身孕，赵氏是说不出的高兴，恨不得再回到西柳村去炫耀一番。高兴过后，他就想着该怎么照顾苏桃。他让齐贺和苏桃回去休息，自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着从别人那里听来孕期时有哪些是需要上心的。娘，过2天让顺子找个做衣裳的娘子过来，给咱们全家都做2身像样的衣裳。要做你们做，我给你爹不用。你看我拿来的这几件衣裳都是在家里都不舍得穿的，还新着呢，这不穿了多浪费啊。娘，在家咱们怎么舒服怎么穿，就是得有2件能穿出去的衣裳。这京城大户人家的女使婆子都穿的是缎子衣裳。赵氏坐下后叹了口气，他虽然出身乡野，有些道理也是懂的。唉，咱五郎出身农家，自是跟京城累积了几辈子家业的大家族没法比啊。以后我跟你爹，咱们一家子都指着五郎过日子呢，娘就想着节省些。娘，五郎的俸禄虽然不多，但是养家是够了的。
咱们现在手里不是还有7000多两银子呢吗？我计划着等空闲还是得去看看铺面，买个铺面咱们自己做生意，不能坐吃山空。哎呦，那钱都是你的，你怎么能拿出来养家呢？娘，一家人什么你的我的，相公的俸禄能养家，我的银子买了铺子给下面小的挣家业，这样行了吧？苏桃还不能适应就要有自己的孩子，说这些的时候还是有些羞涩的。赵氏呵呵的笑，这样也行，以后孙子孙女儿可都不愁吃穿了。婆媳两个说话，云姐儿乖乖坐在苏桃身边吃着蜜饯。阿姐，云姐儿要有小侄子了吗？苏桃望着她笑。赵氏点了点她的鼻尖，宠溺道：你别看这个小丫头只知道吃，耳朵尖着呢。云姐儿知道她娘在说她，嘴巴一撇，吃了一颗蜜杏子。苏桃望着认真吃蜜饯的云姐儿，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娘，云姐儿已经6岁了，咱们不能要她一直这样跟着咱们混日子。我听隔壁许大娘说，京城人家的小娘子从小都有自己的教养妈妈，长到7、8岁，家里就给请个女夫子回来教女学。咱们云姐儿明年就7岁了，这来了京城就得按着京城小娘子的样子养，以后她接触的许都是官家的小娘子，教养上面咱也不能落下了。这事儿你跟五郎你们2个拿主意吧，娘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啊。娘，别说你，我也不懂。隔壁许大娘就是顺子他娘，在大户人家厨房里做过事儿，她知道的比我还多。赵氏沉默了，他们乡下人真的连个给大户人家的帮闲都不如啊。哎呦，那咋学啊？要不咱们也给云姐儿请个女夫子？这事儿我先给相公说说，请个女夫子过来也好，我也跟着学点儿。赵氏一下子思绪打开了，请个女夫子过来甚好。趁着五郎官职不高，他们内眷兴许也不用出去应酬，赶紧学会京城女眷的这些东西。赵氏忙点头，好，这个事儿是个要紧的，赶紧跟五郎说说，定下来啊。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坐在堂屋里说事儿。五郎啊，爹看了，那一果园的桃树都不怎么行，今年先修修枝叶看看，多半呢还得插秸。爹，种桃树你是最拿手的，要雇人来还是怎么整，你做决定就好。以后我的俸禄都会拿给娘，娘掌家，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找娘拿。赵氏听了忙摆手，哎呀，给桃娘掌家，我不掌家，顺子都叫我老太太了，我要在家享清福。一家人也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齐老二接着说，让三郎明年春天过来吧，到时候让他从姜老爷的桃园里买些幼苗过来。齐老二这样说，大家都没有异议。齐三郎这边也没有什么事儿了，就收拾收拾告了别。齐三郎走的时候，齐贺让苏桃给他拿了20两银子，一半是他回去的盘缠，一半是他来年过来的盘缠，顺便还让顺子买了些京中的稀罕吃用的小物件给他带了回去，让他分给亲戚们。苏桃有孕以后也没有怎么孕吐，穿上衣服后也不怎么显怀，完全看不出有孕。不知道是不是苏桃忧思过重，平常不怎么孕吐的她，到了用完饭的时候吐了个昏天暗地。如此一来，把赵氏跟齐贺心疼的不行。今儿是怎么了？之前也没有这样吐呀。苏桃心里不好受，趴在齐贺胸前摇了摇头。齐贺满脸担忧，思虑良久，开口道：阿桃，要不铺子先不开了吧？突然吐成这样，是不是累了？苏桃知道他不是累的，他不过是急了，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还需要自己来做决定，突然之间急火攻心。苏桃又摇了摇头，趴在齐贺怀里没有动，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皂荚味儿，莫名的感觉心静。我爹那边急着采买布匹，我这边布行里还没有顾到掌柜的，真是隔行如隔山。我自己连铺子都没有经营过，我爹让我给他写个采买单子出来，可我哪里知道该备哪些布料，一样备多少。苏桃越说，眉头皱得越紧。听完苏桃说的，齐贺紧张的神情终于放松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备货，就看看京城里哪些布料好卖，好卖的就多备些。你吩咐顺子去街上的布行探探行情，看进布行的客人都买什么布料，怎样的花色又是畅销的，让顺子找个生意好的布行去蹲几天，咱们可以先少备一些。
等雇到了掌柜的，再让掌柜的出单子补货。说完后，齐鹤想想不对，这时候是夏天，等阿桃布行开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到秋天了，便添了一句：采买夏天布料的不用看，只看采买秋冬布料的人。让顺子上点心，别干守着，也套套布行伙计的话。苏桃听完直点头，这件令他无比揪心的事儿，齐鹤3言2语就解决了，他的心情瞬间大好起来。顺子在各大布行蹲守9日后，跟苏桃一起列了个布行的首次采买单子，寄去给了苏青山。阿姐，我要喝荔枝高水。他笑着应了声好，便拉着云姐儿往前面走。苏桃跟云姐儿的眼里只有茶水摊子，便没有注意到旁边，不成想差点被人撞到。还好苏桃反应快，忙拉着云姐儿往后退了几步。怎么如此不小心？而后忙问苏桃：太太，大姑娘，你们2个没有被伤着吧？苏桃看着差点撞到他的青衫男子，见他脸色也不好，便轻声说：无事。看你文质彬彬的，一身长衫打扮，怎如此冒失啊？某实在抱歉，险些伤到这位娘子。顺子站在一旁闭了嘴，等着苏桃处置。无事的，双方都态度和善，如此这个小插曲就算过去了。哼，品性不端，心思竟然如此龌龊，看人家娘子貌美，便想往人家身上撞。吴天福，刚才是你推我，我才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脚，踉跄着跌出屋来。你为何要血口喷人？哼，品行不端之人，如何能让人相信你是无意的？哼，公道自有天断，你污蔑冤枉我，我自是会找东家证明我的清白。要找就赶紧找，要滚就赶紧滚，别碍着我们做生意。青衫男子紧咬牙关，双手也紧紧握成了拳。他对着店铺深深吸了口气，再转身走开。哎，杨秀才，杨秀才！翠花婶子，杨秀才啊，那吴天福啊是吴家的家生子，他娘以前是在吴老太太跟前伺候的，吴家人多少该是信任他的。你真的要找吴家老爷自证清白吗？杨秀才停顿片刻，点了点头。翠花婶子哀叹一声：唉，婶子在这里啊卖了10几年的茶水，就那吴家布行里啊，吴天福啊用阿扎方法不知道逼走了多少人。当初你要去他们那里做工啊，我也劝过你的，高门大户的门槛不好登，不然这次咱就当吃个闷亏，咽下这口气吧。茶水娘子劝青衫男子息事宁人，青衫男子一瞬间便颓废了下来，刚才还有的一腔热血瞬间被冰水熄灭了一般。哎呀，像吴家这样的人家，家里有许多家生的奴才，他们呢也最是信任生气在自己手里的家生奴才。你以后啊还是找个小铺面做吧。哎呀，生活真不容易啊。青衫男子骨气全失，垂头丧气地走了。苏桃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又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吴家布行，心里有了盘算。苏桃拉着云姐儿去了茶水摊子，她给云姐儿要了一碗荔枝高水，又回头问站在不远处的顺子：顺子，你要喝个什么？太太，小子就要碗沉香水吧。阿姐要什么？荔枝高水吧。云姐儿一听苏桃跟她要的一样，浅浅的小眉毛皱了皱。苏桃觉得可爱，问她：那云姐儿想要阿姐要什么？阿姐不想尝尝金桔团吗？小机灵鬼儿，明明是她自己也想喝金桔团。苏桃好笑地点了点她的小鼻子，给自己要了一份金桔团。坐下来喝冰饮的时候，苏桃有意无意地问起了刚才的青衫男子。茶水娘子在这里卖茶也卖了10来年，心思也不是个单纯的。她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正经回苏桃的话。我家在金桥大街有个布行，正想招个2掌柜和店里伙计。娘子别介意啊。别介意什么，他又没有说。不过2人都心知肚明。嗨，看这样子，布行指定没有给他结月钱。唉，那个杨子家的布行真的在这2掌柜的。杨秀才啊，虽然还不是2掌柜，可是那吴家是准备提拔他呢。咱们家布行在招2掌柜的，但是除了2掌柜，咱们也招伙计。杨秀才能不能做2掌柜我不知道，
他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来金桥大街锦昌布行来试试。茶水娘子没有觉得伙计不好，杨家那样子没有进项，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去。苏桃结算的时候，他硬是把沉香水的钱给免了。三人吃了冰饮，心里无比舒服。苏桃牵着云姐儿往前走，顺子小跑着跟了上来。太太，咱们的布行叫锦昌布行。咱们的绣品铺子叫锦绣坊，咱们的布行就叫锦昌布行。顺子，你觉得那杨秀才怎么样？小子眼拙，看不出来。这杨秀才若是能放下文人的风骨，来店里应伙计的工作，他就看看他的真实力。若是真有掌柜的实力的话，他就让他做二掌柜的。顺子，回去你再去牙行看看绣品铺子的掌柜有没有着落，之后就去找个工坊，咱们把2个铺子的门头做出来。云姐儿，咱们去寺里面逛逛去吧。好。顺子还有话要问，便紧紧跟着苏桃。太太，咱们的门头需不需要做的特别一点？怎么个特别法？比如说门头上的字咱们自己写出来，再让匠人刻上去。苏桃停下脚步，沉吟片刻，便点了点头，语气中满是赞叹。这个想法好，咱们回去让老爷帮着提几个字。几人脚步轻快地往前走，很快就到了大相国寺门口。阿姐，苏桃低下头看向云姐儿，云姐儿转头往前看。苏桃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便见前面有个小郎君，手中拿着一个小竹碗，他拿着一个小竹勺，正吃得惬意。这一眼，苏桃就明白了，小娘子的嘴巴又馋了。走，咱们过去问问那小郎君，那个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好。请问小郎君的吃食是在哪里买的？在苏桃停在小郎君跟前的时候，小郎君身后的护卫就瞬间移到了小郎君的身前。苏桃微微一怔，抬头看了一眼挡在他跟前的人。苏娘子。苏桃笑着对他回了一礼，就是笑容有些尴尬。啊，小娘子成亲了。苏桃面带微笑，轻点了一下脑袋。你是跟着你相公一起来的京城？他是做什么的？他又看了苏桃手里牵的云姐儿一眼。他是谁啊？苏桃略过前面的问话，回答了最后一个。这是我婆家小姑子。小郎君嗷了一声，伸手就要去捏云姐儿的脸。云姐儿唰的一下躲去了苏桃身后。你刚才不是一直盯着我瞧吗？干什么又躲起来？我才没有看你呢，我看的是那个。这个苏珊。云姐儿点了点头。小郎君似是想到苏桃刚才的问话，指了指后面。就在后面的摊子上买的。苏桃俯身道谢，毫不留恋地拉着云姐儿就要走。我带你们去啊。娘娘还在宫里等着爷回去呢。哎呀，你不用操心，吾回去自会向母后解释。小郎君说完，快步追了上去。拿到手以后，他就用竹勺子挖了一勺，送到了苏桃的嘴边。六郎在旁边站着，看两人开心地分享一份苏珊，眼中带着无可言说的艳慕。他吃不完的东西可以赏给下人，可是没有人敢这样喂他吃东西。六郎看不得他们这样肆意，开口问苏桃：苏娘子来了京城，怎么没有去找我？苏桃心道：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啊。再说了，他们顺顺当当的，也没有啥事儿，也没有必要去找他。来了京城后，一切还挺顺利的，就没有想着麻烦小郎君。既然又见到小郎君了，小郎君上次给的那个信物，哪天找时间还给小郎君吧。不用，你收着吧。你婆家在京城做什么营生的？你还没有说呢。我家老爷今年科举入仕，做了个小官，于是我们全家都搬来京城了。小郎君眼中冒出一丝赞许，云姐心里也藏不住事儿，尤其他忍不住要向别人显摆一下他厉害的五哥。我五哥是状元，你笑啥？我五哥都考上状元了，还不厉害吗？六郎心说，状元是天下学子的典范，你五哥厉害是厉害，就是他的状元还是我哥点的呢。云姐儿夸得理所当然，苏桃却是有些微尴尬。翰林院从六品的修撰是个俸禄不高又没啥实权的清水衙门，在遍地权贵的京城真显不出来。苏桃就对着六郎不好意思地笑，然后拉着云姐儿又要告别。这次六郎终于拱了拱手，跟他们辞了别。云姐儿，阿姐给你说啊。
云锦儿眨巴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望着他，等着他说。这么可爱的小丫头真不忍心说她，但是云锦儿太单纯，还是要教教她人间险恶的。云锦儿，咱们出门在外不能什么事儿都毫无保留地跟别人说。你五哥是状元，今年这全天下就一个状元，你这样一说，人家不用想都知道你是谁的。若是有心人记住了，或许会有麻烦呢。六郎不是跟阿姐认识吗？虽然他跟阿姐有一面之缘，阿姐也是今日才知道他叫六郎，且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六郎可多了，你六哥也是咱家六郎，张婶家的六小子也是六郎。云锦儿想了想，确实是这样。他感觉自己做错了事，不好意思地抱住了苏桃的胳膊，拿胖脸蹭了又蹭。阿姐，云锦儿都记住了，以后不乱说话了。苏桃的心软软的，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赞了声真乖。苏桃和云锦儿走后，九三也赶紧拱手请六郎回宫。反正已经都晚了，也不用着急，不回去我都能知道母后找我有什么事儿，无外乎让我以后不要总出宫。难得主子有自知之明，他就是知道，但不改。走着走着，六郎开口了：齐三娘子说他五哥是状元，那就是翰林院修撰的家人了。哎，你去查查他们把家安在哪儿了。属下领命。今年的状元叫齐什么来着？齐鹤。六郎瞥了九三一眼，你倒是清楚得很。进士唱名那日，衣甲的名号在集贤殿外被传唱了3遍，但凡他主子用一点心，他也不会不知道。九三虽如此想，可不敢说出来。那你顺便去查查齐鹤。是，属下领命。下午齐鹤下职，苏桃缠着他，让他帮着写门头。少时家贫，练字都没有纸张可用，齐鹤这手字也算是抄书的时候练出来的。齐鹤盯着自己的字有些沉默，开步子最好的门首牌匾还得是圣上的字，可如今他跟圣上只是普通的君臣，他还是那种要在翰林院再学3年的小臣。一日，苏桃没啥事儿，拿着本商经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看。阿娘，这衣裳这么小，谁能穿呢？啊，你小侄子能穿，这呀是给他做的。啊，他比兔子还要小吗？他呀会慢慢的长大，以后能长到跟你五哥一样高呢。像小兔崽子一样，慢慢的就长得跟小兔子一样大了。赵氏脸上突然浮现一丝苦笑，这孩子真是啥都敢说，这一句话把全家都给骂了进去。临近8月，顺子跑牙行跑得特别勤，终于在7月下旬把该招的人都招齐了。几个人在铺子里安静而又有序地忙着，突然铺门口响起了3声敲门声。顺子放下手中的活，跑过去开门，便看到一个高大壮硕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这位郎君可有什么事？我找你们东家。郎君是你们东家的爹。他们东家的爹现在在桃源巷呢。顺子脸色不太好，眉头不自觉地挑了挑。苏青山声音不小，原本看杨秀才记账顺便学习的苏桃，猛然间好像听到了他爹的声音，他抄着手走了过来。闺女。而后顺子就被扒拉到一边。爹，你咋找到这里来了？苏桃初见他爹，惊喜不已。苏青山摸了摸苏桃的脑袋，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满意的点了点头。苏青山见自己闺女胖了，满意的背着手在店铺里打量了起来。我从你家过来的，我先按着信上的地址找去你家去了。你婆母说你在这里，我就找来了。就这个店铺。爹，这是2个挨着的店铺，这个是绣品铺子，隔壁西边的才是布行。行，带爹过去看看。苏桃笑着对杨秀才和梁娘子说了一声，这里麻烦2位了，就跟了过去。苏青山看了隔壁的店铺后，满意的直点头，同时又很欣慰，闺女儿有出息了。阿桃啊，布匹都运过来了，现在在码头呢，怎么安排人拉过来？顺子，你再去车马行一趟，雇几辆马车跟着我爹去码头，把咱们的货都拉回来。太太，现在过去雇车也要等1个时辰才能去码头，要不小子先把你送回去吧。苏桃也想赶紧回去给他爹准备接风宴，便同意了。赵氏一见苏桃回来，忙上前问：哎，桃娘，你可见到你爹了？他这一来就慌着问你在哪儿，我给他指了去铺子的路了。
娘，我爹找到我了，他现在跟着顺子一起去了车马行，租车去码头拉货去了。行，那就好。哎，对了，你爹来了，我已经劳烦隔壁的张三哥过去桃源庄叫你爹去了，他呀得回来陪着亲家喝一杯呢。娘，我想给我爹做几个他爱吃的菜。赵氏脸一绷说：哎呀，用不着你做，你说吧，要给你爹做啥，我给他做不就行了？我要是实在忙不过来啊，我就叫你许大娘来帮一下忙。苏桃弯着嘴角呵呵地笑，说了2个他爹爱吃的菜，又说他想让他爹尝尝东城那边毛家的烤猪肉和猪肺汤。娘，你是家里的老太太，这有点啥事儿就把你忙活的不行，这样怎么行呢？要不咱们再雇个烧饭浆洗的丫头吧。哎呦，雇什么人呀？这些活儿娘都能做，忙慌的也就这么偶尔一次，雇什么丫头嘞？费钱。娘，家里的人手真的不够，铺子开业了，顺子往常都得在外面跑，外面的事儿他知道的多，以后指定会吩咐他跑铺子那边的事儿。这家里还得雇个小厮，顺便再雇个浆洗的丫头，如果会做饭那就更好了。赵氏听苏桃这样说，仔细一想也确实如此。赵氏想通了便说：这浆洗做饭娘都能做，不过家里你当家，你说了算，你要雇啊那边雇吧。娘，这衣裳怎么这么大啊？这是1岁多的孩子穿的，小孩子长得快，衣服呀得多备点。怎么都是男娃的？万一是个女娃怎么办？女娃娃的衣裳也有，等做完了这件就开始做。这襁褓里的孩子呀，不分男女，都是穿一样的衣裳，等到了1岁才开始分呢。我现在有时间就先把衣裳做到2岁，男娃女娃都做几套，反正也不浪费。苏桃跟赵氏说了2句话，感觉赵氏也不是非孙子不可，才稍稍放下心来。这胎啊，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作为头生的孩子，没有人不喜欢。咱们家里只有5郎1个，你们可以多生几个，以后家里啊人丁兴旺，热热闹闹的才好呢。苏桃笑得羞涩，感觉不能再聊下去了，便拿起一本书来看。堂屋里齐老二和苏青山的声音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又过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2个还没有起场的打算。赵氏坐不住了，他放下针线站了起来。这大早上的怎么能一直喝呢？说好的喝2口好休息的。哎呦不行，我得去看看去。我跟亲家公难得坐在一起喝一杯，还没有尽兴呢。哎呀，亲家公刚到京城，昨儿又忙得那么晚，先让他回去补个眠啊。你们要喝啊，不是多的是时间吗？齐老二一听确实如此，便挣扎着站起来要送苏青山回房间。晚上用晚饭的时候，齐老二还要再陪着苏青山喝，被苏桃制止住了。爹，我还有事儿跟我爹商量，今儿晚上先不喝了。闺女啊，你有啥事儿要跟爹说呀？爹，你接下来有啥打算？你这边开业后，爹就回临阳去，明年继续去湖州炒生丝。这个虽然风险高，赌准了也能赚钱。这次我给你的那1000两都带了过去，生生赚了3倍。爹，这炒生丝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女儿猜上面定是有大商户操控着呢，一不小心可能就赔个精光。咱们还是做实打实的营生吧。爹，你留在京城帮我打理布行吧，红利咱们5-5分。你公爹早上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我面前夸过你，转眼你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贴补娘家，这合适吗？爹，你以为刚开的布行很好打理呀？在没有寻到特别信任的伙计之前，去南方湖州进货都得你去，你还得管着铺子里的掌柜和伙计，以后绣品铺子跟兰儿那边的进货可能也要你跑。你是我爹，我信任你有能力做好才找你的。苏桃哗啦啦说了一大堆，来证明他让苏青山留下打理铺子也不是那么随便决定的。苏青山叹了一口气，谁让他是阿桃的爹呢？自己的闺女儿自己不帮，谁来帮？唉，爹留下来帮你也可以，你别给爹5成的红利，这一点都说不过去。你给爹开工钱就行了。爹，你拿工钱加5成的分红，这个我都是在书上看过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这个我也跟5郎说过了，他也没有意见。还有，都说是亲兄弟明算账，咱们亲父女也要把账算清楚了。明天就给你签个入股契书，布行你也有份儿，爹，你得好好打理才行。突然之间，苏青山感觉闺女儿真的长大了。好，爹一定帮你好好打理布行。
是好好打理咱们的布行。行行行，好好打理咱们的布行。这时齐鹤静悄悄地从书房外走了进来，拱着手对苏青山道贺。母狼预祝阿桃跟岳父的布行生意兴隆，繁荣昌盛。苏青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咧着嘴狠狠在齐鹤背上拍了一巴掌。好小子！苏青山能同意留下来打理布行，苏桃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他想用不了多久，他阿娘跟阿弟就能来京城跟他们团聚了。他再也不用担心出嫁后跟娘家隔得太远，几年10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岳父常年在外面跑，自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不用拿这些教条的东西来迷惑他。苏桃茫然，他看过之后觉得挺有用的啊。你原本什么都不懂，学了之后可以和实际融合吸收，而岳父原本有自己的法子，再一看容易迷糊。等他用他的法子管理一段时间之后再给他看，到时候他才能把两者融汇。铺子里的事儿都交给了苏青山，苏桃整个人就完全放松了下来。时间过得飞快，眼看就要到15了。之前他们商议的就是15当天开业，不知道是不是宣传的效果，一阵鞭炮轰鸣后，苏桃跟他爹把牌匾上的红布扯了下来。突然之间，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那么许多人，店铺门口一下子就给挤了个水泄不通。赵氏一看人这么多，吓了一跳，拉着苏桃和云姐儿就去了后面迎宾室。哎呦，你们呀就在这里待着啊，有茶水还有点心，可别去外面凑热闹去，被人冲撞了可就不好了。哎呀，这人是真多呀，要是天天都这么多人，咱们桃娘可不就发了吗？赵氏心里想得美，望着苏桃呵呵笑出了鹅叫声。齐鹤为了避嫌，一直就在这屋里坐着。他们3人一进来，他就拿着杯子给他们娘仨各倒了一杯水。新店开业3日大酬宾，凡是今日、明日、后日来店的贵客，都可以去门口那边领一个尺头，都是江南的上乘素罗，数量有限，一人只能领1次。另外这3日间，2间铺子里的布匹、绣品均销价出售，凡今日在店里采买布匹、绣品的，一律销价3成，明日销价2成，后日销价1成。闭店承蒙各位关照了。苏青山说完拱了拱手，下面掌声雷动，哨声响起一片。云姐爱凑热闹，非要出来，赵氏拗不过，便让他跟着自己过去，代替齐老二给别人发尺头。云姐发得正欢，突然听到有人叫她齐三娘子。她循着声音望过去，便看到一脸惊喜的六郎站在店铺外面盯着她。六郎哥哥，你逛街呢？给你，这是我们铺子发的。六郎接过来摸了摸，是柔软的素白罗，暗寸还挺下本的。你进来，梁娘子还会给你发铜板。云姐儿把六郎拉到梁娘子跟前，扯了扯她的衣袖。梁娘子低头看云姐儿，云姐儿看看梁娘子，又看看六郎。此时无声胜有声，梁娘子瞬间明白，她拿出一个铜板放到小郎君的手心里。小郎君以后常来啊。云姐儿见梁娘子给了六郎铜板，咧着嘴笑了起来。她赶紧告诉六郎挣钱的方法。六郎哥哥，你出去吆喝一圈，回来顺子能给你3个铜板。不用。云姐儿想不明白，外面一群跟六郎差不多的小哥哥，为了得到3个铜板，都跑出去吆喝去了呀。他也想去吆喝，可是他娘不让他去。那你看看咱们铺子里的东西吧，可好看了。六郎眼神从云姐身上收回来，像模像样的在店里逛了起来。六郎哥哥，给你看个好看的，看这幅像不像真的观音大士降临到了我们家的铺子里啦？六郎抬头看，再转头看云姐儿，只见他一脸骄傲，就像那天他夸他哥哥一样。六郎心思微动，当场便决定把这幅观音像买回去送给他母后。他转身看了一眼梁娘子，这个给我收起来。梁娘子心中一喜，忙搬了梯子过去，把观音像小心地取了下来，放到柜台上。云姐儿原本只是想向六郎炫耀一下，没有想到他就这么给买走了。他想到阿姐说这个观音大士只有1副，卖了就没有了。云姐儿有些慌，望着六郎不知道该说什么。
六郎还在铺子里转悠，他就站在原地不动，热情瞬间消散了。六郎看完绣品，又去隔壁布行逛。梁娘子见云姐儿没有心情带着小郎君去看了，便用一碗苏珊给哄了过去。苏姐儿跟在六郎后面也不说话，苏青山亲自招待了六郎。六郎在这边又买了10几匹不同料子和花色的布，最后一结账，销价3成后还要29600两。六郎大手一挥，拿出3万两，不用找零。六郎，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你们铺子里的东西不错，刚好买了拿回去送给家中兄弟姐妹和母亲。今儿个中秋，把这些个当做过节的礼物送给他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苏桃忙着点头应是，只不过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不得劲儿。初开业便有了这么个好开头，在铺子里的所有人脸上的笑意不免又真诚了几分。哼，下次六郎来了，我再给他介绍几个绣品吧。苏桃笑着刮了刮云姐的小鼻子，她有种云姐可着一只羊薅的感觉。六郎是谁啊？苏桃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以前在寺庙见过一面，后来来了京城又见到了。不知道是因为开业宣传到位，还是初开业就有人从他们这里拿了几万两银子的布匹和绣品，锦绣坊和锦昌布行的名声一下子就传了出去。后面2天的生意也可以说是异常红火。顺子，怎么了？可是有事儿？太太，今儿一大早，布行门口就来了2个找茬的妇人，亲家老太爷让您过去看看。苏桃眉头打结，这铺子还没有开1个月，找事儿的就来了。哪来的妇人？找啥事儿啊？说在咱家买的布过水后褪色。赵氏还要问顺子什么，苏桃忙打断了他。娘，先别问了，我跟顺子过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你在家看着云姐吧。苏桃跟着顺子出门，赵氏牵着云姐往外送。灶房里的翠丫一边擦嘴一边跑了出来。老太太，我跟着太太去吧，我会好好看顾太太的。行，你赶紧跟着过去啊，一定要照顾好你家太太，可千万不能让人冲撞了她。哎，老太太，我记下了，你们的布就是褪色了，东西都在这儿呢，你们得赔钱。这位娘子，你怎么就能证明这是我们铺子里的布呢？这纹路跟我们铺子里的都不一样。苏青山很无奈，没见过这种硬着脖子不讲理的。就是在你们铺子里买的，条子还有呢。苏桃走近了些，看见那妇人拿着一块布料，那是一块褐色的绸子。苏桃要拿过来看，那闹事的妇人忙搂进怀里。跟在苏桃身后的翠丫不知道怎么想的，梗着脖子从那妇人手里硬抢了过来，递给苏桃，整得苏桃哭笑不得。她伸手接过绸子，翻看了纹路，又捏了捏绸子的质感，便递回给了那妇人。你是哪位啊？有你这样的吗？我要是不松手，你是不是还要你这丑丫头打我？这位娘子，你别光顾着吼，你这布啊确实不是咱们家的，刚才也拿了你单子上的布给你对了。咱家的那款绸子光滑鲜亮，你拿过来的这个呢，表面暗淡的很，要不你回家再去找找看，有没有记错啊？苏青山的脸都青了，还要强挤出一丝笑容来。苏桃给他爹使了个眼色，两人回了铺子。爹，确定那不是咱们铺子里的？他拿的条子是咱们铺子里的，可是那绸子不是。你摸摸咱们的料子，平滑柔软，你再看看咱们这布的颜色多鲜亮。他拿过来的是什么低档布料？颜色无睹，手感也略显粗糙，就这样的料子他也敢拿过来以次充好，说是咱家的。爹，这明显就是有人找了他来整咱们家的，要不咱们报官吧？爹早想报官了，但爹总感觉报官挺麻烦的。苏桃挺不赞成他爹这想法的，皱着眉扫了苏青山一眼。要不咱先去吓吓他，不行再让顺子去报官。父女两个在铺子里商量好，又走了出来。这位大娘，我刚才也去看了我们家的布料，确实跟你这个不一样，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在家里拿错了？苏桃说着，眼睛一直紧紧盯着那妇人的眼睛，而那妇人眼神飘忽，不敢直视他。咱们铺子里的掌柜也拿了布料给你对比了，你一直这样闹事的话，咱们现在就报官，让官老爷来断个明白。咱们是新店，铺子里的布料都是同一批的，有单子可查，官老爷一查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还是回去再看看，是不是跟其他布料整错了？你拿的这些不是咱们铺子里的。苏桃说完，还盯着那妇人。妇人脸朝向一旁，还是坚持说自己没有弄错。
苏桃看他冥顽不灵，叫顺子：“顺子，赶紧去报官，咱们都去衙门请关老爷给主持个公道。”顺子应了一声，就跑了出去。跟闹事妇人一起来的妇人心里害怕了，他只拿了100文钱，要是闹到关老爷那里，一准查出来。他不能在这里等官府抓他，于是便扯了扯张娘子的衣裳：“张嫂子，咱回家再看看去吧，这兴许是拿错了。”张娘子转头看他的时候，他拼命地向他使眼色：“要不我回家帮你看看去。”张娘子一看他拉过来壮胆的要跑，心里也跟着虚了：“要不我回去再看看？”“哎，回去看看再说吧。”两人商量好，张娘子狠狠瞪了苏桃一眼，站在苏桃旁边的翠丫看不过眼，狠狠地瞪了回去。两人好怕差役来了，走出去没多远就灰溜溜地跑了。顺子远远地见人走了，忙跑了回来。苏桃望着两人跑走的方向，吩咐顺子道：“顺子，你避开人群，过去跟着那个姓张的妇人，看看他背后有没有人指使。”苏桃跟着苏青山、梁娘子一起回到铺子里，他感觉好像少了什么。杨秀才呢？他被气着了，我让他去后面点库存去了。怎么还被气着了？那2个妇人来闹事的时候，刚巧杨秀才在。杨秀才跟他们怎么说理都说不清，自己却被气到发抖。我担心再给他气出个好歹来，就让他去盘盘库存消消气。以后这样的事儿或许还有，咱们生意好，总会惹人眼红的。梁娘子站在旁边听着，欲言又止。东家的相公可是翰林修撰呢，虽然官职不高，可是能常常在圣上跟前露脸的官。家里有个当官的，为啥要躲着呢？可是主家人都没有让别人知道的心思，他便也不好多嘴。申时过，齐鹤都下旨跑了过来，这时顺子还没有回来。苏青山让苏桃跟着齐鹤回家，他在这里等着顺子。苏桃突然就犟了起来，他不回去，非得在这里等到顺子。太太，查出来了。别着急，气儿喘匀了再说。太太，这次怕是周家不行的东家在整咱们。谁？周家不行？苏青山一脸疑惑地看了苏桃一眼，这哪里冒出来的不行？好像不是他们这条街上的。东家，这怕不是冲着我来的吧？众人面面相觑，脸上皆是疑惑不解之色。是这样，我之前做工的地方正是周家布行，他家与咱们的铺子相同，也是在布行旁边开了家小巧玲珑的绣品铺子，而我曾在那家小铺子里担任掌柜一职。那你是否与他们存在纠纷呢？例如签订的用工契约尚未到期，他们不愿意让你离去之类的问题？那没有，我刚去时他们甚至尚未开设绣品铺子，后来在我的协助下才顺利的开业。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为了留住我，开出了极为丰厚的工钱，并设定了一个铺子的营收额度。若是超过此额度呢，他们还承诺给予我1成的抽水作为奖励。这样一来，我就很用心的打理。后来我把铺子打理得很好，每个月的营收都远超他们定的那个额度，再加上1成的抽水，月钱就能拿得很高了。也不知道后面他们是怎么想的，就不想给我那么高的工钱了，整天就想着怎么降工钱。我这寻思着吧，觉得没有必要再做下去，就辞了工。辞工倒是干净利索，没有留下什么扯不清的事情，反而是他们扣了我最后1个月的抽水没有给。我这为了两边都留个底线，也没有去找他们要。那他究竟为何还要整这么一出呢？听到这话，苏青山摸了摸下巴，开始陷入沉思之中。他之所以这么做，纯粹就是出于恶意报复和嫉妒梁娘子罢了。自从梁娘子离开了他们家的铺子后，他就见不得梁娘子有半点好过。要是梁娘子过得不如意，他心里或许还会暗自窃喜，可如果梁娘子过得顺风顺水，他心里就会极其不舒服，然后就会绞尽脑汁的想出一些阴险狡诈的手段来打压他。这种行为实在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想个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他才行。他不仁也别怪咱们不义，让顺子跟着那姓周的几天，咱们找个他短处拿捏他一下。各位主子，我还没有说完呢。
顺子兄弟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姓周的跟他浑家一连生了3个女儿，听说啊，他想生个儿子，就偷偷的在外面养了个生过儿子的外室，这事儿他浑家不知道呢。梁娘子说完后，苏青山心里已经有了计较。闺女，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爹来处理，保准让那家伙从今往后都老老实实的。要苏桃说，最解气的方法就是先打他一顿出气，可惜他现在身子不方便，要不然真恨不得立刻冲过去胖揍那人一顿。既然他爹说要去处理，那就给他爹处理吧。老太爷，昨儿小子在灶房烧水的时候扰了隔壁妈妈安眠，小子想着下省买包果点过去赔个不是。隔壁有人住在耳房？京城人家的耳房大多数不是做茅房便是堆放杂物，没想到住了人，不免苏青山有此疑问。小子想着大概是个做杂事的婆子，睡眠浅。苏青山听顺子这么说，他从怀里摸出来5两银子。这钱你拿去，多买几包点心果子，给左邻右舍的都送去1包。咱们搬来之后还没有给邻居们打招呼呢，家里没有个女人当家，我一时也没有周全到。顺子接了银子，点头应是。小哥有何事啊？顺子满脸堆笑，说明了来意。原来竟是你小子，半夜不睡觉扰人清梦啊！对不住妈妈，还望妈妈原谅泽哥，这是给妈妈的赔礼，万望妈妈收下。那婆子把门又打开了一点，伸手接过果点，脸色随即便也好看了几分。妈妈所住的房子隔壁便是我家的灶房，现如今只有家主和小子2人住，家里没有请厨娘，以后请了厨娘，免不得还会吵到妈妈。顺子说着停了下来，偷偷瞅了那婆子一眼，果然她的脸色又暗了下来。顺子不再多说，他忙又拿出另一份点心递了过去。咱们刚搬过来，这是我家主子请邻里吃茶的，烦请妈妈代为转给你家主子。李妈妈，外面是哪个？隔壁新搬来的小哥儿过来送点心果子呢，请进来回话。小哥随老婆子进来吧。你就是隔壁新搬来的？回娘子的话，前几日刚搬进隔壁，老太爷吩咐小子给邻里送包果点吃茶。你家老太爷倒是有心了，做得比内宅妇人还要贴心。顺子低着头不吭声，他是真分不出来这是夸他家老太爷还是损他家老太爷。妈妈，快接过点心，再拿10个铜板给小哥吃茶。顺子给邻里送了果点，邻里也都纷纷回了小礼，只有隔壁没有动静。原本也没有放在心上，冬月底的最后一天，他们的驴车刚在院门口停下来，隔壁娘子跟前的妈妈就提着个枣红色的食盒走了出来。老婆子是隔壁白家的，姓宋，大爷客气送了点心果子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家娘子请老婆子拿了几个菜送来，全当是给大爷的回礼，若大爷不嫌弃，还请收下。顺子从宋婆子手里接过了食盒。劳烦妈妈代为向你家老爷致谢。哎呦，这个呀我可办不到，老婆子应该还能再活个20-30年。苏青山怔愣一下就反应了过来，还来不及道自己唐突，宋婆子说完那话，微扶了扶身，便转身回了隔壁。顺子暗道，原来隔壁娘子是个寡居的，难怪当日他进院子里时感觉静悄悄的。有了这个认识，他再看一眼手里的食盒，感觉有些复杂。枣红色的盒子有上下4层，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里面少说得有5个菜。顺子抬头看了一眼前面身着青色紧身圆领袍的苏青山，顺子想着那天在他眼前一闪而过的那一抹尖尖的绣鞋，感觉这一食盒的吃食并不是那么单纯。妈妈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比咱们躲在墙头上看的还清楚呢。一表人才，高大结实，看着不过30出头的样子。那小厮如何称他老太爷？宋妈妈眼睛滴溜溜转了2圈。兴许是家中子嗣出息，家中仆从早早改了称呼。妈妈，我也盯了隔壁好几日，出行就那主仆2人。李妈妈之前也说了，那小子说家中只有他和他家主2人，想来是没有女眷的。那明儿我再去打探打探，这次可不能所托非人呐。镜子里的娘子薄唇微微勾起，似笑非笑。
顺子这边早上出发去铺子前把食盒还了回去，李婆子伸手接过食盒，转身往后看了一眼，欲言又止。太太安排她过来照顾亲家老太爷，她可不能出了差池。李婆子表情怪异，再加上昨日送的菜色，不由得让顺子多了个心眼。太太，亲家老太爷来了。阿桃，你让喜子找我过来的？爹，我就想问问你打算几时回临阳？已经进入腊月了，若是回去的路上遇着下雪，路就不好走了。苏青山见苏桃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着就要生了，他不放心他在操心着铺子里的事情，便想等着把琐事都安排妥了再回去。这时见闺女都急了，他才笑着说：铺子里面都安排的差不多了，就是你之前说的岁节抽水的事儿，我也给账房杨先生安排好了，铺子里都安排妥了，爹过2天就打算回去。爹，我今儿给了顺子一张条子，让他买些京城的土仪，你回去的时候帮着带回去，按照这个单子给大家发一发。好，我盯着顺子采买，采买顺利的话，腊八前就能回去了。爹，这次回去你一定要把阿娘跟虎子也接过来，你以后常在京城和南边2地跑，回家多有不便。岁节过后，齐家3哥跟3嫂2口子也会来京城，到时候你带着娘和虎子也一起过来，这路上还有个照应。行，都听你的。原本我这次回去就准备带你娘过来，你这过不了几日就要生产，你娘送来的信里啊，言语中也颇为担心着你。阿娘也给我递了信儿的，有婆母在，让阿娘不要担心。亲家公啊，你放心，我定把桃娘照顾得妥妥帖帖的。这接生的婆子我都已经找好了，计划着等过了15就把她接到稻作坊里住着，直到桃娘生产。阿桃这边多劳亲家母照顾了。哎呀，自家孩子，亲家公这样说就显得见外了。阿桃啊，你娘冬月底随信还寄了几身孩子穿的衣裳，原本我准备腊月初6送过来的，这要急着回去怕来不及，明个初2也是个好日子，我明天就送过来。腊月开始，齐贺有3日节假。桃娘啊，我跟你爹我们2个去大相国寺讨罐腊八粥回来，回来的路上呢，顺便买些早食回来，你们就不用操心早饭了啊。云姐还在屋里睡着呢，她醒了给她穿好衣裳让她起来，可别躺在床上躲懒，养成了坏毛病。啊，五郎呢？苏桃抬起下巴指了指书房。五郎，你别只顾着写，你照看好桃娘。知道了，娘。该安排的都安排了，齐老二也已经把驴车准备好了。那我们过去了啊。辰时末，太阳艳灿灿地照着大地。赵氏捧着一罐腊八粥进了垂花门。赶紧的，都洗手吃饭了。用过早饭，齐老二又赶着驴车回了桃源庄。桃娘啊，这大相国寺门前等着领腊八粥的人啊是真多呢。我跟你爹虽然一早就出了门，可到了大相国寺门口一看，那里已经排了老长的队呢。哎呦，我一看这么长的队，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就让你爹去排队了。我自己啊去了庙里，这庙里人是真多呢。我进了大雄宝殿，把里面的金佛上上下下木洗得干干净净啊。啊，还有在大相国寺遇佛的时候，我听说今日街上的生药铺子会发腊药呢，说是冬季滋补用的。等一下我过去也领一份去。老爷，好像是宫中来人了。赵氏停下手中的鸡毛掸子，抓着苏桃的手问：啥？喜子说啥？宫里来人了？他们刚出去，齐贺便与一个穿着石头白圆领锦袍的男子言笑晏晏地笑谈着走了进来。严大人，这是家母、内子、小妹，这位是太后娘娘跟前的严督之。赵氏苏桃齐齐俯身向他道了个万福。齐大人，太后娘娘跟前无人伺候，我不便久留，齐大人携家人准备接娘娘的赏赐吧。齐贺招手让家人在院子内站定，而后对着堂屋俯身下跪。严督之抄着手高声唱念太后娘娘的口诏：翰林院修撰齐贺，为郡王爷讲经解史尽心尽力，令郡王爷进益良多，吾深感欣慰，特赐红丝燕1方，玉如意1顶，白蜡50斤，檀香20斤，宫廷腊八粥5份。严督之念唱完，往旁边侧了侧身，小声对齐贺说：齐大人，快谢恩吧。臣叩谢太后娘娘恩赏，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严督之再次拱手向齐贺道贺，齐贺回礼后塞给了他一锭银子，
云姐儿在旁边见了，也往严都之手里塞了个东西。严都之收了，笑着向云姐儿行了一礼。一行人来的匆匆，回去的也匆匆。赵氏原本是要去生药铺子门口领蜡药的，此时他也不去了，回了自己里间，拿上荷包，挎着个竹篮子，欢快地上街割肉去了。五郎出息了，太后娘娘都给送来了赏赐，他必须得给五郎做些好吃的犒劳他。严都之坐上外面2人抬的轻微小轿，伸出手张开手心，里面赫然躺着2个油光的开口栗子。他嘴角挂着一抹笑，解开腰间的荷包放了进去。严都之回去向太后娘娘复命时，特意把那2枚栗子拿了出来。太后见了，笑得慈爱。齐鹤啊，出身乡野，他爹娘把孩子教的确实好，淳朴良善。娘和翠丫把饭菜都准备好了，你洗漱好就能吃饭了。齐鹤扶着苏桃出了西厢房，外面天空还是黑漆漆的一片，而齐家小院却是灯火通明。云姐儿，今儿过节呢，赶紧起床，阿娘给云姐儿压岁钱。等了一会儿，屋内没有声音。快起来，你爹爹买了许多点心果子，今儿过节随你吃啊，阿娘也不说你。没有等多久，就听到一个云姐儿爱困的声音问：真的吗？阿娘没有骗人。这大过节的骗什么人啊？过节不兴骗人的，也不兴管教孩子。过了年，云姐儿都7岁了。齐鹤在旁边莫名其妙地冒出这么一句。苏桃转身看了他一眼，心道：这过了年，大家都长了1岁啊。出了正月，得赶紧给云姐儿找个女夫子了。苏桃点头同意齐鹤的话。去岁说云姐儿太小，一直没有给她找女夫子。今岁无论如何都要找个女夫子了。看什么呢？看我家相公呢。苏桃瞟了一眼灶房门前带着云姐儿洗漱的赵氏，压低声音凑向齐鹤：看我家相公怎么这么俊俏又能力出众，随便叫叫郡王爷就能得到太后娘娘的赏识。被娘子夸赞，齐鹤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阿姐，五哥，你们在干啥呢？云姐站在2人身边，仰着头天真的问他们。是呀，真不知道五哥干啥呢。苏桃嘴里吐出五哥2字，齐鹤好似感觉苏桃在叫他五哥，心里又不由得突突了起来。齐鹤俯身把云姐儿抱了起来。云姐儿，要不要找喜子放鞭炮去？快去放2个，放完就回来吃饭。用过饭，等把碗盘都收拾妥当，赵氏跟齐老二在正房堂屋的东西2边椅子上坐了下来。齐鹤带着苏桃给他2老磕头贺岁，而后是云姐儿，后面便是喜子翠丫。院子里的人都给老太爷和老太太磕头贺岁，不偏不倚的，每人都得了一串100文铜板。稳婆也过来道了贺，她毕竟是请来的，赵氏破费给了1钱小碎银。涛娘，你这刚嫁到咱们家，还没有在西柳村过节呢。你不知道呢，往年在西柳村过节，咱们年饭还没有吃呢。6郎还有下面小的狗子他们2兄弟，早早的就过来磕头讨压岁钱了。不
伯母，婶婶也给云姐了。咱家云姐才逃了1年就搬来了京城，这么一说，还是咱家亏了呢。回家跟他们要。童言无解，听得大人都哈哈大笑。或许是真的太累了，苏桃半躺半坐着，靠在葱绿的锦被上，双目紧闭。齐鹤轻轻坐在床边，注视着她高耸的肚子，眼中满是疼惜。他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床边，欣赏着小娘子沉静的睡颜。齐鹤看着看着，发现苏桃肚子那儿的裙子动了一下。齐鹤眉头不满地蹙起，这小家伙又闹他娘了。被小家伙吵醒的。苏桃轻嗯了一声，闭着眼睛靠在齐鹤怀里，手习惯性地放在肚子上轻轻安抚。突然，苏桃动作骤然一停，她感觉肚子猛地抽搐了一下，揪心的疼。怎么了？相公，刚才肚子疼了一下。要不要紧啊？该是不要紧，现在又不疼了。肚子不疼了，苏桃又闭上了眼睛。是不是累着了？从5更醒来，苏桃都没有怎么休息，她担心她是累着了。不知道，只是偶然疼了一下，苏桃也没有在意。在后面连着又疼了2次的时候，齐鹤赶紧跑出来叫赵氏。太太开始宫缩了。是要生了吗？生产还早，先准备产房。吃过晚饭，苏桃又去院子里走了2圈。走着走着，她感觉一股热流涌出，连疼痛都忍着没有吭声的苏桃，这时突然惊讶一叫：好了，别走动了，赶紧上床上躺着去。大爷就别跟着进去了。屋内没有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只有不时传来的几声轻哼。大爷先回屋坐着吧，生产还早。稳婆回去拿了她的一个包袱，又进了西厢房。苏桃感觉疼了好久好久，疼得她整个人都恍惚了。苏桃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恍惚中听到稳婆的声音说：全开了，全开了！娘子啊，要往下面用力啊！娘子咬着，记得把全身的力气都往下使。阿桃，窗外传来齐鹤的声音。苏桃疲惫地睁开了眼睛，她知道齐鹤在外面陪着她，她心中欣慰，而后又攒了一股子力气使了出来。突然身体猛地一松，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随后耳边响起稳婆欣喜的声音：哎呦，生出来了！恭喜老太太得了个大胖孙子。齐鹤还在外面试探地叫着苏桃：抱着给心上人的父亲看看吧。赵氏接过稳婆怀里的小孙孙，走到外间叫齐鹤：五郎，五郎，你进来。来看看啊，是个小郎君呢。齐鹤看了一眼，好。稳婆恭喜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齐鹤就扭身进了里间。一进去就看到苏桃披散着头发，仰躺在床上睡得安稳。赵氏轻轻地把小婴儿放在苏桃的脚头，压着声音对齐鹤说：桃娘累惨了，刚生下根就睡着了，你可别去扰了她，赶紧的给我孙儿起个名字是正经。齐家的人都在各自忙碌着，齐鹤还蹲在苏桃的床头，腿都蹲麻了，也不舍得起来。他娘让他给哥取个名字，他等着苏桃醒来一起取。睡了一觉终于休息过来的苏桃悠悠转醒。齐鹤见苏桃醒来，拿着手中浅褐色的绣花抹额就要起身，谁知蹲得太久，他脚一麻腿一软，竟然跌倒在地。苏桃吓到了，忙起身要去拉他，自己也身子酸软的重新倒在了床上。两人摔倒惊呼，把床另一头睡得香甜的哥儿给吵醒了。哥儿闭着眼睛，张着小嘴哇哇大哭起来。相公，孩子哭了。让他哭会儿，没事儿。哎呀，哥儿怎么哭了？孩子声音慢慢小了下来，哄好后，哥儿的小嘴巴一缩一缩的。赵氏想着哥儿该是饿了，可是他娘肚子里还空着呢。赵氏抬头望向床边，便见他的儿媳娇娇地靠在儿子怀里，两人两双眼睛茫茫然地盯着他怀里的襁褓。五郎，你过来。五郎，你看着啊，这个手托在屁股这里，让他的头枕在你胳膊上，你先这么轻轻地晃着他，哄哄他。我去给桃娘端吃的进来啊。齐鹤似个木偶人一般，僵硬地接过赵氏怀里的歌儿，学着赵氏的样子轻晃着：相公，给我看看。
苏桃往外欠了欠身子，伸头看襁褓里的婴孩，皱巴巴红彤彤，眼睛紧闭着，嘴巴一动一动的。相公，他怎么这么丑啊？还没有我在山里见的猴子好看。丑字一出来，苏桃不由得伤心了起来。这孩子怎么这么丑啊？她越想越伤心，悲情之下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这太丑了，他怎么这么丑？怎么看一眼还哭了呢？齐鹤手里抱着歌，苏桃又哭得伤心。他手足无措间，赵氏端着个瓷碗走了进来。哎呦，你这哭啥呢？月子里可不能哭，伤身子。真这么丑吗？齐鹤抱着孩子仔细打量。娘，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丑啊？瞎说什么呢？这孩子长得跟你小时候一样，好看着呢。稳婆都夸呢，这长手长脚的是个俊俏孩子。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过2天长开了就好看了。哦，那就是现在是丑的呗。就这，他娘还说长得像他小时候。哎，你给孩子想了名字没有啊？等阿桃想一个。让爹起吧，家里孩子出生不都是祖父给起的名字？就你爹肚子里没有半点墨水，你放心让他起。到时候他给咱哥起个石头、磨盘、抓钩什么的，我可不乐意。赵氏端着空碗出去了。希，晨曦的曦。齐鹤摇头说不好。晨曦充满希望，生机勃勃，怎么就不好了？三哥齐三郎大名叫齐曦。三叔还挺会起名的。东南西北的西，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分别是东南西北。还是相公的名字好听。六郎的大名是齐耀。苏桃再次感慨，还好从你这里就转了风格。心如朗月连天静，意似寒潭彻底清。一句禅语，给歌取名朗吧，小名不取了，就叫朗哥如何？心如朗月真好。齐朗，朗哥。小家伙只抬了抬眼皮。苏桃见他动了，笑望着齐鹤。朗哥眼睛动了，许是同意了。两人说说笑笑，适应着新的身份。赵氏白天是看明白了，五郎只会照顾桃娘，不会照顾他孙子，于是他便把齐五郎赶去了书房住。他在杂物房找了个软床搬进西厢房，就此在西厢房外间住下来，照顾苏桃他们母子2个。不过短短7日，苏桃脸色就变得红润起来了。苏桃吃得好，喝得好，奶水就好，间接的朗哥的小脸也养得白嫩。这日2个人抱着孩子打量，苏桃看看朗哥，又抬头看看齐鹤，肯定道：朗哥的眼睛跟相公的一样，你看细长的，嘴唇也一样薄薄的。苏桃盯着朗哥看了好久，最后发现朗哥好像没有一处像他的地方。朗哥长大了一定长得跟相公很像。云姐儿嘴里啃着一块桂花糕走了进来，刚巧听到了这话。他看了看齐鹤怀中小小的白面团子一样的朗哥，又看了看他相貌出众的五哥，他不同意苏桃的说法。五哥好看，朗哥太圆了。苏桃的奶水足可不就把朗哥养得白胖。娘说了，你五哥小时候就长这样。云姐儿一直盯着缩嘴巴的朗哥看，她怎么都不能相信好看的五哥小时候长朗哥这个样子。云姐儿长得像谁？云姐的话一出口，苏桃就愣住了。她扶着云姐的肩膀，让她面向她，而后仔细地打量云姐的长相。她的爹娘也都该是貌美的人，云姐儿长得像娘呢。云姐儿跟五哥长得不像吗？五哥是她亲哥呢。苏桃看了看云姐儿，又看了看齐鹤。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点像呢。你跟五哥都长得像娘呢。朗哥是不是跟云姐儿也像？像，朗哥长大后一定跟你们长得都像。见苏桃这样哄云姐儿，齐鹤悠悠晃着怀里的朗哥轻笑出声。苏桃白了齐鹤一眼。云姐儿喜欢朗哥吗？喜欢朗哥，虽然朗哥现在还没有长得像五哥一样好看，可是云姐儿最喜欢朗哥了，因为我是他的姑姑呀。云姐儿每次见到朗哥都会不厌其烦地对他说他是姑姑。
苏桃不禁想，将来朗哥若是学说话，最先会叫的会不会就是姑姑？经理念着阿桃，过了15就出发了。桃娘在西厢房呢，屋里燃了炭盆，外面冷，我让她在屋里待着，别出来了。这头生孩子啊，我想着让她做个双月子呢。阿娘，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了下来。方氏一个箭步抱住苏桃，嘴里埋怨着：“都当娘了，哭什么？”嘴上虽然这样说，声音里也透出一丝哽咽。桃娘啊，亲家母来了，你们娘俩好好的说说话啊。娘，你看，他叫朗哥，投胎就生了个小子。阿桃啊，是个有福气的。娘，什么小子闺女的？我婆母做衣裳的时候，小子闺女的都背了。对，你婆母开明，是阿娘多想了。苏桃嘟囔了一句：“就是啊。”母女两个相视一笑。阿桃啊，你真是嫁了个好婆家，娘能看得出来，你婆母啊把你当成闺女疼的，她自己搬到外间来照顾你，还把你跟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朗哥睡得香甜，母女两个就坐在炭盆前压着声音说话。我给朗哥儿做了好几身衣裳，你周大娘也给做了2身。到城门口的时候，有个小子在那里等着接我们，你爹就让他把拉着咱家行李的马车接了回去。明儿啊，我再拿了东西过来。娘，去接你们的小哥叫顺子，他现在跟着爹在做事。你们刚到京城，回家后好好休息2天，不急着过来。朗哥的喜儿会还没有办呢，婆母说得等你们到了再办。那也好，等喜儿会那天拿来也是一样的。哎，五郎上职去了？除了巡修节假，天天都要去上职呢。翰林院在工厂里边，他倒是天天往工厂跑，听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圣上呢。男人的事儿啊，咱们女人也不用操心，你操持好家里就行了。我也没有说他啥，就是聊家常随便说的。好，娘明白的。母女两个聊了好一会儿，赵氏在门口叫苏桃：“桃娘，你三嫂想过来看看朗哥。”娘，快带三嫂进来啊！原谅我不能出去迎三嫂。都是自家人，哪里需要你出来迎啊？两人客套了2句，苏桃就引着杏儿去看朗哥。娘和伯母他们说，哥生在京城，定要穿绫罗绸缎的，咱们也没有钱买那好料子，就自己纺了细布给哥做了些里衣，堂娘不要嫌弃才好。三嫂说笑了，我怎么会嫌弃啊？高兴还来不及呢。都是伯母婶子你们亲手纺的布做的，这份心意比什么都贵重。苏桃拉着杏儿又问了问一路上好不好走。云姐儿在外面伸着头叫苏桃，苏桃正在跟杏儿说话，她招手让云姐儿进来，云姐儿非要苏桃出去，苏桃便跟杏儿说了一声走了出去。苏桃刚到外面，云姐儿就把站在门帘子后面的苏虎拉进了屋里来。阿姐，虎哥哥很想你呢。不过是1年的时间，虎子怎么变化这么大？阿姐，苏桃嘴角上翘，眼角湿湿的，她拉过来苏虎，一把抱进怀里。杏儿还坐在里间等着。苏桃虽有很多话要跟苏虎说，还是只仔细打量了他2眼，便让云姐儿带着他出去了。爷娘，相公，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苏青山一出去就是1整天，他没有想到他会在半晌不午的时候回来。若是知道今天他会这么早回来，他就不会答应隔壁白娘子帮他打被子了。给你买了2匹好布料，你抽空做个春衫。相公，先等一下。冯氏儿拽住苏青山的胳膊，眼睛往东边的侧里间看去。这是隔壁的白娘子，她过来让我帮她打个被子。苏青山收起笑容，拱手对着那妇人行了一礼。苏大爷万福。妇人行了一礼，眼神微微斜视着下方，头似垂非垂，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身形妖妖娆娆的，周身带着一股天生的妩媚。见家中有客人，苏青山也没有过多停留。娘子你们忙吧，我去看看虎子有没有用心读书。顺子啊，把布料先放堂屋里吧。顺子给冯氏打了声招呼，把布料放在西边的椅子上，一溜烟儿跑出了堂屋。老太爷，小子有话要说。有啥事儿说吧。顺子拿眼瞟了一眼东边院子，往苏青山跟前凑了凑。你小子到底要说什么事儿？怎么还鬼鬼祟祟的？老太爷，小子发现那隔壁的白娘子不太正常。哦，怎么个不正常法？岁节前
那隔壁的给老太爷送了那样一盒子饭菜，小子就觉得不正常。后面小子稍稍打听了一下，他竟然是别人养的外室。外室？他家婆子的意思不是家中郎君没了？小子打听到的是，他是余家姑爷养的外室，隔壁房子原是余家的，不知道怎么就给了他了。苏青山听顺子这么一说，觉着这里面有事儿，他推开西厢房的门走了进去，顺子也赶紧跟了进去。还打听到了什么？小子就打听到他是别人家的外室，他送过一次吃食后就再没给老太爷送茶送饭的，小子就没有放在心上了。今儿回来见他都敢跑到家里来了，小子怕老太太被他蒙蔽才说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什么歪心思，他暂时还没有做出什么错事，咱们也不能怎么着他。但是靠男人讨生活的女子心眼多，老太太刚从乡下来，心思单纯，被骗了她也不知道。这几天你不用跟着我去铺子里了，你出去再好好打探打探，咱不能对他一无所知。顺子应了一声，苏青山就让顺子先出去了。哟，隔壁怎么找你给他做这个？他说家中的老妈妈伤了手做不了，便求着让我帮他做一下。嗨，都是往常在家里做惯的，也不妨事。房事在做事，苏青山在他身边站着不走，真是碍事儿。站在这里干嘛？怪累得慌。啊，你上那儿坐着去吧。啊，我腾不开手啊，让顺子帮你提壶热水来沏茶。苏青山坐在东边主位的椅子上，手指轻扣着旁边的桌面，悠悠道：顺子有事儿出去了。那你等一下，手里的活儿一会儿就做完了。什么时候跟隔壁交往上的？苏青山心里盘算着怎么开口问冯氏，顺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刚倒的热水还烫着，不经意一口，他被烫到叫了一声。赶紧的，用凉水浸一浸嘴唇。想什么呢？这么大的人了，还能被茶水烫的？我在想啊，你啥时候跟隔壁的走得这么近了？冯氏不可思议地瞅了苏青山一眼，顺势坐在了东边的次座上。冯氏盯着苏青山，若有所思地打量。苏青山伸着头，从杯子上抬起眼睛回望他。他被冯氏看得心虚，笑着说：干啥这样看着我呀？怎么的？看人家娘子长得好，看上了？瞎说什么呢？我就是担心你。隔壁啥人家你知道吗？就请到家里来了。快静着，小心嘴上起了泡，看你还怎么去铺子里。隔壁娘子是个寡妇，我要知道你今儿回来这么早，我就不帮她做这个活了。刚来京城那2天，你去铺子了，虎子呢在房间里背书，我一个人无聊，就把家里能动的规整了一下。隔壁娘子拿着糕点过来，我也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吧，就坐在一起吃了几次茶。我也不了解她，自不会乱说什么，只说你在布行里做事。她也没有多说，就只说自家男人前不久去了，自己寡居在家，家中另有2个伺候的婆子，然后就闲聊些女人家的话，针纸呀、衣裳之类的。不甚了解，留个心眼儿也没错。冯氏原本就没有跟白娘子说太多什么，苏青山这样一提，他就更谨慎了。这段时间我给虎子找叔叔，听布行的那些个掌柜的东家说，他们大多是请了夫子来自己家中教的。你这是也想请个夫子来家教？他们家中3妻4妾的，子嗣多，请夫子来家可以同时教好几个学生。咱家就虎子一人，我想着还是去外面读好一些，去外面叔叔还能结交个同窗一起玩，他一人闷家里学不好。冯氏白了他一眼，嫌弃家里没有3妻4妾是怎么着？苏青山忙讨好的对着冯氏笑了笑。隔壁白娘子说，咱们这边几条巷子也住了不少什么国子监的助教、执教，都是夫子呢。那国子监都是招收官员子弟的，咱们虎子进不去。那朗哥儿以后读书就能进国子监了？苏青山嗯了一声。朗哥儿可是还要许久才能去读书呢。齐家这边，苏桃终于坐满了双月子，赵氏收了西厢房外间自己的软床，放回了杂物间。2个月没有回房间睡了，齐鹤一进里间就坐在了床上。苏桃很少在齐鹤跟前喂朗哥，突然他就这么大大咧咧坐在床边上看着他们，他竟然是有些不好意思解身子。苏桃想把齐鹤支走。相公，你书房的铺盖是不是还没有收回来？用不到，明儿再收。你把被子拿回来吧，
我跟朗哥一个被窝，你自己一个被窝。齐贺笑意加深，深深瞅了他一眼，起身出了里间。苏桃赶紧解衫子喂已经躺在他怀里的朗哥。朗哥吃饱喝足，苏桃轻轻一晃，他便睡着了。阿桃身子怎么一股枯草味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扯开衣领往里面深嗅，火热的呼吸打在后背上痒痒的。苏桃笑着往外扯，哎，别闻了，一身都是这味儿。今天沐浴，娘让翠丫给我煮的艾叶水。苏桃轻轻转身面向齐贺，相公，那女官你能请来吗？应该能吧。齐贺说应该能，那便是能的吧。若是不能，他也不会提前告诉他们。苏桃眼睛乌溜溜地盯着齐贺，齐贺心中焉能平静？他往前蹭了蹭，嘴唇便印上了他的朱唇。相公，朗哥。别担心，他睡沉了。齐贺抱着苏桃往床外边挪了挪，放下床帐，扯过被子蒙住了两人。鸳鸯交颈，间谍情深。一只细长白嫩的手儿逃出了床帐，瞬间又被抓了回去。床帐内背面下，2个月的相思无声而激烈，一直宣泄到2更。翌日，齐贺巡修在家，苏桃洗漱好，抱着朗哥的赵氏便提出晚上要不让朗哥跟着他睡。苏桃脸上陡然泛起一丝红晕，嗫嚅道：朗哥晚上还要吃1次奶。赵氏抱着朗哥没有说话，好像在想着什么对策。不巧这时齐贺来了正房，说家里最好收拾出来一间屋子给女夫子授课用。苏桃白了齐贺一眼，抱着朗哥回了西厢房。苏桃决定要给齐贺点颜色瞧瞧。看着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这么一个人，逮着机会就没命的折腾。齐贺自知理亏，屁颠屁颠的跟了过去。苏青山专门给了顺子几天时间，让他去打探那隔壁白家。顺子打探来打探去，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哥儿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凡是老婆子知道的，一定一五一十的都说给你知道。你家娘子跟我家老太太走这么近，是不是有所图？好歹让你们给发现了。岁节前她给我家老太爷送吃食，我送食盒回来的时候，妈妈是不是有话给我说？老婆子见你是个实在的，当时原想着提醒你一句，可又怕被家里的那2个听到了，碎作了吧。他要是个别人家平常的外室也就罢了，可是他污糟得很。夜里怪冷的，妈妈你赶紧说说。我是那余家姑爷买来给他做粗使的，我只知他是余家姑爷从南边买过来的，往前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后面的事儿倒是清楚些。妈妈只管说你知道的就行。我来了之后发现那余家姑爷过来这边院子过夜，可不止他一个人过来，他还带着余家老太爷一起过来呢。那宋老婆子在外间伺候着，他们3人在里间吃酒戏耍。余家姑爷善丹青，还做了那样的话。你到这余家的宅子，怎么就落到了他的手里呀？余家姑爷养外室这事儿败露后余家娘子也找婆子来赶过他一次，他让余家娘子亲自来。余家娘子亲自来了，不一会儿就脸色铁青的被气走了。后面连着这宅子里还有里面的瓶瓶罐罐都给了他。李婆子说完瞅了顺子一眼，顺子马上应和的哦了一声。你们家搬过来的时候被那宋婆子看到了，她回屋后也不知道怎么跟娘子说的，2个人偷偷的在外院蹬着梯子往你家偷看了几次呢。偏巧没过几日你就过来送点心果子，他们就趁着机会给你家送了吃食。老婆子听他们2个和气想要把家中娘子嫁去你家里来，不凑巧只吃了1次吃食，你们老太爷就回乡下去了。这次又回来，他们见你们家老太太过来了，便想从你家老太太那边入手呢。他自己手中有宅又有钱，为什么还非得要在下？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世道女子谋生艰难，总要找个郎主顶门立户。二则嘛，二则就是他深闺寂寞，离不得男人。你家老太爷长得高大健壮，家里又有营生，就算是给他做小，
只要家中主母和善，也是顶顶好的。该问的都问清楚了，顺子让李婆子赶紧回去。哎，她从于老太爷跟于家姑爷手里也得了许多好东西，金银首饰自不必说，听说还有个香烛铺子。若她是个好的，谁娶了她还真不差呢。我家老太爷跟老太太伉俪情深，绝不可能娶她。顺子从袖子里又摸出4钱碎银子，一并递到了李婆子手里。这钱妈妈也拿着，若是她有什么不利我家老太爷的动作，望妈妈给提个醒。李婆子将碎银子收进怀里，两个人又悄无声息地各自离开。一日，苏青山刚起床，顺子把昨天晚上打探到的消息原封不动地一一说给了苏青山听。听完之后，苏青山只觉得心中一阵恶寒。转眼间进入4月，也到了朗哥的百岁之喜这日。齐贺没有给同僚递帖子，他们就计划着要苏家和齐三郎他们过来家里吃顿饭。虎哥儿去叔叔了？去叔叔了，去了一个落地橘子开的小叔叔。先让虎子在那里学着，等他适应了京城的生活，再让他去国子监里读书去。漫不经心的苏青山猛地抬头望向齐贺。国子监不是只有官员家的孩子才能进？原则上是这样，但如果家中有名额用不到，也可以转给亲戚使用。苏青山一听，这是要把朗哥的名额用了。哎，别费那劲了，虎子读书也就那样，名额还是给朗哥留着吧。齐贺眼神望向屋门外，声音有些飘忽。用不到朗哥的名额，我识得一人，他有名额且用不到。人家愿意给咱们用？愿意的。因他家中只有2女，所以暂时用不到。再过2年，或许等不到2年，他出入境中走出翰林院，他的身份或许就藏不住了。到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臭小子，劲儿还不小，差点就摔下去。朗哥儿的劲儿可大了，把我的手都打红了。他劲儿大着呢，你可小心些，抱牢了。怎么能打姑姑呢？该打。朗哥或许知道他爹在教育他，扒着他爹的肩头，不服气的地跟他爹吵。这小子还不服当爹的管教。五哥，朗哥还小，你不能打他。齐贺无语。苏桃抿着嘴笑，而后拉过来云锦儿柔声说：“子不教，父之过。五哥这是在教育朗哥呢。”蓝婆婆不打人，让朗哥跟着蓝婆婆学吧。朗哥以后学的兴许跟云锦儿学的不一样呢。就这么说笑笑间，众人到了杏林巷。秦蓉蓉疯了，如今也没人管她了。她虽然疯了，但还是傻傻的跟着冯玉娇走了。冯玉娇晕过去了，她就一动不动的在旁边守着。冯玉娇醒来的时候是半夜，她只觉得浑身都是滔天的痛意，她想求救，却一点声音都喊不出来。今天被山上扔下来的女人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竟然被人打断了双腿。要不是看她身上都是血，就她那脸蛋儿还挺好看的。我这辈子还没睡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一阵猥琐的笑声传来。都什么时候了，你脑子里面竟然还在想这些？咱们现在有不湿的粥可以喝，等他过几天死了，咱们就把他刮来吃了吧。看他细皮嫩肉的，嘿，吃起来肯定好吃。冯玉娇从来都没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过，如今虽然断了双腿，可是她还是想活。腿断了，那她就用手爬。虽然不知道她自己能爬到哪里去，但她知道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也不知道爬了多久，冯玉娇再也爬不动了。等她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听得有一个清冷的声音，很是不耐的：“这什么烂东西，竟然敢污了本公子的脚底，一把火烧了吧！”冯玉娇抬起头，看见一个衣着华贵的年轻男子鄙夷地看着她。冯玉娇用尽全身的力气：“我知道一个大秘密，有人会使用炸药，一种可以把一群人炸成肉块的炸药，求你救我！”说完他就晕过去了。公子，这女人如何处置？救活她？公子，她来了，亲自来的。京城这边卖房子
先得问问前后左右邻居要不要买，前后左右的邻居家不买，才能往外卖。方氏了然，他就说呢，卖宅子怎么来问他们家呢？阿娘有没有打算买下隔壁宅子？你爹又不在家，娘做不了主啊。再说了，这个一处宅子不是挺好的吗？把隔壁买下来做什么？买下隔壁可以打通一个小门，这样便是一处小两进并左右2个院子的宅子。苏桃觉得齐贺的提议不错，也停下筷子看着冯氏。以后苏活总要娶妻生子，家里多个院子也能住得开。你爹不在，等他回来再说吧。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也没有让翠丫帮你热饭。跟同僚出去吃了。跟同僚出去吃个饭这么累的吗？齐贺捏了捏眉心，苦笑道：朝中出了点事情，跟同僚一起谈了谈各自的想法。什么大事儿啊？让你们翰林院也跟着伤脑筋。宿州遭了水患，致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齐贺往常不怎么跟着同僚出去喝酒吃茶，因着他的病酒症越少人知道越好，这可是他致命的弱点。最近几日，他不管是茶局还是酒局，频频跟着大家一起出去。他只是想看看大家都有些什么看法。说起来，陆大人也算是对相公有恩的。若是没有那次科举重考，相公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名次。8月间粮食价格上涨那会儿，三哥问我要不要卖些粮食。我想着咱们家也用不到那点卖粮食的银子，就没有卖。相公，咱们庄子上现在存有2季的粮食，加起来可能不足30石。粮食虽然少，总比没有强。要不咱们捐去宿州去吧。齐贺猛然转过头看着苏桃，他怎么没有想到呢？户部拨过去的赈灾钱粮不够，还是可以募捐的。苏桃给齐贺打开了新思路，他便认认真真的想着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跟随。夜已深，齐贺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说着自己的想法，苏桃频频点头附和。若有不同意见，他也会说2句。2人商谈半夜。一日，齐贺神清气爽地去衙门上职，苏桃乘着驴车去了庄子上。人有急难，轻财救之。平时肯帮人，及时有人帮。锦昌布行、锦绣坊，赈济宿州。落款有锦昌布行，也有锦绣坊。拉着粮食的马车出来桃源庄，一路上如蜗牛爬行一般，极其缓慢地往城里走。这是锦昌布行跟锦绣坊要给宿州捐粮。这个布行跟绣坊是在哪个街上？没听说过啊，京城那么多布行跟绣坊，哪能都知道呢？这2家铺子挨着，都在金桥大街头上。锦昌布行和锦绣坊跟陆家没有关系。下官着人去查探一番。户部尚书摆手，倒是不用，尽快安排人手把粮食接收了吧。说完，他背着手走回桌子后面。宿州灾民有福气了，指不定后面还会有商家过来捐赠，出去安排安排，等着吧。禀圣上，有亲事官来报，近日城内有商家向宿州捐赠米粮，声势浩大，粮食现已拉去了户部门口。哪家商户捐赠了多少？回圣上，捐粮的商户是锦昌布行和锦绣坊，捐粮30担。2家商行才捐了30石，杯水车薪。皇帝的脸色平静，看不出喜怒。这2家铺子是同一个东家，铺子刚开不久，官府文案上记录的东家是苏桃与苏青山。圣上望着陈吉，让他继续说下去。东家苏桃乃是翰林学士院修撰齐大人的家眷，而苏青山是他老丈人。粮食是从一个叫桃源庄的庄子上拉出来的，那庄子在齐大人名下，捐赠却是以布行和绣坊的名义捐赠的。齐贺，皇帝眼中多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笑意，他挥了挥手让陈吉退下。朕知道了，下去吧。齐贺，去年的新科状元，去了翰林学士院这么长时间里，也没有见过他的奏书札子，他倒是兢兢业业。这么低调的一个人，如何又要家人向宿州捐粮？真的是心系灾民，还是想向陆参政示好？皇上，臣愚钝，不知其意。阴良，你最是聪慧，哪里有你不知道的？怕是你不愿与朕说而已。臣不知齐大人如何想的。
那陈斗胆说说自己的想法，说：一则他们打着铺子的旗号捐赠，可能是想着给自家铺子打个名声，陈牙班也说了，他们的铺子都是新开的。二则往大了说，或许齐大人也是想让圣上看到民间向户部捐赠赈灾粮，圣上感念其大义，给予捐赠的商家表彰，从而让更多的商家意识看到，众人纷纷响应，受灾的州府才能得到更多的捐赠。若是齐贺在圣上心中落得个结党的印象，可是会影响他以后的仕途的。皇帝也不是个傻的，他只不过是多思了些。傅隐良这么一说，他好像也明白了齐贺的用意。想通了，皇帝心中也痛快了，下了床榻招呼傅隐良铺纸研墨。皇帝手持紫毫笔，思虑一瞬，便下笔在澄清纸上流畅地写下豪迈大气的4个字：厚德仁义。而后皇帝放下毛笔，反复品味，觉得甚是满意。隐良，找人裱起来。翌日，傅隐良带着圣上的诏书及那块厚德仁义的牌匾去了金桥大街。过来看圣上亲笔的人络绎不绝。后面果然如大家所料，有些商户纷纷去户部捐了粮食物资，还有生药铺子捐了药材的。不只有商户，京城中以陆家、贺家、韩家3家为首的宦官之家也纷纷捐了物资。后面捐赠物资的商户宫里也给发了表彰的诏书，可匾额却只有锦昌布行那一块。又是一年腊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各府衙年节前的收尾阶段。偏偏是这个时候，在翰林学士院修撰位置上待了不足2年的齐贺升职了。一纸诏书下发，齐贺升任正六品内阁侍读，一个专管给圣上讲经的活计。齐贺升职之后，他在圣上的授意之下，也给苏桃和赵氏请封了同级的命府封号，正六品安人。太太，宫里来人了。一家人原本在屋里围着炭盆说说笑笑，喜子过来一通报，笑声戛然而止。傅隐良读完诏书，其他人都齐声谢恩。跪在齐老二身旁的赵氏一点动静都没有。啥？被圣上赐封了？刚才这人宣读的是不是封内阁侍读齐贺之母齐贺之妻为六品安人？他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子也是有品阶的了。安人，太安人，众位都请起吧。傅隐良满脸带笑，把诏书双手递到赵氏的手里，并恭喜了他一句。接过诏书和赏赐，苏桃放开朗哥，忙跑回屋子里去拿银子。苏桃一放开朗哥，朗哥终于得了自由，便晃晃悠悠踉踉跄跄跑了出去。他闷着头跑也不看路，一头撞到了傅隐良的腿上。傅隐良躬身扶住他，他仰着头对着傅隐良啊了一声。朗哥觉着你都挡着我路了，怎么还不挪开，便对着傅隐良又啊了一声。傅隐良盯着朗哥看，脸上的笑意慢慢变淡。这孩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云姐儿见朗哥撞到了内侍官的跟前，忙跑过去把他拉开了。没有阻碍，朗哥又嘻嘻哈哈踉踉跄跄跑了起来。傅隐良脸上又挂上了笑意，他笑嘻嘻地望着朗哥看，好似看到陆太傅家那个7、8岁的小胖墩。这位是安人家的小郎君？是小儿，刚学会走。傅隐良夸赞了朗哥一句，而后便拱手告辞了。一家人皆同他拱手施礼，向他道别。后面一家人一起和和美美吃了一顿饭。老头子，这日子我总感觉不真实，跟做梦一样。齐老二侧过身，伸手把赵氏抱进怀里。哎呀，有儿有孙，日子美满充实，你别瞎想，免得忧虑过甚，伤了自己身子。赵氏不吭声，在齐老二怀里默默流泪。当年那个郎中说呀，五郎是失血过多，外加磕着脑袋了，才记不起以前的事儿。五郎当时穿的衣裳是锦缎的吧？他家世该是多好啊！那时候咱没有孩子，又是各种被婆母妯娌嫌弃，你说那时候多想养个孩子呀？偏这孩子醒来一开口就叫我娘，我这个心啊，我当时我那个心就软塌塌的，
感觉他就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孩子。后面咱们一直瞒着他，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总怕这一切突然就给消失了。你说现在五郎这么有出息，要不咱们把实情告诉他吧啊，总得让他知道他自己的来历吧。他非咱们亲生，若是他想找他的亲生爹娘的话，以后他的官越做越大，找起来也方便啊。这个安仁的封号该是给他亲娘的。你想告诉他，别找个时间告诉他吧。养了齐鹤这么多年，齐老二也是了解齐鹤的品性的，他就算找到了自己的爹娘，也不会放任他们不管的。有些事情虽然决定了，但是真正说出口也是很难的。赵氏犹犹豫豫，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给齐鹤听。这个岁节，齐家多了齐三郎和杏儿两口子，感觉比去年还要热闹。齐三郎性子跳脱，他在屋里待不住，就抱着朗哥带着云姐儿去外院放爆竹。云姐儿捂着耳朵站在垂花门里面远远地看着。齐三郎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抱着朗哥去点炮，一点燃就抱着他跑。朗哥两只小胖手像模像样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咯咯咯地笑得像只将要下蛋的小母鸡。往常齐鹤也陪着朗哥玩，可是不会陪着他疯。有人陪着他疯，他兴奋得不睡觉，家里放不过瘾，还跑去门口放。别人家门口也有人放炮，有大人有小孩，总之小孩子是多一些的。朗哥追着放炮的小孩玩得很晚。齐家其他人都坐在堂屋里守岁闲聊。杏儿啊，你见过二丫的小女婿没有？跟他爹林夫子长得像不像啊？二婶，我没见过他，三哥跟爹都见过，说长得高高瘦瘦的。赵氏一听高高瘦瘦，心道不好，眉头随即就皱了起来。听三哥还说林家二郎长得还挺周正的，不丑。齐鹤在叔叔读书的时候自是见过夫子家的小儿子的，听杏儿说不丑，他在旁边下意识赞成的点了点头。带着孩子出去疯了许久的齐三郎终于抱着朗哥回来了。云姐儿兴许是累了，早就没有了出去看炮仗的热情，靠在赵氏怀里昏昏欲睡。朗哥出去玩了那么久，搁屋里让暖烘烘的炭火一烘，也困得睁不开眼睛了。他找到苏桃，跑过去抱住他的腿，趴在他娘腿上就闭上了眼睛。小孩子爱困，守岁也守不到头，倒是几个大人坐在堂屋守到了5更。顺子，我爹回来了吗？你们什么时候到家的？咱们是除夕夜到的家，老太爷也回来了，这时候在杏林巷呢。此行还顺利吗？顺子恭敬答：顺利。正月初2，朗哥的周岁诞辰。昨儿朗哥睡的时间久，今儿一大早就起来了。他也不嫌劳，起来就在院子里玩。他牵着自己的小木鸭噔噔噔地跑着。赵氏追过去抓住他，抱着回来堂屋。他拿过一个鸡蛋，用手接着从朗哥的头顶慢慢往下滚。等一下滚完了就给朗哥吃，这是消灾的。朗哥望着云姐儿动了动小嘴。朗哥别急啊，等一下就给朗哥吃鸡蛋啊。朗哥盯着云姐的嘴巴看，半晌冒出一个字：吃。阿娘。赵氏自然也是听到了，小胖墩说出的第一个字竟然是吃。哎呦，大孙子，你娘可是说你最先会说的是姑姑呢，你可好，先会说的竟然是吃。哎呦，你个小吃家。朗哥咧着嘴笑，盯着鸡蛋又说：吃。婆婆。朗哥动了动小嘴儿，没有叫出来。赵氏再要教他，他不听了，转过头盯着云姐儿手里的鸡蛋。云姐儿不一会儿就剥好了，她拿着鸡蛋往朗哥嘴边送，送到跟前就停住了。朗哥伸头去咬，他就拿着鸡蛋往后撤。朗哥盯着云姐儿叫：吃。云姐儿把鸡蛋收回来，对朗哥说：姑姑给你吃，但你得叫姑姑，叫了姑姑就给你吃。朗哥盯着云姐儿的嘴巴，他好像已经找到了学说话的诀窍。云姐儿学着赵氏的样子盯着朗哥说：姑姑。朗哥看看云姐儿，又看了一眼云姐儿手里的鸡蛋，嘴巴非常用力地冒出了个不。他说不，是不是姑？赵氏笑着点头。朗哥真乖。随后云姐儿就把剥好的鸡蛋送到了他嘴边。赵氏看着认真吃鸡蛋的孙儿，笑得见牙不见眼。他很欣喜，
小家伙为了吃口鸡蛋，硬生生憋出来个不字。阿姐，阿姐，朗哥会叫姑姑啦。娘，真的吗？是真的，咱们朗哥会开口说话了。朗哥真厉害，朗哥会叫姑姑了啊，那朗哥叫声阿娘来。朗哥看了苏桃一眼，又收回眼神玩自己的小木剑去了。哎，咱可没有云姐招人喜欢。爹，阿娘，云姐有没有给二叔婶婶磕头拜年啊？磕了，朗哥也磕了，阿叔和婶婶都给了我们压岁钱。云姐儿终于打开了她的小荷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银票，递到了赵氏手里。赵氏随手接住，他打量着银票，表情严肃。他拿着银票看向坐在他下手的苏桃。桃娘，云姐这银票哪里来的？你快过来看看，这个是不是一张1000两的银票？齐老二正在喝茶，听到赵氏这边的话，他的手猛地一抖，杯盏里的茶水洒了出来，泼湿了衣袖。娘，这就是一张1000两的银票，是我爹给云姐的压岁钱。压岁钱？哎呦，给几个碎银子应景不就好了？哪能给这么多呢？那快给阿姐啊，等下娘给你去拿个小元宝。有小元宝也行。云姐不挑剔，又乖巧的应了声好。云姐不是说好了让你好好放起来的吗？苏家婶婶怎么说的？婶婶说让云姐放起来做嫁妆银子。赵氏听云姐这样说，她原本严肃的面容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小丫头懂什么？还嫁妆银子？娘，你给云姐放起来吧，我爹也不是每年都给这么多，这次是他挣钱了，心里高兴。赵氏心说，你爹挣钱了，给你给朗哥都行，给云姐这么多，真的让他们受宠若惊。但赵氏又不好说出来，怕伤了云姐的心，云姐还小着呢。她只对着苏桃露出一个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云姐啊，娘先给你放着吧，等你长大了再给你啊。云姐点头应好。阿娘给云姐再缝个荷包吧，荷包里装了银子跟珠子，就装不了点心啦。哎呦，你跟朗哥两个啊，一对估值2个吃家。一家人吃过饭，赵氏留下齐鹤和苏桃，带着云姐儿去里间睡觉。赵氏平常没有留过他们，苏桃想着赵氏或许是有什么话跟他们说。赵氏哄了云姐儿走出来，刚用过饭的他跟齐老二要了一盏茶。他喝了一盏茶，抿着嘴儿捋了捋头发，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口。赵氏盯着齐鹤一直看，苏桃也跟着他的视线望向齐鹤。娘，是有什么话要跟儿子说吗？往常咋咋呼呼的赵氏突然红了眼眶，他转头看向齐老二，语带哽咽。老头子，你来说。齐鹤望向齐老二，齐老二也抓起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齐鹤表情严肃，他好像知道他爹娘要跟他说什么了。五郎，其实你是爹从外面捡来的。苏桃一惊，原本手里拿着的2个干枣子也咕噜噜地掉到了地上，滚了出去。他忙看向赵氏，赵氏已经拿出汗巾子在擦眼泪了，不是玩笑。他忙又看向齐鹤，儿子都1岁了，突然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会不会伤心？齐鹤一脸的平静，好像暴风雨前的宁静。齐老二见齐鹤还算平静，便把怎么发现的他伤得如何的重拉回去。赵氏不分昼夜的照顾了许久，他才醒，等等一切事情都说给了齐鹤听。可齐鹤依然平静，他喃喃道：原来我当时差点死了呀。他胸口有个一拃长的粉色疤痕，赵氏总是说他调皮，刮到树枝上留下的。若是他没有恢复记忆，或许他就信了。齐鹤释然一笑爹娘，不管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都是你们的儿子。赵氏拿开敷在眼睛上的汗巾子，不可思议地看向齐鹤。爹娘是不想要我这个儿子了吗？以前爹起早贪黑去桃园做工，娘在家里养猪养羊，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我读书了。小的时候家里拮据，娘为了省钱给我读书，跟爹2个人冬天连双足衣袜子都没有。我读书用的笔墨纸砚，穿衣吃食，从来都没有短缺过。爹娘一心一意对我，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儿子不是那忘恩负义的人，只要爹娘认我，
我都是爹娘的儿子。齐贺说完，原本默默流泪的赵氏呜呜呜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心中有欣慰，有感动吧，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感觉心里酸软，忍不住想哭。哎呦，我怎么不认你这个儿子了？在你一醒来叫了我那声娘之后，我就认定了你这个儿子。娘，别哭了，哭多了伤身体。齐贺悄悄给苏桃让了位置，苏桃安抚了赵氏一会儿，他才哽咽着慢慢止住了哭泣。五郎啊，娘猜着你原来的家该是富贵人家，你现在也做了官了，要是你想找原来的家人，爹娘也是支持你的。娘，缘来自会相聚，咱们莫强求。现在的日子好了，娘原本觉得这样也挺好，可你偏偏那么争气，还给娘挣了个诰命回来。娘这受封了这个安人啊，心里直打鼓，总觉得呀，这该是给你亲娘的，她可是生了你一场。娘，你也是我娘啊，生身之恩大于人，养育之恩大于天，这诰命也是你该得的，娘你不用受之有愧。听了齐贺的一番话，齐老二终于不再坐立难安。好，娘明白五郎的心意了。都说出来了，齐老二和赵氏的心里也都松快了。赵氏心里好受了，时辰也不早了，他便让齐贺、苏桃两人赶紧回去休息。洗漱一番，苏桃躺在西厢房的床上，他伸出手臂紧紧抱住齐贺宽阔的胸膛。齐贺太过淡定，苏桃怕他心里压抑着情绪对身体不好，于是靠在他怀里轻声说：相公，不管你心里是伤心还是难过，都不要压抑着。知道不是轻生的情绪波动在11岁那年就已经过去了，齐贺没有什么伤心难过，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震惊。他侧过身把苏桃抱进怀里，轻声呢喃：是阿桃担心了，我没事。苏桃抬头偷偷看了他一眼，表情比往常都要严肃，但是脸上却没有一丝多余的难过情绪。他转身看了一眼在床里侧睡得香甜的朗哥，扒拉开齐贺搂着他的手臂往上面蹭了蹭。情绪不要埋在心里，发泄出来吧。苏桃亲了亲齐贺的下巴，又亲了亲齐贺的鼻尖儿，清浅的吻像雪片一片片落在齐贺英俊的脸上。齐贺嘴角微微翘起，柔软的唇瓣又落在他微凉的薄唇上，毫无章法的如一只迷路的蝴蝶。苏桃的主动让齐贺似火般瞬间燃烧了起来。一日醒来，谁也没有再提昨天晚上的事儿，好像那件事儿没有发生。哎，这是我们的珠子。小郎君瘦瘦的，还矮了云姐半个头，他手里握着珠子没有还给云姐。朗哥站在云姐身边，看了那小郎君一眼，伸手往他肚子上一推，他便往后踉跄了2步，扑通坐到了地上。小郎君一摔倒在地上，眼圈就红了。云姐还没有跟别人动过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朗哥见小郎君倒了，便晃晃悠悠走过去，弯腰去掰他的手。小郎君倔强的不松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云姐看他马上就要哭了，忙把朗哥拉了回来。朗哥看着云姐啊了一声：要不就把那个给他吧，姑姑还有一个呢。他走过去把那个小郎君拉起来说：朗哥还是小，他才刚过了周岁，你可不能哭啊，那个琉璃珠子就给你玩吧。小郎君手里握着琉璃珠子，就那么站着。云姐拉着朗哥就去旁边玩去了。小郎君盯着玩得很开心的云姐两人，握着琉璃珠子的手动了动，最后迈开脚步走去了他们2个跟前。朗哥一见他来了，稍显笨拙的赶紧把滚动的琉璃珠子抓到了手里。小郎君眼睫眨了眨，蹲下身子把手里的琉璃珠子滚了出去。朗哥盯着珠子滚动，在思考要不要捡起来，可是姑姑说给他了。云姐捡起来滚动的琉璃珠子，往前一丢，又滚向了小郎君。小郎君捡起，又滚给了云姐。云姐笑了：你是想跟我们一起玩吗？小郎君害羞地点了点头。好，那我们就一起玩吧。3人玩了一会儿，那小郎君也没有说一句话。你不会说话吗？会。啊，我叫云姐儿，
这是我的小侄子，叫朗根儿。我叫瘦哥。小郎君，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太找你呢。小郎君不想理他，蹲着没有站起来。云姐儿抬头看了那女使一眼，那女使也看向了云姐儿，突然脚步一顿，仔细打量了云姐儿许久。他拉着那小郎君回到了隔壁雅间，进去前还若有所思地回头看了云姐儿一眼。苏桃他们出去跑了一天，大人孩子都累得不行，夜里洗漱过后都睡得香甜。齐家一家睡得香甜，有人就睡不着了。韩国大长公主驸马的吴家，你不在三太太跟前好生伺候，这时候跑出来干什么？在前院用过饭了没有？家里还剩2张饼，你吃了吧。青雨坐立难安，她拉住将要躺下的长婆子，按到床边上坐下，而后跑去门口，鬼鬼祟祟地探头往外看了看，见无异样，便随手关上了房门。到底有啥事儿啊？怎么吓成了这个样子？娘，我今儿跟着三太太去御街，在唐家正殿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跟小郎君差不多大的小娘子。长婆子盯着青雨，不知道她要说什么。那小娘子长得圆圆的脸，圆圆的眼儿，跟三太太有6、7分的相像。长婆子心里咯噔一下，脸色都变了。不可能，不可能啊！那年在寺院里，她清清楚楚听到那婆子说自己的籍贯是羚羊，回去之后也不愿意麻烦家中侄儿，要去安堂养老度日，她才留了心思的。她确定那婆子出了京城便不可能再回来，才在路上蹲她的。世上长得相像的人那么多，你怕个什么呀？或许只是凑巧长得像而已。长婆子这样说，是在稳住青玉，也是在稳住自己狂跳的心。这事儿要是捅出来，他们全家都会被打死。他就是怕死，才多了个心眼儿，留了那孩子一命。娘，要不你跟三太太坦白吧？三太太人那么好，你怎么忍心他们母女天各一方呢？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你哥哥嫂子还有小侄子都在老太太手里拿捏着，我死了不要紧，你是想咱们全家都死光光呢？青玉沉默了，全家都卖身给了吴家，可不就被别人死死的拿捏着？你可管好自己的嘴，稍有不慎，咱们全家的命都没了。长婆子后悔了，她不该为了心里那点侥幸，让青玉去偷三太太的首饰。这件事儿从始至终都不该让她知道。有些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世上长得相像的人很多。虽然长婆子这样说，青雨还是辗转反侧，一夜没有睡好。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刚闭上眼睛没多久，他娘就叫他起床，赶紧去当差。青雨脑子里昏昏沉沉的，回到了咸宁院伺候。吴三爷一家已经坐在了饭厅里。慈母多败儿，他都8岁了，你还喂他吃饭，孩子迟早给你养废了。寿哥好好吃饭，以后长得壮壮的，好好读书，考个功名回来给你爹看看。胡三爷瞅了吴三太太，温柔一笑，再转眼看寿哥时，一脸严肃。寿哥拿着条羹，小口小口地吃粥。青雨忍不住一直偷看吴三太太，那小娘子吃得白白胖胖，比寿哥高了半个脑袋，长得也颇像吴三太太。阿爹也不去吗？阿爹不去，阿爹嫌吵得慌。阿爹呀，在这里等着云姐。云姐儿，我带着你出去看灯去吧。让你们阿姐陪着你们去。你看，这时候人多了起来。齐鹤抱着朗哥，冯氏只能让苏桃陪着他们出去看灯。阿虎，出去的时候啊，要牢牢牵着妹妹的手啊。哎，知道了。说完便牵着云姐儿就出了门。我也过去了。而后唰的一声追了上去。朗哥指着苏桃的身影要撵出去。齐鹤笑了笑，对两家爹娘说了一声，抱着朗哥就追了出去。朗哥一路追一路啊啊地叫着。苏桃他们3个人已经跑到汴河边上。齐鹤找到了苏桃3人，抱着朗哥站到了他们身后。朗哥对着苏桃的脑袋啊了一声，朗哥也来看杂耍了。朗哥咧着只有几颗米粒牙的嘴巴望着他娘笑。正表演到精彩的地方，大家都自发地响起了掌声，还有几声喝彩。一声凄厉的叫声打破了这欢快的氛围。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一个奶妈子打扮的人摔倒在地上，望着前面喊得凄厉。苏桃定睛一看，
有个穿着黑色束鹤的汉子抱着个几岁的小娘子往游船停靠的码头跑。他把云锦的手塞到齐鹤手里，看好云锦。话音一落，还不待齐鹤回话，他人就跑出去2丈远。那人是夹着孩子2叶跑的，孩子一边哭一边蹬腿。苏桃猛地助力，跑到他跟前，伸手抱住了孩子的腰，猛地一用力抢了过来，顺势把那个人拉得扑倒在地。乖，别动别动，我是来救你的。抢孩子的一咕噜爬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个匕首就冲着苏桃这边来了。若是没有这个孩子，苏桃完全不把这人放在眼里。可是现在怀里抱着个云锦那么大的孩子，他不能冒险，扛布袋一样扛着孩子就往回跑。后面的人眼看就赶上来了，那人便不敢往回跑，转头又往码头跑去。有人追那男子，但是没有追上，让他跳河里跑了。我的姑娘，你要是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活啊！吕妈妈，别哭了，赶紧带着姑娘回去吧，老夫人还在等着姑娘呢。多谢娘子出手相救，我家老夫人在前面云客楼里，还请娘子允许我家老夫人当面道谢。不用不用，路见不平，大家都会出手相救了，只不过我跑得快了些。阿姐，苏火牵着云锦也跑了过来，后面跟着抱着朗哥的齐鹤。阿姐真厉害！这位姐姐也快回去吧，给你家老夫人说，都是举手之劳。即便如此，那女使还是问了苏桃的名姓之后才告辞离去。苏桃他们还要继续去赏灯，苏桃拉着云锦的时候顺便告诫她，云锦要牵好阿姐的手，你看那歹人多可怕，生抢。阿桃，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让我去追的。苏桃冒险，齐鹤颇有些不高兴，他忍了一落，终于说了出来，你又没有我跑得快，又没有比过，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跟我爹在山上追兔子练出来的，是得到我爹认可的快。苏桃有些小骄傲，齐鹤或许真没有苏桃跑得快，可他不希望苏桃去冒险，还挺会转移话题的。齐鹤只有无奈一笑。苏桃他们几人又跑去关灯猜灯谜，齐鹤猜灯谜给他们一人换了1个灯笼，玩到人声消散，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家。朗哥兔兔的，是不是想说兔子啊？急得他都会说话了。阿姐，外面来了个人，说是给咱家送拜帖的。苏桃满心疑惑地出了门。太太，是户部尚书府何家来送拜帖来了。小人见过苏安人。苏桃微微颔首。小人是何家2爷院里的，奉了二太太的命，给苏安人送来了拜帖。苏安人舍命救了我家姑娘，我家二太太想寻个安人方便的日子，亲自上门拜谢。人家拜帖都送上门了，他一个6品安人也不好拒绝正3品大员家的女眷。劳这位老丈给府中娘子回个话，其家无有不便，后日毕设可扫堂相迎。那人得了准话，躬身施礼后便告辞了。苏桃趴在齐鹤怀里说了白天何家来送拜帖的事儿，齐鹤闭着的眼睛缓缓睁开。原来昨儿那小娘子是户部尚书何大人的孙女。我应了后日招待她，家中首次有官家娘子过来，该怎么招待？蓝婆婆没讲。讲了啊，说来的客人不同，灶房摆出来的席面也不同，有些人家有时也会请2个唱曲的来家里助兴。在这儿等着他呢。齐鹤低头在苏桃额头上印下一吻，柔声道：就按平常客招待，灶房里请许大娘过来做几个菜就行了。咱们家没有灶娘，也没有听曲儿的地方，给不了她好的招待。她是来向你道谢的，若是诚心诚意的，便不会介意。苏桃又轻轻嗯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睡意。齐鹤抱着她，轻轻拍了拍苏桃的胳膊。咱们以后要常年住在京城，阿桃若是想进入京城官娘子的圈子，这何家二太太便是个野路人。她若是个好的，你也可以与她结交。齐鹤说完，迟迟得不到回应，低头一看，小娘子已经呼呼沉睡了过去。齐鹤嘴角微翘，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翌日，苏桃请来了许大娘，给她简单说了一下，让她帮着准备一桌席面。许大娘，我家就是这个样子，本来灶房里也没有灶娘，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儿，你也不用特意去找人问，你把你拿手的菜做出来几个就行，
之前你做的席面就很好。临了，苏桃又夸了许大娘一句，好给她打打气。18这日4时正，何家二太太带着家中女儿到了齐家门口，苏桃出了院门迎接。太安人万福。赵氏回了一礼，忙招呼着她落座。怎好让二太太如此破费？谈不上破费，一盒芙蓉斋的点心果子，一盒女儿家用的胭脂香粉，不过是些粗鄙之物。正当苏桃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的时候，翠丫送了茶水进来。元夕那日，多亏了安人仗义出手，小女才能安安稳稳地留在身边。举手之劳，不必放在心上。不瞒2位安人，我何家儿孙辈里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嗡嗡婆婆当眼珠子一样疼着。若是她有个万一，那真是如在老太太的心上生生地剜下一块肉来。多亏了安人，我家中才免遭变故。何二太太说着，把身旁的女儿推了出来。莹姐儿，快给安人磕个头。二太太言重了。苏桃没让莹姐儿下跪，莹姐儿还是蹲身向苏桃行了一礼。多谢安人相救。莹姐儿怪招人喜欢的，不必言谢。莹姐儿回到何二太太身边，乖乖坐下。坐在对面的云姐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云姐儿还没有同龄的玩伴，她见着莹姐儿就想跟她亲近，可惜莹姐儿一直乖乖坐在她娘身边，不给她回应。小郎君万福。冷哥不知道怎么想的，啊了一声，抱着手给他们做了个揖。直到他们腰下的小胖墩儿像模像样的给他们作揖，2个不过10几岁的女使忍不住轻轻笑出声来。莹姐儿跑出来，小猫衔个大老鼠似的把她抱进了屋里。小郎君长得真是福气啊！刚学会走路，淘气得很。朗哥跟姐姐们见礼呢。朗哥啊了一声，那朗哥给客人们也见个礼吧。苏桃这样说，朗哥就挣扎着往下秃噜。苏桃放他下来，他有模有样的对着何二太太见了个礼。朗哥活泼，他回来后安安静静坐在何二太太身边的莹姐儿也活泛了起来，不一会儿就跟云姐儿和朗哥玩到了一起。何二太太听苏桃说平常也不怎么出去赴宴，便说她带着她出去结识几个女眷，这样以后才好出去玩。用过午饭之后，稍事休息了一会儿，何二太太便起身告辞了。他们走的时候，云姐儿拉着莹姐儿的手有些不舍，反复说着让她有空再来玩。云姐儿有空了也来家玩。送走何二太太，苏桃觉着这京中官宦人家的女眷也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不易亲近。2月底，齐家收到了何家的请帖。真的吗？阿姐，上巳节是什么时候啊？上巳节是3月3啊，很快了，大后天就是了。杨姐儿说她有个琉璃的小镜子，有她娘的手掌那么大，看人可清楚了。她说再见面就拿给我看。云姐儿放下自己的碗筷，伸头给苏桃说她跟莹姐儿2个人的小约定。琉璃的镜子那可是很稀有的东西呢，应该是舶来品。莹姐儿若是也想要个琉璃镜子，就让你姓名像的阿叔帮你在外帮寻一寻，兴许能寻到呢。那就麻烦阿叔寻一寻吧。苏桃抿着嘴笑。云姐啊，跟着你阿姐出去的时候要知礼，要听阿姐的话啊，知道不？知道啦，阿娘。娘，你也一起去。娘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去，娘不去了啊。若是一味的躲避，便会一直维持原状，慢慢的就成了孤立的人。娘，多出去走走，慢慢的就能说到一块了。相公那天休假吗？上巳节那日，同僚邀请去他家庄子上参加个曲水流觞的诗会。哦，那你去吧，我跟娘，我们4个人去赴何二太太的约。记得给何家回个应下的回帖。苏桃轻轻应了一声。何二太太之前的帖子上说，上巳节这日的4时前在寺里头见。于是苏桃他们一早就早早起来准备，简单用过早饭，便乘着驴车往城西去了。下车后，朗哥难得跑到这海阔天高的地方，兴奋的一直颇是不怎么稳当的到处乱跑。朗哥在院子里圈得太久了，这出来看什么都新鲜。苏桃看着朗哥慈爱的笑。云姐儿和朗哥2个在外面玩了许久，直到何家的骡车到了，他们才一起进了寺院。哎，老太太跟妹妹怎么没有进去？上次2人相谈甚欢，何二太太与苏桃已做姐妹相称了。
朗哥愿意在外面玩，刚巧等着姐姐一道进去。行，那咱们进去吧。捐过香油钱之后，他们沿着寺庙拜了个遍，后面被知客僧领去了旁边的疗房休息。何二太太拉着苏桃的手闲话家常。别看赵氏往常在西柳村总喜欢串门子，可是此刻他对苏桃他们聊的东西不感兴趣，便专心地照顾朗哥。苏桃跟何二太太聊了一会儿，外面又来了一众锦衣绣服的娘子们，被知客僧迎着去了大殿。外面好似是陆家的女眷。陆家？你竟不知道陆家？就是上任宿州知州陆大人家，你还往宿州捐过粮呢。哦，陆太傅的陆家。陆太傅已经致仕了，现在陆家在朝堂的是陆老大人的2个儿子和孙子。陆老大人的大儿子任参知政事，二儿子任国子监祭酒。刚过去的，我看到是陆祭酒家的太太。苏桃听完点了点头，她其实对陆家也没有多大好奇，下意识地点头附和而已。奈何何二太太想多说点京城的事儿给她听。这陆祭酒家有2个女儿，大娘子嫁给了韩国大长公主的独生儿子，二娘子现如今16岁，正是相看的年纪。我猜呀，他们可能是借着上香的名义来给这家中的小娘子相看郎君呐。苏桃惊喜地望着何二太太，没想到她竟然还是个包打听。若他们不是过来相看的，我就带你出去给他敬个礼。陆家是清流人家。说到这里，何二太太停了下来，她一高兴，是不是说的太多了？她跟着苏家妹妹不过见了2次，便知道这苏家妹妹不是个爱钻营的妇人。京中的官家娘子大多数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爷们儿在朝堂上有自己的见解主张，自然而然的就有他们自己的派系。何二太太觉得苏桃干净，她是没有那些歪歪心思的，她怕把人带偏了，便即刻止住了话语。陆参政家的夫人平常不爱热闹，但是陆祭酒家的太太平时是个爱热闹的。自从她随着陆祭酒从外任上回了京城，就爱邀人去她家里玩。若是有机会，我带你去一次。苏桃点头应好。何二太太跟苏桃坐在窗边上，边喝茶边闲聊，聊得肆无忌惮。虽然苏桃没有那些钻营的心思，可若是不小心得罪了人，也是不好的。韩国大长公主的驸马是先帝朝的探花郎吴成道，2人成亲后，至今只有吴三郎这一个儿子。大长公主极是疼惜陆大娘子这个儿媳妇儿。间谍情深的2个人只有一个儿子，苏桃眼中有些许不解。吴驸马成为驸马前，其实已经成亲了，奈何公主看上了他，先帝就让驸马和离，最后又上了公主。妈耶，皇家心密！苏桃的好奇心被勾起。那吴驸马的原配呢？听说那吴驸马的原配也是个知书识礼的人，被和离后想不开，上吊自缢了。苏桃惊得啊了一声，干什么自己死？要死也是让给他不幸的人死啊！据说吴驸马还没有进京赶考的时候，家中很是清贫，靠着他原配绣些绣品挣钱，加上他兄长高义也出钱给他读书，他才能一直读下去，才能进京赶考呢。哼，忘恩负义。你说他忘恩负义吧，他倒是把他兄嫂一家接来了京里享福。可你说他知恩图报吧，他又是那样的原配。苏桃心中唏嘘不已，只为那自缢的妇人不知。2人说话间，外面果然又来了几位女香客。何二太太盯着窗户外面看，不一会儿转头回来给苏桃说：我看那个领头的妇人似是工部员外郎家的娘子，说真是跟工部员外郎家的郎君相看也不奇怪。陆家向来谨慎，不是很愿意家中的女儿嫁去权贵之家。为何这样说呢？陆大娘子不是嫁给了长公主的嫡子？后面苏桃才知道，因着圣上有意让陆家大娘子进宫，而陆家没有这个意思，便允了长公主这边的求娶。驸马是没有实权的，只不过是个富贵闲人而已。时间过得挺快，感觉没有多久就到了饭时。小沙弥给他们送来了素斋，他们一行人在疗房里用了斋饭。
用过斋饭后，3个孩子都有些疲乏，于是便让他们在厢房里的床榻上睡下了。这座庙肃静，因着庙的外面植了一圈桃树，春日里来庙里拜拜，再去外面的桃花林走一走，心情很是放松。桃花灼灼，春光正好时，每年春天都有些来这边桃林相看的男女。喏，前面还有个小亭子呢。何二太太引着苏桃往前走，苏桃只感觉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下，桃花美得晃眼睛。在这寺庙外编织桃树的人，定是个有美好期许的人。他所植的桃林为善男信女们牵了红线，自己也积了许多功德，可谓是一举两得呢。妹妹说的是呢。陆二老夫人万福。于是对他颔首示意，旁边的陆小娘子向何二太太蹲身道万福。二太太也来上香，你家老夫人的身体还好吧？托陆二老夫人的福，好着呢。这位是内阁侍读齐大人的娘子苏安人。何二太太刚介绍完，于是哦了一声，看来她是知道苏桃的。苏桃再次蹲身向她行了一礼。苏安人不必多礼，苏安人是有大义的女子，是京中娘子们的楷模。不足挂齿之事，承老夫人谬赞呢。不自满，还挺谦虚的。于是笑得愈发真心诚意。帮我给你家老夫人带个好啊。何二太太客气应和，而后2拨人便有礼的道了别。苏桃跟何二太太在外面逛了一圈，心情彻底舒畅，一人给自己孩子折了一枝桃花，便回了寺庙。广善寺在郊外，不宜在这里逗留太晚。看着时辰差不多了，他们2家便向知客僧告了别。他们回到家的时候，齐鹤还没有回来，苏桃又安排喜子过去接人。夜都深了，齐鹤才回来。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很沉默。苏桃感觉发生了什么，可是夜太晚了，他还没有问出口，便沉睡了过去。上巳节过后，齐鹤好似有些繁忙，每日早出晚归的，朗哥很久都没有见过他了。这日春光正暖，朗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时不时的总要跑去书房门口往里面看。娘，你看朗哥今儿个是怎么了？总是扒着书房的门框往里看。我猜啊，他怕是找他爹呢。最近几日五郎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回来朗哥就已经睡下了。早上五郎去上职，朗哥还没有醒呢。苏桃停下手中的活，想了想，好像真如赵氏说的那样，齐五郎已经连着好几日都是早出晚归的了。不知道相公最近忙什么？过了上巳节之后，他好像比较忙。等五郎闲下来了，让他多陪陪朗哥。这小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等他以后想陪着朗哥，朗哥又该上书塾读书识字了。苏桃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看了一眼在院外玩的不是太开心的朗哥。齐鹤升了内阁侍读之后，好似比之前忙了一点。朗哥等他爹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对了，昨儿我听顺子娘说顺子又出门了，顺子是不是跟着你爹出的门啊？顺子脑子灵活，做事妥帖，他跟着我爹跑营上，我爹很欢喜，该是又跟着我爹出去了。顺子这孩子脑子灵活，人也老实，是个好的。哦，对了，我听顺子他娘说呀，顺子的亲事也定下来了，是他娘表兄家的女儿，比顺子小了1岁，都20了。赵氏心道，这要是在他们西柳村那边，这都是老姑娘了。哦，那他们这不是亲上加亲？可不就是亲上加亲。听顺子娘那话里的意思啊，她是挺满意这桩亲事的。云姐啊，在云姐家玩得开心吗？开心，云姐家好大呀。她问问婆婆，大伯、三叔、四叔都跟他们一起住在里面。云姐有个自己的小院子，跟咱们这么大，院子里面还有个秋千，可以荡得很高很高。还有好多姐姐在云姐的院子里帮着她做事。我们荡秋千，姐姐们不做，只推我们。赵氏和苏桃都笑盈盈地听云姐讲。云姐说完，拿起桌子上赵氏的茶盏喝了一口茶后，才发现朗哥一直傻愣愣地盯着她看。她蹲下身子抱住朗哥，朗哥咯咯地笑了起来。姑姑下次也带着朗哥去吧，姑姑推着朗哥做秋千。朗哥嗯了一声，又引得3人笑出声来。何家原来这么好的？也不是很好。云姐的娘又给她院子里换了个管事妈妈，
这妈妈很严厉，总是管着莹姐儿。他娘还给她请了女夫子回来。莹姐儿说过几天就得去家中的私塾里面上课去了。莹姐儿虽然不讨厌蓝婆婆，但是一想到上课还是心有余悸。他们家多好啊，阿娘疼爱她，阿姐宠着她，还有朗哥陪着她玩。云姐儿说要送莹姐儿一把团扇，她想起来就跟苏桃说了。赵氏只听云姐儿说要送莹姐儿团扇，便说行，哪天让你阿姐带着你去扇子铺里挑一把去。阿娘，我答应了莹姐儿要送她一把绣着呢奴的扇子。好，那就挑一把绣着呢奴的。他娘怎么不明白呢？云姐儿的小嘴巴撅得能挂油瓶儿。阿娘，莹姐儿没有见过两面都绣着呢奴的扇子，我想送她一把两面都有呢奴的。赵氏脸上的笑变得很僵硬。小祖宗哎，两面绣着呢奴的扇面可是要100-200两银子一张。娘，咱们店里有，我哪天带云姐儿去铺子里挑一个，应承了人家又做不到，这样不好。云姐儿跟阿姐一起去给莹姐儿挑，你自己也挑一个，做2把团扇，你跟莹姐儿一人一把。等过2天有蝴蝶了，还可以一起扑蝶玩。赵氏无奈地叹了口气，桃娘啊，比她这个娘还要宠云姐儿。晚上，齐鹤难得早回来一次，朗哥踉踉跄跄冲向他，一把抱住了他的双腿，翘着脚就要往他身上爬。齐鹤笑着弯腰抱起朗哥，朗哥捧着齐鹤的脸看了又看，随后嘿嘿直笑。朗哥太长时间没有见你，想你了。今儿云姐不在家，没人跟他玩，他呀玩2下就要跑去书房门口往里看。娘说他找你呢。朗哥想爹爹了。朗哥啊了一声，抱着齐鹤的脖子靠在了他的肩膀上。齐鹤抱着朗哥进了堂屋，赵氏给他倒了一盏茶。今儿个三郎跟他的媳妇儿回来了，从家里带了许多肉干菜干回来。他们怎么没有在家多待几天啊？齐鹤坐在椅子上，抱着他的胖儿子，扭头问他娘。嗨，娘也问了，希儿说呀，三郎觉得庄子上活多，担心你爹一个人干不完。三郎啊，倒是个孝顺的。家里大伯、三叔他们都还好吧？好着呢，大郎借房子的活儿都干大了，你大伯、三叔都跟着他干呢。唉，希望大郎啊别仗着你的名头乱来才好。齐鹤在西柳村生活了10来年，齐家人的秉性他还是了解的，老实本分，心地也不坏。就这样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奸大恶的事的。这次你大伯和三叔还给你爹写了一封信，等你给你爹念过了，让你爹给他们回一封信，让你爹敲打敲打他们，让他们不要乱来，本本分分的做事，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说明白的好。齐鹤觉得他娘说的也在理儿，到时候他爹回信的时候再委婉提醒一下家里人也行。翌日，何二太太给苏桃送来一封书信，信上说家中给莹姐儿请了位女夫子，4月开始来家中私塾授课，未免他课上无趣，何二太太想起云姐儿过去给莹姐儿做个学伴，问齐家意下如何。苏桃拿了帖子去给赵氏看，赵氏自是满口答应。云姐儿一听莹姐儿的娘让她去给莹姐儿作伴，一开始是挺高兴的，听明白是让她跟着莹姐儿一块学习，她便有些不乐意了。云姐儿，何二太太给莹姐儿请的女夫子是个博学的，是好不容易才请到的，你跟莹姐儿玩得好，她才请你去给莹姐儿作伴的。莹姐儿以后跟着夫子学了学问，而云姐儿不学，2个人以后就会差很远。到时候云姐儿听不懂莹姐儿说的话，莹姐儿还会找你玩吗？再说了，你五哥是状元呢，状元的妹妹不学无术，外人怎么想？云姐儿已经明白事理了，斗劲十足地说：那云姐儿好好跟夫子学，不丢五哥的脸。赵氏时时地给云姐儿灌迷魂汤。哎呦，对了，咱们云姐儿啊就该好好的学，以后出口成章，琴棋书画都学会了，做个女状元。云姐儿圆眼里瞳孔闪烁，好像自己已经成了跟她五哥一样的女状元。看云姐儿斗志满满，赵氏和苏桃婆媳2个相视一笑。妹妹过来了，快屋里坐，我跟银姐儿一大早起来就盼着你们呢。何二太太便拉起了苏桃的手朝屋内走去，同时她还转头叮嘱银姐儿要好好照顾云姐儿。银姐儿牵着云姐儿紧跟在何二太太和苏桃的身后。呀，真的带过来了呀，云姐儿你真是太好了。云姐儿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说话要算话的啊。
何二太太把苏桃请进屋里，苏桃跟何二太太还没有怎么说话呢，银姐儿这边明显有些着急，她时不时地看向放着礼物的几案。何二太太清了清喉咙，吭了一声。银姐儿老老实实坐好，拿着桌子上的点心给云姐儿吃。云姐儿跟银姐儿玩得好，她说要送银姐儿一把扇子，今儿个也带来了，要不拿出来给小娘子把玩吧。你们若是嫌陪着我们大人无聊，便自去玩吧。阿姐，那我把送给莹姐的扇子拿出来吧。苏桃看了何二太太一眼，笑着点了点头。装扇子的木匣子就是最大的那个，银姐儿一下就拿到了手里，笑嘻嘻地递给了银姐儿。我给莹姐选了一个最好看的。两人拿着装扇子的木匣就去了旁边的罗汉床上玩。哎呀，这两面的礼奴还不一样呢。有两面花样一样的，有的两面的花样便是不一样的。我想着两个不同的花样，你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礼奴，并给你选了一个两面不一样的花样的。若柳站在旁边专门伺候这两位小娘子，听着云姐儿天真的话，有些明白二太太缘何邀了她来家里给姐儿陪读。做扇子的老丈说，若是喜欢的话，可以打个漂亮的络子挂上去。我阿姐阿娘都不会打络子，我阿姐说我可以拿自己的珍珠吊上去。我阿姐给你阿娘拿了一盒珍珠，你若是想挂珍珠也可以。屋里突然静了下来，云姐儿自以为的压低声音，屋里所有人都听到了。妹妹如何拿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过来？我爹去岁出海做营生，带回来了一些交趾那边的野珍珠。妹妹粗鄙，想不到给姐姐带什么礼物来，便粗暴地装了一小盒珍珠。姐姐喜欢什么样的珍珠首饰，可以自己拿去打。客人在，不好拆礼物，但是大家都说开了，何二太太便让女使拿了盒子过来。这是送姐姐的一盒珍珠，这两盒是送给府上老夫人的，一枚犀牛角的珠串，一盒前年太后赏赐下来的檀香。何二太太竟然不知道太后娘娘还赏赐过他们家呢，对于齐家她更是刮目相看呢。姐姐打开看看。何二太太笑着打开了装珍珠的小匣子，满满一盒子手指头那么大的珍珠，看得何二太太眼里冒光。珍珠常见，又大又漂亮的珍珠还是很稀有的，若不是世家妇人的涵养约束着她，她都能高兴地笑出声来。听说带了犀鸟酒的手串都能睡得香甜，具体我不太清楚，就是听我爹说，这犀牛角珠子对身体好。这珠子是我爹从暹罗带回来的，若是姐姐喜欢，下次我再送姐姐一手串。卓竹，你去东院跑一趟，看看老夫人现在空闲不？齐家的苏安人要过去看望她。老夫人年纪大了，平常精神不济，爱睡个懒觉，先让她过去问问，免得到时候让妹妹白跑一趟。不爱的。何家西院到东院，苏桃不知道有多远，就知那叫若竹的女使走了快2盏茶的时间才回来。回二太太，老夫人现在请苏安人过去呢。老夫人这会儿有时间，咱们过去吧。何二太太说着站了起来，招呼银姐儿。莹姐儿，你要招待好云姐儿啊！咱们现在去老夫人的院里去。正房堂屋里，四方桌旁边坐着个精神矍铄的老夫人。苏桃进门就拉着云姐儿向她俯身行礼。苏安人身手矫健，在众男子中跑到了最前面，救下来银姐儿。没见到苏安人以前，老身以为苏安人是位健壮的妇人，没成想竟然是位娇娇的小娘子。这位便是云姐儿。是的，老夫人，这是云姐儿，以后要给莹姐儿伴读的。好孩子，你过来。云姐儿看向苏桃，苏桃笑着对她点了点头。老夫人。何老夫人拉着云姐儿的手问：云姐儿多大了？回老夫人，云姐儿过了年就8岁了。那比咱家银姐儿大了1岁。何老夫人向旁边的一个妈妈招手，那妈妈捧着一个什么东西去了何老夫人身旁。乖孩子，拿去玩吧。云姐儿又看向苏桃，苏桃轻轻点了一下头，她才接了过来。云姐儿，谢谢老夫人。乖，跟银姐儿玩去吧。老人家聊天喜欢问人家的祖宗18代，而你又不能反问回去。何二太太邀云姐儿来给银姐儿做陪读，是有跟何老夫人报备过的，
齐家的情形，何二太太也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会儿她就跟忘了一样，又问了一遍。何二太太有些后悔带苏桃过来见老夫人，她没有想到老夫人对苏桃家的事情是那么多的好奇。何二太太怕苏桃不喜，频频的去看苏桃的脸色，好歹苏桃脸上没有异常，她才稍稍放下心来。在何老夫人这边用过饭，何二太太就借口要对苏桃交代一些云姐儿上课时要用的东西，慌忙带着苏桃走了。每日往来上课，妹妹若是觉着不便，云姐儿可以住在咱家。莹姐儿的院子大，只住了她一个，云姐儿可以住在这里，跟莹姐儿做个伴儿。婆母向来疼爱云姐儿，若云姐儿住下来，怕她会想得慌。苏桃回到何二太太的院子，稍坐了一会儿，便带着云姐儿起身告辞了。妹妹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中间最大的那个明黄的凉棚？那是宫里搭的，圣上跟太后娘娘还有各位娘娘等皇家的人都在那里面坐着呢。难怪凉棚的外围有那么多殿前司的人。玉棚在中间，两边是按品阶排列的各家凉棚，郎君们在东边，娘子们在西边。苏桃了然的点头。今儿在汴河上比赛划龙舟的，大多都是殿前司的人，说白了，基本都是在做家里的郎君。苏桃看向何二太太，殿前司的大部分都是靠蒙阴进去的。苏桃恍然大悟，龙舟比赛前3名的，圣上有赏。等下他们出来了，咱们也猜猜他们的名字。那挺好，挺有趣味的。3声鞭声在远处响起，贤人必退，圣上到了。朗哥原本靠在云姐儿身上看他们玩斗草，听到鞭子声，他抬头往声音响起的方向看。皇家的人从高台上陆续通过，圣上在最前面，他身后除了跟随的内侍，还有这段时间比较得皇上赏识的齐鹤。便是这么巧，朗哥看到了穿着官服的他爹。朗哥拉着云姐儿，云姐儿玩得认真，随口说了声：“朗哥，别捣乱啊！”朗哥叫不动云姐儿，自己晃晃悠悠离了云姐儿，往他爹的方向跑。他要去找他爹了。花妈妈只见一个小胖墩墩穿着素净的小袍子，支棱着手往他这个方向跑。他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他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二郎。他不由自主地走到凉棚前的路上，朗哥还小，突然间止不住脚步，就一下子冲到了华妈妈身上。华妈妈弯腰扶住朗哥，朗哥抬头看了他一眼，不认识。朗哥挣扎着往旁边撤，朗哥劲儿大，华妈妈快抓不住他了，就顺势蹲下来，紧紧抓住他的小胖身子。朗哥见这人抓着他不放，暴脾气就上来了。他伸出自己的小胖手，生气地啊了一声，在华妈妈胸前猛地一推，华妈妈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朗哥见把挡住他的人推倒了，就绕开华妈妈，又往前跑。朗哥，朗哥，你去哪里？朗哥听到云姐儿叫他，停下来转身往后看，见到云姐儿向他飞奔而来，他以为云姐儿在跟他追着玩，他一转身咯咯咯地笑着，跑得更欢了。别追他，别摔倒了。阿娘说了，小孩子摔一摔长得快。云姐儿没有理他，飞快地跑去追朗哥。妈妈怎么如此不小心？华妈妈站了起来，也来不及对严氏道谢，眼巴巴地看着那小娘子艰难地抱着小郎君往回走。应该说是提溜着。那小郎君吃得太胖了，小娘子不是太能抱得动他。小娘子是哪家的呀？对不住了，刚才是不是朗哥把你推倒的？无碍的，小郎君啊，长得真喜人。哎，你们是哪家的呀？齐家的。是那个侍读齐大人家吗？云姐儿刚要点头，莹姐儿见云姐儿站在了陆家的棚子门口说话，她也不玩了，跑了过来。齐小娘子是何小娘子家的客人吗？我母亲邀了齐家安人、泰安人一起来赏赛龙舟。严氏明了，笑着看了一眼华妈妈，这就是内阁侍读齐大人的家眷。他的妻子和母亲在前不久被请封了诰命，在京城的官宦女眷中也是极少有的殊荣。只不知道华妈妈为何对齐家小娘子小郎君这么感兴趣。正巧这个时候，出去买栗子的女使回来了，严氏邀请3人去棚子里吃栗子。朗哥最是喜欢吃栗子，可是云姐儿不动，他也不动。严氏又出声邀请了他们，莹姐儿才对严氏说：“
那便叨扰太太了。说什么叨扰，我很是欢喜呢。严氏把人领进来凉棚里，银姐儿向着陆大老夫人贺氏、陆二老夫人于氏见礼。两人见过礼，后面的朗哥冒了出来。姑姑行过礼，该轮到他了。他举着小胖爪子对贺氏拱了拱手。原本双眼涣散的贺氏，一瞬间眼睛变得清明起来。他坐直了身子，看向朗哥。朗哥给他见完礼，就要转身去给于氏见礼。给大人都行完礼，才能吃栗子呢。贺氏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脑子真的坏掉了，平白无故的就见到了儿时的二郎。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手里的茶盏砰的掉落，咕噜噜滚到了朗哥的脚边。朗哥盯着脚边的青瓷杯子，蹲下捡了起来。他拿着杯子，仰着小手往贺氏跟前递。刚才看到朗哥见礼的于氏被可爱到了，他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他正笑着等朗哥给他见礼，他家大嫂突然出现这样的反应，着实吓了他一跳，笑容从脸上瞬间消失。旁边站着的华妈妈见贺氏又陷入了自己的回忆里，忙从朗哥手中接过了杯盏。朗哥给于氏见过礼，于氏看了贺氏一眼，笑着对朗哥说：“快去吃栗子吧。”朗哥从严氏那里接过几颗栗子，走到云姐身旁递给他。云姐剥了一颗栗子给朗哥吃。贺氏一直盯着朗哥：“小郎君，来，婆婆给你剥栗子。”严氏见他婆母没事儿，便招呼了云姐跟云姐也坐下。小郎君要不要吃啊？朗哥看了一眼云姐，见云姐没有拦他，便噔噔噔地跑去了贺氏的身旁。朗哥抱着一包栗子，欢喜地回到了云姐身边。这是谁家的孩子？是内阁侍读齐大人家的，是何大人家邀请过来一起赏赛龙舟的。外面响起了铜锣声。哟，龙舟赛要开始啦！银姐和云姐听了一顿，他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刚巧这个时候，何家的女使走到了陆家凉棚门前，她对着里面的人躬身行了一礼：“姑娘，二太太叫姑娘回去呢。”银姐和云姐站起来，又向他们一一行礼道别。怎么跑去陆家吃栗子去了？银姐解释了一番，果然如同陆家太太所言，见孩子可爱邀请去的，便没有放在心上。而陆家这边，3个孩子刚走，贺氏就问弟妹于氏知不知道齐家。齐大人虽然是内阁侍读，可是他家娘子也没有怎么在外面走动，故而他也不认识。贺氏有些失落，吩咐华妈妈有空去打听打听，哪天请他们母子去家里坐坐。看到刚才那哥儿的家人了吗？见到了，一家4口各不相同。齐老太太是个高瘦的妇人，说话可爱可亲，挺容易让人亲近的。齐太太还年轻着呢，看着呀不到20，杏眼琼鼻，长得是干净甜美。小郎君啊不太像她。于是觉得自己怕是年老痴呆了。听大郎媳妇说齐太太的长相，他突然想起来了，他在城外的广善寺见过她。想到这里，于是哎呀了一声。严氏看向他，他便对他说了之前在广善寺见过苏桃一面的事儿。当时我觉着他落落大方，又向苏州捐过粮食，对他很是有好感。谁知道转眼就没有记住，二婶儿真是老了。他当初捐款呀，确实帮到了相公。旁边的贺氏突然开口：“大郎媳妇儿，既然他帮过咱们，你哪天给他家递个帖子，要家里来吃饭啊？”四哥，何四郎刚从水里爬起来，抬头就看见了他妹妹，还有站在他妹妹身边的云姐。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闷闷地嗯了一声，转身就要往东边他何家的凉棚跑。河岸边陆陆续续有人爬上来，上来的小郎君们都去东边的凉棚，该是回自家凉棚换衣裳去了。银姐无趣地想回去，他叫云姐，云姐拉着朗哥要走。朗哥指着浴棚，啊啊地告诉云姐：“朗哥儿，那里是圣上家的凉棚，咱们不能进去，快回去吧，回去给你吃栗子。”齐小娘子。云姐儿弯着腰转过身来看，便见身后站着个浑身湿漉漉，衣裳还在滴着水的瘦高郎君。郎君看着14、15岁的样子，嗓音粗哑若公鸭。云姐儿感觉自己不认识他，可是他怎么认识自己的？郎君面色深沉地望着他，显然是有些不悦。你不记得我了？云姐儿犹犹豫豫地开口：“
六郎哥哥。六郎脸上的阴霾有所消散。若是他没有记错的话，齐家是没有资格来这里看赛龙舟的，那定然是被旁边的小娘子家邀请来的。六郎转头看向银姐儿，银姐儿赶紧低下脑袋。这郎君看着太可怕了。六郎又看向朗哥，朗哥也瞪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浑身湿透的郎君。这是我小侄子，这是何家小娘子，我们刚才是来看他哥哥的。何四郎。银姐儿浅笑着点了点头。六郎见银姐儿点头，他轻蔑一笑，怪吓人的，吓得银姐儿忙收起来笑意。六爷，快回去换衣裳吧。银姐儿也关心地说。是呀，六郎哥哥，赶快去换下湿衣裳吧，免得着凉了。六郎盯了云姐儿看了一眼，嗯了一声之后转身走了。后面跟上来的陆三郎也多看了云姐儿两眼，还看了两眼他身边的小郎君，看着莫名感觉熟悉。银姐儿被吓到了，拉着云姐儿转头就要走。云姐儿牵着朗哥，朗哥看了一眼玉鹏，才依依不舍地跟着云姐儿走了。太后娘娘赏赐给何家小娘子、齐家小娘子画扇儿一把，齐家小郎君银样鼓一个。云姐儿和银姐儿俯身道谢，朗哥也有模有样的做了个揖。齐家是何家请过来的，没想到孩子们也得了太后娘娘的赏赐，苏桃直言是托了何家的福。何家几个太太笑得有些僵硬，往常何家可是极少得太后的赏赐的。何家凉棚里，大家又热热闹闹地吃起了粽子。没多一会儿，何家凉棚外又来了人，还是宫里的内侍。何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过来的内侍传话说，福宁公主邀何小娘子和齐小娘子一起去游画舫。公主，二位小娘子到了。云姐儿跟银姐儿赶紧蹲身向福宁公主行礼。齐小娘子是哪位？我是。对公主自称我。旁边的内侍眼观鼻，鼻观心，当作没有听到。毕竟这位可是郡王爷让公主请来的。福宁公主也没有在意，她盯着云姐儿看了两眼，真是个可爱的小娘子。走，我带你们去个视线好的地方。福宁公主拉着云姐儿走到六郎的身旁，银姐儿原本跟在他们身后，突然看到六郎，她就慢腾腾的不敢往前呢。六叔。云姐儿见到六郎也叫了声六郎哥哥。站在旁边的福宁公主、陆三郎还有寿哥都微微皱起了眉头。福宁公主跟寿哥都是叫郡王爷六叔的，若是云姐儿叫他们六叔哥哥，那他们岂不是要叫云姐儿姑姑？陆三郎皱眉，是觉着云姐儿有些僭越了。郡王爷六郎轻轻的点了点头，算是回应。福宁带着云姐他们两个玩去吧。福宁公主拉着云姐儿去了旁边的栏杆处。看，站在这里看到的风景好吧？好。银姐儿来。银姐儿去了云姐儿的另一旁站着，稍显有点拘谨。几个人站在这里看了一会儿河上的景色，有个声音在背后轻轻地叫云姐儿。寿哥。寿哥很开心，云姐儿还记得他。你弟弟呢？啊，你是说朗哥吗？朗哥是我的小侄子呀。寿哥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云姐儿指着后面说：喏，朗哥跟我阿姐在何家的棚子下面呢，咱们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云姐儿跟银姐儿扒着栏杆找何家的凉棚，找到了就赶紧让寿哥跟福宁公主两人看。银姐儿看到朗哥呵呵直笑。看，我阿姐抱着的就是朗哥。四个同龄人说说笑笑，一会儿就打成了一团。郡王爷靠着栏杆看着他们一堆小孩，陆三郎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边河边的风景。寿哥一直跟着三个小娘子玩，福宁公主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寿哥，你是小郎君，你该去跟你舅舅还有六叔玩。我想跟云姐儿玩，我觉得她跟我娘有点像。寿哥，你不要瞎说，云姐才多大呀，怎么像你娘了？你快去找六叔去。寿哥泱泱地去了郡王爷跟陆三郎身旁，学着郡王爷一样靠在栏杆看他们三个小娘子玩。郡王爷没有想到寿哥也是认识云姐，于是问他怎么认识云姐的。寿哥就把在御街14里遇到云姐的事儿说了。皇家的画舫上来的都是王孙公主家的孩子，陆三郎想不通郡王爷为何要特把齐小娘子跟何小娘子请上来。应该说他是特意请的齐小娘子，何小娘子完全就是顺带。
众人从画舫上下来后，便各回各家。不到半下午，黄家的人就打道回宫了。而后，其他人也都跟着黄家的脚步，陆陆续续回去了。相公，你说那太后娘娘怎么知道我们去看龙舟赛了？还特意把赏赐送到何家的凉棚里。朗哥是不是碰到了郡王爷啊？苏桃不认识郡王爷，只说有人落水的时候，云姐儿带着朗哥去看了热闹。后面云姐儿和莹姐儿还被福宁公主请到画舫上游玩了一圈。齐鹤抱着他的胖儿子没有说话。阿姐，我们在画舫上还看到你和朗哥了呢。在画舫上面好玩吗？好玩，河两岸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画舫好美呀，在河里飘得又稳。瘦根以为朗哥是我弟弟，我跟他说朗哥是我侄子。每每说起朗哥，云姐儿都特别的骄傲。云姐儿见苏桃不解地看着他，便解释说：瘦根这么高，瘦根见过朗哥的，在吃饭的店里。哦，苏桃好像明白了，应该是他们那次在御街吃饭的那次。阿姐，你知道六郎哥哥吧？怎么突然说起六郎了？福宁公主跟瘦根都叫六郎哥哥为六叔。云姐捂着嘴偷笑，她也知道叫哥哥比叫叔的高了一半。苏桃停顿了一下，停下来让刚才听到的这些话在脑子里过一过，消化消化。那六郎是圣上的弟弟、堂弟、表弟，圣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大家口中的郡王爷。苏桃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原来他一早就认识的富家小郎君是圣上的弟弟啊。那他之前给他的那个玉佩是不是很有分量？齐鹤放下朗哥，接过苏桃递过来的双龙玉佩问：不会是郡王爷给你的吧？苏桃猛地点头。齐鹤脸上露出一丝委屈，小娘子不信任他啊，他手里有这么个东西，他竟然现在才知道。苏桃看出了齐鹤脸上的委屈，连忙说道：这个玉佩给我爹看过，我爹说不是平凡之物，当也不能当，戴也不能戴，好好放着，别拿出来最好。我就没有敢拿出来过。上次就是开铺子之前，我在大相国寺外面见到了郡王爷，我说还给他，他说让我拿着吧。苏桃也挺委屈，烫手山芋一样的东西还丢不掉了。当初咱们在乡下无权无势，拿着这个东西确实危险。现在你也知道是郡王爷赏赐的，就不用太过担心了。还好还好。齐鹤见苏桃跟郡王爷认识，却又不了解他，便把郡王爷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苏桃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齐鹤：韩大将军是郡王爷的舅舅吗？齐鹤点头。苏桃瞳孔震惊，天老爷，若韩大将军是郡王爷的舅舅的话，那教他枪法的莫不是韩大将军吧？苏桃感觉自己走了狗屎运，抿着嘴独自暗爽。端午刚过去没多久，苏桃就收到了陆家太太严氏的请帖。帖子上说5月20日请她去陆家赴宴。相公，先喝盏茶。阿桃，有什么事要说吗？相公，我今儿个收到了陆家太太的请帖了，就是那个陆大人的太太。本来要喝茶的齐鹤听了苏桃这样说，送到嘴边的茶盏就那么停在了那里。陆家邀请你去他家？苏桃盯着齐鹤严肃地点了点头。齐鹤茶也不喝了，他把茶盏放到几案上，郑重地问：回帖子了吗？还没有回，今儿刚收到的。去吧，或许是为了感谢你带头向苏州捐粮。苏桃轻轻颔首，若真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按理说，她这个品阶低的官家太太是入不了高品阶官家太太的圈子的。可是何家都邀请了他们2次了，这陆家邀请他也没有什么奇特的。人家是咋想的，谁又能知道的？齐五郎让他去，那应该就是没事儿。20这日，齐鹤巡修，那我们过去了。行，去吧。赵氏把2人送到大门口，看着喜子赶着驴车往内城行去。苏安人无需多礼，快快上座。苏桃没有去坐，她点了点朗哥的后背，笑着说：朗哥，给老夫人见个礼。朗哥最近对于见礼已经是非常娴熟了，他举起手就做了一个揖。哎呀，朗哥儿还记得婆婆吗？
朗哥仰着头盯着坐在上位的贺氏，歪着头看了又看，张开小嘴啊的一声。朗哥还记着老夫人呢。苏安人在京城住的还习惯吗？回老夫人，习惯。我祖籍是临阳的，临阳那边跟京城气候都差不多。朗哥待不住，总想跑着玩。苏桃一边回贺氏的话，一边将朗哥抱到了腿上坐着。贺氏自从端午节那日从汴河边上回来，想了许多，怎么会有这么像的人呢？虽然时间久远，他好像记不太清楚二郎的长相了，但是他总觉得这孩子跟二郎像。莫不是二郎已经投胎了？贺氏这样一想，眼眶就红了起来。花年，你去燃个炭盆，给朗哥烤几个栗子吃。这大热天的燃个炭盆不太好吧？苏桃感觉自己的眉毛在跳动。老夫人，大热天的别劳烦妈妈了。苏桃忙从旗案上拿起一块绿豆糕塞进朗哥的手里，朗哥小胖手抓住绿豆糕就往嘴里送。有的吃了，朗哥终于老实起来了。是，天热别燃炭盆了，别热着朗哥。左儿宫里赏赐给老祖的荔枝是不是还有一盘呢？华妈妈，你去拿过来给朗哥吃。苏桃感觉是不是做到夫人等级的都对乡野生活好奇？为何陆家的老夫人也同何老夫人一样对他家是如此的好奇？朗哥是在京城出生的。回老夫人，朗哥是在京城出生的。朗哥会走了，还不会说话呢。1岁多了吧？他是几月生的？回老夫人，朗哥是正月初2生的，这眼看着就1岁半了。贺氏面色笑盈盈的，脑子里一直回想着正月初2。正月初2有没有什么说法？还是得找个大师问问的好。用过饭又坐了一会儿，朗哥在贺氏怀里扭来扭去，一点也不老实。苏桃心道，这胖小子的耐心用完了，他想下来捣乱，于是忙站起来请辞要回去。贺氏见他扭来扭去，便撸起他的袖子看了一眼，藕节似的小胳膊上出现了几个红点点。贺氏感觉脑袋空了，抓着朗哥的小胳膊迟迟没有放下。苏桃也看到朗哥小胖胳膊上的红点儿，不顾礼仪跑到了贺氏跟前。莫不是朗哥也有病酒症？他得回去了，回去赶紧给朗哥烧些温水来泡一泡。老夫人，今儿多谢款待，我们先回去了。贺氏猛地抢过苏桃手里的朗哥，吩咐人烧些洗澡水来给朗哥泡澡，让傅医抓一副止痒的药，带着一起过来。苏安人别怕，朗哥或许是有病酒症，泡个温水澡，吃一贴止痒的药就好了。苏桃有些不悦，虽说贺氏的安排非常妥帖，可朗哥是他的儿子，他不知道朗哥跟他相公一样有病酒症，让他误食带酒的酒酿已经很懊恼。现在他只想抱着朗哥好好哄哄他。苏安人请放心，哥儿看着不严重，等吃了药泡个温水澡就行了。朗哥可怜兮兮地看着苏桃，一直想伸手找他娘，可是他的小胳膊一直被婆婆抓住搔痒，急得朗哥都开口说话了。娘。朗哥一声娘出口，苏桃的心都要化了。老夫人啊，您歇一歇，让苏安人抱回朗哥吧。朗哥乖乖靠在苏桃的怀里，没有哭闹，看得贺氏心里酸酸的。都怪他想了个不着调的主意，想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跟二郎一样。胡郎中来了。银枕，小郎君吃了什么？用了什么？哥儿午饭时吃了一小口酒酿丸子。回老夫人，小郎君银枕不严重，用温水泡个澡就差不多能好了。止痒的药汤不喝为好啊。你立刻去兴元巷齐家走一趟，见到齐大人后就告诉他家小郎君在咱家发了病酒症。小厮躬身应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就说这些即可，快去吧。小厮领命离去。出门后，陆大郎却并未坐下，而是缓缓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心中暗自思忖着，这该来的总会来，大家都在京城，躲是躲不过去的。他好歹也帮着他隐瞒了几个月，可是他娘想二郎已经魔怔了。主院这边，在温水里泡了一阵的朗哥终于舒服了。
禀老夫人，外面齐大人亲自来接齐太太和齐小郎君回家。齐大人，这不是他爹吗？朗哥哗啦在小澡盆里站了起来，笑着对苏桃啊了一声。苏桃迅速帮朗哥穿戴整齐，抱着朗哥向贺氏告辞。贺氏虽然有些不舍，还是神态自若地送他们出去。齐贺站在陆家的主院门口等着，抬眼看着眼前的一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还是他所熟悉的样子。苏桃抱着朗哥刚走出主院的门，朗哥就看到站在门口的齐贺，他兴奋地啊了一声。齐贺见苏桃怀里的朗哥精神抖擞，似是已经好了，紧绷的脸上也浮现一丝浅笑。贺氏就在苏桃后面一点，他随着朗哥的视线看去，原本他脸上带着的慈爱的笑一瞬间收敛。贺氏眼不花耳不聋，待看清齐贺之后，他踉跄着往前走了2步。总觉着朗哥是不是二郎转世的贺氏觉得自己错得离谱，他喉头哽咽，眼泪如珠子一般滑落。二郎，仙干儿。齐贺紧咬着嘴唇，喉结滚动，苦涩地回了声：“阿娘。”他声音轻轻的，可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贺氏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欢喜的，伸出的手还没有碰到齐贺，整个人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苏桃一脸震惊，差点将怀里抱着的朗哥从手里摔下来。严氏捂着嘴，不可思议地后退了2步。老婆子背老夫人回去。华妈妈在2个女使的帮助下，把贺氏背回了正房里间卧房。苏桃抱着朗哥站在齐贺身旁，眼神控制不住的有意无意的总往他身上瞟。忽而陆参政和陆大郎就进了正房堂屋，齐贺倒是镇定，他转身向陆参政和陆大郎拱手行礼。陆参政从一进堂屋便盯着齐贺瞧，他打量完齐贺，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苏桃，还有他怀里抱着的跟二郎小时候极像的哥。他心里五味杂陈，10几年不见，再见他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他重重地拍了拍齐贺的肩膀，背着手往主位上走。都别站着了，坐吧。陆参政坐在主位上，眼睛看了一眼内室的方向，折磨了贺氏几10年的心病也该解了。恰在此时，府医胡郎中气喘吁吁地小跑进了正房堂屋。胡郎中给贺氏施了几针，他就悠悠转醒了。老夫人一睁开眼睛，就有气无力地叫：“二郎，二郎，二爷，老夫人找你呢。”齐贺对着华妈妈点了点头，走进了内室。他走到床边坐下，拉住他娘贺氏伸出的手。贺氏细细打量齐贺，失而复得的幸甚，突如其来的幸福，母子重逢的这一刻，眼泪如夏日的暴雨，一串串滑落。老夫人，切忌过于激动啊！阿娘，莫激动。贺氏紧抿着唇，轻点了点头。齐贺掏出帕子帮贺氏擦了擦眼泪。一炷香的时间后，胡郎中帮贺氏取下了银针。这么些年，你躲去了哪里呀？你舅舅带着人在龙明山找了许久啊！阿娘，我被那周边的一户农家救了。为何没有让他们送你回来？娘日日等着你回来，心都等碎了。贺氏泪眼模糊，不知道该不该埋怨那救了二郎的人家。他们生生让他们母子分离了10几年，可是他是该感谢他们的，是他们救了二郎的性命呀。齐贺思虑了许久，最后下狠心不回陆家时，他并不知道他娘是这样的悲痛。阿娘，当时我从山上掉到山下的溪水里，被流动的溪水冲到了离龙明山100里外的地方，碰巧被齐家的爹爹所救。当时为了瞒着齐家的人，齐家爹娘也没敢宣扬出去。另外因着我失血过多，又磕着了脑袋，醒来就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人在寻我。哎呀，我可怜的二郎，你受苦了呀！贺氏哭了一阵儿，眼泪都来不及擦，就喊华妈妈：“华年，华年，快请胡郎中来，让他给二郎摸摸脉。”阿娘，我已经好了，后面又记起来所有的事情了。阿娘不放心，
上胡郎中再看看，劳烦胡郎中给我儿看看，他小时候磕到过脑袋，有段时间记不起往事，看看现如今可还有大碍。10岁之前，二爷不止伤过脑袋，五脏六腑也都受过重创。现如今虽已医好，也是因二爷年轻体壮，待到二爷年老体弱之时，身体可能会比平常人虚弱些。现在就开始补，会不会好些？二爷现在正值壮年，也不可过度进补，进补之事还需徐徐图之。往后今年一进入冬至，便开始用些平常的温补之药进补即可。如此，今年积累下来也会有所改善。如此甚好，如此甚好。贺氏放心的点了点头。劳烦胡郎中给开个进补的方子。胡郎中拱手应是。二郎啊，你的院子还在，娘每日都使人打扫着，你看什么时候找个时间搬回来？过了冬至，娘要亲自给你熬药进补。还有，你舅舅金岁末就要回京续职，到时候你舅母表哥都会回来，到那时咱们几家亲戚好好热闹热闹。阿娘，现如今儿子姓齐，还是不要大肆宣扬为好。生恩养恩不能平衡，可齐家只有他一个儿子。贺氏愣住了，这个结果令他难以接受。他的二郎是不愿意回陆家吗？不知不觉间，时间流逝得飞快，金乌西坠，弯弯的月牙升到了空中。外面有小厮来报，说门外来了个齐家的小丫头，他家老太太让他来看看，他家老爷太太怎么还没有回去，歌儿有没有好些。鲁座上的陆参正觉得有些事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先让他们回去吧。于是吩咐严氏去里间说一声。华妈妈看到贺氏那伤心的模样，还是觉得这事儿还需徐徐图之，便狠下心对他说，齐家母亲已经使女使来寻人了。贺氏见二郎现在如此坚持，便决定跟陆参正商谈之后再说之后的事儿。他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亲自把他们一家三口送出来二门外。齐贺竟然是陆家二郎这个事实，让苏桃感到无比震惊。苏桃静静地靠着齐贺坐着，紧握着他的手，同样没有说话。他明白，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默默的陪伴才是对他最好的支持。阿桃，苏桃淡淡嗯了一声。你不好奇吗？苏桃离开齐贺的怀抱，撑起身子，看着他的眼睛，摇了摇头说：我好奇，可若是那往事对相公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便不要说了。我不想你一次次回忆不开心的事儿。齐贺微微一笑，把苏桃拉进怀里躺好。贺氏跟陆参正坐在了主位，问陆大郎之前是否已经认出来二郎。陆大郎对自家爹娘不可能藏私，便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贺氏已经哭了大半天，从陆大郎那里听到二郎不愿意回来，又忍不住哭了一通。陆参正见老妻哭得伤心，气得青筋暴起，怒问陆大郎：二郎为何不愿意回来？陆大郎低头不语。即使二郎不回陆家，可他也是我生的呀。严氏见他婆母实在伤心，便想说句贴他心的话，脑子里突然有句话一闪而过，他也没有多想，便脱口而出：娘说的是，二郎是娘亲生的，不管他回不回陆家，他都是你亲生的。娘也别伤心，咱们就当她是嫁出去的女儿，往后一样走动。这说的什么话？二郎明明是陆家的儿子，什么嫁出去的女儿？陆大郎不悦地瞪了严氏一眼，真是没有分寸，在爹娘跟前胡言乱语。严氏被瞪了一眼，知道自己失礼了，忙闭了嘴，垂下脑袋。上手的陆参正眉头皱得也能夹死一只蚊子。只有老夫人贺氏好像在沙漠里看到了一片绿洲，她两眼冒着金光，感觉还是秦娘脑子好使。听媳妇儿严氏一言，贺氏不再钻牛角尖儿，她心情舒畅了，计划着哪日再邀二郎一家过来，还有他那边的父母，能行的话，她也想见一见。娘，
我见了我亲生的父母。啊？说啥？五郎见了他的亲生父母？赵氏之前同意五郎去找他父母，可是突然听到他说他见了他的亲生父母，赵氏还是傻住了。你亲生父母是京城的呀？啥时候见的呀？昨天。昨儿？赵氏点了点头，突然他觉得不对。昨个他只去了陆家，他是在陆家见到他的亲生爹娘的。赵氏有些不敢问了，今儿老头子不在家，他感觉自己有些无依无靠的。我亲生的父母就是陆家的陆参正夫妇。赵氏茫然的点头。赵氏边哭边笑，连声道：真好，真好，陆家好。娘，你别哭。那年我从桃树上摔下来，就记起来自己是谁家的孩子。可是你和爹对我这么好，我想了许久，决定不回去，就做齐家的孩子，做你和爹的孩子。齐贺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赵氏彻底绷不住了。原来五郎这么早就记起来了，他也是认可他跟老头子做他爹娘的吧。母子两个抱头痛哭，苏桃坐在旁边，被感染的眼睛也是红红的。五郎啊，你不用介意我和你爹，陆家比咱家好了太多了，娘知道回陆家对你或许更好，所以娘啊支持你回去的。你是个孝顺的，你做什么决定娘都不怪你。娘，你和我爹对我好，这些我都知道。11岁那年我决定不回去，如今咱们终于熬出来了，我更不会回去。可是你亲娘生了你，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你要是不回去，她该是多伤心啊。赵氏眉头紧蹙，她能感受到五郎生母的伤心。生是恩，养也是恩，生养之恩我都会铭记于心。陆家还有大哥和小弟，而齐家只有我。即便我不在陆家，父母也有儿孙承欢膝下，陆家那边我也会忍。休沐节日时，可以带着阿桃跟老哥回去看望陆家爹娘。就该是这样，应该这样的。用过晚饭，朗哥就困了，苏桃把他哄睡着，趁着齐贺沐浴的时间，想去堂屋里开解赵氏。刚走出房门，便听到赵氏在云姐的西厢房跟他说话。云姐跟赵氏说着上课的趣事儿，也引着赵氏欢笑出声。苏桃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转身回了房间。小孩子的世界是充满欢乐的，赵氏一定能被云姐治愈的。桃娘，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我站相公这一边，相公怎么想的，我就是怎么想的。相公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你，你当初的那些经历我都没有经历过，我的想法是不准确的。俗话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觉得我的想法都是多余的，我只要一心跟着相公就行。季贺又笑，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那日我去到陆家，感觉陆老夫人也是好的，她一整日都抱着朗哥不撒手，稀罕的不行。当时我在想，咱们朗哥真的招人喜欢啊，现在看来是托了他爹的福。阿桃也是不讨厌陆家的吧？不讨厌啊。我跟娘说了，之后也会跟陆家走动。咱们又多了一对爹娘，还多了个汪汪。陆家那边我娘她存不住气，一定还会使人来下帖子，到时候你正常接了就行。阿娘，我跟你说个事儿，你放朗哥下去玩。冯氏抱着朗哥不舍得松手，转头问他啥事儿啊，还不能当着朗哥的面说。苏桃看了冯氏一眼，凑到他娘耳边耳语了一句啥。冯氏惊得差点松手。五郎不是齐家亲生的？苏桃轻轻点了点头。你啥时候知道的？苏桃看了眼冯氏怀里的朗哥，朗哥这会儿正啃着桃子。朗哥啊，去西间玩，看看朗哥能不能寻到好东西啊。朗哥嗯了一声，高高兴兴地跑去西间寻宝去了。苏桃就把齐家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给冯氏说了。所以
五郎的亲生爹娘是陆参政跟他夫人。苏桃轻轻点了点头。老天爷爱，五郎原来出身这么好。他一直就好奇，如此普通的齐老二夫妻两人，怎么就养了这么一位谪仙一样的郎君？原来如此啊！欢喜没有一下，他又想到齐五郎小时候经历了那样凄惨的事情，又感到心疼不已。对于齐贺不愿意回陆家，也是很理解的。对于这件事儿，冯氏没有其他的想法，他只担忧阿桃。这突然又多了一个婆母，也不知道这陆家的老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家闺女儿在齐家可是过得顺心如意，他婆母和善，从来没有给阿桃立过规矩。苏桃哭笑不得，他相公都不准备回陆家，婆母不好相与，那也不能来齐家抓了他去立规矩不是？哦，苏桃这样一说，冯氏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真是关心则乱啊，关心则乱。苏桃是个不会被烦心事烦扰的人。说完就又说起来苏虎的功课。功课一般，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差，过2年也可去考个童生试试。阿娘，那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回去。虽是这样打算的，可时日不是还早，到眼巴前儿再说也不迟啊。朗哥呢？在西间陪着云姐儿睡呢。秦鹤眼里的笑意一丝丝浮现，盯着苏桃，笑得一点都不纯粹。苏桃的心猛地一跳，转过头不去看他。秦鹤放下书，拢好身上的薄衫，暗自窃喜着跑去给苏桃提洗澡水去了。他被忽视了太久了，每次想的时候都跟做贼似的小心翼翼。他之前也说过，将西厢房南边挨着杂物间的那个房间收拾出来给朗哥睡。苏桃总是说朗哥太小了，让他自己一个人睡不放心。现下这碍事的小东西终于腾了地方。齐鹤干劲十足地给苏桃打好了洗澡水，拉她起来，不由分说就推去了屏风后面。快去沐浴。寝衣还没有拿呢。苏桃转身要出来，齐鹤伸手止住了她。他压着声音说：我给你拿去，你赶紧沐浴。苏桃盯着齐鹤抿唇一笑，齐鹤眼神晃了晃，转身走了出去。苏桃等了一会儿没见齐鹤进来，他便脱了衣裳进了浴桶，正往身上擦澡豆的时候，齐鹤拿着一件薄衫进来了。苏桃哗啦一声把自己埋进水里，齐鹤蹲在浴桶边扒着浴桶问苏桃：要不要帮你擦背？苏桃脸挨着水面，急切地说：不要你擦背，你快出去，别当他不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都老夫老妻了，你害羞什么？苏桃抬起头瞪了齐鹤一眼，心道：你说害羞什么？院子里还有喜子和翠丫，谁家洗澡能把屋里洗的都是水？齐鹤见苏桃瞪他，不恼也不知悔改，轻身衔住了他撅起的小嘴儿，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没过多久，他就坐到了浴桶里，身上坐着他的小娇妻。从屏风后面到屏风外面，不容说，战况有些激烈。沐浴的房间里洒得到处都是水，房间的床榻旁衣裳锦被掉了一地，结实的雕花架子床也没能幸免，咯吱咯吱地响到了2更天。巡修不过是一眨眼的事儿。云姐儿跟莹姐儿约了去庄子上摘桃子，齐老二说在庄子北边留了好几棵的树，一家人谁都不能陪云姐儿去，云姐儿也没有不喜，她很是兴奋期待。一切都准备好了，眼看着就要出发了。赵氏突然拉着苏桃的手说：桃娘啊，这突然之间要去见五郎的亲娘，你说我这心里，哎呦，怎么突突突的跳个不停啊？娘，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觉着陆老夫人她人挺好的。赵氏听苏桃叫陆家的陆老夫人，她抬头看了一眼站在院子里的齐鹤，压着声音对苏桃说：再见了面，你可别叫她陆老夫人了。娘，我知道了。老姐姐，终于盼到你来了。赵氏揪着的一颗心，在贺氏这声老姐姐里，算是稍稍的松懈了一些。吴小郎君站在他娘跟前儿，一直看着朗哥。陆玄注意到了，低着头柔声问：寿哥想跟朗哥玩？
吴小郎君摇了摇头，鼓起勇气问摇晃着小身子的朗哥：“云卷儿怎么没来啊？”原本大家都盯着朗哥看，瘦哥一开口，于是也想了起来。朗哥好像还有个肥嘟嘟、圆溜溜的小姑姑呢。怎么，小郎君认识云姐儿？瘦哥轻嗯了一声。云姐儿一早约了何家的小娘子，今儿个去庄子上摘桃子去了，故而没能一同过来。端午那日，大家都被朗哥吸引了目光，因此虽然知道有个云姐儿，印象却不是很深。小姐姐，就当这里是自己家，以后多带着小娘子跟桃娘他们来家里玩。赵氏笑着应是。陆贤低头问怀里的儿子：“寿哥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朗哥家人？”寿哥觉着第一次见面就被朗哥推倒，他有些没有面子，就撒谎说端午节在公主的画舫上。陆贤笑着点了点头。大人们都在说话，陆贤让寿哥带着弟弟们出去玩，寿哥便听话地带着2个小家伙出去玩了。外院过来个小厮，给守门的婆子递了话，不一会儿就递到了华妈妈耳朵里。前院说二郎君去道馆了。贺氏原本欢喜的脸上笑容一滞，而后又慢慢浮现，似是带着欣慰。他们对不起二郎，可二郎依然是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云姐儿去庄子上玩了一天，等她回来的时候，家里其他人还没有回来。她用过晚饭之后，便强撑着困意等着他们。见苏桃、赵氏跟朗哥都回来了，轻得不行，好似许久没见了一样，抱着每个人都亲昵了一番。齐鹤沉默地坐在椅子上，好像灵魂被抽空了一样。苏桃坐到他身边，握着他的手，陪着他一起坐着。齐鹤抽出自己的手，伸手揽上苏桃的肩膀，把他搂抱进怀里。齐鹤思忖着，不管是齐鹤还是陆子谦，都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而他还是他，是他爹娘的儿子，是苏桃的相公，朗哥的父亲，圣上跟前的内阁侍读。只不过别人只有一对爹娘，而他有2对。一切都没有变化，他只管按着自己的计划，忧国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报效社稷。外面慢慢静了下来，寂静中传来赵氏的声音：“五郎，桃娘，水在锅里啊，天儿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齐鹤嘴角微翘，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他把苏桃扶起来，轻声说：“我去给你打洗澡水去。”2人洗漱过后，一夜甜梦。齐鹤便是陆家二郎。陆家虽然没有敲锣打鼓的昭告天下，可圣上是谁？那是在整个京城都有耳目的天下之主。翌日他便得了消息，齐鹤去道馆给陆老太傅磕了头，在陆家也见了家中极亲近的亲朋。圣上临睡前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整晚都没有睡好觉。这个他亲封的状元郎竟然是陆二郎。他当初来京城参加会试的时候，为何没有回去陆家认亲？难不成对陆家还有怨念？皇城司的人来报的时候，傅引良还没有下职。他看圣上胡思乱想，不经意间说了一句：“齐大人不愧是陆家人，是个知恩图报的。”圣上瞟了傅引良一眼，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圣上招了齐鹤进福宁殿，背着手围着他转了好几圈。二郎啊，二郎，你竟然是跟小时候一点都不像了。小时候明明是个小胖墩儿，长大了竟然长得身材颀长，玉树临风。请圣上恕罪。圣上没有让齐鹤起身，而是回到椅子上坐下，拿起茶盏浅酌了一口，一派淡然道：“齐大人何罪之有？”“何罪之有？若圣上说他是欺君之罪，他也是无法反驳的。但是他不给自己安罪名，便跪在地上不吭声。齐鹤不吭声，圣上更气了，他把茶盏往齐鹤旁边掷了过去，砰的一声，汝窑出的金瓶在地上炸开，碎了一地。你欺君罔上，犯了欺君之罪，按律当斩。齐鹤依然趴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地面，一声不吭。圣上见齐鹤乖乖跪在下面不吭声，莫名的气也消了。他走下去，亲自扶起他，重重的拍了拍他的肩膀。瘦了之后竟然这么的风度翩翩，若是早知你是二郎，便点你为探花郎，广开宴席，跨马游街，让你好好出出风头。齐鹤勾唇一笑，
他知道圣上已经谅解了他的欺瞒之罪。齐鹤陪着圣上聊了好久，回去之后，圣上吩咐傅引良让知道的人都闭嘴。姐姐，能去给我阿姐说一声吗？我想带着朗根儿去别处看看。女使应了一声之后，就跑去大殿门口等着去了。太太，姑娘想带着郎君去别处看看。想玩就去玩吧，麻烦小娘子帮着照看一二。云姐儿听说苏桃同意他们两个去别处玩玩，她脸上的笑容无限放大，站起来拉着朗哥就跑。大相国寺里也有一个大大的放生池，比广善寺里的放生池大多了。云姐儿拉着朗哥就往东边的这个院子跑。今儿人多，他们刚过来这边，便看到放生池跟前站了许多人，有一家提着水桶往里面放生了一桶半大不小的鲤鱼。朗哥指着鱼叫着：“姥姥，吃！放生鱼积功德，不能吃。”那个小郎君蹙着眉头，极是严肃。朗哥看了他一眼，也蹙起了眉头。坏人！朗哥放开云姐的手，冲过去一下就把小郎君撞倒了。小郎君被撞飞了出去，倒在地上哇哇大哭。坏人，打！你们是哪家的？怎么动不动就出手打人？懂不懂一点规矩？放生的鱼那能吃吗？小女使低着头，止不住的道歉：“你这个女使没资格跟我说话，把你家主母叫过来。”这位娘子，对不住了，是我没有看住自家侄儿，让他伤了贵府的郎君。银姐儿看着不过7、8岁的样子，但是礼数周全，让人说不出一二。那娘子动了动嘴唇，云姐儿马上从荷包里掏出1两银子递了过去。娘子，拿去给小郎君看看吧。这家娘子也不是那种小门小户的，根本看不上云姐儿拿出来的1两银子。她嘴巴一撇，还要说什么，旁边传来叫云姐儿的声音：“齐小娘子。”六郎哥哥。14、15岁的少年已经能顶事儿了。六郎带着朗哥给那妇人致了歉，一个眼神示意，他身旁的小厮拿出来10两银子奉上。这个小插曲才算是了了。银姐儿心中感激，连忙蹲身向六郎道谢。朗哥还不知道自己惹了祸，他仰头盯着六郎，眼神清澈而单纯，似乎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六郎看了云姐儿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跟过来。”云姐儿微微一愣，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六郎的小厮急忙躬身请云姐儿和朗哥跟上。“你家大人呢？你们今天是跟着谁一起来的？”“跟阿娘阿姐一块来的，他们去拜佛祖去了。”“不跟着大人在生乱跑。”云姐儿望着六郎看，小圆眼睛里闪着星光。云姐儿在门口看到六郎哥哥教训坏人啦。六郎咧着嘴笑开了。“这么说你们是跑出来找我的？”云姐儿手里捏着个点心不说话，朗哥吃完一个点心又拿了一个。六郎猜到小娘子是跑过来找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微微的欢喜。六郎心情好，他见朗哥一直吃糕点，便笑着对他说：“小郎君，这寺里有京城最好吃的月饼，吾可是专门过来吃的。小郎君你吃饱了肚子可就吃不下了。”“吃。”六郎笑，他还只是个不足2岁的小屁孩，话都说不清楚，揍人倒是凶猛。六郎怕到时候齐家的人找过来，小娘子跟小郎君就吃不到大相国寺的月饼了，于是便让内侍四喜去斋房里看看做好了没有。郡王爷来了寺院，指明要吃斋房大师傅做的月饼，他们自是最先请着郡王爷。“小郎君拿着吃吧。”毕竟是刚出炉的月饼，虽然四喜端了一路过来，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是很烫手。朗哥儿小手刚碰到月饼，便嗖的一下缩了回去。见此，六郎实在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来。朗哥儿委屈地看向他，六郎为了给小郎君面子，绷起脸转头呵斥四喜：“四喜，你怎么办的差事？这么烫的吃食也敢拿上桌？”“是四喜思虑不周，四喜知错，爷饶命。”毫无预警的，四喜就跪下认错。云姐的圆眼睛乌溜溜的打转，慌乱的不行。不就是月饼烫了一点，怎么就到了要命的程度？”“不碍事的，我给朗根吹一吹就好了。”六郎瞳孔闪动，齐小娘子性情真是温和。“朗根小口吃，别烫着了。”朗哥非常郑重的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六郎坐在对面，瞪着眼睛看云姐儿细心的照顾朗哥，看得他心里痒痒的。小娘子这么小，做事却是这么体贴。云姐儿吃得有些拘谨，吃了2个便不吃了。六郎便让四喜去斋房给他们包一包，拿回去吃。门外边看着时辰不早了，陆家那个小女使早就着急了，正着急着，见云姐儿拉着朗哥出来，他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恭恭敬敬接过云姐儿手里的包裹。姑娘，太太那边怕是该拜完了。云姐儿了解，高高兴兴地拉着朗哥往大殿那边的院子走。云姐儿，来神母跟前儿来。云姐儿放开朗哥的手，走向贺氏。贺氏拉着云姐儿到跟前儿，笑着打量了一番，对右手边的弟媳于氏说：弟妹呀，你仔细瞧瞧云姐儿，看你能瞧出什么不能。贺氏见云姐儿有些茫然，便笑着对云姐儿说：乖孩子，笑一笑，笑起来才好看呐。云姐儿僵硬地扯了扯嘴角，贺氏见那轻轻笑了起来。他从手腕上脱下一个圆润的白玉手镯，套在了她的手上。让你阿娘帮你收起来，等云姐儿长大了再戴也使得。老夫人，这么贵重的镯子如何使得啊？咱们云姐儿长得甜，招人喜欢，这镯子很配劲儿，就是有些大了，等长大了再戴。贺氏夸赞云姐儿，云姐儿便开心地笑了，眼睛弯弯似月牙，小脸肉嘟嘟的，看着真是熟悉。于是仔细一琢磨，他说怎么这么熟悉呢？这云姐儿笑起来真的像她大女儿贤姐儿。哎呦，这真是缘分啊！云姐儿，来。于是打量了云姐儿好几眼，再笑着对贺氏说：还是嫂子的眼神好，这云姐儿啊，跟咱们贤姐儿长得极像呢，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二婶这么一说，这要再细看一下，这孩子长得还真是像大妹妹呢。突然之间，屋里就有了新的话题，大家都围着云姐儿跟陆贤闲聊。齐陆两家便如仲秋这样相处就很好，齐贺很知足，他脸上带着浅淡的笑，整个人好似都变得轻盈。他拉着苏桃的手，不住地说：今儿是个开心的日子。苏桃知道，因着齐陆两家能好好的相处，齐贺才这么高兴。一个是有血缘的陆家，一个是有养育之恩的齐家，两家实在难两全，但是这样就很好。相公，你不知道，咱们云姐儿跟姐姐陆大姑奶奶有些像呢。缘分真的很奇妙，大印这么大，京城这么大，偏偏咱们两家有对长得像的，怪不得陆家母亲跟二婶不住地说是缘分。二叔科举入仕后便外放做官，大姐姐比大哥小1岁，自小跟着二叔二婶。我小时候也只见过她1次，早就忘了她的长相，再见也是10几年后，我倒是没有注意。阿桃，以后若是有空闲，便带着朗哥多去陆家看看母亲吧。齐贺声音低沉，苏桃嗯了一声后，意识便涣散了。哎，朗哥呢？来的路上看到了寿哥跟严哥，云姐儿跟朗哥都停在那儿跟他们玩去了。我娘说云姐长得跟我挺像的。云姐儿笑起来的时候跟大姐姐很像，因为你们脸型一样，眼睛也一样，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大妹妹别着急，等一下他们回来了你就能见着了，是真真的向着大妹妹的女儿呢。陆贤生了寿哥后便一直没有孕，他倒是想要个女儿呢。可惜啊，云姐儿是谦哥的妹妹，算起来也是他的妹妹，连干女儿都不能认。贺氏的心都要被他可爱化了，一伸手抱住了他。这就是朗哥，哎，跟谦哥小时候真像啊。后面云姐儿、寿哥跟严哥也回来了，跑去前面给贺氏请安。这是你们舅婆，快给舅婆问安。寿哥跟严哥拱手行礼，云姐儿也跟他们一起蹲身行礼。贺舅母看着云姐儿，笑问陆贤：贤姐儿家里不是个哥吗？舅母，我家是个哥，寿哥。舅婆，这小丫头是，跟你长得可真像啊。云姐儿听贺舅母说她跟陆贤长得像，便也转头盯着她看，
她眉眼含笑，看着温柔可亲。她就是寿哥的娘啊！云姐儿不知道怎么了，看到寿哥的娘亲之后，她就想让她阿姐抱抱她。她躬身向长辈们扶了一礼，就退去了苏桃身边。云姐儿是我家的妹妹，小娘子长得俊俏又福气。贺舅母看看云姐儿，又缩一眼陆贤，这两人是真像，两母女似的。寿哥回了他娘身边，一脸喜色地盯着云姐儿看，他就说云姐儿长得像他娘吧。云姐儿窝在苏桃怀里，兴致不高。陆贤看出了云姐儿不是很高兴，关心地柔声问道：云姐儿怎么了？云姐儿紧紧抓着苏桃的手，微微摇了摇头，而后垂下眼睫，不再看陆贤。兴许是玩累了，云姐儿一直是个小开心果，这么沉默还是头一次呢。难道她还记得自己是从安堂来的起家，不喜欢听别人说她像其他人？饭罢，偏间的餐桌收了，女使上了茶果，小辈女眷们都留在了这里吃茶闲聊。陆贤总想叫云姐儿到跟前来，可是云姐儿一直不怎么正眼看他。山不救我，我救山。陆贤手里剥了几个栗子，拿着递给云姐儿。云姐儿看了他一眼，他把手往前送了送，笑得慈爱：吃吧，甜着呢。云姐儿拿了一颗送进嘴巴里，甜甜的，糯糯的。云姐儿一连吃了陆贤几颗烤栗子，对他也没有那么防备了。云姐儿甜甜的笑了，陆贤心里暖暖的。若是他也有个这样香甜的小女娘，该有多好啊！云姐儿在陆家出现，是青雨没有想到的。大冷的天，她身上的里衣已经湿透了。在外面她看顾哥的时候，也悄悄地听明白了，这云姐儿是齐家的大姑娘，而齐家郎君是陆家失而复得的二郎君，是他们三太太的堂弟。纸终究包不住火的，这以后指不定哪天他娘做的这件亏心事儿就得被三太太发现，到那时他们一家也是没有活路的。陆家的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那云姐儿跟他们三太太长得像。青雨觉得他娘糊涂啊，这事儿怎么能瞒得住呢？青雨感觉自己的手脚发青，整个人呼吸都不怎么顺畅了。这样的煎熬是他不能承受的。陆贤跟云姐儿的笑脸在他跟前闪动，他再支撑不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快去叫胡郎中来！有人跑去叫胡郎中，严氏叫人先把他放平，然后就去向贺氏禀报。陆贤也站了起来，他站在旁边看着一脸苍白的青雨，问旁边他的贴身婢女：青鸾，青雨今儿可有异样？她是不是带病上职？回三太太，青雨并没有说不舒服，奴婢看着她也不像有疾的样子。自己的女使突然倒在他大伯母的堂屋里，当真是不好。陆贤出去向贺氏致歉，不知道这丫头因何就摔倒了，侄女这边带着他们回去。哎，先不慌走，你嫂子已经使人去叫胡郎中了，让他给看看再说。一个女使死了便是死了，给1笔银子就能打发的事情，可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自从齐贺回来之后，贺氏更相信一个种善因结善果。吴家下人院里，青雨失神地躺在床上。青雨姐姐，我给你提了开水来，你要喝点水吗？青雨没有心情喝水，她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我就在门外，姐姐有事尽管开口。床上的人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小丫头也不过10岁左右，看着这样的青雨挺害怕的。听说她在三太太的娘家昏倒了，她不会死在这里吧？小丫头不敢坐在门口，她跑去院子里，蹲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丢石子玩。六姐，六姐。六姐儿停下动作仔细听，真是屋里青雨在有气无力地叫她。青雨姐姐，你叫我。柜子上面的抽屉里有几个水晶糕，你拿去吃吧。六姐儿抿了抿嘴没有动，这么金贵的水晶糕都给她吃了，青雨姐姐是真的不行了吗？你拿了水晶糕，帮我跑个腿儿。你去三太太院里找青鸾姐姐，就说我有事要禀报太太，极要紧的事，请太太一定要见上我一面。金雨说完就又躺倒在了床上。你找青鸾姐姐？
麻烦姐姐给叫一下。六姐儿，不是让你帮着照看一下青雨，你怎的来这里了？青雨说有紧要的事儿要对三太太说。六姐儿看了一眼门口守着的2个女使，把青鸾拉去了旁边。她压着嗓音道：青雨姐姐说有要紧的事儿要禀太太，让我过来找你，说务必请太太见她一面。青鸾面上严肃起来，这时候她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整个人病歪歪的，躺在床上好好养病不妥吗？折腾什么呀？你在这等着，我进去禀了三太太。太太，青雨让六姐传话说有要紧的事要禀明太太，恳求太太一定要见上她一面。她刚晕倒一场，怎不好好养病？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非要现在说不可？太太，六姐没说。你去把她叫过来，若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也非得打她2板子不可。去叫她过来吧。青鸾得了吴三爷的令，跟着六姐儿亲自去了下人院。青雨跟被精怪吸了精气儿一样，突然之间整个人憔悴虚弱的不行。青雨一见陆贤，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陆贤怜他刚大病一场，招手对青鸾道：给他拿个小锦凳过来，刚大病一场就别跪着了。太太让婢子跪着吧，婢子有罪，婢子有要紧的事儿要向太太坦诚。陆贤被他整得一头雾水，坐在主位上盯着青雨没有说话。他等着青雨说，青雨一直趴跪在地上不吭声，肩头一抖一抖的，似是在哭。难道他是想让屏退了其他人？太太之前丢的一只粉玉凤镯，是婢子偷的。陆贤闻此，原本还有几丝善意的脸上乌云密布。当初为了这个粉玉凤镯，他屋里伺候的除了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青鸾，几乎全部都处置了，都没有找到。现在这个丫头说是他偷的。你当初也不在屋里伺候，怎么能偷到里屋里放着的首饰？且那个玉镯还是放在首饰匣子里的。婢子趁着大家都去照顾小郎君，太太在屋里沉睡，没人在身边的时候偷走的。你既然坦白了，便把镯子拿出来吧。拿出镯子，可以对你从轻发落。镯子不在我手里，是我娘让我偷太太一件首饰。我心慌，打开首饰匣子，便拿了个最显眼的，拿到后就给了我娘。哼，真是胆大包天啊！青鸾，青鸾推门走了进来，原本在次里间的吴三爷也走了进来。你娘是不是老太太跟前伺候的长婆子？是。他好害怕，突然有些后悔这样找太太说出来，他应该找他娘一起跑路的。吴三爷摆手让青鸾出去守着门，他感觉事情有些不是那么简单。他大伯母院里的婆子指使自己的女儿偷贤娘的一件首饰，当初他们要偷的并不是粉玉凤镯，而是随便一个首饰，这是为何？他大伯母应该不知道的吧？哼，你娘为何要偷三太太一件首饰？谁指使的你娘？我娘让我偷三太太的一件首饰给姑娘。青雨害怕了，他原本理顺的顺序全乱了。吴三爷跟吴三太太问什么，他就说什么。给哪个姑娘？我大哥家的角儿？不是的，是给三爷和三太太的女儿，刚出生的姑娘。他们何时生了女儿？吴三爷见青雨胡言乱语，恨不得给他一脚。老太太让我娘把姑娘处置了，我娘害怕事发后我全家小命不保，就偷偷把姑娘送了出去。为了之后能相认，让我偷一件太太的首饰放在姑娘身上。吴三爷懵了，陆贤也懵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老太太让他身边的婆子把他们的女儿处置了，为什么？是什么时候生的女儿？跟寿哥是双生子吗？我当初生的是不是双生子？青鸾！他又紧着叫青鸾，青鸾当时在跟前，他一定知道。陆贤神情有些疯癫，吴三爷抱着他把他扶了起来。青鸾又推门进来了。青鸾，当初在广善寺，我生的是双生子吗？啊，太太只生了哥一个啊！本婆抱着孩子出来向老太太报喜，说是哥。奴婢进去看太太的时候，太太已经熟睡了。稳婆便让奴婢给太太擦了身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裳。陆贤失魂落魄地松开了青鸾的手。先将她带回去，找2个人在门口看着，然后找人去老太太的院子里，将长脖子给她说，她女儿病重，
让他过来看。等长脖子进了咸宁院这边，就找2个粗壮的婆子把他押过来。吴三爷不知道他大伯母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因而不敢贸然去他院子里拿人，以免打草惊蛇。太太，常妈妈求见。让他进来吧。青鸾推开门，让常婆子走了进去。常婆子进去没有看到陆贤，只看到黑煞神一样的吴三爷。他低头躬身行礼，礼还没有行完，胸口便挨了结结实实一窝心脚。三爷饶命啊！老婆子哪里做错了？还请三爷明示啊！我且问你，你把姐儿送到哪里了？原本还在磕头求饶的常婆子突然停住不动了，她不求饶也不说话。你女儿青雨已经把她知道的都招了，你一五一十的都招来，还能保你个全尸。这件事情谁指使的？姐儿现在在哪里？完了，一切都完了。常婆子感觉天塌了，她没有想到这事儿这么快就暴露了，让她过来怕就是为了要审问她。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或不是家人。你若不老实交代，被爷查出来，你们全家都要连坐。老婆子交代，老婆子把所知道的都交代出来，求三爷饶了我儿和我女儿，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说。当初在寺庙里，三太太生了个姐儿，二太太生了个哥，老太太在稳婆抱姐儿出来的时候，与早出生一会儿的哥给调换了。说到这里的时候，陆贤还以为吴二太太身边的二姑娘是他的女儿。他想了想，二姑娘长得极其平常，吴家人都长得好，男的俊朗，女的娇美，可二姑娘单眼皮小眼睛，一点都不像吴家人。换过之后，老太太就把姐儿交给了老婆子，她吩咐老婆子把姐儿处置了。姐儿身体里也流着皇家的血，老婆子不敢胡乱处置。无巧不成书，老太太打发老婆子提前去寺庙里踩点的时候，碰到了博阳侯家来庙里烧香的一个妈妈。老婆子在旁边听到她得了侯夫人的恩典，恢复了白身，要回临阳老家。她跪在大殿里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老婆子得知她一辈子没有成亲，准备回临阳后去个安堂养老，连她哪日走都跟与她一起的婆子说了。老太太让老婆子处置姐儿的时候，老婆子便想到了她。老婆子想，若是她能带走姐儿，也算是留了姐儿的一命。于是老婆子就先偷偷地将姐儿送去了东城外的一个村庄里，掏了5钱银子，让别人先帮着养段时间，准备等到那日再将姐儿抱出来，放在路上等她捡。老婆子怕事发后必有一死，为了家中儿女，便让青雨偷一件太太的首饰放在姐儿身上，以后好相认呢。吴三爷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为何要拿老二的儿子来换他的女儿？难道他心有不足，想着要独吞吴家？吴家的一砖一瓦都是他娘给的呀。旁边的陆贤整个崩溃，脑子里都是羚羊。他猛然抓住吴三爷的衣袖，相公，快派人去临阳把姐找回来吧。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安排。青鸾，把他先押到下人院里去，找人去老太太那边传个话，就说常婆子留在这边照顾她女儿。青鸾点头应是，叫了个粗使婆子堵上常婆子的嘴，趁着天黑将她关到下人院的一个房间里。青鸾姑娘，青雨个小蹄子一直在屋里嘟囔什么齐小娘子云姐儿的。原来青雨太害怕了，她原本理好的思绪被吴三爷一下给吓乱了。她原本还想说，齐小娘子云姐儿跟太太长得如此像，不知道是不是被她娘丢掉的姐儿。青鸾一听到云姐儿的名字无比严肃，云姐儿跟她家太太长得好像。她忙去了青雨的房间问，云姐是不是就是姐儿？我不知道，可是她长得极像三太太。青鸾看了一眼哭哭啼啼的青雨，沉着脸出了房间。爷，太太，青雨那小蹄子一直在说齐小娘子，说齐小娘子跟太太长得像。云姐儿，陆贤原本哭得不能自已，
听闻云姐儿，他猛然坐直了身子，嘴里喃喃道：“二郎的养家，相公，二郎的齐家是不是领养的？”吴三爷怔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上届状元郎出身常州府临阳县，他也听说过。陆贤眼前划过云姐儿圆润的小脸，而后又闪过赵氏清瘦的脸，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难道云姐儿也是他家收养的？相公没有见过二郎家那个小妹妹云姐儿，她家都是我们两个长得极像。我现在去齐家，去问问云姐儿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别哭，别哭，容我想想。原本他想等到在临阳找到姐儿之后，再抓了他大伯母问话，现在看来等不到那个时候了。事关皇家血脉，中间牵连着他大伯母。虽然他现在恨极了他大伯母，可是对长辈出手多有不妥。这事儿还需先禀明他娘。去把长平叫进来。青鸾刚要走，吴三爷又叫回了他。回来，贤娘，这事儿我得亲自去向母亲说清楚。事关大伯母，咱们谁都不能拿她。可是母亲可以，母亲是答应的大长公主。你振作起来，先让青鸾去安排摆饭，然后再找个人去老太太院外守着，那边有情况赶紧来报。我向母亲说明完情况，就去齐家跑一趟。陆贤擦了擦眼泪，郑重望着吴三爷点了点头。吴三爷拿了件黑色的大氅披身上，大踏步跨出堂屋门。这时刚巧碰到寿哥过来主院陪他娘吃饭。爹，吴三爷脸上冰冷，带小郎君回自己院子，没有我的口令不许出来。吴三爷对寿哥一贯严厉，寿哥已经习惯了他冷冷的语气，可是这样把他关在院子里不让出来还是头次。爹，你娘身体不适，你别叨扰她了，赶紧回去吧。吴三爷说完也没有停留，他长腿一跨，没几步就出了院子。寿哥站在院子里盯着关上的堂屋门，呆愣愣，一脸茫然。他娘怎么了？娘，你怎么了？哪里不是？可有请郎中来看过？娘没事，你先回去吧，让下人把你的膳食摆在自己的院子里，好好用饭。陆贤声音沙哑，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寿哥，这个可能是吴家二太太的孩子的寿哥，他掏心掏肺精心养了8年的孩子，竟然不是他的孩子。娘也好好用饭，孩儿回去了。陆贤没有吭声，脸上默默流下2行清泪。吴三爷乘着马儿一路向大长公主府狂奔而去。到了大长公主府，他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大长公主的寝殿。殿中他爹娘相对而坐，操控着面前棋盘上的黑白棋子。大长公主落下一子，惊喜道：“宁儿，你怎么来了？”娘，他娘是尊贵的大长公主，他们是皇亲国戚，在这京城中是何其尊贵，竟然被一个乡野村妇戏耍得团团转。宁儿可是遇到了难事儿。娘，大伯母害了我的女儿。在座的大长公主跟吴驸马心中皆是一咯噔，贤娘何时有的身孕？吴三爷摇了摇头，将提问青羽及长婆子得到的消息详细的向大长公主禀明。好他个周氏，竟然敢残害皇家血脉！宁儿，你可查清楚了？爹，人证有了，只差找到姐儿，找到汾玉凤镯，一切都能明了了。不可能，不可能！你大伯母是个极好的人。吴驸马喃喃自语，他很难相信他大嫂能做出那样的事儿。苏卓，你去通知卢素，让他带着府兵先去围了吴家。宁儿，你是不是说要去齐家看一看？那齐家的小娘子长得真的极像贤娘。娘，儿子没有见过。长婆子的女儿青羽一直叫着齐小娘子，儿子已经派人去陵阳查找鄱阳侯府的那个婆子。等一下，儿子要去齐家问问，他家小娘子可是亲生，虽然有些失礼。苏菊，快给我备马！吴驸马在一旁欲言又止，但大长公主和吴三爷都没有理会他，仿佛当他不存在一般。吴驸马心中十分纳闷，大嫂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宁儿，我陪你一起去齐家看看。郎君找谁？
这可是齐子鹤，齐大人的府宅。郎君是哪位？吴三爷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尽量保持平静。吴家，吴三郎。郎君请稍等一下，容小子过去禀报。老爷，外面有吴家三爷求见。齐鹤听到这句话后，微微皱起眉头，心里不禁泛起一阵疑惑。子鹤，三爷，子鹤，事急从权，深夜来访，还望多多包涵。三爷无需客气，快请进。子鹤，孩子们是不是还没有就寝？能不能叫齐小娘子出来？齐鹤眉头一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用，两人都随在下进堂屋吧。堂屋里，苏桃、赵氏正在炭盆前围着烤栗子，云姐跟朗哥坐在旁边，正在吃剥好的栗子。猛然外人进了堂屋，四人皆愣住了，都茫茫然望着自带高贵气质的大长公主。这位是大长公主，这位是大姐姐的夫婿。大长公主怎么漏夜来访？苏桃跟赵氏心中都泛着嘀咕。两个人进了堂屋，眼睛都没有从云姐脸上移开。原本云姐还好奇地看着这两人，见他们都一直盯着她看，她便拉着朗哥的手，悄悄站在苏桃身边。吴三爷看着跟吴三太太长得极为相像的云姐，心中思绪良多。这真是他的女儿吗？吴三爷想赶紧问问云姐是不是齐家亲生的。他悄悄地看了他娘一眼。大长公主也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云姐，小娘子何时何月生的？冬天生的。云姐的生辰赵氏还真不知道，他们给她过生辰都是按着静元师太告诉他们的日子。赵氏不明白大长公主因何这样问，齐鹤是想明白了。云姐儿，你先领着朗哥回房间玩去。待云姐儿牵着朗哥去了西里间，齐鹤才站起来对着大长公主拱了拱手。禀大长公主殿下，微臣的小妹非母亲亲生，乃是依安堂的师太所托的孩子。安堂？吴三郎紧握拳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领养的安堂？是。齐鹤跟大长公主一问一答间，赵氏听糊涂了，而苏桃好像明白了些什么。这孩子可是那师太捡的，还是……大长公主一步步的发问，吴三爷急得只想问云姐儿有没有一个粉玉凤镯。微臣跟内子带云姐回家时，曾问过那师太，师太曾言云姐是她在京城门外的官道旁捡的。那师太曾在京中大户人家做女使，回本籍时捡了云姐儿。云姐儿跟着师太在安堂里长到5岁，内子在那里跟着师太学过一段时间的针线。云姐儿跟内子投缘，师太便恳求内子收养云姐儿，说不愿她小小年纪在安堂里虚度。彼时微臣与内子刚刚成亲，内子也还小，母亲便将云姐儿寄养在了自己名下。小娘子可有什么信物在身边？师太给了一只粉玉的镯子，上面雕了一只凤凰，说是云姐儿襁褓里带着的。娘，将云姐儿的镯子拿出来吧。赵氏还迷瞪着，齐鹤让他拿镯子，他啊了一声，被苏桃扶了起来。若是这镯子便是那唯二的粉玉凤镯，那齐小娘子无疑就是他被丢掉的女儿。赵氏很快就从里间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个小黑漆的酸枣木盒子。他很自然地将盒子递给了齐鹤，齐鹤躬身，双手捧着盒子递到大长公主跟前。这玉镯是三郎跟贤娘成亲的翌日，我给了贤娘。贤娘产子的那一年，这镯子丢了，再没有找回来。今日三郎院里的女使主动请罪，才得知跟着玉镯一起丢失的还有一位流着皇家血脉的小主子。赵氏这时候好像也听明白了，他们云姐儿跟着大长公主有关系。他们过来是做什么？要把他家云姐儿带走吗？赵氏心里酸楚楚的。大长公主久居上位，不是太能体恤别人的心情，她开口便说：云姐儿就是那个丢失的孩子，被人有心丢掉了，这涉及家里的一些阿杂事儿，这里也不便明说。天晚了，本来不想折腾姐儿，可是这事儿关系着她的身世，我们这就带云姐儿回去。赵氏惊讶了，苏桃也惊讶了，这就带云姐儿走。提出这个要求的是大长公主，两个人动了动嘴，没敢说不同意的话，求救似的眼神看向齐鹤。大长公主殿下，云姐儿自来了齐家，
一直跟着家母和内子，微臣怕……大长公主凌厉的眼神猛然射向齐鹤，齐鹤还是硬着头皮说：“突然之间，微臣怕云姐不愿意。今晚吾要回去查明云姐丢失的缘由，先带她过去吴家，等事情查明了，再让她慢慢适应。见大长公主殿下态度坚决，陶娘，将云姐儿叫出来吧。”云姐儿虽然带着朗哥去了里屋，可朗哥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他好奇，便趴在门口偷听，外面大人的谈话他也都听进去了。苏桃叫他出去，他也乖乖出去了，只始终紧握着苏桃的手，不太友好地望着大长公主。云姐儿，哼，我不跟他回去。姐儿，我是你爹呀，你不愿意回去见见你娘？云姐儿，你是我们的孩子呀。云姐儿看了吴三爷一眼，把头埋在苏桃身上，闷闷道：“我是齐家的孩子，齐家养育了你，爹娘心中感激，可你身上流着咱们的血呀。”吴三爷以往是没有哄过孩子的，这突然间多了个女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哄，说话很是生硬。云姐儿就抱着苏桃不撒手，小鸵鸟似的将脸埋在苏桃身前，也不看她。好，不让你自己回去，让你阿嫂带着你一起过去吴家帮我们一个忙，这样行吗？原本苏桃也是全身抗拒，她不吭声，任由云姐儿埋在她怀里。大长公主没有强迫云姐儿，而是无奈地想了个折中的法子。苏桃想，大长公主是真的需要云姐儿跟着过去吴家一趟。苏桃松了口气，她拉开云姐儿，柔声哄道：“云姐儿不怕，阿姐跟你一起去，咱们帮过大长公主后就回来，保准不留你一个人在那边。”云姐儿得了苏桃的再三保证，才特别为难地同意了。吴三爷心中苦涩，这个女儿还能要回去吗？长公主殿下，二弟什么时候回来的？吴驸马脸色异常的难看，在这个房间里，他怕是说不上话了。大长公主脸冷，吴驸马又不吭声。周氏习以为常地走去了西边的椅子上坐下，他笑着看向东边的人，他以为是贤娘。在厅堂明晃晃灯光的照耀下，他眼睛定住了，竟然是没见过的娘子。这娘子是哪家的？为何这个时候带着个孩子过来了？大嫂，可是看出点什么？殿下为何这样说？这两位是……云姐儿，你仰起头，让他好好看看你是谁。吴大伯母正盯着云姐儿看，门口传来吴三爷的声音：“母亲。”大长公主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他二人，便招了招手让他们进来。吴三爷扶着陆贤进了厅堂。吴三太太看了一眼坐在那里的云姐儿，眼中热泪盈眶。大姐姐，这一声更是将吴大伯母叫迷糊了。陆贤只是哽咽，拉着苏桃的手，话都说不出来，只眼泪不受控制的一直流。你们都坐下吧。吴大伯母刚才只看云姐儿一个人的时候还没有看出什么，两张相似的脸同时出现在眼前，她便看明白了。那个她让长婆子处理掉的女婴回来了，她脸上血色尽失，软软的瘫倒在椅子上。周氏，你怕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呢？殿下说的我不明白，我最近身体不适，总是头晕，刚才莫名的竟然又晕了一下。殿下，大长公主碍于儿孙都在下面，给了她面子，没有吼她，只是给了她一个凌厉的眼神。吴驸马松开了大长公主的衣袖，把脸转到一旁，深深地叹了口气，把人押来。往常吴家都尊吴大伯母为老太太，她在吴家也是培养了许多自己的人手，不知道哪个出去报了信。吴大郎跟吴二郎前后脚进了主院，吴大伯母见两个儿子来了，呜哇一声哭了起来。大长公主见这边还有的麻烦，便对旁边坐着的吴三太太说：“贤娘，你带着云姐儿跟齐娘子先去厢房坐着。”殿下，二叔这是怎么了？不明白便在旁边站着好好看着，将人带进来。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小人都是奉命行事，都是老太太指使小人做的呀！休要胡言乱语！站在旁边的吴大郎一脚踢到长婆子的侧腰边，疼得他躺在地上怎么都爬不起来。吴大郎便又乖乖地退了回去。
周氏，你不用想着狡辩，常婆子已经把一切都交代了。残害皇家血脉，那可是死罪。你且说说，你为何要让常婆子处置了三郎那刚出生的女儿？是为了二郎的儿子？吴二郎听迷糊了，什么为了他的儿子？他妻子徐氏只生了个女儿，便伤了身体，不能再生。他娘给他纳了几个小的，可惜至今没有生出儿子来。你老实交代，不然吴家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南双离，我不是为了二郎的儿子，我是为了柔娘，一个因着你不知廉耻的看上有妇之妇，而不得已丢下儿子投环自缢的可怜女子。大嫂慎言，我与柔徐娘子之间并无骨肉血亲。你进京赶考一走2年，哪里知道你刚走不足1月，柔娘便发现自己有了3个月的身孕。柔娘质朴贤淑，知书达理，最主要的是一心为你着想，为了不让你分心，便没有写信告知于你。她在家里操持家务，为你生儿育女，而你回报了她什么？一封和离书啊！她一个秀才家的娘子，识字明理的，你与她一封和离书，你有没有想过她的死活？好女不识二夫啊！你让她怎么活？大长公主没有呵斥吴大伯母周氏的出言不逊，莫名的竟然在心中感叹些许周氏跟吴承道心头娘子徐氏的妯娌情深。大长公主心中一阵哀叹，她看上的男人竟然是这样一个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另一个周氏说的重点便是徐氏丢下儿子投环自缢，那他的儿子现在在哪里？大长公主看了一眼周氏身旁站的吴二郎，只有他的这个年岁对得上了。吴二郎被大长公主的视线扫到，忙移开了视线，随后又偷偷地看了一眼上座的吴驸马。他若是二叔的儿子，大长公主该怎样对他？老二，你怎的是这样一个人呢？若不是柔娘留了书信，让我们好好养大二郎，我跟你大哥定然是不会进京的。大长公主冷哼一声，周氏就是为了徐氏才做出这么一出狸猫换太子，难道是为了让二郎的子嗣光明正大的回到二房这一支来？哼，周氏，不管这之中有何隐情，你残害皇家血脉已成事实，念在云姐儿完好无缺的找了回来，便不要你的性命，送你去40里外悔悟堂，你便在那处好好修行反省吧。求殿下收回成命，别送他去悔悟堂，送家庙吧，送家庙让他好好反思。吴大郎不为他娘求情免罪，只希望大长公主大发慈悲，别送他娘去悔悟堂。吴大郎每一个头都磕得实在，额头的血哗啦啦的流。大长公主不为所动，冷声说：“这皆是他咎由自取的。”二叔，你求求殿下吧，不能送我娘去那里啊！吴驸马面有难色，一切皆是由他而起的啊，他有什么脸面求大长公主呢？吴大郎见吴驸马无动于衷，又对着大长公主磕头：“殿下，侄儿带着母亲及全家回缅州，将母亲发落到祠堂关押悔过。侄儿及家人永世不入京城，恳请殿下恩赏。”大郎，你个没有骨气的东西，你起来，不要求他！周氏扑过去，拼命地拉着吴大郎。吴大郎依然拽着大长公主的衣摆哭求：“他娘不知道悔悟堂是个什么阿杂地方啊！伤了皇家血脉，不可能全身而退，死罪可免，活罪再难逃。”他说完，一甩袖子便出了厅堂。吴驸马想跟过去，可是他还有许多话要问吴大伯母，便失魂落魄地留了下来。天色确实不早了，陆三太太在厢房里一直爱怜地抱着云姐儿。云姐儿不知瞌睡，甜甜地窝在陆三太太怀里睡着了。陆三太太心疼得不行，她想留下云姐儿。大长公主言出必行，最终她还是让苏桃将云姐儿带回了齐家。看今日这样的情况，不久的将来吴家怕是要办一场白事儿。有些事情急不得，等吴家这些事儿都处理清楚了，再将云姐儿接回来也不迟。你们2个出去吧，我有话对你们二叔说。郎跟吴二郎不放心地走了出去。
两人毕竟不放心，也没有走远，就站在了厅堂门口。大嫂，道哥，柔娘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你怎么忍心抛弃她的？吴驸马张口我了2声，最终也没有说出什么。说到底都是他的错，他闭口垂眸不言。那年秋日，你启程去京城赶考，走了不到1个月，柔娘食欲不振，频繁干呕，请了郎中来看，郎中诊出喜脉。柔娘很是高兴，想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又担心打扰了你，便想着等你高中回来，见了出生的孩子，自然是更加欢喜。他一直带着这份惊喜等着你高中回来，可是最后只等来了一封和离书。还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在柔娘生产之前，我得了个怪病，喝药需用妇人的乳汁做药引。也是奇怪，那段时日也没有找到哺乳的妇人，喝了没有药引的药，病症一直不好。待柔娘生产后，她便日日拿3碗乳汁过来给我用药，二郎吃不饱，只能吃些羊奶。柔娘待我与你大哥都是极好的，她是把我们当成长辈孝敬的。二郎还不足1岁，你要与他和离，让他另嫁。他那段时日精神恍惚，好似天塌了一样。一日他梳洗的精神，抱着二郎喂足了奶，跟着我们大家也是说说笑笑的。可谁知道下午的时候，他就自缢在了你们的正房里间。我发现柔娘投环之后是极憎恶你的，可柔娘留下了2封信，一封是给他爹娘的，他恳请他爹娘不要怪你；另一封是留给我们的，他让我们将二郎好好养大成人。既然你也不知道有二郎，他恳请我们将二郎养在膝下，也不必告知于你，免得日后影响了你再娶妻生子。周氏说着说着，眼泪便如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他擦了擦眼泪，去了里间，翻箱倒柜找出来一封年代久远的信。他回到厅堂，将信交到了吴驸马的手中。不知道是不是祖宗显灵，那日在寺庙，二郎媳妇跟三郎媳妇吃错东西，突然早产，二郎媳妇先娩出来，碰巧是个儿子。那天夜里，大冬日的下了很大一场雨，跟柔娘出殡那日的雨一样大。我就突然想起来柔娘，二郎一辈子都不能回二房了，可是柔娘的后代，二郎的儿子可以回到二房，光明正大的成为你的孙子。偏巧那日三郎媳妇也没有带多少人，婆子本婆都是我这边找的，我就等着将二郎的儿子换到三郎那边去。三郎媳妇耗时许久，撵出了个小女娘。稳婆拿了一个金锭子，抱着孩子出来，就说是个小郎君。而二郎媳妇那边生完就昏睡了过去，醒来就跟他说是生了个小女娘。稳婆抱着小女娘端详了许久，说小女娘长大以后怕是会像三郎媳妇一样是个圆眼睛。我担心孩子长大事情败露，便让婆子去外面寻了个小女娃回来，换掉了三郎的女儿。那小女娃我吩咐了常婆子去处理掉，可谁知道她还多了个心眼，去偷了三郎媳妇一件首饰，将孩子送了出去。都是命啊！原本这件事谁都不知道，只二郎屋里的那丫头越长越丑，一点也不像吴家人。时间久了，被你大哥看出了点端倪，我便偷偷地说给了他听。他知道了这个秘密，心中煎熬，
积忧于心，竟然早早的走了。吴大郎跟吴二郎就站在厅堂的门口。吴二郎听到周氏说的话，他泪流满面，不知道在哭些什么，哭他娘，哭他亲生的娘，还是哭他自己。就这样吧，万幸的是那个小女娘还好好的活着，我也不用日夜受煎熬了。道哥，你一定要护着二郎，他也是你的血脉呀。吴驸马这边刚看完徐氏留下来的信，他眼泪吧嗒滴到了周氏握着他手的手背上。他该死啊，他竟然不知道徐氏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他不起。他的绝笔信上什么都没有说，只说让周氏照顾好二郎，为着二郎跟他好，不相认便是最好的。他临去前对他是没有一丝期望，孩子都不敢托付于他。大嫂你放心，我一定护好二郎，绝不让人刁难他。周氏嘴角勾起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暂且相信他一回吧，以后再没有人能护着二郎了。你走吧，我要收拾收拾东西了。周氏回了东里间，吴驸马推门出去，一脸颓废之相，陡然之间好似老了10岁左右。吴大郎见吴驸马出来，叫了声二叔。吴二郎嘴蠕动了一下，没有叫出声来。吴驸马深深看了吴二郎一眼，迈着沉重的步伐下了正房台阶。二叔，我再去求求殿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吴驸马知道大长公主做的决定是极难改变的，可是他还想再试一试。殿下，一切的事端皆因臣而起，臣虚荣自私，人品有亏，臣对不起徐氏，也对不起殿下，臣无颜再见殿下，更深知无法弥补吴家的过错。臣自请去道观清修，只请殿下莫要送大嫂去悔悟堂，让她回老家祠堂悔过吧。吴驸马跪求大长公主，竟然带着点不卑不亢的意味，宁愿自己出家去道观，也要保住周氏的体面，或者说是他吴家的体面。他一贯是如此的，看着清冷金贵，实则却是极度的利己。大长公主眉头深蹙，一瞬便舒展开来。若是他现在不应了他，怕是以后他在公主府也过不安稳。大长公主深深看了吴驸马一眼，轻声应了声：“好，如你所愿，也不枉咱们几十年的夫妻一场。”多谢殿下成全。大长公主洗漱一番，躺在床上，反思她年轻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吴驸马没有回里间，他在厅堂里生生坐了一夜。翌日，天上露出鱼肚白，他便出了院子，往周氏的院子那边走。刚走到门口，便听到院里传来了痛哭声：“娘，你怎么就走了呢？娘，都是儿子无能啊！”还有院中仆妇女使嘤嘤嘤的哭声。吴驸马踉踉跄跄跑去厅堂，可人都堆在里间哀嚎。他走到里间门口，一眼便看到躺在床上的周氏。吴驸马微微仰头，房梁上打着圈的麻绳非常突兀地吊在那里，死了，像徐氏一样头环呢。他一死了之，扔下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吴驸马双眼无神，脑子里还在为吴家的2个郎君想着之后的后路。都回老家去吧，只有在老家，他们才能安稳度日。周氏落叶归根，吴家大郎、二郎扶灵回家，葬了周氏，他们守孝3年，之后顺其自然的便留在老家，从此不入京城。吴家人去楼空之后，没过几日，吴驸马便空着手出走了，对外只说要去几十里外的道观修行。吴家的2个兄长处置好家中生意之后，扶着周氏的灵柩，带着一家老小回了老家，偏偏扔下了寿哥。他们只顾着为周氏悲伤，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寿哥。今儿你带了寿哥过来，往后是要将他留在身边养着。母亲，寿哥没错，且他是儿媳耗费了许多心血养大的，草木皆有情，何况是人呢？儿媳想将他养在身边。他亲娘身子不好，整日卧病在床，从京城回缅州，怕是会要了他半条命。
寿哥虽不是我亲生的，可却是我养大的。三郎怎么说？相公也是一样的想法。好，你们想留寿哥在身边，我不反对。只是云姐儿是必定要回吴家的。过几日我便进宫向圣上禀明一切，等下次修玉蝶的时候，便将云姐儿的名字添上。咱家突然多出来个小娘子，外界一定会好奇，得有个说法出来。对外就说当初生的是一对双生子，因着带的仆从少，突然之间又有2个产妇都临产，慌乱之中就弄丢了一个孩子，如今刚找回来。大长公主也是如此想的，便同意的点了点头。虽然这样说，可寿哥毕竟是吴二郎的儿子，是不能入玉蝶的，以后还是要继回吴家族谱。三房这边还是要产下一个嫡子的。贤娘生了寿哥之后再没有怀上，她着急也叫三郎过来催过，可三郎说已经有寿哥，他们也算有后了，之后能不能有孕就看天意。吴三郎如此想，他便没有强迫他们。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贤娘啊，你自从生了寿哥之后，生了云姐儿之后，便再无受孕，可是当初伤了身体。母亲，我身体没有问题。他为何如此笃定？因为他一直没有身孕，陆二老太太也为他着急，也怕是当初伤了身子，便请了妇科圣手为他诊脉。谁知结果是他身体很康健，随时都能有孕。陆贤说他身体无恙，大长公主便确定是无恙的。既然来了公主府，他便请了府中的太医又来给他把了把脉。得知陆贤身体康健，他便开始担心是不是吴三郎的身体出了问题。腊月初下了一场雪，这段时间朗哥突然也成长了。云姐儿捏着苏桃背诗，他在旁边竟然也学会了许多。翠丫拿着陆家小厮送来的梅花送到堂屋，朗哥见了梅花脱口而出：墙角树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哎呦，咱们朗哥啊有状元之才呢，话都说不利索，吟诗作赋都已经如此的顺溜了。朗哥被夸了，喜得眉眼弯弯，张口又来了一首。苏涛出世也很惊讶，听朗哥背了2首，他就明白了朗哥怎么就会背书了。前2天下雪时，他才教给云姐的诗句竟然被朗哥学去了。他当时不是在旁边骑着他的小木马玩吗？好吧，这孩子确实有点小聪明。苏桃抿着嘴笑，要找花瓶子来装梅花。云姐儿见苏桃要找花瓶子，跑去西次间拿出一个通体翠绿大肚双耳的翡翠瓶。阿姐，用这个装吧，梅花有粉的有白的，配上这个绿瓶子正好看。赵氏正在逗朗哥背诗，听到云姐儿的声音，随意转头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看得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云姐儿的大长公主祖母送给她的翡翠瓶子吗？这能是能来装花的？或许能，但是在他们家不能。这东西贵重，碎了赔不起，还是赶紧收起来好。赵氏慌慌张张站起来，也不敢咋咋呼呼的，他怕吓到云姐儿。他很大步走过去，很是小心的从云姐儿的手中接了过来。哎呦，听你五哥说呀，这东西挺贵重的，来，先放下来哈。赵氏双手捧着翡翠瓶，扯着嗓子叫翠丫：“翠丫，翠丫！”翠丫应了一声：“哎，去老爷书房里将那个青瓷花瓶给拿过来。”翠丫应声去拿。赵氏喃喃自语：“这五郎书房里那个瓶子什么花都没有装，放在那里也是白瞎。咱们拿来装这个梅花啊，放在堂屋里还好看呢。”云姐儿不高兴了：“这个瓶子也好看啊！孩子长大了就有一点不好，会顶嘴了。”赵氏毫不让步地说回去：“这瓶子以后是给你做嫁妆的，箱子锁起来，免得你总掀开拿来拿去的磕着碰着了。”云姐儿蹙着眉头看了苏桃一眼，撇了撇嘴：“我才不嫁人呢，嫁人就是要从咱们家出去。小娘子哪有不嫁人的呢？小娘子都得嫁人。”云姐儿气得脸儿鼓鼓的：“阿爹，五哥，你们在吃茶？”云姐，要不要一盏？不啦，我这就要回后院去了。素月，你拿一盘子果子出来，这是隔壁让我带回来的果子，我本来是要拿回去跟朗哥一起吃的。你们吃茶也没有果子，便给你们一份吧。隔壁
隔壁的谁？瘦根儿的娘亲。云姐儿，你过来。云姐儿，瘦根儿的娘亲也是你的娘亲啊。这糕点是你隔壁的阿娘让你带回来的。云姐儿抿着唇儿瞟了齐老二一眼，见齐老二并没有看着她，她才轻轻地点了点头。哎呦，这枣泥酥是真好吃。云姐儿也喜欢吃，吴家阿娘拿来的这些点心都是云姐儿跟朗根儿喜欢吃的。好好好，咱们云姐又多了那么多人疼爱。好吃。阿爹，五哥，慢慢吃，云姐儿要回后院啦。说完便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齐鹤回味着云姐儿对他的称呼，他觉着有必要让云姐儿改一改。他明明是他的舅舅啊，他总是叫他五哥也不成样子。爹，云姐儿的身世，大长公主已经禀明了圣上，也向宗正司那边言明了。云姐儿虽然还养在咱们家，可是她用不了多久，是要上皇家御蝶的。爹都知道，要不爹开春回去一趟，再改一改族谱。云姐儿的族谱是要做个说明，现下是咱们跟陆家、吴家走的都很近，云姐儿再叫我五哥，辈分都乱了。这个我也跟你娘商量过，你娘说云姐儿作为齐家的女儿，和咱们也喊出了感情，突然之间让她改，怕是有些别扭。再加上当初云姐儿很排斥去吴家，你娘就想着两边各叫各的，现在看来确实不妥。我今儿晚上跟你娘说说，让她叫云姐改了称呼。对于齐老二来说，孩子都在他们家，叫什么都无所谓。云姐儿不叫他们爹娘，改叫翁翁婆婆也是一样的。趁着今天大家都在，便今天跟他说开吧。儿子先回去更衣，然后我再去找娘说说这事儿。今晚就跟云姐说。齐老二点头，让齐鹤自去。怪到刚才云姐回来说是吴家阿娘给她带的点心果子，这云姐啊，往常都叫她娘是吴家太太呢。这都怪娘啊，娘怕说了她不喜，便没有纠正她。云姐儿早晚都是要入皇家御蝶的，称呼早改回来早好。云姐儿叫了我这么几年阿娘，这突然改称呼，娘怕还是有些不适应呢。云姐儿改了称呼也是叫娘婆婆，一样是咱们家的小闺女儿。齐鹤点头认同苏讨的说法。以后云姐儿就跟朗哥一样，叫爹娘翁翁婆婆，叫阿桃跟我舅母舅舅。齐家这边的其他亲戚便跟着朗哥走吧，朗哥叫什么他叫什么。赵氏点头，这样是最好的。一家人生意过，晚饭过后，大家便都留在了主院堂屋里。赵氏开口说了这个决定，云姐儿哭着不同意。赵氏一说让云姐儿不要叫她阿娘了，她便觉着自己被抛弃了。后面的话听都没听，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云姐儿啊，静园师太呢，原本是想让你舅母养你的，娘是觉得你舅舅舅母当时还小，故而才将你认了女儿，不然啊，你也要叫我婆婆的。云姐儿不听，就一直哭。云姐儿啊，辈分是不能乱的，乱了辈分是极失礼的一件事情，出去人家会笑话咱们的，会说咱们家没有家教，不守礼数。以往咱们不知道云姐儿亲生的爹娘是谁，咱们怎么叫都没有关系，可是现下咱们知道了你的亲娘是你舅舅的姐姐，云姐儿啊，再叫舅舅为哥哥，那就是乱了辈分呐。云姐儿听了进去，打着哭嗝，哭声小了下来。称呼只是个称呼罢了，云姐儿叫咱们什么，咱们都是疼爱云姐儿的。云姐儿啊，永远都是咱们的小宝贝儿啊。云姐儿听着赵氏哄她说，若是乱了辈分，是极失礼的一件事。她突然之间想到了《诗经》里的一句：生而无礼，胡不传死？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失礼是极其严重的，她勉为其难的接受吧。云姐儿拿着袖子擦了擦眼泪，嘴唇蠕动了许久，对着赵氏叫了声：婆婆。赵氏僵硬的笑，伸手摸了摸云姐儿的脑袋，哎了一声：乖啊。问问。齐老二笑着应得很大声：舅舅。云姐儿乖。云姐儿对着旁边的齐三郎叫了声：三伯。齐三郎应的比齐老二还要大声。瞧这三郎笑的牙齿都要掉出来了。
多了个小侄女，心里高兴。大家都被逗笑了，云姐儿也笑了。舅母，苏桃应了一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苏桃应完云姐儿，拉着朗哥让她叫姐姐。朗哥虽然迷茫，见大家都看着他，还是乖乖地喊了云姐儿一声姐姐。瘦根私下里想叫我妹妹。他比你早出生？不知道。瘦哥若是哥哥，咱们云姐啊就是有哥哥又有弟弟的人了。出去他们都护着你，出去多威风啊！朗哥是弟弟，福哥也是弟弟。你这小脑瓜子算得倒是明白。有些时候转变很难，但真的下决心要改变呢，还是能改过来的。翌日，朗哥生辰，陆贤便带着瘦哥过来了。陆贤跟赵氏、苏桃相互见过礼之后，赵氏便请他就坐。阿娘万福。陆贤原本望着云姐儿慈爱的笑，猛然听到云姐儿叫他阿娘，他跟惊吓住了一样，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泪水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云姐叫我什么？阿娘。陆贤听清楚了，他泪水大颗大颗的从脸颊上滚落，紧紧地抱住云姐儿。齐小娘子，真不知道今儿你也来了。六叔在村园里投壶呢，咱们一起过去吧。福宁公主一把抓住云姐儿的手就走。她想着前年端阳，她六叔依着她的名义邀云姐儿上皇家画舫。她心想，六叔该是喜欢云姐儿的，她现在将她带过去，六叔定会夸她。妹妹，你怎么来了？妹妹，嘿嘿，云姐儿是我妹妹。郡王爷听瘦哥叫云姐儿妹妹，也疑惑地看向跟他坐在一起的陆三郎。我大姐姐的女儿。郡王爷眉头皱成一团。云姐儿以前都是叫郡王爷六郎哥哥的，现在他突然不知道该叫什么了。郡王爷万安。三舅舅。陆三郎嗯了一声，朗哥大声叫了声三叔。陆三郎依然淡淡的嗯了一声。郡王爷看着他们一家，内心混乱极了。他是太久没有出去了吗？好像外面全乱了套。云姐儿怎么就成了陆三郎大姐姐的女儿？若是这样的话，那她就是吴家三表哥的女儿，是他皇姑姑的孙女儿，也是他的表侄女儿。郡王爷想通了这一点，脸黑的像夏日里暴风雨来临前阴沉沉的天。云姐儿看着吓了一跳，福宁公主心里也是一咯噔，六叔不欢喜了。郡王爷脸色不好看，福宁公主就想拉着云姐儿跑路。陆三郎见了郡王爷脸上阴沉，吓住了三位小女娘，特别是站在云姐儿身后那位，他低垂着脑袋，只差将脑袋埋到土里去了。陆三郎难得的勾了勾嘴角，公主请自便吧。莹儿妹妹。莹姐儿看到了他的四哥，揪在一起的双手猛地松开了。太好了，他四哥也在。郡王爷太可怕了，真不知道福宁公主为何每次带着云姐儿过来见郡王爷。何四郎对着福宁公主拱手施礼，之后对着云姐儿叫了声云妹妹。原本心情不好的郡王爷听到何四郎这声云妹妹，心情更不好了。瘦哥听何四郎叫云姐儿妹妹，心中警铃大作，他也不投壶了，跑着跟了过去。他刚刚认回来的妹妹不能让别人抢了去。朗哥跟蒋十二就蹲着用树枝掏蚂蚁窝。朗武下的云姐儿看到了，对瘦哥说：哥哥，你看朗哥，他一定在玩蚂蚁，蚂蚁爬到身上会咬他的。我去把他叫回来。福宁公主一脸艳羡，有哥哥真好啊，不像他只有叔叔，还是那种不愿意跟他玩的叔叔。郡王爷坐在院前的桌子前，望着坐在廊屋下说话的福宁公主、云姐儿跟莹姐儿。那个夏日，他一眼看上的白嫩小娘子，竟然成了他的侄女儿。郡王爷心里苦啊。时光晃呀晃，闪着光，照在他脸上，回首数着春风时候的愿望。时光晃呀晃，怎么讲？你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时光晃呀晃，谁在唱那首旧歌谣？而今的我还留下几分模样。云姐儿成亲那一日，阳光璀璨，天空碧蓝。
一拳向出来，十里红妆一眼望不到头。宋清的队伍吹吹打打，抬着云锦儿去了尹家。北门大街的一家酒肆2楼，六王爷盯着街面上穿街而过的十里红妆，心中像有上千只蚂蚁在啃食。小娘子终于出嫁了，可是跟她没有一点关系。她双眼通红地盯着后面压阵的大红棺木，她的一生许给了别人，100年之后她也是跟那个人同穴。生同眠，死同穴，都是跟迎亲队伍最前头的那个人。一滴清泪从眼角滑落，他心有不甘，奈何造化弄人。南六郎心中郁结，30几岁的年纪便日日伴着汤药生活。他没有娶妻，也不参与朝政，一直郁结于心的便是他还没有想到好的对策怎么娶云锦儿，便领了圣上的差事去了北境。再回来，他守了10几年的人儿就已经嫁去了尹家。从那之后，他在王府摆烂，不再参与朝政，也不怎么出门。他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听到云锦儿作为尹家妇的一切。王府清冷，他刚吃了药躺下，谁那么没有眼色，偏要叫醒他。爷，郡王爷。南六郎睁开眼睛，看到了93年轻的脸。93，在他建府之初，93就回了皇城司，在他身边的应该是4喜。爷，你醒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太后娘娘一直催着呢。太后娘娘已经去了有2年了，哪里来的太后？南六郎支撑着身子要坐起来，发现心中舒畅，身体也轻盈了许多。母后让我回去，是要见国子监的教授。93怔愣了一下，太后娘娘不让说，怕郡王爷知道了不肯回去。南六郎见93这样，他便明白了。六郎的心儿砰砰跳，他双眼通红，紧咬着牙齿。那一年，小娘子入了他的眼，可他那时还小，只知道很喜欢那个软糯的小娘子。他不知道那种欢喜让他持续了很多年。后面因着他的优柔寡断，让他跟小娘子错过了一生。这一次他一定不再犹豫，今儿个就得定下他。苏娘子，好巧啊！他明显看到齐夫人一愣，跟当年初见的情形一样。他跟齐夫人叙旧期间，偷偷看了小娘子一眼。小娘子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他手中的苏珊，抿着嘴唇。这是苏珊，小娘子要吃吗？南六郎塞了一碟到小娘子手中，小娘子喜得眉眼弯弯。他带着苏桃跟云锦儿去了大相国寺的疗房。到了疗房，南六郎找借口支走了苏桃。云姐，六郎哥哥给你吃了苏珊，以后有好吃的都给你。你长大了嫁给我好不好？好。云姐，你要记住啊，你长大要嫁给六郎哥哥的。云锦儿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南六郎放心了，微笑着看着云锦儿吃苏珊。朗哥13岁这年，韩大将军又去了北境。也是这一年，圣上有意无意的总是招朗哥入宫。齐贺估摸出圣上的意思，便提前给朗哥说了。朗哥一听吓了一跳，娶了公主，他还如何建功立业？因而得了消息的朗哥一人一枪一马出去闯荡江湖去了。他自是先跑去了北境。北境如今形势安稳，可是两国交界的山里总是有些山匪恶徒之类。为了边境百姓的安危，将这些匪徒剿了才是正道。朗哥孤身一人挑了几个小的寨子，余下一个大的寨子他自己着实不行，遂写信给尹八郎，邀他来领略北国的风光。尹八郎应邀前来，才知道朗哥打的坏主意。这个寨子的当家的喜欢下山掠夺民女，他让尹八郎扮作女子被掠上山，然后趁机将他们的大当家嘎了。然后朗哥再带着韩家的哥哥们杀上山去，挑了他们的寨子。尹八郎一听朗哥要他扮作女子，握拳就往朗哥脸上砸去。朗哥伸手抵挡，两人赤手空拳打了起来。两人打得气喘吁吁，朗哥终于将尹八郎压在了身下。你输了，办不办？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绑着你，给你梳妆打扮。朗哥笑得很欠揍，尹八郎怒目瞪着他。他盯着朗哥俊朗的眉眼，也笑了起来。好，办，小爷办，你也要办，咱们兄弟2人携手如何？朗哥脸上的笑容僵住，尹八郎狠狠瞪了他一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哥，咱们快回去禀明表舅，这他妈不是山寨，这里面是个军营。一行人连夜回到城里，将此事禀报给了韩将军。韩将军派出斥候打探，果然探出了一丝痕迹。大当家被杀，他们现在正乱着。韩将军趁机派了大军过去剿匪。事出突然，上山的军队完全没有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过1日1夜就将这帮人给剿了。朗哥虽然胡闹，也是立了大功的。韩将军上书的时候，自然也将他写了进去。尹八郎帮完朗哥就走，北境这边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朗哥就跟着尹八郎走了。之后，江湖上的土匪窝接连消失。土匪山匪们听到一个拿枪的小子，一个仗剑的郎君，皆头痛不已。